官人，不要啊！耳畔传来哭泣的声音，意识从模糊到清醒，李晨缓缓睁开了眼睛。一个美若鲜花般的女孩跪在他面前，眼中满是泪水，摇头哭泣。那女孩居然衣襟凌乱不堪，好像刚被人撕扯过似的。官人，奴家求你了，不要将奴家卖去清馆。女孩哭得梨花带雨。李晨怔怔地看着那个女孩子，眼神恍惚。穿越了，上一世他是传奇的国际雇佣兵之王，洗白上岸后他转投商海，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命运无常，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让他来到这个古代封建王朝大眼帝国。苦涩的一笑，他终于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穿越的事实。梳理着前身的记忆，他开始对眼前这个世界重新认知。这个也叫李晨的家伙长得好模好样，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17岁时父母双亡，没人管教。19岁时他长成了一个喝酒赌钱小恶不断的地痞泼皮。眼前的女孩是他2个月前捡来的一个厄运的流民，叫玉清婉，刚满18岁。原本把她捡回来，前身是有歹心的，想打个庄子就把她卖到清馆去赚一笔。可当玉清婉洗净了脸上的锅底灰，揭去了身上的假借选后，居然是个水灵灵的小美人。前身一时见色起意，便给玉清婉落了苦戒，成了她的婢妻。却没想到娶妻之后，他突然间就无法雄起，连玉清婉的身都没破。县里的郎中告知他是酒色无度，尤其近来鸡皮导致不能抬头，只能开方调理，慢养禁欲。2月以来却始终未愈，让他性情更加暴虐。就在刚刚，他还因为没办法雄起，恶性发作，要把玉清婉卖到清馆换酒肉。结果他拖着拼命挣扎的玉清婉往门外走时，突然间失手拽空，撞在了门框上，眩晕了一瞬间。后世的李晨就这样穿越时空而至。站在那里回想过往，李晨神色惘然。玉清婉见李晨动也不动，还以为他依旧想卖了自己。他擦着泪赶紧去锅边端了碗药。官人，我近日换医攒了些药费，这是我去城里按照郎中的方子抓的药，刚刚熬完，官人你喝了吧。郎中说这药喝完暂时就能好一些，我们就能圆房了。玉清婉轻气道。单纯可怜的他一直觉得李晨是无法破他的身材，想将他卖到清官去的。如果他能和自己圆房了，要是再给他生个孩子传宗接代，是不是他就不会卖了自己了？被一个人蹂躏总好过被万千个人践踏。喝药，李晨一怔，突然间想了大郎喝药的梗，倒是有些哭笑不得。不过小婢妻的心思他懂，当然不担心害他。不过下一刻倒是想起了自己这个毛病，不觉一皱眉头，难道真的有病？这病涉及到了男人下半生深摄的快乐，可得治。思忖了一下，他接过碗来一饮而尽。喝完了药后不多时，他就感觉到身体里有一种暖意燥热涌了上来，有些东西如野火在心头蔓延起，有条事物蠢蠢欲动。咦，还别说，好像真的有用。不过他很怀疑，之所以之前不行，是因为鸡皮加心理上的双重因素导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调理一下就好了。官人，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玉清婉站在旁边小声地问道，神色有些紧张。还可以。李晨点了点头。那晚上官人可以试试。玉清婉咬了咬唇，白皙美丽的脸蛋上现出一丝红晕，小声地道：好。李晨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都穿越了，而且还是自己正儿八经的老婆，又哪来的那么多的矫情？说起来倒也感谢前身，还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冰清玉洁的小婢妻。不过就在这时，肚子里突然间咕噜噜的一阵乱响，虚弱无力感如潮水般涌起。好有吃的吗？他强忍那种无力感，凝声问道。家中已无粮。玉清婉低着头，好像犯了错般颤着声回答，生怕再招来一顿暴打。无粮。李晨一怔。官人稍等，奴家这就去徐婶子家串换些杂面回来。玉婉清生怕再触怒他，赶紧站起来，抓着替人换衣刚赚的几文钱，慌乱地向外走去。看着他的背影，李晨这才恍然想起现在是个什么世道。大眼帝国历经200年，现在已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北莽西胡，双蛮乱世，冰火焚天。从西晋到北地，千里浮尸，万里悲嚎，宛若人间炼狱。朝堂之上，党争不断，为死必战。皇庭、士族、门阀可耻地扔下了北地西晋大片的土地和子民，向南而逃，任凭两大蛮族暴虐掠杀，流民遍地，半尽饥荒。现在的百姓，家家户户一天一顿饭都成了奢望，靠挖野菜、扒树皮填补肚子。这乱世，活着都已经让人不堪重负。梳理着记忆，李晨眼神深邃锐利。不过就在这时，院门外面突然间响起小婢妻的呼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你要干什么啊？不要啊！小美人还不放手，
是舍不得哥哥走啊？那你就一起和哥哥回去吧，反正你那官人也是徒有其表的废物，不若连梁代人都跟哥哥回去，哥哥定叫你懂得什么是人间之乐。另外一个粗豪的声音传来，淫声浪语，污秽不堪。李晨眉头一皱，猛地站起来，两腿却是一阵虚弱无力，体力委实不支。深吸口气，强提精神，抓起炕下一柄自制的防身短刀冲了出去。刚到门外，就看见院门口处正有一个年轻汉子与小婢妻争拽着一个布包。李晨认得那汉子是村里有名的混混，叫张虎。虽然都是混混，但自己只是小恶泼皮，张虎却是十足的恶棍一条，和他哥哥张广欺男霸女，盗东抢西，无恶不作，甚至据说他哥哥张广还是附近黑风寨里的花蛇子，所以即使是他这般霸道，也无人敢惹。李晨被他打过多次，每次见他都绕路而行，不敢照面。这一次应该是小婢妻出去买粮，被他盯上起了歹心，想在他家门口抢粮。张虎，你敢！李晨奔过去喝道，谁知那汉子却只是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见玉清婉还不撒手，一脚就踹向了玉清婉。啊！玉清婉吓得一闭眼，以为要被踹个半死。下一刻，一个高瘦的身影站在他面前，虽不强壮，亦如山峰，能挡风雨。李晨一个箭步跨过来，挡在玉清婉前方，极快伸手拖着张虎踹向玉清婉的一只脚，借力向一侧扔飞。张虎当时就来了个大劈叉，当下正好有块石头，以卵击石，痛不欲生。你这驴日马下的东西，敢跟爷爷动手！张虎捂着裤裆站起来，表情痛苦的怒骂。刚说到这里，噗，寒光起，一刀刺入他的右肩颈，鲜血激飙。徐徐拔刀，血如倒泻的红浆染透张虎半边身子。小婢妻吓得又一闭眼。滚！李晨以刀指鼻低喝。刚重生，暂时不想杀人。你这烂蛆敢刺我，我找我哥寨子里的兄弟将你剁成肉酱。张虎颇性发作，却未走，捂着肩膀一通乱骂，威胁我。李晨皱起了眉头，眼神更冷。既然他想找死，杀也无妨。左右望去，并没有人。他家住在村子东头，极为偏僻，最近的邻居都在100步之外的山坡右边，隔着一角山壁，只要不是故意窥视，便无人能见。威胁？哈哈，你等着，小烂蛆，晚上爷爷定会带人摸过来，到时剁你5只，当着你的面轮流打你这个婢妻的庄子，再将他卖到黑窑里去。张虎兀自还在叫嚣，可刚吼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李晨已经一刀刺入他的喉咙，狠狠一拧，搅碎了喉管，让他永远的闭上了嘴。动作太快了，张虎只看见一道寒光，然后便吞光而死。找死，那便去死！啊！小婢妻一声尖叫。李晨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赶紧捂住了嘴，身体若筛糠一般。去做饭，我处理掉尸体。李晨扔下句话，架着张虎向远处走去。杀人如喝水。小婢妻颤着腿回去了屋子里，进屋的时候险些摔倒，在尸体上摸了一遍，就是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李晨也懒得埋尸，走到附近的一处高坡，将尸体推了下去。自有山狼野狗秃鹫替他毁尸灭迹，只不过做完这些，他精力耗尽，一阵阵地头昏眼花。好虚，好啊！强自支撑回到家中，小婢妻在做饭，手抖得如刚拨弄过的丝弦。李晨打盆清水净手，坐下来问道：可曾见过杀人？逃亡时也曾见过。那你还怕？奴家只是担心官府找上，凭空多了许多麻烦。有人看到张虎尾随你要抢粮吗？我走的小路，倒是没人看见。李晨点了点头，没人看见，无人举报，杀便杀了，这乱世官府也懒得管。张虎的大哥张广据说跟黑风寨的土匪有勾连，如果他活着回去，今日之事绝难善了。他多解释了一句，只是不想让小婢妻觉得自己是个动辄杀人的凶暴之徒，提心吊胆的跟自己过日子。同为混混，李晨自然知道张虎的背景，如果让张虎哥哥张广知道弟弟死在他手里，会有麻烦。若瞒不住，小婢妻惊慌小意的颤声道：那就多杀几个。李晨淡淡地道。小婢妻颤着手在做饭，李晨在继续自己的思忖，在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世界，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上一世穿过战火硝烟，成为传奇的佣兵之王，可入世从商后，哪怕贵为集团掌舵者，却依旧不得不为强权者卑躬屈膝。站在那官家豪门外，院内的狗都不曾多看他一眼。霸道不如财道，财道不如王道，兵不如商，商不如官，官不如执掌一切的权。抬头望天，李晨眸中神色酷吏寡绝。既然老天又给自己重活一次的机会，好吧，那这一世他无论如何也要站在世界的巅峰，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用这男人才懂得浪漫去阐述人人都懂的道理。
不过低头向下望去，却是略一皱眉，千万别真出什么问题吧。饭做好了，一锅野菜，半斤杂面，仅够2人吃一顿。已经断顿，若不是李晨强烈要求全放进去吃个饱，玉清婉只想放上一把杂面而已。甚至粗盐也才投了几粒，言为官营，价格奇贵，只能隔天一吃。野菜粥虽然难以下咽，但李晨早已经接纳了现状，坦然食之，并且身为曾经的传奇佣兵，无数次身处地狱般的绝境，甚至连蚂蚱、飞虫、树里的蛆都吃过。野菜粥又算什么？但总吃这些，迟早有一天得完蛋，生存危机是必须要解决的。沉默着，思索着，连喝了2大碗苦涩扎嘴的野菜粥，李晨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太白山，心中已经有了计较。苍茫的太白山有无尽的资源，当然也有无尽的猎物。先上山打猎，维持生计，强壮身体，等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再从长计议。终于勉强吃饱，李晨也有了些精气神。吃过饭，他便钻进了西屋的木匠工房。前身老爹是个10里8村有名的木匠，死了之后留下了这个工房。工房久未启用，早已蒙尘，稍一动便烟尘弥漫。在一个长条箱子里，他找到一把下了弦的弓，还有10支上过桐油的箭，保存得很好。另外还有多套备用的弓弦。拿出一套重新给弓上弦，拎着弓箭走出去，却是一正灶台畔。玉清婉正用一根手指刮着锅边的碎面，吮入口中。他刮得很仔细，吃得更仔细，没放过一点残渣。李晨这才想起来自己极度饥饿，刚才那一锅野菜粥几乎全让他吃了，玉清婉并未吃多少。欲出口气去，他迈步而出。见他出来，小碧七慌乱放下手去，脸目怯怯地道：“官人。”李晨点了下头，挥了挥手里的弓箭：“我射几下试试。”小碧七一直害怕地低着头，没有看见他手里的动作，只是听到了他的话，瞬间震惊，双颊羞红，死死地扭着手，夹着2腿，声音颤颤地惊问：“官人，可是好了？这天还未黑，怕是不妥，就要天亮才适合，天黑不得眼。”李晨倒是不知小碧七想到那么多，还奇怪，试射个箭要什么天黑？小碧七脸更红了，官人非要趁天亮把一切看清楚，这太羞人了。明眸里宛若要渗出水来，他咬了咬唇，却并未抗拒，只是脸红血的点头，轻柔应道：“好的，官人。”随后他无比乖巧懂事的转身关门，红着俏脸，颤着身体褪下衣物。“你干什么？”李晨眼神震惊地问道。“官人不是趁天上未晚，预设。”小碧七垂着头褪去最后一重亵衣，脸红如血，声若文瑞，结结巴巴。李晨一怔，恍然大悟：“你听错了，我说的是要试射几下这弓箭。”啊！小碧七一下捂住了脸，蹲在了地上。李晨一阵心动，但终究忍住，走过去拾起衣衫给他披好，开门走了出去。小碧七在屋子里慌乱穿衣，想起刚才自己那令人羞耻的举动，嘤咛一声，再次捂住了通红如血的脸，扭身跺脚，实在羞死个人。而李晨出门站在院子里，低头向下望去，身体居然好得很过分，看起来穿越之后应该是没问题了。夜里不妨请小碧七助力验证一下，若真痊愈，1颗宝石。想到这里，他脑海中油然就闪过刚才玉清婉那冰肌玉骨的曼妙身段，使劲甩了甩头，将思绪从岔路上拉回正轨。他看了看手里的弓，这是一把精巧复合的直拉弓，工艺很好，理念落后，威力一般。这是老爹以前给邻村的张猎户做的，可惜弓刚做好，张猎户便被野猪拱死了，弓便扔在了这里，倒是便宜了现在的李晨。作为冷热兵器的大师级人物，李晨前世尤其酷爱弓箭，曾经多次在原始森林里子弹全部打光的极端环境下，他靠着手搓弓箭射杀敌人，逃出升天。虽然这是一柄直拉式猎弓，但弓身强劲，开满弓有效杀伤距离将近40步，勉强算是可以了。用烂木头做了个靶子，靠在院外很远的一株树上，他测试起来。张弓搭箭，凝神的一刹那，靶子在他的视线中居然瞬间放大。唯有灵魂放空的极度专注下，才会出现这种超级感知能力，1万个狙击手中或许才能有一个。松弦20步，正中靶心。李晨略带讶然地挑了挑眉。以前就算是在最巅峰的那个时期，想进入这种极度专注的状态进行精准狙击，也至少要10秒钟时间。但刚才他只是刚凝神张弓，瞬间便进入到这种状态中去，这也意味着他的精准狙杀能力大幅提升。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他又再快速奔出10步，转身开弓松弦。30步，中，再奔出10步，还在地上一滚，瞬间开弓松弦。40步，再中，全都是瞬间进入那种似乎可以掌控一切的超级专注状态，令李晨有些惊喜。但也仅限于40步了，因为这是此弓的有效杀伤距离，
再远就飘了。小碧七靠在门上，捧着脸儿，兀自脸红红的看着李晨。李晨走回到院子里，刚要说话，突然间一抬头，居然看见一只鸟从空中飞过来。他瞬间再次搭箭开弓，持弦而待。小鸟在视线中瞬间放大，隔得这么远，似乎都能看清那身上的灰羽。嘣！弦崩弓颤箭如电，小鸟一声哀鸣，被箭穿透，几乎是直上直下掉落。呼出口长气，李晨略有动容。这瞬狙的能力，哪怕在这个以冷兵为主的年代，也应该是箭手中的天花板了吧。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鸟。门口的小碧七看得精彩，不禁轻声吟道，跑过去捡起了那只鸟。他怯怯地递到李晨面前，官人你的鸟。李晨满头黑线，怎么听着不对味儿？灶内有余火，你烧了吃吧，我去山里转转。李晨将那只鸟从箭杆上拔下来，递给了小碧七。那是只本地的铁嘴鸟，体型不小，去了毛大概还能有2两肉。官人这鸟让奴家吃。小碧七怔怔地望着李晨，眼中有不敢相信的神色。李晨险些跌倒，将剑拔起装好向外走去。语声传来，官人这鸟你随便吃。谢谢官人。碧七感动流泪。李晨无语离去。已经是未时，李晨加快了脚步进山，要不然就得夜宿山上，极不安全。刚出门没走多远，几个妇人挎着篮子从山中归来，每个人篮里都是野菜。一见李晨被供出门的样子，几个妇女眼神很是惊奇。李家大郎这是去干什么？其中一个40岁左右的妇人好奇地问道。李晨认得，那是村正徐江的老婆刘金翠。打猎。李晨应了一声。大郎居然要学人打猎，千万别叫熊瞎子给舔了那张小白脸，就可惜了。另外一个30几岁叫王彩凤的妇人笑出声来。李晨从小就长得好看，成年了也引得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心动，若不是名声太臭，怕是不少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甚至给他当媳妇。啧，李家大郎要真打着猎物回来，可要唤嫂嫂一声，嫂嫂用肉馒头和你换。最边上的那个27、8岁叫马莲的妇人更加泼辣大胆，笑嘻嘻地道，还用手故意在胸前一托。虽然长相并不算出众，但身材委实不错。正在打仗，每个村子的男人们，除非是家中独子，5旬以上，身有残疾或未到弱冠之年，以及入了降界者，否则都被征召到北燕关去了，要么当兵，要么服徭役。所以现在村子里壮年男子堪称稀少，女人们，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女人们，心火难耐，作风很是狂野。不过在他们眼里，这游手好闲、偷东摸西的小泼皮居然要去打猎，简直就是个笑话。李晨置若罔闻，上山而去。不学无术的李家大郎居然进山打猎，这是在抽什么邪风？打老婆倒是有些本事，打猎就算了吧。那山上也是谁都能去得的。近些年不知怎么的，后山上又是熊瞎子，又是野猪，最近据说还来了头老虎，咬死了好多人，都没人敢上山打猎了。他去那不是找死吗？两个妇人看着李晨的背影，俱是撇嘴，在那里叽叽喳喳的冷嘲热讽。行啦，那孩子本性不坏，盼着他点好吧。善良的刘金翠皱眉道，转头看了一眼李晨远去的背影，眼神里有些担忧。半个时辰后，李晨已经入了深山。之前连开了5箭，俱是满弓，以现在这副身体，确实有些撑不住，手还有些颤。进山半晌，他这才缓过来。后山近年来因为凶猛的野兽越来越多，死了不少猎户，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冒死进山打猎了。再加上边关打仗，北燕关几乎将剩下的猎户抽调一空，所以后山上的猎物倒是繁衍生息得很快，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越过一道山梁之后，李晨就看到了对面一片草坡上，正有一只灰兔站起来东张西望的。早已经成为本能的野外生存技能告诉李晨，兔子登高进必有窝。他悄悄地从后面绕了过去，果然在草坡中腰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兔子洞。他立马借助树木隐蔽身形。此刻刚才那只警惕的灰兔正从草坡上下来要进洞，丝毫没发现死亡已经临近。张弓搭箭，超级专注，瞬间让那只兔子在他的视线中不断扩大。就在那只灰兔刚到洞口时，弦响箭至，那只灰兔被钉在了地上。一箭中的旗开得胜让李晨很是满意。接下来有了那种超级专注力 buff 的加持，在箭段开弓的状态下，李晨瞬间化身大眼剑神，大开杀戒。入山一路走过来，地上跑的，树上窜的，天空飞的，只要进入他的视线，便难逃一死。走走停停，1个多时辰内开了20几弓，打了满满一大袋子野物，背着猎物寻回了箭矢。眼见着天就快天黑了，他往山外走去。不过就在他路过一株参天的巨松时，却停下了脚步仔细看去。他眼神微惊，那坚实无比的树干上
居然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地磨出了一个半人高的深坑来，里面还流淌着松油。野猪。李晨看着松树，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脚印，眼睛眯了起来。松油开背，野猪挂甲。野外生存经验告诉他，这分明就是一头野猪长年累月在这株松树旁摩擦身体，利用松油驱除寄生虫。看这大坑，那野猪怕不是有400-500斤，而且树上还有巨型的獠牙印子，应该是那头野猪用獠牙挑开树干进行摩擦的。一头披着了松油铠甲的野猪，放在后世，就算是普通霰弹枪都打不透那层皮，而它的獠牙却可以轻易刺穿人体。幸亏今天没有遇到这玩意，要不然的话，凭现在的这个破身体，再加上这把普通的猎弓，死多活少。想到这里，他赶紧站起来，加快脚步向山下走去。半个时辰后，他已经出了山，到了村口。村子叫木儿村，之所以叫这个名儿，是因为这个村子的男人虽然未入将界，但大多会些木工活。前身老爹就是其中的翘楚人物。穿过前面那片山坡，走过村口的一株已经被扒了皮、打进了嫩叶的大榆树，村子就在前方。大榆树下聚着一帮女人，其中就有中午挖完野菜回来的那几个。此刻一群妇人吃过了饭，实在闲来无事，正聚在村口坐在一起，边收拾着筐里的野菜，边叽叽喳喳的扯闲话。无论天灾与人祸，唯有长蛇不寂寞。咦，那不是李家大郎吗？你们不是说他打猎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有个妇人不提防看到了李晨，抻头望过去，惊讶地道：什么都没打到呗？之前看见李晨上山去的王彩凤嗤地一笑道：就是，以前哪个猎人上山了，不是3-5天才回来啊？他午时刚过走的，这虚实未过半就回来了。身姿波浪的马莲也不屑地笑道：你们勿要笑李家大郎，我看他好像真的背了一堆东西回来的，莫不是打到猎物了？刘金翠转头望去，不禁有些惊奇地道：徐家嫂嫂，你莫不是看花了眼？那泼皮怎可能会打猎？他若能猎到东西，老娘当众给他吃馒头。当然，耗子可不算啊。素来豪放的马莲放浪的笑道，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可就在这时，李晨走得近了，所有人看见他左肩上搭着2只绑在一起的灰兔，单是这2只兔子就足以让每一个妇人的眼睛都瞪大了。每只兔子怕不是有6-7斤，况且他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里面偶尔还有细小的毛羽飞出来。他踏着夕阳走过来，所有的妇人宛若看到了一座行走的粮仓，里面还全都是肉食，每个人都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好像都闻到了煮肉的香气。李家大郎都猎了什么？刘金翠满眼惊容地望了过去，几只松鸡兔子罢了，也没太多。李晨笑笑道：对这个村正老婆他还是很有好感的，以前断断的时候，善良的刘金翠还悄悄塞给过小碧七几个杂面馒头，这个人情他记得。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松鸡，递给了刘金翠。徐家婶子，谢谢你之前接济过贱内碧七，聊表谢意。哎呦，这可使不得，太贵重了。刘金翠害了一跳，双手乱摇，可不敢接。半年来，关内流民散入塞北几10万人，再加上北燕关战事吃紧，外面物资运不进来，单靠塞北产出已经捉襟见肘，养不活那许多人。大饥荒已经来了，现在这个年头，几斤米面都能打死人。据说关内流民因饥饿而死者整界于野，为了活下去，甚至已经发生一子而食的惨事。这样一只足有3斤重的松鸡，关键时刻都能救命，他怎么敢要？婶子，还会有的，收着吧。李晨笑笑，放下松鸡。刘金翠轻咽了口唾沫，捡起那只松鸡，转头望向了马莲，似笑非笑地道：莲妹，你刚才说的话可还算数？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马莲看着那松鸡，他眼中贪婪之色涌起，急促地喘着气望向了李晨。大郎见者有份，为何只给徐家嫂嫂，不给你小嫂子我呀？你若给我一只，我用这个换。不过你得尝啊，要是不行，可就让小嫂子我白得了一只松鸡。说到这里，他故意挺起了胸膛，可眼里却充满了嘲讽。这个小白脸子徒有其表罢了，据说他不行的。周围的女人们也哄笑了起来，半真半假地道：对对对，见者有份，大郎不能厚此薄彼，我们也可以和你换，只要你行。要吃自己打去。李晨微眯了一下眼，瞬间眼神变得冰寒无比，如腊月里从冰水中拎出来的刀。这眼神一扫之下，被他看到的人无一不是打了个冷战，俱是感觉到一颗心都被狠狠地震撼了一下。在这一刻，每个人都是如坠冰窟，仿佛身体都僵硬起来，居然连动都不会动了。等一群人回过神来时，李晨已经远去。一时间，所有妇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是惊惧交加，居然半晌没人敢说话。这没用的小白脸子，连老婆的身子都破不了，还在这里跟咱们耍威风。马莲喘了口大气，身体上的那种仿佛被冻僵的感觉终于缓解了一下，
很是嘴硬地冲着他的背影骂了过去。也没甚了得，不过就是天爷赏饭吃，那泼皮才打到猎物。我家老周也学过打猎，虽然腿瘸了，但总比那泼皮强。天爷赏饭，总不能光赏那小泼皮一人。明日我也让我家老周入山打猎去。王彩凤也缓过了劲儿来，看着刘金翠手里的那只松鸡，心中嫉妒的要死。这么一说，周围的那些妇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对啊，谁家没有男丁？无论年纪老幼，哪个不比他强？小泼皮猎的，我们自然也能猎的。明日齐去，齐去！周围一群妇人都叫了起来，全都被李晨的松鸡刺激到了。闲话婉句瞬间散场，一众妇人全都回家怂恿家中男丁去了。对于这些事情，李晨倒是并不清楚，况且一堆长舌妇人懒得过多理会。不过刚才他无意中瞪了那些妇人一眼，居然就让他们瞬间气息凝滞，好像一下僵住了似的，让他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重生之后精神力量都得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强化，让他的眼神都具备了实质上的清澈性。这多少有些玄学。摇摇头，吐出口长气去，李晨继续向前走，穿过小路，绕过山梁，遥遥的就看到了自己的家。尽管屋破院败，但看到家时，李晨依旧微郁出口气。一灯如豆，浅暖深柔。身处乱世，家就是黑暗中仅存的灯火。尤其是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厮杀之后，疲惫的心更需要柔软的光。门口蹲着一人，正是小碧七。小碧七蹲在门前，两只手托着小脸，闭着眼睛，头还在一点一点的像要睡着了。可他依旧在等一个不知道何时归来的男人。站在小碧七身前，李晨能清楚地看到他眉心轻抿，有着焦虑和担忧。乱世中的等待，平添几许未知的恐惧，大概是心有所感。玉清婉缓缓睁开了眼睛，当看清楚是李晨时，一下就站起来，惊喜交加地叫道：“官人，你回来了。”李晨没说话，只是轻轻伸手出去。玉清婉一颤，以为李晨因为自己瞌睡要打他，他不敢躲，只是惊慌地道：“官人，对不起，奴家激乏的厉害，瞌睡了一会儿。”下一刻，李晨只是伸手在他左颊轻抹一下，摘下了一根细小的鸟毛。进屋吧。李晨吹去指尖上的鸟毛，迈步向屋子里走去，随后走到了灯前。今日门前死了人，奴家害怕，才点的灯。玉清婉哆哆嗦嗦地道：“在这个什么都贵，唯独命贱的世道里，油脂是奢侈品，用来做菜都不敢多滴，更何况点灯。”玉清婉若不是害怕极了，也不会点灯。他真担心李晨暴跳如雷，会因为他浪费菜油而揍他一顿。谁知李晨却摇了摇头：“无妨，想点便点。”随后他还拿起细棍将盘星挑起，屋子里顿时光明大放。玉清婉鼓起勇气，小意凑了过来，双手捧着一只烧好的铁鸟，那是之前李晨在院子里射下来的那只。虽然李晨让他烧了吃了，可他烧好后一直没敢吃，等着李晨回来再吃。官人，你吃。玉清婉小手颤颤的捧鸟，讨好地道。李晨怔怔地看了一眼那鸟，将肩上扛着的兔子扔在地上。这一刻，玉清婉才看清楚他身上的收获。李晨又卸下了肩上的袋子，将里面的2只松鸡、10几只不知名的大鸟，还有5只山鼠一并倒了出来。天哪，好多好多！玉清婉蹲在地上，兴奋地摆弄着，抬头时他激动得快要哭了。把它炖了。李晨指了指其中一只松鸡：“现在就炖吗？”玉清婉瞪圆一双大眼，眼里有惊喜和期待。说实话，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什么东西呢，他真饿得很了。炖。李晨点头。玉清婉雀跃地跳起，刚要起过去烧水，又突然间想到什么，他再次捧起那烧好的铁鸟。官人打猎半日，必是饿得慌，先吃一口垫垫。李晨没犹豫，接了过来，却是直接撕开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递给了玉清婉：“你也吃。”“谢谢官人。”玉清婉慌忙按过来，一手拎着松鸡出去，一手迫不及待地将半个烧鸟咬在口中，几口吃了下去。李晨则将2只兔子和其他一些野物绑好，吊在颈下保鲜。兔子肉好吃，但最没营养，所以他不准备吃兔子，而是打算明天将2只兔子卖到城里去，赚钱换些粮食回来。粮食不仅吃得时日久些，还能充分提供碳水。他要将自己养壮，将碧七养胖，然后有时间就验证一下，把房圆了，这才能彻底放心。剩下的那些山鼠与大鸟，小碧七自会收拾，足够几日的佐餐吃食。时间过得飞快，饭做好了，就是简单的炖了只鸡。为了炖鸡，玉清婉一咬牙，一闭眼，多放了几粒盐。他的一举一动尽收在李晨眼底，看了一眼那几颗杂质颇多的大粒粗盐，他不禁皱了下眉头。上午的野菜粥他已经领教过这粗盐的味道了，比野菜还要苦涩，只不过就是勉强能吃而已，时间长了怕是对身体不好。他突然想起来了，这年头
应该还没有提纯的今年吧？就算有，恐怕也未必多惊喜。而且戏言都是朝廷特供，只有达官显贵才有资格尝到。起锅的瞬间，肉香扑鼻。这一刻，玉清婉几乎激动得要落泪。官人，你吃。玉清婉将李晨的碗里捞了满满一大碗，端给了他，自己则端了个小碗，只敢盛半碗汤，还有些碎肉，跑到门槛处去蹲在那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女子吃饭不上桌，这是规矩。李晨并未举筷，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碗，里面有2个鸡腿、2个鸡翅，还有好大的几块肉。来桌上吃。李晨向玉清婉招手。啊，官人，这不可。玉清婉一惊，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过来。李晨带上了命令的语气。玉清婉不敢处逆，捧着碗小意地坐到桌前，却只敢坐在凳子上一点点。以后在家中，无论男女，一桌同食。有了孩子也是如此。李晨放缓了语气道，有了孩子也是如此。小碧七顿时心儿一颤，他就要圆房了吗？一时间心中小鹿乱撞，小手轻抖，小脸羞红。你怎么了？李晨看他神色不对，皱眉地问道。奴家都听官人的。小碧七低低埋手下去，假装喝汤。李晨倒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又将碗里的鸡腿、鸡翅之类夹了一堆给他。你太瘦了，需要进补。啊，官人不可。吃。李晨再次命令。小碧七咬了口鸡腿，只觉得香气扑鼻，充实了肠胃，也温暖了心窝。他眼圈一红，2行清泪滴滴答答掉进碗里，油汤泛起涟漪。怎么又哭？李晨有些头疼。奴家只是开心，好开心。官人真好。小碧七边说着开心，边抽抽噎噎的，哭得更凶了。夫妻一体，本应相互照拂。别哭了，吃饭。李晨又给他夹了个鸡腿。官人不要。小碧七慌忙摇头。李晨皱起了眉头。啊不，官人我要。小碧七气泪改口。梨花带雨的这一声官人我要，听得李晨心下直跳。看来需要快些将身体养好了。灯下看美人，真是别样的清秀美丽。李晨愈发觉得前身别的不怎么样，挑女人的眼光倒是凌厉，从万千流民中淘了这么一个宝藏女孩。玉清婉却是被他看得害羞起来，琴手愈发埋得低了，小脸险些要埋到碗里去。之前听你赢了大康名家安无忌的词，你读过书？李晨收摄了一下心神问道。在院子里射下那只小鸟时，玉清婉脱口而出的那句慧婉雕弓如满月让他十分惊艳。这小丫头应该是有些底蕴的，又是父亲曾为奴家聘过西兵。玉清婉声若文瑞，细声细气地道。这也让李晨想起来了，玉清婉以前隐约说过，他家里以前也曾是良金大户，自从北莽破城之后，全家慌乱而逃。可西湖同时作乱，横穿中原，截了他们南下的去路，他们不得不一路向北，进了北雁关。逃亡路上，全家老少或是饿死，或是被北莽掠走。入了北雁关时，便只剩下他一人了。若是盛世，他现在还应该在良金城内的书房里燃香读书吧。李晨心中轻叹，倒是难得。玉清婉，清婉，这名字也颇有古韵。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出自《诗经》某篇，对吗？若有所思地点了头。李晨顺口说道：官人也曾读书。玉清婉不觉抬起头来，眼神惊喜地看着他。真没想到，他居然说出了自己名字的来历。私塾读过几年？李晨轻咳了一声，含含糊糊地道：刚才的知识是上一世的积累，跟前身毫无关系。这名字是奴家翻遍诗书自己起的。玉清婉咬咬唇，轻声道：哦。李晨挑了挑眉毛，家父之前也曾给我取名为娇儿，可我不喜。玉清婉眼神恍然了起来，想起了往事。玉质本脆，配娇儿更甚，从命格上来讲，颠沛流离，确实不太好。李晨不自觉地点头，便宜丈人虽然爱女心切，但起的名字确实一般，所以娇儿便做了闺名，我懂事之后择书另取。玉清婉继续轻声道：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李晨点了点头，心有所感，念出声来：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玉清婉不觉地接下去念道，抬头望向李晨，平展如玉的眉宇之间有掩不住的惊喜。官人原来读书也甚好，可惜无酒，否则夫妻对酒吟诗倒也痛快。李晨略有感慨，心未功，诗作酒，欢笑解忧。小碧妻轻声回道：夫是天，妻为地，大被同席。李晨不觉得心动了一下，出言调笑。小碧妻秀眸一撑，瞬间低下头去，红透了脸。哈哈！李晨大笑，世道艰难，为人自怜，
欢笑都弥足珍贵。看着灯下的小碧妻，19岁的李晨心火涌起，突然间就站了起来，长臂一舒，便已经将小碧妻整个抱起。温饱思淫欲，枭雄欲厌惧，氛围已到，吉时刚好。啊，官人，灯，上位歇。小碧妻一手捂脸，浑身颤抖，却不忘了另一只手指灯。天黑不得眼。李晨哈哈一笑，已经将小碧妻抱上炕去。流连戏蝶剧窗外，残红艳粉映帘中，好一场春闺大戏。只不过，居然有一个身影鬼鬼祟祟的来到院外，偷偷的趴在墙头，借着灯光向上有灯光的屋内望了过去。正是傍晚村口那个身姿波浪的女子马莲。马莲男人被征召北燕关去服徭役，现在生死不知。男人不在家，原本他就闺中苦熬，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的恶荒年，家中尚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过得着实艰难。今天李晨背回来的猎物，算是把他严重刺激到了。可是有些妇人家中有男丁，约好明天同去入山打猎，她那服苦役的丈夫却不知何时能归。夜晚回家，想着那鸡，她辗转反侧，更为饥饿。一时间，她起了贪念，居然趁黑偷摸到了李晨家院外，想趁两个人睡着时翻墙进去偷些猎物回去打牙祭。可是正当她趴在破烂的院墙外，小心翼翼地抬头向着屋子望去时，瞬间她就捂住了嘴。虽然隔得很远，可是透过那印在窗纸上的灯影，她看到了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她从未想象过谁能如此伟岸。天哪，那是小碧妻玉清婉惊恐的叫声，更加验证了事实。然后天爷啊，好生勇猛，那是谁的部将？不都说他不行吗？可是他现在非但行，而且还超级行啊！在院外看着窗纸上映照的灯影，足足小半个时辰，马莲的心都颤了，身体也不自觉地颤了，咬着嘴唇，两腿都紧扭在一起。屋子里，李晨突然间警惕地抬起头来，皱眉望向院外，怎么感觉好像有人？马莲吓了一跳，赶紧转身悄然离开。李晨心中警觉逐渐消失，看了外面2眼，这才继续做自己的事情。而马莲回到家中，兀自心绪难平，尤其是回想那惊人的一幕，他只觉得脸红心跳，手脚发颤，甚至手心都攥了一把细密的汗，辗转反侧，就是无法入睡。好不容易他才睡着了，可他却做了一个死去活来的梦。李家大郎，李郎真是好棒啊！马莲在睡梦中还兀自在喃喃念叨。云收雨住后，小碧妻早已不堪重负，沉沉睡去，腮畔兀自还有泪痕。李晨怜惜地看了他一眼，心中略有歉意。刚才兴起，尽管已经轻柔许多，却依旧苦了他。让他睡吧。李晨掌灯，无声进了宫房。光有猎弓不行，他准备自己做把弩，以后在入山打猎时也好有个备用武器。佣兵自制和改造冷热武器是必须的技能。况且上一世他原本就是机械与化工双学历海外硕士，若不是同为科学家的父母不愿制造罪恶的生物武器被海外强权践踏致死，他本应前程一片大好，绝不会走上佣兵之路。而前身被老爹奏着学了10年木匠，木工活也算精通，2世经验叠加，技术上做一把弩根本不是问题。不过造弩哪怕只是一把简易弩也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做了一些配件之后，他就回去睡觉了，一点点完善吧。第二天清晨，卯时刚到，他便已经醒了过来。那是他佣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就算后来贵为集团老总，也依旧保持。先双脚套上了昨天晚上得空做的简易沙袋，绕着后山的山路跑了一圈，随后在附近的树上找了根横枝做简易单杠，标准引体向上5组，每组10个。做完这一切，身体已经有些疲累不堪。可李晨并不罢休，他必须要将这副身体在最短的时间内练到可以发挥他真正实力至少1半以上的水准，这才可以。回到院子里，俯卧撑10组，每组10个，100个。再接下来，抱着10斤的石头卷腹5组，每组5个。手托20斤的石块推举30个。说实话，这点训练量跟他上一世最低标准的1/5都达不到，但仅仅做完这些，李晨就已经到了极限了。没办法，长期饥饿，身体发虚，他不能再练了，否则就容易练出内伤，得适应性训练进行恢复，慢慢加数量和重量。他还要大量补充营养，再过几天要加大训练量。乱世求生，靠的就是自身实力。打盆水将自己冲洗干净，此时小碧妻也已经熬好了一锅肉汤。早晨没炖剩下的那只松鸡，而是将5只山薯切成条，放了些野葱爆炒。山薯剥皮去了内脏，1只也有2两重，又炖了2只大鸟。那大鸟去了毛，每只也有半斤重。其实玉清婉是舍不得这样放开了吃的，这简直太奢侈了，可李晨却要求他必须这么做。没办法，他也只能听官人的。经过了一早上的折腾，李晨饿得要命，风卷残云，将这些吃食扫了一大半。他的饭量把玉清婉都惊到了。当然，
昨晚被折腾了半夜的玉清婉也倍感饥饿，可见李晨吃的勇猛，他便小意的只剩开了半碗汤，一些肉渣，坐在旁边小口小口的吃着。他怕吃的太多惹李晨不高兴。李晨吃的正欢，不提防看见小碧七已经吃完，正收起了自己的筷子和碗。他皱了下眉头，伸手抓过了他的碗，直接走到锅边捞了干干的一碗肉，添了勺汤，重新放在了他面前。啊，官人，奴家已经饱了。玉清婉慌乱的摇头。吃。李晨瞥了他一眼。官人，你是男人，还要打猎，要多吃，奴家饭量小，吃的很少的。玉清婉小声地道。让你吃就吃。李晨命令是喝道。玉清婉不说话了，埋头继续吃，眼里原本有泪涌出来，但他担心李晨看到心烦，就将头埋得低低的，任眼泪掉进碗里。可那混了眼泪的汤肉为啥还这么好吃？吃饱了饭，玉清婉原本苍白没有血色的小脸已经开始红扑扑了起来，并且莹然温润，小小年纪居然便有了些艳色倾城的韵味。李晨一眼瞥去，居然又有些心动。收拾一下，跟我进城。李晨转过去头收拾东西。吃完了饭，他的精力体力已经开始全面恢复，背起了自己的猎弓和简易剑壶，向玉清婉道。同时他到院子前面的一口井中去，将昨夜掉在井中的兔子与剩下的野物取了出来，井底的温度可以有效保鲜，否则在这热天里搁上一宿，兔子肉会变质的。官人，我还要去挖野菜。正挎个大竹筐要出门的玉清婉低头怯怯地道，走路好难受。不挖了，进城卖兔子换米粮。李晨道。打量了下他那身补丁落补丁的麻衣，他又道，顺便扯些花布做几件衣裳。啊！玉清婉眼中满是不能置信的震撼。走吧。李晨不看他的眼神，简短地道，转身向外走去。好的，官人。玉清婉乖巧听话，赶紧换了个小竹篮挎着，小碎步跟了出去，随后又关上了门，用生了锈的锁头将门锁好，将钥匙穿根布绳挂在脖子上，还偷偷用小手拍拍，这才小意的转身垂手跟在李晨身后向前走去。这家里还用上锁吗？有什么值得偷的？李晨摇头无语。那也要锁的。玉清婉小声地道。为什么？李晨有些奇怪的回头看了他一眼。玉清婉轻轻垂手，局促不安地道，锁了才是家。家。听着这话，看着那锁，李晨略略失神。半晌，他转身前行，语气轻柔了一下，走吧，去县城。李晨在前面走，玉清婉挎着小篮子，低着头，小碎步紧倒着，小意的跟在他身后。走了100步，绕过前面一道山梁，一条直路通向下方。下方村口的大榆树旁边，此刻却聚集了好多人，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李晨搭额遮阳望了过去，看见村子里大部分的人都来了，居然有100多号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30多号男人。而那些男人，要么是50以上，要么是身体有残疾，要么就是位极弱冠。20至50之间的无恙壮年男丁极少，倒是不满18岁的少年郎居多，占了1半以上。男人们有背着弓的，有拿着砍刀的，有持着长枪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要出去打仗。周围围着一大群女人，叽叽喳喳的如一锅沸腾的水。就听见那些女人七嘴八舌地道，天爷赏饭了，你们肯定能打这野物，早去早回，小泼皮都能猎到，你们哪个不比他强？早去早回，娃等着吃肉呢。大郎，万万注意安全。李晨心中恍然，原来是那些蠢女人鼓动家里的男丁今天集体出征，上山打猎去。李家大郎，小两口这是去做什么？村正徐江的老婆刘金翠看到了李晨夫妇，不禁笑问道：昨天的松鸡好香。刘金翠的身畔站着一个跟玉清婉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此刻正用一双皂白分明的清澈大眼看着两人，尤其是盯着李晨。那女孩身量极高，居然只比李晨矮半个头。她眉眼开阔，有一股子只属于北地边民的大气之美，尤其是那身材，尽管是乱世灾年，却依旧是高胸翘臀小蛮腰，任是哪个男人路过看上一眼，都不禁要吞口咸水。若是假以时日，营养也跟上去，必是一个风情摇曳的大美人。和玉清婉相较，一个胜在如江南细雨清丽婉约，一个胜在北地粗犷火辣身材，一时间居然难分伯仲。女孩子正是村正的女儿徐秀，进城卖野物。李晨一笑，眼神掠过徐秀，却并未在她引以为傲的身材上多停留一秒。这半刻不曾停留的目光，也让徐秀咬了咬嘴唇，眼里涌起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这算什么？等这些爷们进山回来的时候，全村都能吃肉卖肉。旁边的村妇王彩凤看着他肩上搭着的2只兔子，不禁咽了口水，又是嫉妒又是不甘地道。李晨却是理也不理，向刘金翠打过招呼后转身便走。玉清婉低着头，一只小手紧攥着他的衣角，小碎步在他身边身后跟着。咦，
这小娘子走路怎地这般别扭？是呀，怎么一拐一扭的？吃了肉便这般惺惺作态嘚瑟起来了吗？旁边就有2个女子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少聒噪了，人家确实吃了肉，却是人肉，险些噎个半死呢。你们可不知道，那李家大郎好凶。马莲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一幕，眼神不由得炽烈了一下。接下来他眉飞色舞的一通说：天哪，这么说来，李家大郎岂不是个牲口？看那小碧妻的柔弱身板，怕不是要遭不住。可真苦了那小碧妻了。三娘，不若你帮他一把，替他承受一下可好？别拿我说事儿，我看是你想去享受一下上天的感觉吧。旁边的几个家中爷们儿都去了边关的农妇嘻嘻哈哈的笑闹着，转头看着李晨，心里似有火烧。看着小碧妻一扭一扭的走路姿态，更是满眼的羡慕嫉妒恨。谁家有一个这般能打猎又能干的官人，谁家娘子不得幸福到天上去？刘家婶子，你们说啥呢？什么牲口？徐秀在旁边听得云里雾里，她也才满18岁，待字闺中，自然半懂不懂。你还未嫁人，少打听。刘金翠脸一红，扯过了徐秀，瞪眼骂去：几个不知羞的婆娘，乱嚼什么舌根子？李家大郎也不过是个19岁的孩子而已，年纪是孩子，但有的地方可不是啊。嫂子，马莲豪放地笑道：再乱说，撕了你的嘴！刘金翠骂道。一群女人的议论声顺着风都飘到了李晨和玉清婉的耳中。李晨倒也没什么，可玉清婉却是听得羞红了脸。不过想想昨天晚上官人的勇猛，他不自觉地咬起了嘴唇，隐隐作痛。此刻前方正有2个17、18岁的少年狼背着猎叉，拎着柴刀，也沿着山路向山上走去。无意间回头就看见李晨正从岔路口走向山下，其中一个极为壮实的少年郎就欢喜地叫道：陈哥！李晨一回头就看见他们2个，那是自小和跟他一起玩到大的玩伴，比他小2岁，高壮的那个叫赵大石，瘦小的那个叫侯小白。陈哥儿，你好厉害啊，居然猎到这么多野物，昨天晚上隔得那么远，都能闻到你家炖肉的香气呢。2个人跑到了李晨身畔，侯小白羡慕敬仰地道：李晨自幼就是村子里的孩子头儿，已经在这些孩子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家里的大人都叮嘱他们不要再跟李晨厮混，那不是个好东西，可在他们心里，李晨依旧是他们的老大，对李晨特别仰慕。没什么厉害的，你们也能。李晨笑笑，突然间想起了昨天见到的野猪挂甲的松树坑，就对2个小兄弟好心提醒道：上山务必小心，山里有挂甲野猪，易伤人性命。却不料身后那群一直竖着耳朵听他们说话的女人们就不干了，当时对汉子们的送别之情话做了对李晨不忿的嘲讽。哟，李家大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有野猪你咋还敢上山呢？就是嘛，吓唬谁啊？生怕别人猎了野物杀了你的威风吗？大石、小白，莫要听他唬你们，赶紧上山去，跟叔叔伯伯们猎的野物早去早回。一群女人叽叽喳喳地吵闹了起来。赵大石和侯小白只能背着猎叉，在长辈们的督促下，无奈地跟李晨告别，上山去了。李晨看着他们的背影，皱了下眉头，却未多说什么，继续转身下山而去。他们好过分！玉清婉咬着唇，一张精致的小脸已经涨红了，恨恨地小声道：世间事，过分不公才是常态，人心平缓最是难见，只求自己心安便好。李晨淡淡地道。玉清婉品味着这句话，不觉有些失了神，脚下一绊，呀的一声惊叫向前跌去，却并未跌在坚硬的地面，而是跌入了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小心！李晨扶起了他。小碧妻半躺在他的怀里，心儿砰砰跳，不是吓的，而是尚未习惯。抬头望着李晨，他心儿乱跳，怎么这样看着我？李晨摸了摸自己的脸，我感觉官人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玉清婉低声道：哪里不一样？李晨心中一跳，官人以前不学无啊，不是这样的。玉清婉说了一半的话咽了回去，怕怕地望着他。李晨眯了眯眼，微微一笑：几天前我在梦中得了天神指点，说看我天资不错，只要我改过自新，踏上正途，便赐我一场造化。现在造化好像真的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能射箭猎野物，会功夫了。或许这就是天神的眷顾吧。他略带感愧地道：天神眷顾，好神奇。玉清婉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又是惊奇又是激动地道。不过就在这时，他明显感觉到李晨身上的肌肉好像绷紧了一下，抬头望去，就看见李晨正盯着右侧的一条村中小路，小路上正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袖着手，悠悠当当地走了过来。张广！玉清婉一下站起来，紧张地看着对面的那个吊儿郎当的男子。他自然识的，那人叫张广，是昨天官人杀掉的那个抢他粮食还调戏他的张虎的哥哥。不理他，继续赶路。
李晨哼了一声，身上的肌肉逐渐放松，宛若没看见张广一般，沿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走。哎呀，这不是陈根吗？领着婆娘要去哪里啊？张广晃荡荡地走了过来，腰间还别了一条哨棍，斜眉吊眼地看着李晨。玉清婉心下发虚，只是攥着李晨的衣角不敢抬头，手心里已经满是汗水。官人说这个张广好像跟黑风寨的山匪有勾连，若是他知道了官人杀了他的弟弟，那他有些不敢想下去了。李晨却是面不改色，语气淡淡地道：去城里卖猎物。哼，几日不见，居然学会打猎了，了不得呀，看起来村子里要有新猎户了。张广哈哈一笑，围着李晨转了2圈，看着眉开脸润的玉清婉，嘴里啧啧地道：看来是已经把这小碧妻给开包了，啧，开包就是不一样啊，更漂亮了，更有女人味儿了。说到这里，他还用手在玉清婉身畔的空气里捞了几下，吸着鼻子，一副下贱的样子。小碧妻羞愤交加地躲开去。李晨眯起了眼睛，左右看了看，周围好多人，他强自按捺下杀心。若不是因为这周围有人能看到，他已经出手杀人。有事说事，无事闪开，我们要去城里。李晨领着玉清婉要往前走。站住，马德，你个小兔崽子，几时学会这样跟老子说话了？张广横在了他的身前，拧眉立目地喝道：你想干什么？李晨略低下头望着这个比自己矮了足有一个头的汉子，眼神骤然间一冷。就在这一瞬间，张广只感觉浑身上下都是一寒，那是货真价实的寒，就仿佛是陡然间被人扒光了衣服，从炎炎夏日一下扔进了冰天雪地之中。这一瞬间，他想动一根手指都无法做到。滚！李晨毫不客气地推开了他，而张广就保持着那个姿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他推开，却无能为力。李晨心下间倒也奇怪，好像自己这凝微骤冷的一眼真有特殊功效，居然能让人瞬间身体僵硬。昨天傍晚回来时遇到那些女人时，好像就有过类似的效果。两息过后，张广才终于会动弹，恼羞成怒，他一下冲过去，可当李晨转身再看向他时，他却不敢再往前半步，只是鼻子里羞羞地喘着粗气。李晨，我且问你，昨天可否见过我家兄弟张虎？玉清婉心中砰的一跳，手不禁抖了一下，头垂得更低了。没见过。李晨淡淡地道。放屁，他分明就是去你家了，怎地你就没见过？张广怒吼。他来我家干什么？李晨冷冷问道。他说与你交好，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张广一时语塞，半晌才编出了一个狗屁不通的理由。你自己信吗？李晨冷冷一笑，带着小碧妻扬长而去。马德，你肯定见过，甚至没准就是你害了我家弟弟性命。小子，若你真敢这样做，就给我等着，我将你剥皮萱草。张广在他身后放狠话。李晨并未回头，但在心里已经将他划入了死亡名单。小碧妻吓得浑身发抖，等走出去好远才颤声问道：官人，若是他真发了泼性，要对你不利，那可如何是好？杀了便是。李晨浑淡淡地道，带着他出了村，过了前方的一道宽10丈、高100丈的狭窄山口，上了前方的官路。出村之后，李晨不禁回头打量着这道山口，略有些出神。木儿村紧邻太白山，入村之处便是陡峭山壁形成的隘口，这也是进入木儿村还有后方的3个村子唯一的陆地出口。若是想进村但不想走山口，就只能绕过这座绵延70里的大山，从远处的玉龙河涉水而过。3面环山，1面环水，只有一个出口，倒真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李晨心中暗自思忖道。前一世拥兵之王的经历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习惯性的从军事角度去观察地理环境和周边事物。官路很宽阔，可容8马并行。辰时刚过，艳阳初升，不冷不热，正好赶路。远处的平阳县城距离木儿村不过10里地，2个人都年轻力壮，脚程很快。1刻钟后，转过官道前面的一个弯，便能看见平阳县城了。可2个人的脚步却慢了下来，就看见前方右侧官道下的平地上，用树枝、草木搭起了大片大片简易的窝棚。窝棚旁边一个又一片衣衫褴褛、有气无力的人在那里或躺或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瘦骨嶙峋。就算是那些精力充沛的小孩子们，都因为饥饿而失去了活力，像一株株枯萎的小草，将小小的身体蜷缩在母亲的怀抱中。远处的草甸上堆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坟包，有的坟包上的土尚未干。流民。李晨看着那些人，眼神略沉。那些因为双蛮乱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有不少人无奈北上，进入了北燕关，却因为没有户籍变成了流民。为了防止他们因饥饿作乱，镇北王发布法令，要求每座县城周边都要建立流民营，用来安置这些流民，并定期赈粮施粥，让他们勉强能活下去。玉清婉没有说话，只是将红唇咬得发白，眼神无比沉重复杂。曾经2个月前，他
他也是这些流民其中的一员。现在他终于脱离了苦海，可是这些流民却依旧在地狱中挣扎。当看到李晨和玉清婉时，尤其是看到李晨肩上搭着的兔子时，那些流民一个个全都坐了起来，一双双浑浊的眼睛里涌起了渴望与贪婪的光芒。肉！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的眼里已经看不到人，看到的只有肉。官人，我们快些走吧。玉清婉恐惧地扯了扯李晨的衣角，生怕走得慢了，那些已经饿得快要发疯的流民会冲过来打杀他们，抢他们的猎物。眼看着近处的一排排流民都已经坐直了身体，有的稍微强壮一些的已经开始站起来，嘴里发出了呵呵的怪声，就要向着他们走过来。李晨已经摘下了肩上的猎弓，只不过人太多，都冲过来也是麻烦，必须杀一儆百才行。就在这时，隆隆的马蹄声响起，却是巡逻的一队官府骑兵到了。一见到这些人，那些流民眼里登时流露出恐惧的神色来，纷纷坐了回去，没人再敢站起来。这些巡逻的官兵，哪个刀头上没有几个流民的血？流民们早被杀怕了，你们这些饿死鬼，都他娘的老实些！谁敢妄动，乱刀砍死！一个络腮胡大汉勒住了马缰绳，用马鞭指着那些流民们怒喝道。李晨带着玉清婉贴着官道的另外一侧向前行去，心头沉重。乱世流民不如狗，孤魂野鬼当风吹。活着难，乱世中活着更难。县城终于到了，进城的那一刻，李晨明显感觉到玉清婉松了口气。转头一看，就见他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也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刚才下的。再行半刻，终于进了城。走在繁华的主街上，玉清婉一双大眼好奇地左看右看。虽然这北地县城不比大眼曾经的首都梁京繁华，却别有一番味道。路旁招牌林立，商贩沿街叫卖，酒肆挂幌经营，清官彩旗飘飘，乍一看依旧是太平盛世，却不知这只不过是因为北燕关坚守未破，得佑一方平安罢了。到了县里，李晨找了一家专营野味的酒楼卖了猎物。因为最近半年一直在打仗，壮年的猎户几乎都被征召去了北燕关，也让县城里专营野味生意的酒楼失去了大半野味来源，生意实在不好做。那些酒楼掌柜的几乎每天都在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有猎户上门卖野物，要不然都没办法开张了。正因为如此，李晨的野物也卖出了高价，居然换了3贯钱。2只肥兔子卖了1贯半，5只大鸟居然也卖了1贯半，几只大鸟可是轻易遇不到。毕竟可没有几个人有李晨那样神乎其神的剑法，有这样剑法的人恐怕早成为北燕关里的军官了。收获颇丰，小碧七很是兴奋，将3贯钱数了又数，小心翼翼地放在小竹篮里，又用一块小麻布盖上，在怀里抱得紧紧的，看得李晨有些好笑。有了钱，便有了闲逛的心情。逛了半天，买了一辆独木轮用来装东西，然后李晨就开启了买的剁手模式，买了2袋糙米1袋杂面，又买了一堆萝卜白菜。战乱年代，也只有这些本地的蔬菜了，外地菜根本运不进来。逛到一半时，李晨无意中发现前面有家盐铺，渐渐停下了脚步。大眼的盐铺都是官府专营，通过买铺制度确定专营的盐商，一城一盐铺，盐铺不出城，这是写进律法之中的。盯着那个林氏盐业的铺子，李晨一阵出神。大眼，精盐都是特供给达官显贵的，制作不易，数量太少，根本不会出现在市面上。若是他能轻易生产出精盐，岂不是能赚得盆满钵满？乱世草民若想有权有势，那必然要先有钱有粮，这才是安身立命之基。等这基础稳固之后，才能为实现宏图而徐徐推进。作为一个杀伐决断之人，李晨素来是想好了便做，从不拖泥带水，直接从小碧七的竹篮里取了钱，便买了5斤粗盐出来，总共花了500钱。还好，因为关外有盐场，所以现在粗盐的价格尚未飞上天。从盐店出来后，李晨正打算继续往前走，可隐隐约约中，这一路上李晨感觉总是有人在偷偷地跟着自己，尤其是现在，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了。走到街角处时，他隐蔽地回头看了一眼，登时眼睛就眯了起来。身后正有3个人遥遥地跟着他们，领头的一个居然是张广，正满眼怨毒地隔着人群盯着他，真是找死。李晨眼神冰寒，却依旧不动声色，带着小碧七继续逛。到了一个凉茶摊前，他给小碧七买了碗凉茶。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从竹篮里又取出1贯钱，在手里一掂。刚才路过一个剑匠铺，倒是忘了买些打猎用的武器了。你喝碗茶，我去便回。好的，官人。玉清婉乖巧地应道，在这里喝茶等他。不过当李晨离开时，他不禁掀开那块小碎布，无比心疼地将剩下的钱数了又数。最后他悄悄地拿出100钱，藏在贴身亵衣的小兜兜里，倒不是想藏私房钱，只是官人花钱太过大手大脚，他得留些钱及时度日。李晨并不知道他的小心思，
他现在要对付张广，故意远离闹市，挑着一些偏僻的地方走。不多时，他发现了一个破败的院子，便走了进去。那院子应该早就没人住了，连窗框都被盗走，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家。李晨站在院子里，静静地等待着。稍后，便看见3个人从远处出现，进了院子，站在了他的对面。而中间的那个人正是张广。一见李晨居然就好整以暇地站在那里，张广不禁皱起了眉头，死死地盯着他，有些惊疑不定。这小子好像早就发现他们，故意把他们引到这里来，难道是有什么埋伏？不过看到周围没人，再看看李晨那瘦弱的身板，自己这边可是3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信心又回来了。他阴笑着望向了李晨：“陈哥儿，我们又见面了。你们一直跟着我，有事吗？”李晨手影在袖子里已经握起了那柄自制的短刀，他隐蔽的四下里望过去，这里很近，周围无人，真是个杀人的好地方。小崽子，说胡子在哪里？他怎样了？张广带着2个人缓缓逼近过来，身后那2个人凶神恶煞，各自翻腕，手中都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不过张广倒是心头疑惑，这小子是吃了雄心豹胆了，明知道自己会对他不利，还跑到这里等他们。他抢我粮食，如我内人，我把他杀了。李晨淡淡地道，一句话让张广震惊暴怒。其实他只不过是见李晨打来野物发了财眼红，想打打秋风。至于李晨是否杀了弟弟，这小子岂能有那个本事？只不过找个由头抢了他罢了。但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承认了，果然是你，都上，杀了他，给我兄弟报仇。张广双目尽赤，挥手狂吼一声，旁边的2个人一下扑了上来。李晨眼神冰寒，右手突然一甩，自制短刀化作一道流光飞出，噗的一声正中右侧那人的左胸，险些没柄，直爆心脏。左侧那人刚刚扑过来，可就在与李晨眼神对视的刹那，猛然间他就感觉到了身体骤然一寒，居然短暂的无法动弹。李晨速度何等之快，早一步窜出，一膝便已经顶在了他的裆上，又肘肘间痕痕迹在他的右太阳穴上。咔嚓一声轻响，那人颅骨碎裂，眼珠子都被这凶悍的打击力量震了出来，掉在眼眶外。2个人连声都没吭出来，直接瘫在了地上，死透了。李晨脚一挑，将那个人掉在地上的匕首挑起抓在手中，向着张广扑了过来。张广万万没有想到李晨居然还有这般本领，闪电般杀了他2个兄弟。眼见李晨如一头猛虎扑来，他惊慌地向后退去，却是不小心绊倒，结果仰面朝天躺在那里。李晨早已经扑到，一脚便狠狠踏在他胸口上。那大脚是如此的有力，踏在胸口上，张广居然半点动弹不得。兄弟，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啊！有话好说，别杀我，我用钱买命。张广豪叫着哀求道。迟了。李晨冷冷地盯着他，举起了手里的匕首。李晨，你敢杀我，黑风寨必会为我报仇，到时候让你生不如死。张广拼命地挣扎着狂吼道。死吧！李晨眼神冷酷，手中的刀丝毫没有停顿，精准地从心脏处刺入，一刀毙命。随后拿走了3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将3具尸体都扔进了屋子里，用草席盖上。做完这一切，李晨皱眉看着手里的一幅画像，那是从张广身上搜来的，画的是一个妙龄女子，很是美丽，但他并不认识。难道张广这个黑风寨的花舌子是到城里踩盘子，想绑人，并不是刻意跟踪我？李晨暗自忖道，转头看了一眼屋里被草席盖着的尸体，他眯了眯眼，黑风寨看起来要早做准备了。对于杀张广，他没有半点后悔，杀不杀他都会惊动黑风寨来寻仇，那还犹豫什么？况且早杀他，趁黑风寨暂时不知道，自己还可以立这个时间差做好准备。死掉的几个山匪属于除界之人，就算官府发现了，再没人报官又无法验证身份的情况下，只会当作横死的流民，草草一埋就是了。所以他并不担心官府会找上自己。3个山匪身上居然还搜出了700钱来，也是个小小的收获。还有几把墨得锃亮的匕首，李晨也一并收了。不久时，李晨回到茶摊，他手上多了一大一小2个袋子，大布袋里装着他从路过的剑匠铺买来的一堆精致箭头和弓弦，还一把破损的步战弓。坐下来，李晨将小的油纸袋递给了玉清婉。官人，这是什么？玉清婉赶紧接过来，好奇地问道，打开看看。李晨一笑。玉清婉打开小油纸袋，不禁压地叫出声来，惊喜交加。就看见里面是一件粉色的被子和一条湖蓝长裤，虽然麻布，却是样式新颖，很是好看。官人，这好贵吧？玉清婉又是欢喜又是怯怯地问道。不贵，300钱而已。李晨摇头道，将剩下的200钱重新放进了小竹篮里。要不是从张广几人身上搜出来700钱，
刚才买那些东西还真不够，300钱。玉清婉捂住了小嘴，官人花了300钱给他买衣裳，300钱都能够3口之家活上1个月了，以后有了钱买绸缎。李晨淡淡地道，一句话让玉清婉眼圈红了。走吧，回家。李晨站起来，扔下几个铜板，重新推起了独轮车。小碧七赶紧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乖乖地站起来跟着他，却在怀里将那衣裳抱得紧紧的，像小女孩搂住了最爱的布娃娃。回去的路上，李晨甚至不经意间能看见跟在身后的小碧七不时地偷偷打开油纸袋看上一眼，唇角开心地向上翘着。他不禁一笑，心中同样暖意盈然。回城路过那些流民聚集地时，小碧七重新紧张了起来，扯着李晨的衣角，将头埋得低低的，心惊胆战，连看也不敢看。好在周围巡逻的官兵还在，又刚向流民们施完了粥，倒也没发生什么。走过前面的转角，再行1里多地时，玉清婉这才长吐出口气去，不再那么紧张了。到了家中，卸下所有东西，放好独轮车，李晨坐在凳子上，确实有些累了。官人，你坐，我倒水给你喝。玉清婉放下小竹篮，就要跑去倒水。不急，把衣服换上给我看看。李晨摆手，啊，官人，我还要干活，那可是新衣裳。玉清婉小意地道，现在就换。李晨将衣服递给了他，霸道地说道。小碧七赶紧接过了衣服，跑去里屋换衣服了。半晌后，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出来，眼里还带着一抹紧张。官人，我换好了。李晨抬头望去，正午的暖阳下，眼前那明艳的少女仿佛一朵盛开的花，花瓣般的脸庞上都折射出瑰丽的光，好美。官人，玉清婉见李晨这般看着自己，不觉得娇羞地低下头去，小声地叫道，可眼里却有一丝窃喜。李晨这才回过神来，一点头，好看。被他这一夸，玉清婉羞得低下头去，可心里却像灌了半坛蜜水，好甜。官人，你先好生歇着，奴家去挖些野葱蒜调味，回来就煮饭。小碧七见李晨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赶紧跑过去拿来一把快散架的破蒲扇给李晨。去吧，别走太远，注意安全。我一会儿也去山上砍些柴回来。李晨点点头，不会太远的，就是大家都挖野菜的那个小山坡，周围也有好多村里的女人在挖野菜呢。小碧七应道，挎个大竹篮出门去。李晨无意中倒是看见小碧七走到院门口时，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新衣裳，然后才脚步轻快地出门而去。看着他的背影，李晨摇头一笑，也拎起了柴刀，转到了附近的小山坡上砍柴。他不光是砍柴，还砍了不少酸枣木与白桦木回来，还有一些手腕粗的细杨木棍，半个时辰后才回来。刚进屋才擦了把汗喝口水，结果就听见外面脚步声响，凌乱散碎。他一转头就看见小碧七挎着大竹篮，抹着眼泪，哭哭啼啼地从院外跑了回来。怎么了？李晨一皱眉头，迎了出去。啊，没事。小碧七一见李晨出来了，使劲抹了把眼睛，慌乱地捂着衣襟的下摆道，我看看。李晨感觉不对，走了过去，强行拨开了他的手，结果就看见好好的一件被子居然被割破了一道大口子。官人，对不起，奴家不小心扯坏了新衣裳，对不起，你打我吧。小碧七吓坏了，一下蹲在地上抱起了头，另外一只手还颤颤地拿过了墙角的那根藤条，哆哆嗦嗦地递给李晨。李晨接过藤条，却只是拄在地上，皱眉望着他，谁弄坏的？小碧七稚气未脱，只是想穿着新衣服给别人看看，小炫耀一下罢了。他那般喜欢这新衣服，呵护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弄坏？必是有人羡慕嫉妒恨，故意割破的。想通了这件事情，李晨心中怒意上冲。小碧七跪在那里也不说话，只是抽抽搭搭的摇头，说谁做的？李晨一只手扶起了他，再次喝问道，是村南头老周家的女儿周娇。她摸着我的新衣服说好看，然后假装不是故意的，用挖野菜的小刀割破了人家的衣服。见李晨发怒了，小碧七不敢不说实话，心疼地看着坏掉的衣角，哭个不停。我去找他。李晨拎着藤条就走了出去。啊，官人，还是不要了，这都是女孩家的事情。小碧七怕李晨惹祸，急急地道，你是我内人，谁敢惹你，便是惹我。李晨冷冷地道，已经出了院子。正于此时，一群挖野菜的女人们已经回来了，正好路过院外。李晨拎着藤条走了出去，一眼便看见了人群中的周娇。周娇跟玉婉清差不多的年纪，但腰身很粗壮。原本李逵一见李晨气势汹汹的过来，就害怕了，起身要跑。李晨迈开大长腿，3步2步就到了他身边，拦住了他。你要干什么？周娇握着挖菜的小刀，哆哆嗦嗦地问道。我家婉的衣服是你割破的。李晨望着他寒声问道。婉儿，这是在称呼我？
小碧七听得眼神一痴，我不是故意的。周娇硬起头皮道：小凤，其实这事儿你不对，你就是见人家新衣服好看，嫉妒人家用小刀割破了碗的衣服，你得跟人家道歉。此刻，一个高大健美的女孩子挎着竹篮子走了过来，仗义直言道：正是村正的女儿徐秀。周围也有几个女孩子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数落着她：小凤儿，这事儿你真不对，这衣服一看就好贵呢，婉儿特别喜欢，还说是她官人上城里给买的，结果你就故意割破了。就是啊，你要给人家道歉，再把衣服给人家缝好。你快道歉吧，看小婉哭成什么样了，人家好喜欢这新衣裳呢。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的，再说已经道过歉了，杀人不过头点地，还能怎样？他李晨一个大男人，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一个女孩子还要脸不？周娇倒是有些泼皮的性格，昂起了头来，就是不道歉。啪！李晨却是根本不惯着，一藤条便抽在了他的腿上。道歉！李晨喝道。啊，好痛！周娇捂着腿，疼得如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脚叫了起来。你敢打我？真是好大的能耐！快来看啊，都来看啊，打女人了，一个大男人打女人了。别看年纪不大，可周娇却极为泼辣刁蛮，在那里尖叫个不停。无论男人女人，犯了错就要挨打，今天我给你长个记性。李晨却根本不理他的哭闹叫骂，抡起了手里的藤条，使足了力气，啪啪啪，又连抽了3、4下，登时将周娇抽倒在地上，捂着痛处呜呜大哭。谁再敢欺负我家婉儿，就是他的下场。李晨哼了一声，转头望向周围，周围的女人们无不低头，徐秀却是怔怔地看着他，心里却是没来由的一阵阵羡慕和幽怨。从小到大，李晨都是围着他转的，现在他连理都不理自己，却为了小碧七打了周家的女儿，并且他给小碧七买的新衣服好漂亮啊。正在这时，旁边就有一个女子冲了过来，正是前几天和马莲一起讥讽过他的那个中年女子王彩凤。好你个小兔崽子，敢打我家小娇，老娘跟你拼了！王彩凤刚才走在后面跟人扯闲话，才听到这边的声音，急急赶过来，结果就看见闺女被抽倒在了地上，急怒攻心的向着李晨便扑了过来。李晨豁的一转头，眼神瞬间一凝，结果甫一对视，王彩凤只感觉全身上下遍体生寒，居然连动也不会动了，仿佛被定在了那里一般。待两息过后，他终于能动了，却看见李晨早已经带着小碧七回去了院子。他咬牙发了2次狠，但终究还是不敢追过去。那小子的眼神太可怕了，只能扶起了自己的女儿周娇，扑在他怀里嚎啕大哭。看着他腰上腿上的血印子，王彩凤气得直磨牙，乖女儿，等你爹上山打猎回来，咱们就去找那小畜生要个说法。王彩凤恨然骂道。李晨回到了家中，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坐在那里喘口气。刚才对王彩凤的试验让他再次证实，只要自己与任何人凝目对视显微时，就会让那人有片刻的僵化，真若冻僵。此刻原本心疼难过的玉清婉心情也好了起来，并且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幸福甜蜜萦绕在心头。他在屋子里转了好几圈，这才想起来什么，跑去给李晨端了碗水。官人，你喝水。李晨喝了碗水，他又跑到外面拿过了破蒲扇，给李晨扇风。官人，奴家给你扇风。又过了一会儿，他居然放下扇子，半跪在地上。官人，奴家给你摁腿。好了好了，我腿不疼，来，我教你熬制精盐。李晨无奈地站了起来。熬制精盐。玉清婉听得一怔，官人什么时候会这些的？先起灶烧水，把盐化开。李晨说着就取来了盐包，将5斤盐全都倒进了锅里，又倒了半锅水，将粗盐2次化开煮沸，滤去里面一些杂质，随后将盐水盛在一个大泥盆里。官人，我家在梁京时也曾经试验过这个办法，但收效甚微。玉清婉怯怯地提醒了一下李晨。当然不仅如此。李晨微微一笑，随后他找出了另外一个大泥盆，倒满了清水，在玉清婉震惊的眼神中，居然从灶里铲了一大铲草木灰扔进了盆中，一阵搅拌。待到静置沉淀后，滤去杂质，他用勺子取出了上层的青叶，倒在另外一个盆里，居然就端着那小半盆的灰水，直接倒进了装着盐水的大盆里。哎呀！小碧七吓了一跳，天哪，这不是浪费了整整一锅的盐水吗？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盐水被污浊的事情发生，反而就看见那层青叶迅速与锅里的盐水起了反应，形成了混沌的一层杂质。再次静置了片刻后，上面就是清亮亮的盐水，而下面则是一层不溶于水的杂质沉在盆底。去找块布来，大一些的，干净的。李晨向小碧七道。小碧七也不知道李晨要干什么，满头雾水的去了块布，不太大，还算干净。李晨将布罩在了锅上，将盐水缓缓倒下去。等一盆盐水渗入锅里后，花布上留了一层暗色的杂质，将布洗干净，留着下次用。
李晨向小碧七说道，自己则蹲下来继续烧火煮盐。小碧七只得先去洗布，洗得干干净净的晾在了屋外。等他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李晨正端着一个碗，碗里装着一堆白色的粉末，那粉末白如云，细如沙，仿佛是一小堆冬天里的雪。啊，这就是官人制出来的精盐。小碧七瞪大明眸，震惊地道：“这也太神奇了吧！尝尝吧。”李晨向他招手，小碧七走了过去，小意的用手拈起了一点，放入了口中，再无半点苦涩的口感，相反却是无比的咸香美味。这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盐，比专攻宫廷的那些精盐都差不多了。小碧七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想象，官人用一堆烧剩下的灰三弄两弄就制成了精盐，也太厉害了吧！李晨也捻起一撮尝了尝，却并不是太满意，与后世的盐比起来，也只能说是不伤身，对付吃罢了。在他看来，这个工艺还要进一步改进，不过就凭现在这种初级的精盐也足够赚钱用的了，等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调试这个草木灰和盐水的比例，或者想更好的提纯办法吧。现在还不适合将这件事情做到极致，毕竟匹夫无罪，怀璧有罪，在没拥有真正的实力之前，拥有超越时代太多的工艺方法，无疑就是找死。另外，精盐的产出量实在有些少，5斤粗盐才能出1斤多点的精盐，要是拿去卖，可得多要些钱才行。正沉思着，可无意间一回头，却看见小碧七正用无比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他轻咳了一声，用很凝重的语气说道：“千万记住，这是咱们李家的独家秘方，以后咱们还要靠这个赚钱呢，千万不能外传。”小碧七重重的点头，将他的这句话牢记在心里，无论是谁都不会告诉他，他打死也不说。做饭吧，就用这个盐。李晨呼出口长气去，官人稍歇，奴家这就煮饭。小碧七赶紧应道，卷起袖子露出了白皙藕臂，开始做饭。井下还剩下一只大鸟，直接炖成了汤，又蒸了半锅糙米饭，还用辣椒就醋炒了个白菜。整个过程里，他一咬牙一闭眼，用了小半勺精盐。坐在院里喝水的李晨无意间看见小碧七正背对着他忙里忙外，笔直的腿，圆润的臀，纤细的腰，少女那曼妙的曲线让他的眼神凝固了。这几天他倒是没注意，其实背面看去小碧七的身材也超好，虽然不如徐秀儿那般直击心门的风雨火辣，却是自有一股江南水乡的温柔润泽。心里有一股火焰腾起，他顿时不怎么饿了，一下站了起来，大步走了出去。小碧七见他走过来，以为他急了，赶紧道：“官人莫急，马上吃饭。”“先不吃饭，吃你。”李晨摁住了他盛菜的手，将锅铲拿下放在旁边，一把就揽住了他的细腰，将他抱了起来，向屋子里走去。啊！官人这才刚刚申时，小碧七哪里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登时羞红了脸，羞怯的小声道，可两只手已经勾住了他的脖子。若是以前，甚至就算是昨天，面对李晨这种行为，他心里只有恐惧。可是现在，鬼使神差的，他居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无法形容的幸福快乐，羞着脸，大胆地搂起了李晨的脖子，居然还闭起了眼睛，挠起嘴唇，用笨拙而生涩的动作，主动地迎合着李晨，这也让李晨心里的火烧得更旺了。抱着他便进了里屋的炕上，金蝉蹑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云收雨复后，两个人才开始吃饭。下午的阳光照进屋子，沐浴在金色光芒下，刚刚经历爱情洗礼的小碧七面色嫣红，脸若桃花，美艳不可方物。李晨不禁感叹，自己真是捡到宝了，有了美味的盐，还有好吃的米饭和菜，这饭吃起来格外的香，就连小碧七都吃了一大碗饭，撑得打了好几个嗝。一想到因为官人以后就可以一辈子都吃上这精盐了，小碧七幸福的几乎要流泪。官人好厉害！吃过饭，勤快的小碧七开始收拾屋子，随后又找来针线，细心地缝着那件被子上的口子。李晨则进了工房，开始做他的事情。他先是削木棍，不多时，他已经削好了10几根木棍，都是两头尖尖、锋锐无匹的那种。削好木棍，接下来又用昨天做的一些配件以及砍回来的白桦、酸枣木，配上前身老爹留下来的弓弦，做了2把十分简易弩状发射器。虽然简易，但在他现代化理念设计工艺的加持下，20步内贯穿人的身体绝对没问题。放下简弩，他抱着做完的木棍走到了院子里，按照事先选定的3个地点开始挖起了陷坑。他杀了张广，势必会惊动黑风寨的人，以那些山匪睚眦必报的风格，只要查到是自己做的，必定会来杀了自己，就看是什么时候来了。所以他必须要提早做准备。正坐在门口缝衣的小碧七好奇地问道：“官人这是在做什么？”李晨边干活边道：“我最近去山里看到有很多野兽，咱们家紧挨山边，晚上或许会有野兽窜进来，挖几个兽坑防止意外。
你一定要记住这几个位置，千万不可以走过去伤到你。他并不想现在就和小碧七说在县城里杀了张广的事情，怕吓到他。以后有机会再讲吧。好的，官人。小碧七吓了一大跳，赶紧乖巧点头应道，还在旁边帮忙取土，不时还端来碗茶给他解渴。李晨速度很快，不多时便已经挖完3个大半丈深的坑，在坑里插上削尖的木棍，然后又用树枝铺好，重新覆土。3个坑看似挖得随意，但李晨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了精准的测算，完全覆盖了从院墙跳入后进屋子里的所有路径，无论怎么绕都必然要经过这3个坑其中之一，保证了杀伤性。回屋之后又试了试2把简易弩的威力，还算满意。在屋子里的2个角落里摆好了弓，又用细绳分别与窗和门相连，做了试验。只要有人敢从门窗进来，必会引动机关直接射杀。做完了这一切，李晨呼出口长气，去若是山匪赶来，这些简易的装置就足够他们喝上一壶的了。重新回到工房，李晨坐下来准备做些真正的武器，拿起了那张破损的弓，那是剑匠铺里的老剑匠从战场上捡来的一柄北莽步战弓。北莽战弓素来以威力名动天下，并且弓身采用了反曲弓的设计，虽然短小精悍，却是威力惊人。这也令李晨十分惊讶，看起来这个时代的武器并没有他想象般的落后。这把北莽战弓的有效杀伤威力至少是60不起，比他的猎弓强得太多了。虽然弓身破损，但以李晨的本事，完全能够修复。忙了一阵后，终于修好了弓，然后李晨便开始着手将这柄弓改装成滑轮复合弩，上下各加装一个偏心轮，在原有主弦的基础上再续上2套副弦就可以了。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不断的校正，不断的试验，保证精度的同时还要注重威力，同时还要最大限度的保证这弩别太精密，要粗糙耐操，磕碰也无妨，否则动一下就坏，娇贵的要命，实战意义不大。从傍晚忙到凌晨，总算将这把弩改造成功。上床睡觉。第2天清晨，李晨照旧自我训练，同时上山试验新弩。因为加了2个滑轮的缘故，开弓持弓都不费劲，单手便能轻松开弦拉开至满弓状态，威力比起手持弓至少大上3成。以前这弓在手持状态下有效杀伤距离在60-70步，并且就算军中精锐，顶多满弓射15箭便会力尽。但现在经过李晨改造成滑轮弩之后，有效射程至少是100步起，威力剧增，并且不用持弦，极其省力，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次开弓。甚至李晨还引进了更先进的理念，在弩弓下面加了一个箭匣，可容纳10支箭。同时在联动装置上做了精巧的处理，加了几个薄竹片，利用拱起的竹片弹性，只要射出1箭后再次上弦时，下面的箭匣就会自动顶弹出1支箭来，省力又省时，完全可以称为超时代的半自动冷兵器了。有了那种瞬间空灵静心的100发100中能力，再加上这把强弩，李晨心中豪气顿生，100步之内单挑无敌，就算遇到吊额大虎、挂甲野猪、凶悍人熊，他都可以正面硬刚一下。训练测试结束后，李晨拎着这把造型古怪的弩弓进了屋子，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武器装备，将那些小武器挂在了昨天自制的单兵斜行锯上，准备再次上山打猎。这一次他将强弩与猎弓都带上了，遇到猛兽或者需要超远狙杀时用强弩，打普通野物用猎弓。张虎死了，谨防有人报复，要在人多之地待着。晚上我若未归，最好不要独自在家，去徐婶子家借宿。叮嘱好小碧七后，带上了一袋馒头和玉清晚为他做的咸萝卜条，他上路了。他不想引人注目，做了一个麻布套，套在了弩弓上面，背在背上，猎弓则挂在右肩，箭壶压在弩弓下，斜背在右后背露出尾羽，方便随时取箭。只不过路过村口进山的那株大榆树时，却看见一群女人正站在那里，向着远处翘首以盼。陈哥又去入山打猎啊？刘金翠先看到了他，不禁主动上来打招呼，笑道：因李晨送的那只山鸡，他现在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愈发好了起来，怎么看怎么顺眼。李晨一笑点头，算是回应。徐秀儿站在旁边盯着他，突然间道：李晨，莫要着急进山，前面传回消息来了，说是已经发现了几头小野猪，正在围猎呢。你若是去帮把手，也能分得些肉吃，省得进入深山冒险自己打了。哎呦，秀儿，你这话说的，村子里的爷们儿辛苦一场，凭什么到头来要让他捡个便宜啊？旁边的王彩凤一回头就看到了李晨，也听见了徐秀儿的话，当时就眼神不善地道：就是，他要吃肉自己打去，凭什么分咱们的野猪肉？昨天割破了玉清晚衣服的周娇也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李晨，撇了撇嘴。李晨转头望向了这娘俩，眼神冷了下来。看什么看？用不着你帮忙，就不许你分。你昨天打我的事儿还没完呢，等我爹回来吃完了肉，就去找你，揍死你。周娇昂起了头来，
恶狠狠地瞪眼看着他道。李晨懒得理会这刁蛮的娘脸，只是转向便向着山上走去，边走边思忖着，单凭那些村民手里简陋的武器，若是抓些小野猪还行，如果遇到那头挂甲野猪，那可就有些自不量力了，根本挡不住。往前走了大概1刻钟左右，正当他要沿着山道往左走去的时候，突然间前面就响起了嘈杂的声音，还有惊叫声传来。天哪，快跑啊，又来了一头大野猪，哎呦妈呀！然后就能听见稀里哗啦树木摇晃断裂的声音，还有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难道真是一语成谶，遇到那头挂甲野猪了？李晨心下略惊，向着声音来处急急而行。稍后就看见远处烟尘四起，惊慌失措的叫声，遇袭痛苦的嘶喊，混合着乱七八糟的脚步声，还有野猪尖利而带着杀气的吼声，响彻前方的那片树林。再然后，前方100步之外的树林里便跑出了一大群人来，人人脸上写满了惊恐，他们拼命地逃窜着。李晨能清楚地看见，有人刚刚扔掉手里的猎网，那猎网里是2只小野猪，分明就是抓了小的，结果把大的引来了。不听劝告也就罢了，头脑还这般简单，李晨实在无语。那些人身后有着沉重如敲鼓般的蹄声，后面还不时有人发出惨叫声。李晨眼中泛起了冷光，迅速从背后摘掉到了弩上的布套，将那把强弩端在了手中，上了弦，瞄准了前方。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试试强弩的威力。前方的村民们四散而逃，后面木折树摧，一头巨大的野猪已经横冲直撞地冲了出来。那庞大的体型，可怕的獠牙，无不疑证明了他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并且看那满身厚实坚硬的松油层就知道，这恐怕就是他一直猜测的那头挂甲野猪。此刻他已经彻底被激怒了，离得这么远，李晨好像都能看清楚那双小眼睛已经一片猩红，里面有着凝厉的兽光。野猪的前方正有一个瘦小的少年拼命地奔跑，可是那头野猪速度何等之快，转眼间就已经追上了。猪头低伏，闷吼一声，就要用獠牙刺穿那少年的身体，将他挑飞在空中。猴子，趴下！李晨远远的一声长喝，他认出来了，那居然是自幼的玩伴加跟屁虫侯小白，也是昨天上山前跟他招呼的2个少年之一。远处的侯小白听见他这一声暴吼，福临心智，向着地上就是一趴，也露出了后面的那个巨大的猪头。李晨屏气凝息，瞬间进入空灵无物的状态，视野中100步之外的那头野猪顿时被拉近到了眼前，无限放大。手轻后，嘣的一声闷响，一支弩箭瞬间跨越近100步的距离。下一刻，噗一声轻响，血光迸现，拥有强大动能和穿透力的3棱弩箭直接从额心贯脑而入，几乎没入半箭。那头野猪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嘶吼声，斜斜地冲了出去，将地上蹭出一道沟来，倒在了那里。而李晨则重新上弦，端着弩，呈战斗姿态走过来，边盯着那野猪，边向侯小白高喝道：“猴子，你怎样了？”“陈哥，我还好，还好。”侯小白爬起来坐在地上，跟筛糠似的。这野猪太吓人了。猴子，猴子！旁边还有一个高大的少年跑了过来，扶起了侯小白，正是难兄难弟赵大石，也是那天和李晨打招呼的另外一个儿时玩伴。2个人满眼感激地望向了前方的李晨。野猪未必死透，为防万一，快离他远些！李晨边往前奔边吼道。可就在这时，一个长得十分敦实的汉子居然从旁边一瘸一拐地跑了出来，手里还持着一柄猎叉，嘴里咒骂道：“这该死的畜生！”他一叉向着那野猪脖子扎去，就要补叉，可哪成想，那头野猪突然间就一跃而起，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怒嘶，头向下一伏，獠牙就已经抵在了他的胸腹间，只要稍一用力，那獠牙就能直接贯穿他的胸口，将他挑飞出去。完了！那个汉子一闭眼睛，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可是下一刻，就听见远处嘣的一声弓弦声响，然后就没动静了。他胆颤心惊地睁开眼睛看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就看见一支箭从野猪的右眼射入，从另一侧穿出，让那野猪丧失了最后一点生机。他抬头向远处望过去，就看见远处的李晨正拎着一把模样古怪的大弩，已经走到了近前。陈哥儿，这野猪是你射杀的？那瘸汉子不能置信地问道。周大说，可不就是陈哥吗？如果不是他，你刚才就要被这野猪獠牙扎个对穿。旁边的赵大石和侯小白惊魂未定地叫道。此刻旁边也有不少跑散的村民围了过来，刚才的一幕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也不禁发出了阵阵惊叹。天哪，从那边到这边足有180步，居然一箭贯额，一箭透眼，简直神乎其技。这简直就是哲别级的箭手啊！拉倒吧，哲别箭手怕是也没这么厉害，这简直就是射雕者，不是箭神。幸好陈哥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咱们还不知道死多少人。那些村民们围着那头野猪纷纷惊叹道，向李晨投去了敬佩甚至是畏惧的目光。
剑神万中无一，是军中最强的射手。如果放在北燕关，绝对是个大官儿。陈哥儿，谢谢你，你救了我一命啊！那瘸汉子此刻终于反应了过来，扔下了猎叉，向着李晨就跪了下去。李晨手疾眼快，一把扶住了他，摇头一笑：“周大叔，都是同村人，相互帮扶是应该的。陈哥，你也救了我吗？这大野猪太凶悍了，如果不是你，我们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侯小白也激动的要向着李晨跪下去，却被李晨同样一把扶住。其他的村民也都围了过来，人人都是心有余悸，也同样万分感激。侯小白说的对，如果不是李晨，今天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一时间，村民们聚都围着李晨，你拍一下肩膀，我搂一下胳膊，赞叹着，夸奖着，无比亲热。也就是刚才的那生死一瞬间，让所有人对李晨的印象全都改观了。以前的那个小泼皮混混，俨然间已经成了村子里人人敬仰的大英雄。感谢的话回去再说吧，先救治伤者。另外，来人把这野猪抬回去。不过，咱们先得说清楚一件事情，这野猪可是陈根杀的，按理来讲，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人家陈根的猎物了。你们有意见吗？此刻，村正徐江走了回来，边招呼着村民救治伤者，边肃容说道：“当然没意见啊，人家陈哥可不只是杀了野猪，还救了我们的命，谁还有那个脸跟陈根抢野猪？就是谁敢跟陈根抢野猪，就不是个掉卵的汉子。”淳朴的人最懂得感恩，一群村民当时就轰然叫了起来，全都同意徐江的提议。等等，我不同意！李晨的声音突然间响了起来，众皆愕然。陈哥儿，你这是？徐江有些不明所以的望向了李晨。野猪是大伙儿赶的，我只不过恰逢其会，误打误撞射杀这野猪罢了，所以功劳不能归于我一人，野猪属于全村。李晨摇头道：“陈哥儿，前面说的或许没错，但后面这话说的可不对。什么叫误打误撞？你那2件大伙儿都看见了，简直就是百步穿杨，神乎其神。并且我们昏油蒙了心，以为撞了大运，抓了2头小野猪，哪想到居然把大猪给引来了，惹了个泼天的祸事，还伤了好几个人。而你若撞见这野猪，只身一人便足够了。所以这野猪就是你的，别再推辞，否则就是看不起咱村里这些老少爷们儿。”徐江摇头，掷地有声地道：“村正说的对，陈哥儿，野猪就是你的，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咋个还好意思舔脸说这猪是全村的？”周围的村民也轰然响应，叫了起来。李晨见实在推辞不开，便一点头：“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野猪是我的，那我就有权处置这野猪，对吧？”“没毛病。”一众村汉笑道：“那就抬下山去，按户分配。”李晨压了压手道：“啊！”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李晨，这可是好大一头野猪啊，抬到县城里去能卖不少钱，他就这么给全村人分了。陈哥儿，不可啊，这……徐江急急地道。可李晨却是一摆手：“徐叔，我意已决，就这么定了，具体如何分配就由你来做主，我只有一个要求，所有猪骨都给我就行，我有些用处。”徐江见他这般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重重的一点头：“好，陈哥儿，那就按你说的办。”回头望向了一众老少，徐江激动了。去年大旱闹饥荒，今年秋凉未下又逢打仗，家家户户过的是啥日子？你们自己知道。有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你们更清楚。现在陈哥把这么大一头野猪分给了咱们，却连肉都不肯分，只要猪骨头，那是多大的恩情？无论老少，如果你们还是个掉卵的汉子，从今往后谁再敢对陈哥有半点不敬，我徐江第一个就不答应。听到了没有？必须的，陈哥这可是行了大善，积了大德，哪个敢再轻看陈哥一眼，就不是个人。被李晨从猪牙下救了的那个周姓汉子第一个发声道，其他的那些村汉也激动地叫了起来，附和道，望向李晨的眼神再不像以前那般瞧不起，而是充满了敬意和感激。李晨暗自里点头，乡风淳朴，人心厚道，这些村民可交可处。不过随后就想起件事情来，向徐江道：“徐叔，现在听说北燕关战事吃紧，我也马上20了，可不想去前线给别人当个垫背的，所以也告诉大伙儿一声，无论遇到谁，若是提起这野猪，就说我瞎蒙射杀的，可好？”徐江哈哈大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吧，陈哥儿，大家一定会替你保守你是个剑神这个秘密的。”随后向一群村汉道：“都听见了吧？不想让陈哥上战场的，就别出去瞎说，否则定不饶他。那是我亲眼看见陈哥乱射一气才蒙中的。”“哈，就是，陈哥这次只不过就是误打误撞走了大运呢。”那些村汉们哄笑道，但也足以表明心计，不会出去乱说的。那有劳各位，我还要上山打猎，家里烦请各位照拂1、2。李晨再不墨迹，向着所有人一拱手，拔下了野猪身上的箭矢，施施然上山而去。说罢转身而去，
只留下一个高大如山的背影。有了陈根这等剑法，以后就算有狼和大虫来了都不怕了。便有村汉感叹道：“嘘，陈根低调，让咱们不能乱说。”旁边有人提醒道：“这都是自己人，又怕啥？”一群人大笑：“走，下山分肉。”徐江一挥手，其他那些村汉轰然响应，抬猪的抬猪，扶伤者的扶伤者，下山而去。不过下山的时候，一群人却好奇地议论纷纷：“这陈哥儿以前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泼皮罢了，怎么现在变得这样厉害了？居然是一夜之间就翻天覆地大变样啊！”“是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真的很神奇呢。”徐江在旁边嘿嘿一笑，向一群人道：“这件事情你们就有所不知了。据说陈哥好像是在梦里得到了天神指点，说他骨骼惊奇，只要他浪子回头，便赐他一场造化。现在看起来，这造化好像来了，这小子确实变了样。天神眷顾，真的吗？”一群人震惊地问道。“这可是他那个碧妻小婉亲口说的，还能有假？你们也知道，那小婉性子醇厚温和，从来不打诳语的。”徐江笑道：“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可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倒是也不由他们不信了。”此刻山下那些女人们正翘首以盼呢。刚至午时，便看见炽烈的阳光下，一众村汉正抬着野猪从山路上艰难地走了下来，却是个个喜笑颜开，如过大年似的。“哎呀，是野猪，好大的一头野猪啊，怕不是500多斤。”王彩凤一眼就看到了，惊喜交加地叫了起来：“今天晚上有肉吃了！”粗壮的周娇舔着干涩的嘴唇，同样欢叫道。一群女人也等不及了，纷纷撩起裙裾奔了过去。及至近前，看见那么大的一头野猪，登时人人眼里涌起了惊喜交加的光芒。不过也有女人看见自家受伤的男人，登时抹起了眼泪：“爹，这野猪好大，定能分得不少肉吧？”周娇看着那野猪，向之前李晨救过的那个瘸腿汉子欢喜地问道：“那是周娇的老爹周大海，那是当然。好闺女，今晚上让你娘给你多炖些肉吃。”瘸腿汉子笑道：“他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闺女，疼爱的跟眼珠一样，什么好吃的都先紧着他吃，才养得腰身这般粗壮。村里人都知道，你那闺女已经够粗实的了，再吃肉就嫁不出去了。”周围不知道是哪个人调笑了一句，大家轰然大笑：“哪个乱嚼舌根的，信不信老娘撕了你的嘴！”王彩凤转身乱骂了过去：“当家的，正好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李晨那个小兔崽子今天把你宝贝闺女给打了，用藤条抽的，满身的血道子。一会儿回去，你可要为闺女做主啊！”王彩凤向周大海添油加醋的道：“谁打的？”周大海一怔：“就是那个小泼皮李晨。”王彩凤恨恨地道：“为啥？陈根儿不是那样的人啊！”周大海皱起了眉头：“周大叔，这里有些误会，来的是小娇先割破了李晨给他的小婢妻买的衣服还不认错，然后李晨才发怒打了他。”徐秀儿在旁边说道。刘金翠想拦都没拦住，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这孩子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瞎出什么头？”小娇，秀儿说的可真？周大海一下站在了那里，眼神阴沉了下来：“爹，我又不是故意的，可他打我却是真的，你要帮我揍他，揍死他！”周娇揽着周大海的手臂撒娇道。刚说到这里，啪，一个响亮的大耳光便抽在了他的脸上，登时将周娇打倒在地上。“当家的，你疯了？有本事你打李晨去，打自家闺女算什么本事？”王彩凤吓了一跳，拦住了他，厉声叫道：“慈母多半，给我闪开！今天我必须要做这混账东西！”周海如一头暴怒的狮子，一下推开了王彩凤，然后找了根树枝就狠狠抽向了周娇，边抽边骂：“你这混账东西，为什么要做这等下作的事情？还要我去揍陈根儿？你知不知道，刚才就是陈根儿射杀了这头野猪，救了我的命啊！”鬼哭狼嚎的声音混合着愤怒的叫骂，响彻整条山道。山下发生的事情，李晨并不知情。他沿着山道向深处走去，大概1个时辰后，便已经进入了深山之中。只不过今天的收获却是寥寥无几，除了射杀10几只枝头的大鸟之外，却并没有太多的收获，连只兔子都没有抓到。这让他很奇怪，原本满山遍野的野物，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继续向深山走去，倒是在一个草坡上打到了2大3小一窝野鸡，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收获了。见天色已经不早了，虽然心有不甘，他也只能回去，因为他担心夜晚小婢妻一人在家不安全。正当他要往回走的时候，突然间远处传来了一声低沉至极的虎啸声。没错，他听得十分真切，就是虎啸声，但那虎啸声却是极为短促，叫了半声便停下了，好像被什么扼住了喉咙似的。他吃了一惊，同时恍然大悟，难怪山中猎物锐减，居然是来了一头大虫。虽然有强弩伴身，但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可不想和金渐层这玩意碰刚。
老虎天生纯阳之体，满身肌肉，力大无穷，并且血条极厚，一个搞不好就容易葬身虎腹。他赶紧背着猎物下山而去。可就在他刚走了几步，呜嗷，又是一声短促的虎啸，听声音好像并不算远，同时依稀还传来了类似于猫叫声的尖利锐嘶。豹子！李晨停下了脚步，眯起了眼睛，向声音来处望去，好像离他并不远，顶多200-300步的距离，并且还有猛兽打斗，嘶吼声传来。思忖了一下，李晨决定还冒险去看看，如果真是猛兽相争，捡个漏岂不更好？摘下了强弩，上好弦，他一弯腰，从密林之中极快地向声音来处前行而去。不多时，他便已经能够清楚地听见前方有剧烈的打斗声。再行几十步，拨开前面的树枝，小心翼翼地探头出去，他终于看清楚了情况。前方一处空地上，果然是猛兽生死斗。不过这场生死斗已经接近了尾声，一头纯黑色的大豹正死死地咬着一头金色老虎的喉咙。那头老虎蹬了几下腿之后，开始浑身抽搐，最后没有了气息。那头大豹兀自死死地咬着他的喉咙不放，鼻子里还羞羞地喘着气。虎豹相争，并且豹子居然打赢了，这可是罕见的奇观。按理说这是绝对不应该的事情，但就这样发生了。李晨心下间却是一阵兴奋，缓缓地抬起弩来。既然老天如此厚爱他，这个大漏他也不得不捡了。也就在这时，那头豹子突然间像是感觉到了危险，一抬头就看见了他，橙黄色的眼里凶光闪烁。他松开口去，发出了类似于猫一般短促尖利的叫声，后腿一蹬地，一个纵跃居然飞起了将近2米高7-8米远，离李晨30几米的距离，他2个纵跃便堪堪扑到。第3扑，大豹在空中，距离李晨已经不足5米，那幽绿色的瞳孔里泛起了冰冷而残忍的杀机。李晨眼神冷硬如钢铁，丝毫不惧，抬头望去，眼中神芒暴涨，如微如玉般的寒意瞬间穿透豹子的瞳孔，直指灵魂深处。精神震慑，再次试验成功。下一刻，那豹子猛地就是身上一僵，居然有了片刻的迟滞。嘣！弩弦巨响，羽箭几乎是划光而去，一箭穿喉。那头兀自僵在原地的豹子喉咙和后颈上顿时窜出了2道血拳，从空中落了下来，痛苦的翻滚不休。李晨疾步上前，又再补了一箭，直接钉在了脑门上，豹子终于死透了。看起来这种威压对付动物也有效。李晨暗自点头呼出口长气去，持着弩小心翼翼走向那头老虎。就看见老虎躺在那里，已经没有了半点气息，也没有补箭的必要了。不过细细看去，那老虎已经十分瘦弱，并且身上多处陈旧的伤痕，甚至有的地方已经腐烂了，皮毛都掉得东一块西一块的，成了斑秃，好像是跟什么野物打斗造成的伤害。可惜了，这一身好毛皮就这样不值钱了。不过李晨再细细看去，却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那头老虎的舌头居然并不是粉色的，而是呈现一片可怕的黑。那绝对不是光影视线的问题，分明就是中了毒。看着他身上破烂的皮毛，李晨心中恍然，那应该是中毒之后一直未缓解过来，捕食过程中又受了伤，导致战斗力锐减，打不过那头豹子。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不小心被某种山里的毒蛇给咬伤了，造成了现在的这种情况。收起弩来了，李晨心下间有些激动。虽然没打着别的大型猎物，但光是这头豹子就堪称天大的收获了，至少能卖50-60贯钱。老天爷还真是厚爱他啊！正当他准备将豹子拖走的时候，却突然间听见旁边的树丛里突然间传来了几声像鸭子的叫声。他以为是什么野物，摘下猎弓便潜伏了过去。可是到了草丛里，他却震惊地睁开了眼睛，就看见一头刚出生的小老虎，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呢，边爬边发出了类似于鸭子般的叫声。李晨终于明白了，那边死的是一头母虎，应该是刚刚生产，十分虚弱，再加上满身是伤，估计都已经快到了生命的边缘了，结果被一头他曾经驱逐过的大豹给盯上了。或是为了报复，或是为了争夺领地，那只大豹向这头中了毒又受了伤的雌虎发起了攻击，咬死了这头雌虎。否则如果放在平时，就算豹子再凶猛，又怎么会是一头老虎的对手？不过这样也好，让他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看着这头小老虎，李晨心头一动，如果要是养头老虎来玩玩，顺便看家护院，那倒也不错。想到这里，他伸手抱起那头小虎来，居然还是一头小公虎，体格很是健壮，此刻正发出了鸭子般的叫声来，还不时地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小家伙，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李晨小心翼翼将小老虎身上的晦气擦干净，将它放进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布袋，在怀里藏好。随后又做了个滑竿，拖着那头大豹下山而去。豹子他不打算卖掉，而是拖回去剥皮吃肉。毕竟豹子虽然能卖不少钱，但它同样也是山里少见的猛兽，若卖到县城去，走街过巷，看到的人太多，实在太过招摇张扬。为了点小钱将名声弄得天下皆知，可能会有麻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所以他只打算拖回去吃肉熬骨汤，剥皮就给小碧七做个披风好了。至于那头母老虎的尸体，皮毛都烂得不像样子，实在不值什么钱了。更何况这头老虎中毒已深，无论是血肉骨骼，怕是都已经沾染了剧毒，等于彻底废了。就算弄下山去，怕是也没人要，白费力气而已，就扔在这儿吧。尘归尘，土归土，生于丛林，死于丛林，这是他的宿命。拖着那头大豹下山，回去了村子。到了村子里，他倒是并没有躲躲藏藏，毕竟上午已经见过他杀野猪了，再看到他背回来一头豹子也不算什么。都是一个村子里住着，想瞒也瞒不住，只要对外传的不过分就行，反正外人也不是亲眼所见，未必相信。到了村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开始做饭。与往常不同的是，满村浓郁的肉香取代了以往苦森森的野菜味道，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宛若过节一般，喜气洋洋。李晨闻着那香气，倒是觉得有些饿了。只不过快要到家门口时，远远地居然就看见家门口围着一群人，好像还有人跪在那里，甚至还有喝骂声响起。李晨眼神一冷，加快脚步向着家里赶去。不过刚到家门口，他就是一怔，只见院门口处居然跪着一个粗壮的女孩子，头顶着一大块肉，跪在那里呜呜地哭个不停。而旁边则站着一个瘸腿的男子，手里还拿着根藤条，不时地往那女孩子身上狠狠抽一下，边抽边骂：你这臭丫头，真是把你惯坏了，居然这样欺负陈根家的，今天你就在这里给老子跪着，陈根什么时候回来说原谅你了，你才能起来，否则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家。居然是周大海和周娇父女两个。周围还有几个村民在劝着周大海，可周大海就是不听。王彩凤站在一旁边心疼的直哭，却什么都不敢说。玉清婉怯怯地站在门口，也在细声细语地劝说着周大海：周叔，就让小娇起来吧，他已经道过歉了，真的没关系的，你不要再这样打他了。可周大海就是不听，非要等到李晨回来再说。看到这一幕，倒是让李晨心中很是感慨，这个周大海不愧是刑武出身，真是个性情中人。此刻远处的脚步声惊动了村子里的那些人，他们齐齐回头看过来，发现是李晨回来了。不过离得近些时，就有眼力的看见了李晨，喊了一声：快别吵了，陈哥回来了，好像又打了不少野物呢。当时一大群人就围了过来，不过有好事的几个女人走过来一看，当时发出了声声尖叫，脸色煞白的直往后退。豹子，天爷，是豹子啊，还是那么大的一头豹子。几个17、18岁的少年狼围着李晨，眼睛都已经直了，领头的正是赵大石和侯小白，还有一个叫刘晨旭的。此时此刻，他们看着李晨的眼神宛若看见天神一般沉。陈哥，那豹子是你打的？赵大石声音都颤了，哆哆嗦嗦地问道。李晨点点头，他没有刻意隐瞒，如果打死这头猛兽的消息传出去，能对村子里的宵小之辈形成震慑，告诉他们别再不开眼来惹他，否则会和豹子是一个下场，那自然再好不过，能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天哪，陈哥，你是山神爷转世吗？这也太勇猛了。一群少年郎看着李晨的眼神简直就如同看着神仙，满眼的仰慕崇拜。包括周围的那些看热闹的村民，眼中也涌起了敬畏交加的神色。这个少年人简直太可怕了，那可是豹子啊，是丛林里仅次于老虎的猛兽，并且这畜生比老虎还狡诈，速度奇快，来去如风。听说过有人打死过老虎，还从来没听说过谁能打死豹子的呢。一大群人围着李晨，弄得小碧七站在远处都挤不过来。陈哥儿，你回来了。周大海见李晨回来了，赶紧迎了过去。不过看到他拖着的那头大豹，当时就是一个机灵，眼中满是钦佩与敬畏的神色。就算以前在军中能杀豹子的勇士也没有几个，这个少年郎好可怕。定了定神，周大海将藤条往他手里一递，满面羞愧地道：陈哥儿，昨天那件事情我知道了，是我管教不严，这死丫头居然欺负你家里的，还敢骂你，不说啥了，给我抽，怎么解气怎么抽，打死他我都不皱一下眉头。李晨却是摇了摇头，将藤条推了回去。周叔，杀人不过头点地，况且我也已经打过他了，而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让小娇起来吧。不行，陈哥儿，你救了我的命，我家里人却欺负你们，这让我没办法做人，你必须再抽他一顿，当着我的面抽他。周大海说到这里，眼圈有些泛红。救命之恩啊，他都无以为报，自己老婆孩子却对人家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让他太愧疚了。李晨实在没办法，只能接过藤条，走到了周娇面前。陈哥，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婉儿，你打我吧，这块分来的肉我爹说不能吃，给你家送来，你也收下吧，只求你原谅我年幼不懂事。周娇头顶着一块肉，抽抽搭搭地道。
旁边的小碧七心软，也捂着嘴巴陪着他亲切了起来。李晨高高的举起了藤条，旁边的王彩凤心疼一扭头，不敢再看。周娇也是咬着牙一闭眼，哪想到李晨的藤条却只是在他后背上轻轻碰了一下，扔掉了藤条，向周大海笑道：“周叔，我打过了，也原谅小娇了。”随后他扯起了周娇，替他拍去了身上的尘土，向他一笑：“没事了，都是一个村子的兄弟姐妹，以后和婉儿好好相处便是。”周娇双手举着肉顶在头顶，张大了嘴巴，又是羞愧又是感动。半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赶紧从头顶将那一大块肉费力地向李晨递去：“陈哥，肉给你夹吃。”说到这里，他控制不住地咽了口唾沫。李晨只是摇头一笑，将那肉推了回去：“我家有肉，你们吃吧。”“爹，陈哥不要。”周娇转头向周大海急急地叫道：“陈哥！”周大海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眼里有着急切的神色。旁边的王彩凤也感激地走过来，将肉直往李晨怀里塞：“陈哥，婶子和娇娇做的都不对，当家的已经教训过我们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这孩子心胸宽阔，不跟我们计较，我们这心里却是有愧啊。这肉你快拿着。周叔，婶子，我家真的不缺肉，你看我今天又打回了不少野物呢，还有这头大豹，肉你们留着吃就行，都是同村人，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没事了，回吧。”李晨向他们笑道：“英雄出少年，陈哥真是个有本事有胸怀的人。啥也不说了，这份情我周大海记下了。”周大海向他一竖大拇指，王彩凤和周娇也满面羞愧地向他重重地鞠了一躬。随后三口人这才欢天喜地回家炖肉去了。“陈哥，俺娘说了，你救了我的命，做人得之恩。可我也没啥能感谢你的，家里就剩下这些箭杆了，我做出来准备卖到城里的箭匠铺补贴些家用的，都给你吧，看能不能用得上。做得不好，你别嫌弃。”侯小白走了过来，将背上背着的一小捆箭杆拿下来，大概有20几支，竖在地上。李晨拿起一支来细看，不禁眼前一亮。羽箭无头，杆身是白桦木做的，笔直又弹性十足，九烧亮杆十分到位，整支箭入手沉重，质量很是精良。箭尾是加鹅翎羽，粘得十分巧妙，保证了飞行的稳定。侯小白他爹以前也会木匠，活计很不错，后来征调北雁关。侯小白自幼心灵手巧，一直跟着他爹学木匠活儿，甚至最后青出于蓝，1年前就可以出图单独接活了。李晨老爹在世的时候都夸过侯小白，说以后这村子里活计最好的木匠就是猴子了，猴子是侯小白的外号。李晨心头一动，没接那箭，拿出了一袋从城里箭匠铺买来的铁箭头，递给了侯小白：“猴子，正好我从城里买了不少箭头，正想着找箭杆做箭呢，既然如此，你便帮我安上，做些箭矢吧，也算是求你帮个忙。”李晨笑道：“没问题，陈哥。”侯小白兴奋地接过了那袋箭头，欢欣雀跃。他现在正愁没办法报答李晨的救命之恩呢。“陈哥，俺也不知道咋报答你，这是俺爹自己打的一把刀，打了半年多呢，一直没舍得卖。俺爹说你是猎户，得有把像样的刀，让我把这刀送你。”赵大石递过来一把刀，他老爹是村里唯一的铁匠，因为是匠界，况且他会的手艺属于百姓生活必须，所以他并没有应召北雁关，一直在村子里以打铁为生。李晨接过了那刀，拔出鞘来，轻轻弹了一下，刀身发出一声短促的鸣吟。他有些失望，质量很一般，但有这份心便已经足够。他倒是想起了从张广他们身上拿到的那几把匕首，质量也很一般，要么脆，要么软，比这刀还不如呢。这么来看，这个时代的冶炼技术有些落后，估计军方的武器质量也不会强得太多。要是有时间的话，自己倒是可以做把刀出来试试。陈哥，我也没啥好东西感激你的，就几本家里的书，你要不要？刘晨旭站在旁边，挠了挠脑袋，脸通红地道，手里捧着几本书，没好意思往过递。他爹原来是个读书人，可读了一辈子书也没考上个功名，郁郁而终。幼时李晨还在他的私塾里识过字。不过刘晨旭倒是村子里少有读书识字的少年郎，自幼聪慧，饱读诗书。可惜爹娘死得都早，家里只剩下他和小妹刘晨一相依为命，靠几亩薄田度日。这种家境也撑不起他继续读书或者赶考。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有书读才是人间一大块事啊。李晨却是毫不嫌弃的伸手接过来，微微一笑道。刘晨旭看着李晨，眼神中颇为感激。其实他知道这是李晨给他面子而已。陈哥，这弩咋这么厉害？那么大的野猪居然能一箭贯顶。侯小白蹲在地上看着李晨摆在旁边的弩，摸了又摸，直咂舌道：“我自己做的，加了2个滑轮，这样的话不但开工时闲都省力，而且威力也增加不少。”李晨笑道。侯小白摸着那弩，眼睛直放光，
恨不得自己现在也拥有一把这样的弩。陈哥，那个，求你个事儿，行不行啊？赵大石看着李晨，搓着手，又是不好意思，又是极度渴望地道。此刻，刘晨旭和侯小白也凑了过来，站在旁边，满眼渴望地盯着他。什么是说就是了，兄弟一场，用不着什么求不求的。李晨笑笑问道：我们想拜你为师，跟你学本事，以后也上山打猎，行不行？赵大石道：是，我们两个也是这样想的。陈哥，你就收了我们吧，我们可以对天发誓，以后端茶倒水，扶前侍后，竭尽全力尽弟子之劳，如违誓言，天打雷劈。侯小白和刘晨旭也激动地叫道：这……李晨沉吟了起来，不过心头却是一动，如果能培养出来几个强悍的手下，倒也不错。有粮，有钱，有兄弟，才有未来。思忖了一下，他抬头问道：真想学？当然想学啊，又能打猎补贴家用，又能吸引那些小娘儿们的目光。嘻嘻，陈哥，你可不知道，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今天都把你夸上天了，甚至有不少小娘儿眼睛都快粘在你身上了，都恨不得嫁给你呢。赵大石嘿嘿一笑道：正是崇拜偶像，仰慕英雄的年纪，现在的李晨无疑就是他们心中的英雄。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他们遵从乃至模仿的榜样。他们晚上来李晨家，其实就是想等他回来，一方面表达感谢，另外一方面也是想拜李晨为师。尤其是看到李晨杀了那头大豹之后，这种渴望更是无比强烈了起来。连这样的猛兽都能杀掉，陈哥该有多强悍？别乱说话。刘晨旭瞪了他一眼，转头隐蔽地看了一眼旁边正忙着的玉清婉。赵大石一吐舌头，打了自己一个耳刮子。瞧我这张嘴，没个把门。陈哥你别介意，玩笑而已，我又不是食古不化之人，无妨。李晨微笑一摆手，随后做出了决定。若真想学，那就明晨卯时鸡叫3遍，后来我家门口等我，我教你们。好啊好啊，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3个少年郎大喜过望，登时就要学着古人行跪拜之礼。李晨却是闪身在一旁，不受这礼。兄弟就是兄弟，不扯什么师徒，只要你们学了本事，永远记得我这个陈哥就够了。李晨摆手道。这……赵大石和侯小白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刘晨旭却听明白了，激动地道：陈哥，我们懂，你永远是我们的陈哥。对，陈哥说啥就是啥，谁不听就是这个。赵大石和侯小白恍然大悟，赵大石边叫着边伸出了2根手指学王八爬。时候不早了，先散了，等明天早晨咱们再来。较为沉稳的刘晨旭看了看周围，就向2个人道，随后3个人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所有人都走后，世界终于清静下来。李晨四下检查了一下，好在今天没有人翻墙进来或者在院子里乱走，要不然的话陷坑什么的真容易出事儿。李晨琢磨着，以后白天的时候可以将那些木棍放倒，晚上再竖起来，以防万一。官人，小碧七在屋子里唤李晨。官人，饿了吧？我做好了饭，就等你回来吃。小碧七在饭桌上摆好了碗筷，从屋里走了过来，看着李晨身上的袋子，眼神欢喜。刚才李晨与周大海还有几个少年郎的对话，他都听见了。上山半天，居然就有这样的收获，还打死了一头大豹子。同时，上午的时候，官人还2箭射杀了野猪，赢得了全村人的交口称赞，官人简直太厉害了。刚想到这里，李晨突然间就将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递到了他的怀里，给你。这是什么？猫吗？小碧七抱着那尚未睁眼的小东西，惊喜地问道：小老虎。李晨道：哇，好可爱的小……什么？老虎？天哪！小碧七手一哆嗦，险些把小老虎扔出去。幸亏李晨手疾眼快，一把将小老虎接过来抱在怀里，才避免了这只虎崽子被摔死。啊，对不起，官人。小碧七局促地道：没事，他只是刚出生的小老虎，还没睁开眼睛呢。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谁，谁就是他的爹娘。李晨抱着小老虎，摸了摸那油渍有些单薄的皮毛，道：真的吗？小碧七将信将疑地伸出一根细白的手指，小心翼翼点了点小老虎柔软的肚子。小老虎似乎有些痒，扭动着身体叫了起来。这个叫声怎么像鸭子？小碧七有些想笑，一点也不威猛嘛。小时候叫声就这样，大了叫起来就吓人了。李晨一笑，随后他边从身上将武器卸下，边将今天的事情讲了一遍给小碧七听。天哪，原来他的娘死了，好可怜的小虎宝。玉清婉抱着那只小老虎，眼圈一红，轻声说道。李晨知道他是感同身受，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轻叹口气，他拍拍玉清婉的手臂，继续将那些野物也掏了出来，在屋子里堆好，准备一会儿顺道井下去保鲜。1、2、3、4、5只野鸡，还有30多只大鸟，官人好厉害。看着那些东西，小碧七欢喜不已。在这个战乱年代，又逢饥荒，
唯有粮食和肉才能让人心下安稳。还有一头大豹子呢，你忘了数了。李晨一笑，走出门去，将那头大豹拖了进来。在灯光下，那黑色皮毛每一根毛针都散射着油亮的光。这豹子好大，真吓人。尽管是头死豹，也把小碧七吓得够呛，藏在了李晨身后，只敢露出一个眼睛，颤着声道：豹子不卖了，若是卖到城里，实在太过张扬，有可能会引来麻烦。一会儿我收拾了，咱们留着吃肉。豹皮，好好消滞一下，给你做件皮衣，冬天御寒，保你不冷。李晨踢了踢豹子，转头向小碧七一笑。小碧七抱着小虎，怔怔地望着他，眼圈又红了。不喜欢。李晨一怔，不是。小碧七使劲摇头，是官人对我太好了。眼泪扑落落掉下，滚落衣襟。这乱世飘摇，家人尽丧，他原本过得如孤魂野鬼，有今无名。没想到矫天之幸，得遇良人，真如暗夜见灯，寒夜为炉，心中暖意，无法用语言形容。李晨明白他为什么哭，伸出大掌给他擦泪。过往不念，当下不杂，未来不惧。你只需记得，始终会有人相陪便好。官人。小碧七再也控制不住情感，更不畏惧他了，一下扑进了他的怀里，一手抱着小虎，一手搂着他的腰，呜呜大哭了起来。好半晌，他才抽抽搭搭的不哭了。吃过了饭，李晨又满村子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一条刚刚生产过的母狗，便用2只小野鸡换来了这条有奶的母狗，喂养小老虎。那户人家乐得洗翻了心，对李晨千恩万谢。野鸡拿去换粮，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喂好了小老虎，忙了一天，李晨着实也有些累了。临睡前不忘了做好屋里的防险设置，李晨这才上炕睡觉。小碧七经历了最初的害怕之后，早已经喜欢上了那头小老虎。毕竟女孩子对于毛茸茸的小动物天生就没有抵抗力，甚至上炕睡觉的时候都搂着小虎。不过等李晨打桶水冲澡回来之后，他却将小老虎先放到了炕下准备的一个小草窝里，然后李晨刚刚躺下的时候，他居然就小意地钻进了李晨的被窝里。官人若是累了，奴家服侍官人。小碧七声音细若文瑞地道。他在李晨耳畔吹气如兰，让李晨痒痒的想笑。尽管天黑看不清，他也能想象得到，小碧七脸蛋儿怕是早已烧红了。没想到他今天居然开始主动起来了，这妮子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重生之后强化了很多软件与硬件功能，折腾了快1个时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李晨却依旧神清气爽，没事人一样。小碧七晨起却是腿都软了，但俏脸更润，甚至眼睛里都有了光。清晨，卯时刚到，赵大石、刘承旭还有侯小白已经到了门前。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倒是惊奇地看见李晨正在和那个清丽可人的小嫂子熬煮着一锅猪骨头，浓郁的香气飘散出去，稠得如化不开的浓雾。陈哥，我们来了。咦，你为啥煮的是猪骨头啊？难道家里没肉了吗？我家还有些，现在给你拿去。憨厚的赵大石注意被那锅汤吸引了，瞪着大眼珠子叫道：猪骨打碎熬汤喝，可强身健体，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多喝上一碗。李晨转头微微一笑道，伸展了一下身体，先上山跑10里路，唯有强韧的体力才是做好一切的基础。随后他带好沙袋，轻盈地向着山上跑去。先跑了10里地，紧接着又在树林里做了10组引体向上，每组10个，反正就是平时他日常训练的内容。他要先看看这几个人的潜力，再确定接下来的训练内容。刘承旭几个人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训练猎人，而是后世特种战士作训的基本科目。将近2个小时的训练过后，结果让李晨很满意。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挨着山边，常年上山下山不自觉锻炼的原因，还是这几个小子天赋异禀。总之他们的体力、耐力都极其出色。漫漫山路，什么路况都有，连走起来都很费劲，更别说跑了。并且接下来的训练里，像引体向上10组50个，俯卧撑10组200个，他们居然全都跟下来了，甚至连李晨并不看好的刘承旭居然也咬着牙鼓着腮帮子硬生生挺过来的。他的这种意志品质让李晨暗自点头。不过在接下来的训练，像抱着10斤的石头卷腹30个，手托20斤的石块推举50个，刘承旭和侯小白就不行了，勉强完成1多半，接下来就瘫在地上不会动了。反观李晨，现在恢复了一些实力，虽然不能说是轻松自如，但也不至于特别艰难。可赵大石却让他眼前一亮，这家伙居然力气不小，推举的时候居然嫌20斤的石头很轻，自己要求换了快50多斤的大石头，吼吼嘿嘿的一通举。看那轻松的样子，怕是就算80斤甚至更重都不在话下。李晨以前倒是知道这小子有一身的蛮力，整个村子里同年龄段的2个加一起都不如他力气大，甚至跟成年人摔跤都不落下风。但没想到这小子力气居然大到这个份上。心之所至，
李晨接下来让他们试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了，所以李晨并没有让他们用自己的猎弓，而是用那个强弩，距离20步，每人3箭。结果这一轮下来，又给了李晨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侯小白3箭全部命中靶心，这可是第一次射箭，甚至拉开到40步，也依旧是全部上靶，2箭中靶心。50步的时候，这才开飘，只有2箭上靶了。但这已经让李晨暗自里不停点头。如果是过去佣兵部队里的新兵，直接就会选中特训狙击手的，这种天赋很强。然后是刘晨旭了，20步3箭上靶，1箭中靶心；30步都是3箭上靶，但无一中靶心，中资偏上，也相当不错了。至于赵大石，这一次就惨了点，20步无一上靶，引来刘晨旭和侯小白无情的嘲笑：“陈哥，这玩意也太难了，我射不中啊！不学这个了，你教我些别的吧。”赵大石挠了挠脑袋，满脸通红地道：“不着急，基础训练先做着，然后再说其他。来，在我家吃饭。”李晨笑道：“啊，吃饭？”3个人都有些发傻，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教他们本事不算，居然还供他们饭吃。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句话在这个年代绝对不是瞎话。愣着干什么？都过来吃饭。李晨笑道。旁边的小碧七抿嘴一笑，掀开了锅盖，热气腾腾的糙米饭带着扑鼻的香气直冲出来，让3个人都禁不住狂咽口水。陈哥，你这我们受之有愧啊。刘晨旭脸孔涨红地道：“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兄弟，况且以后还要一同进山打猎，生死相依。”李晨微微一笑，几个人相互间对望了一眼，也不矫情，俱是重重的一点头。好，每个人1大碗米饭，外加1碗熬的如稠粥般的猪骨汤，就这1大盆腌萝卜，把3个小子香的简直连舌头都要咬掉了。李晨让他们敞开了喝那猪骨汤，毕竟这样强度的训练，如果营养跟不上，非但不会强身健体，反而还会练出内伤来。既然决定收这几个小兄弟，那就要对他们的身体负责，以后还要他们帮着自己打下一个大大的天下呢。猪骨汤最适合现在的他们吃，多了不用，吃上10天半个月就会有极大的效果。陈哥，你家这盐是什么盐？怎么没有半点苦涩的味道？刘晨旭反应极为敏锐，吃着吃着他就觉出了不对劲，看着那锅里粘稠的肉汤，震惊地问道：“我自己精制的盐。”李晨笑笑：“啊，陈哥还能制精盐？”几个人都听傻了。天哪，陈哥这都快成万能的了，还有啥是他不会的？过些日子我还准备跟城里的盐铺谈谈，制盐去他们那里卖，到时候你们一起跟我做事吧，就当我雇了你们，给你们工钱。忙时做工，闲时打猎，家用想必也够了，就不必种田了。啊，不，陈哥，供我们吃饭就可以了，还给我们工钱，那可不行，坚决不行。几个人都叫了起来。先吃饭，事到临前时再说。李晨一笑。不过正吃饭的时候，看见小碧七抱着纸巾渐层走了过来，几个人开始还以为是小猫呢，后来才发现是头小老虎，登时又是大吃一惊。李晨也没隐瞒，就将当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几个半大小子看着院子里那头躺在案板上的大黑豹，随后又围着那小虎转悠个不停，羡慕的连饭都不想吃了。当然，崇拜陈哥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变态的高度，崇拜到有些发狂了。杀野猪，打豹子，又养了一头老虎，这老虎以后长大了，要是领着溜出去，那得多威风啊！天哪，他一叫唤，怕是就要吓死一大批人，这也太牛逼了吧！赵大石看着那头小老虎，眼睛里都开始转圈圈，满嘴的爆粗口，气得刘晨旭用筷子敲了他好几下。吃完饭，李晨让小碧七自己在家中照顾小虎做饭，随后带好了一应装备，转头向着3个人道：“还有力气吗？”“有啊，必须的。”赵大石跟侯小白齐声叫道。“陈哥，莫不是带我们上山去打猎？”刘晨旭则有些激动地问道。点了点头，李晨隐蔽地看了刘晨旭一眼，这小子心思细腻，倒是有些指挥官的潜质。指挥官必须要时刻注意细节，能不断地从细节中寻找机会。啊，真的啊！3个小子顿时激动地嗷嗷叫。上山之后，一切听我指挥，切莫莽撞行事，否则惊了猎物就不好打了。李晨说道。没问题。3个人满口答应了下来，兴奋得不要不要的。李晨将强弩交给了侯小白，自己拿着猎弓那把猎刀给了刘晨旭。至于赵大石，则让他负重背了一盘绳索，还有一根短矛，又拎着一柄柴刀作为开山刀。随后4人小队上山而去。因为老虎和豹子这2头猛兽已经死了，山里的野兽也全都回来了。这一路上走过来，李晨算是让所有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百步穿杨，根本就是箭无虚发。无论是天上飞的、枝头站的、地上跑的，但凡让李晨看见，
都不用强弩，猎弓一开，直接落倒。这种打猎简直不要太轻松，简直和入山游玩都差不多了，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了。不过轮到侯小白几个人打猎的时候，却是天差地别。侯小白发了5箭，结果只中了1箭，运气还不错，射到一只兔子。刘承旭更惨，5箭俱不中，找箭就找了小半个时辰。至于赵大石，瞪着双牛眼，双手乱摇，干脆就放弃了。这活儿不是他能干的。李晨的剑术让3个小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崇拜已经达到了顶点。4个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深山之中。坐下来歇了一会儿，一人吃了2个带来的杂面馒头，继续向深山进发。这一次李晨准备打些大型的野物，太小的野物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聊胜于无而已。此时已经过了午时，眼看未时了。深山中密林重重，道路艰险，只有偶尔的兽道勉强能行。赵大石尽情发挥一身蛮力，拎着把大柴刀一通乱劈，硬生生地开出一条路来。走着走着，李晨似乎听到了什么，一举拳，手摁正在奋力披荆斩棘的赵大石。之前李晨已经讲解过这些战术手势，3个人瞬间明白，全都服了下来。在李晨的带领下，尽量压低身子，从灌木的空隙向前钻过去。然后4个人就激动地看到了前面一片松林空隙中，居然有10几头大小不一的鹿在悠闲地吃草，简直是个大惊喜。马德，要是打上几头大鹿，咱们就发达了。赵大石舔了舔嘴唇，有些激动地盯着那群鹿。平陈哥的剑法至少能打5、6头。侯小白也兴奋地低声道：“5、6头？不，咱们把他们包圆。”李晨却是淡淡一笑：“啊！”几个人全都傻了，这可能吗？如果想将这些鹿都抓回去，陈旭，你能想到什么办法？李晨转头望向了刘承旭，语气里多了几分考笑的意味。刘承旭怔然半晌，才试探地道：“陈哥，我倒是有些想法，说的不对，你别笑话我。你看，前面的松林虽然四面开阔，但左侧是山壁，他们不可能往那边逃，就只剩下西北南3个方向。如果我和大师由西北潜入，故意将鹿群惊起，鹿群就只能往南逃窜。我们尽力保持让鹿群成一条直线往前跑。猴子剑法尚可，陈哥更是无敌。猴子先出手，将鹿群赶向陈哥方向。凭陈哥的剑法，再加上猴子近距离狙杀，最理想的状态下，确实有这个可能。唯3缺1，层层设伏，不错。李晨点了点头，对刘承旭的观感更上层楼。这小子确实有指挥官的潜质。我在家里一本兵书上看过这类的口袋战术，觉得应该可以。刘承旭被李晨这么一夸，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挠着脑袋咧嘴一笑。但我要的是全部活捉。李晨盯着前方的鹿群，缓缓出声道：“全部活捉。”3个人再次听傻了。来吧，按我说的做，现在进行战术讲解。是任务分配。李晨低声将自己的计划讲解了一遍，几个人听得瞪大了眼睛，这真的能行？按我说的去做吧，保证可行。李晨微微一笑。稍后，几个人便散了下去，各自领任务了。而那些梅花鹿还在那里悠闲地吃着草，啃着树上的嫩叶，尚未发现危险已经逐渐临近了。就在他们吃个不停的时候，突然间西侧和北侧，刘承旭和侯小白几乎是同时出现，向着他们奔了过来，嘴里还发出了怪叫声，轰下这些胆小的生物。受惊的鹿群被2下夹逼，一下炸了营，本能的在最强壮的那头雄鹿的带领下，向着南侧逃窜而去。不过刚跑出去没多远，奔跑在前方最强壮的那头雄鹿突然间脚底下一绊，扑通一下栽倒在那里。那是李晨在他们的必经之地贴着3尺高的草间设下的半路索，收到了奇效。他身后的3头体型较大的雌鹿也几乎是同时被绊倒，结果后面的鹿群根本来不及躲闪，有4、5头鹿同时绊在了他们身上，齐齐摔倒。剩下的几头鹿向着旁边跳开去，可刚刚跳出去，早就隐藏在草丛中的李晨猛然间长身而起，先是一弩直接射穿了一头鹿的后腿，将它放倒在那里，紧接着将弩往背后一背，摘下猎弓，手中猎弓快若闪电，刷刷刷，连续6箭全都穿透了6头鹿的前腿或者后腿，将他们射倒在那里。就在他射鹿的同时，力气最大的赵大石早已经扑进了鹿群之中，用手中早已经准备好的绳索，先扑在那摔得昏头胀脑的雄鹿身上，直接将2条后腿并排绑了。绑雄鹿这个活儿，他力气最大，一个人就能干。紧接着他又扑在另外一头鹿的身上，继续绑后腿。侯小白和刘承旭也已经赶到，2个人合力绑鹿。可是还有2头没有中箭的鹿已经缓过神来，拨楞着脑袋，挣扎着站起来就要跑，3个人根本来不及绑。就在这一刻，李晨已经重新强弩上弦，唰的一箭贯穿了一条鹿的后腿，再次上弦，又是一箭，将最后一头鹿射倒在那里。陈哥威武，
几个小子激动地挥拳大叫。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有了陈哥，一切居然变得这么简单。抓住鹿群不算，居然还能活出这么多头鹿，这要是带回去圈养起来，一代代繁育下去，那可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终于，所有的鹿都绑好了。4个人看着这个成果，李晨很是满意。而刘晨旭几个人看着李晨的眼神，现在就如同看着神仙一般，已经不是看人类的眼神了。将那些伤鹿身上的剑拔出来，伤口包扎好，再做几个滑竿，将他们都绑到滑竿上去。剩下的鹿放开后腿，全都再绑好脖子，串成串。大石，你负责牵那头雄鹿，拖着鹿群往下走，咱们也省力了。如果雄鹿敢反抗便打，只要不打伤打死就行。李晨说道。几个人迅速行动起来，不多时便已经绑好了一堆滑竿，然后将伤鹿绑上去。至于那头大雄鹿，被豁开了性子的赵大石一通饱以老拳，揍得连身后的雌鹿都不认识了。在赵大石的牵扯下，他乖乖的听话，让他往哪里走便往哪里走。其他的鹿被绳子串成了串，挣脱不开，也只能跟着那头雄鹿往前走。有时末，他们终于出山。当他们到了山下的时候，全村的村民都沸腾了起来。天爷啊，鹿群，李家大郎居然活捉回来一个鹿群啊！1、2、3、4、5，大小13头，那李家大郎莫非是山神转世吗？咋这么厉害啊？这县城的鹿群如果养好了，一旦繁衍起来，要不了2年功夫就能翻啊！这李家大郎可真是要发达了。哎，老刘，你干啥去？我去找媒人上李家大郎家里说媒去。我家那闺女，哪怕给大郎做个妾都行啊！以后我家就能顿顿有鹿肉吃了。你那闺女照我家闺女可差得远了，李家大郎除非眼瞎才能看上你家的。你敢说我闺女？说又咋了？长得丑还想抢李家大郎，不许人说吗？我打死你！结果村民们边看着李晨牵着鹿群往村里走，边给2个莽汉拉架，场面一度很混乱。而刘晨旭几个人脖子扬得高高的，少年郎的虚荣心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可是他们和陈哥一起抓的这鹿，现在想一想还激动的不行呢。当一群人赶着鹿群回来的时候，小碧七都吓着了。昨天打野猪，又杀豹子捡老虎，今天干脆活捉鹿群，那后天不得打头龙回来。明天不上山了，在崖下搭个鹿圈，咱们做好长期圈养的准备。李晨道。没问题，陈哥。几个人齐齐点头。我明天给你们做好吃的。玉清婉正心疼地看着一只被射伤的小鹿的伤口呢，听李晨说话，立马乖巧伶俐地接上。谢谢嫂子。几个少年郎笑道。玉清婉的厨艺实在太好了，每顿饭都吃得他们胃肠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来，分配一下今天的野物。李晨向刘晨旭几个人招手，陈哥，不分了，我们又没做什么，况且你还教了我们那么多的东西。几个人齐齐摆手，坚决不要。还是不是兄弟？李晨脸一沉道。他略一薄怒，几个人心下间登时就是一阵大跳。陈哥糊起脸来的时候好吓人。既然陈哥仗义，咱们也别矫情，听陈哥的。刘晨旭当先说话道。随后开始分战利品，小碧七则开始忙活着做饭。半晌，战利品分配完毕，一共打了8只松鸡，4只兔子，外加将近20只大鸟。松鸡和兔子1人1只，至于那些大鸟，几个小子根本不要，直呼这就够了。就算李晨虎下脸来，他们也不肯要了。拿这么多，都已经让他们受宠若惊了。那些鹿，你们几个1人1头，若是想卖钱，就牵回去；若是不想卖，就留在这里养着，以后再说。李晨指了指外面被绑得结结实实的那些鹿，不过这些鹿儿太大了，骚气哄哄，熏得小碧七一个劲儿捂鼻子。李晨琢磨着，晚上的时候得给这些鹿群安排个地方，牵回去也只是一次性卖钱而已，搁在这里还能继续繁育，就不牵了。几个人齐声道，其实打心眼里往外就不想要了。李晨清楚他们的想法，但他自有计较，以后再说。随后开饭，这一次直接炖了只松鸡，加上那美味无比的精盐，还有香气喷喷的糙米饭，几个半大小子吃得满脸流汗，褂子都湿透了。吃过饭，李晨让他们帮着将鹿群赶到了屋后的崖下，全都拴在树上，又割了不少青草嫩枝，弄了些水喂养他们。一切做完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官人，这小虎不乖，姐在了我身上弄脏了衣服，我打他行不行？玉清婉抱着小虎向李晨娇声告起状来。现在他比以前性格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开始大起来了，敢主动和李晨说话，甚至撒娇了。因为他能感觉到官人比以前温和亲切许多，并且对他也是真心的。就是偶尔他沉下脸来的时候，好吓人呀。该揍就揍，时间长了，自然就养成规矩了。李晨笑道。对于玉清婉的改变，他很欣慰。其实他也不希望2个人过日子，有一方始终战战兢兢不掏心掏肺的，那日子就过得太没滋味了。好嘞，小金子，
看为娘打你！玉清婉扣起了中指，在口中喝了气，轻轻在小虎脑门上弹了一下。还未睁眼的小虎不干了，呱呱地叫着，小爪子在脑袋上抓挠着，特别可爱，逗得玉清婉咯咯直笑。看着这温馨幸福的一幕，李晨心中微暖微醺，宛若饮酒。盯着小碧妻，他的眼神开始如狼似虎了起来。小碧妻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抚弄着小虎，脸蛋微红的垂下头去。灯下美人，如柳似玉。李晨起身，先去外面将所有的设置做好，随后进屋关门，然后简单洗了一下，吹熄了灯，便一把抱起了小碧妻，上了炕。随后，在小碧妻咬唇的轻哼声中，激情四射的夜生活开始了。酣战不知多长时间，两个人沉沉睡下。不过，李晨刚刚躺下不到1个时辰，突然间心中警兆升起，让他瞬间清醒过来。就在他刚刚清醒的那一刻，依稀听见山下像是有马啸声，随后一切回归寂静。可是危险的警兆却愈发浓郁，那是多年佣兵生涯养成的一种对危险的直觉。他豁地坐了起来，小碧妻也被他弄醒，以为他要解手，揉着眼睛道：官人，我去给你拿夜壶。有敌夜袭，你速速起身，抱着小虎去地窖，在里面锁好盖子，我叫你时你再出来。李晨低声急速地道：啊！小碧妻吓了一跳，抱着小虎惶然坐起来。李晨快速安顿好小碧妻，随后拿起了猎弓短刀，背起剑壶，手拎强弩，轻快地跃出了院门，隐在了对面的30步远的草丛里。彼时山下的夜幕中，正有一群人刚刚下了马，其中一匹马上还绑着一个粉衣女子。那些人俱是面蒙黑金，只露出一双双凶光闪烁的眼睛。二当家的那个叫李晨的，就是这个村的，他家就是岗子上的那个毒户。我已经打探清楚了，广哥、老麻子还有三驴子，有极大的可能是他杀的。因为广哥的弟弟在这个李晨家门口不见了，广哥去县城打探这小妞消息的时候，好像遇到了他，还说过想跟他要个说法。虽然没人看见他杀了广哥3人，但他们同时去的县城，可只有这小子回来了，所以他嫌疑最大。其中一个瘦削的家伙向着岗上一指道：张广带着3个人居然还被一个田舍汉搞死了。二当家盯着岗上李晨的家，眼神中透着冷厉的仇光芒。二当家的张广和老麻子3个人身手都还行，若真死在了那田舍汉的手里，想必他也是有2下子。况且我们还带着这小妞，有任务在身，要不要先回寨子，等过些时日，多带些人手再来收拾他？最开始说话的人谨慎地低声问道。出动人手太多，怕是要惊动官府，也容易让那田舍汉听闻风声受惊逃跑。这周围都是山，一旦进山，再想抓他就不容易了。老子出马还是夜袭，弄死他如同碾死一只蚂蚁，有什么怕的？二当家不屑地冷怒哼一声，挥了挥手，留下一个人看着那小妞，其他人跟我走。将蒙面黑巾向上一拉，只露出2个眼睛。一挥手，一众山匪人人手中擎起了一柄柄寒光四射的长刀，趁着夜色向着山上潜伏而去。鹰般的眼睛不断地巡视着周围，上一世练就的夜视能力如今还在，甚至更有强化。借着微弱的月光，他几乎能像白天一般看清周围60步一切情况。片刻后，他呼吸一紧，就看见山下隐隐绰绰的足有8个人摸上山来，就到了院前。因为院后是一片10几米高的小山崖，所以他们只能从院前摸过来。这些人俱都是手持长刀，那长刀折射着月光，雪亮森寒。李晨眯了眯眼，在远处已经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没有用弩，而是持起了猎弓。院子里的那条母狗猛然间惊觉，叫了起来。领头的那人低声骂了一句：该死，有狗，加快速度。有5个人从2侧的院墙跳了出去，还有3个人从前方院门处进入。3、2、1，李晨心下间默念。就在一字刚出口时，啊！3声惨叫几乎是同时响了起来，那是有人跌入陷坑。李晨瞬间起身，手中的猎弓连珠般爆射，刷刷刷，连射3箭，箭无虚发。院前中箭的3个人全都惨叫着倒在了地上。李晨双臂略有酸软，连开3记满弓，对他来说强度还是略大，但不碍事。目前他体魄已经较之前强上许多，能够连开6记满弓了，但现在不能力竭，还要留些余力。毫不停留，手一提，强弩已经握在手中，端着强弩便已经冲了过去。正有一个侥幸没跌入陷坑的人惊慌失措地想要重新翻过院墙逃走，那条忠诚的母狗跑过来，拼命地撕咬着其中一个人的裤腿，让他慢了一步。等他刚刚翻过院墙，李晨便已经到了他前方不足10步，抬手就是一弩。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惨叫声，那人大腿被强劲的弩箭直接贯穿，钉在了墙上。原本李晨想暂留他一命审讯，却没想到那人手中的刀掉落地上，刀头向上，被劲弩一箭钉在墙上的时候，结果他向下一栽，无巧不巧，竖起来的刀头直接穿过了脖子。
满嘴血沫倒挂在墙上，脖子上插着一把刀，死的不能再死了。李晨皱眉低骂了一声：“该死！”抽出短刀，他跳进院墙，在院子里巡视了一圈。3个陷坑里的人全都被削尖的木棍扎了个对穿，已经死透了。剩下的其他4个人，有3个是被一剑穿心，还有一个惊慌失措推门跑进了屋子里，结果被屋子里的弩箭一下贯穿了左胸，死透了，一个活口都没剩下。这也让李晨有些糟心，早知道这样，下手就不会那么狠了。现在搞得连个问话的人都没有。不过他能猜得出来，这些人最大的可能就是前来寻仇的黑风寨山匪。思忖了一下，他突然间想起之前听到了一声隐约的马嘶，他们应该在山下留了人。暂时将这些尸体扔在那里，他背起猎弓，拎着强弩，用一块麻布蒙住了脸，转身便潜入了夜色之中。半刻钟后，他已经来到了村边不远处的一片密林之外。远远的，他便已经看到了，居然有无匹马。他不由得眼前一亮。马在大眼王朝那可是好东西，无论北莽还是西湖，靠的都是铁蹄弯弓，来去如风。如果没有骑兵，根本无法与之对抗。马就是战场利器，而大眼缺的就是战马，一直以来骑兵数量都不足，这么多年来始终被动挨打，所以大眼一直都想发展马业，为此专门颁布马政。但由于种种原因，战马数量一直上不去，为此大眼王朝甚至放开民间养马政策，百姓可以随意养马，2岁便可去官家处方盖印出售，但一直收效甚微。现在这些土匪倒是豪爽，居然给李晨送来了无匹马，李晨必须得笑纳。但李晨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藏在旁边的草丛中耐心观察，倒是并没有发现还有其他山匪，隐约中能看到其中一匹马的马背上还绑着一个粉衣女子。皱起了眉头，怎么这些山匪居然没有留人看管马匹和俘虏？这不应该吧？可再等了一会儿，依旧没看到有山匪，他不再等了，从草丛中长身而起，依旧谨慎地持弩前行。到了那个女子身畔，就看见那女子桃李年华，尽管被绑得结结实实，连嘴都勒住了，但依旧是那般美艳动人。此刻她踢腾着2条腿，满眼惊慌。我非歹人，偶然路过，可救你性命，不许出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这周围还有劫你之人吗？李晨蒙着面，伸出短刀去割断了她勒嘴的布条，低声问道。在那边小心！那女子勒嘴的布条刚被割断，便尖声叫道。与此同时，李晨心中警兆升起，极快转身，一钩扳机。噗！对面3米处，一个举着钢刀要劈过来的山匪一头栽倒在那里。他一手持着钢刀，一手居然还提着半边裤子，显然应该是刚才去旁边的树林里解大手去了，之前没看到自己，解到一半的时候看见自己过来，他甚至都来不及提上裤子就摸过来杀自己。李晨这才恍然，难怪自己刚才没有觉察到警兆，更没有看到人，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凑巧。威力巨大的弩箭直接穿透了山匪的尸体，钉在了远处的树上，箭尾还在嗡嗡直颤。看着那个已经死透的山匪，李晨皱了下眉头，想抓活口问话的盘算又泡汤了。转头又割断了那女子手脚上的绳子。李晨看着那女子，突然间心中一动，怎么感觉这女子有些面熟，可自己并没有见过她。谢谢公子救命之恩，贱妾张玉儿永明五内。张玉儿盈盈一拜，可是李晨却略皱了下眉头。这女子说话的时候，一双大眼十分狡黠，闪着灵动的光，说她自己名字的时候还卡顿了一下，明显是在说谎，好像不想暴露她的身份。不过她并未戳破，只是略一点头，家住何处？原本居于梁京，后因战乱迁来关外，目前暂居平阳县城。张玉儿低眉敛目道。他回答得很流畅，没有半点漏洞，可在李晨这样久经战场考验、洞悉人性的传奇佣兵之王面前，还是不够看，分明还是在骗他，假多真少。因为他太沉稳了，像是深思之后才回答出来的，根本不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李晨有些不耐烦了，哼了一声，绑你的是什么人？为何绑你？贱妾不知。张玉儿依旧垂手摇头道。你走吧。李晨皱眉看了他一眼，转身就去牵马。或许这女孩应该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十分机敏谨慎，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来了。可对于这么一个救了他的命却都不肯告诉自己姓名的女子，他没必要多跟她废话半句。张玉儿吃了一惊，急急抬头，公子，此刻夜深，贱妾孤身弱女不敢回城，可否劳烦公子送贱妾回城？公子可放心，贱妾以命起誓，若公子送我回城，必有重谢。不必，再见。李晨已经翻身上马，纵马离去。张玉儿登时大急，提起裙裾奔了过来。公子，公子莫走。他惶然之下奔得太急，扑通一下跌趴在地上，啃了满嘴的青草。呸呸呸！张玉儿坐起来，胡乱地吐出嘴里的青草叶子。远处李晨勒住了马缰绳，转身看着他的窘态，不禁有些好笑。
张玉儿狼狈地站了起来，胡乱地一抹嘴巴，又羞又气地望着他。你这个人好生自私自利，蛮横粗鲁。你在说我？李晨一怔，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当然就是在说你。我一个弱女子，这深更半夜，我求你送我回城，你却嫌费事百般推脱拒绝，那不是私自利是什么？说走就走，毫不怜香惜玉，见我跌倒都不来扶上一把，这岂不又是蛮横粗鲁？呸呸呸！张玉儿振振有词地强词夺理，不过说到最后，感觉嘴里还是有草沫子，又啐了好几口，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吐草叶还是在啐李晨。我救了你，你为何对我不吐真言？李晨不理会他胡搅蛮缠，一皱眉头道：大半夜的你突然间蒙个脸跑出来，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没准是跟那些山匪一伙的，唱苦肉计也未可知，又或者你也是心机叵测之人，想来个黑吃黑算计我，我能不提防吗？咦，你怎么知道我没说实话？张玉儿叉起腰来，居然很愤怒很委屈的样子，小嘴叽叽呱呱一通说。不过他的一双大眼矢钟紧盯着李晨，暗自里观察着李晨的一举一动。这个男人十分高大，虽然瘦削，却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感，给人一种好安全的感觉，并且这人一看就是一身正气，根本不像那些邪眉吊眼的山匪似的，搭眼一看就不是好人。或许这个人真的值得信赖，他可是救了自己呢。如果真的只是萍水相逢，没有其他叵测居心，并且他长得足够好看，人品也还过得去，家世要是也不错的话，自己也不小了，被他以身相许到也是可以考虑的嘛。李晨捏了捏眉心，杀人杀个死，送佛送到西也罢，送他回去就是了，省得他跟着自己一通聒噪，若是被他跟回了村子，看破自己身份也未必不是麻烦。翻身下马，将其他的几匹马拴在树上，牵马走过来，上马，我送你回去。啊，你真的送我回去？张玉儿惊喜交加，同时心里洋洋得意，莫非这不解风情的糊涂蛋真的被自己骂醒了？孺子可教吗？他生怕李晨反悔，赶紧闭嘴上马。可是他笨得要命，几次都上不去。李晨看不下去了，在他后腰上扶了一把，拖他上去。当他的大掌扶在腰上时，张玉儿只感觉那大掌的热力瞬间从腰间传遍全身，热得他脸蛋绯红了起来。甚至这一刻，他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李晨翻身上马，纵马前行，同时肃声道：我好人做到底，送你回去。不过你且记住，我就是偶然路过来救下你罢了，但不想暴露真容与踪迹被别人知道。我现在送你回城，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劫你的土匪半路突遇有人劫杀，那些土匪逃散，你也趁乱逃走，恰好又遇到了我，听到了吗？好的好的，张玉儿点头应道。不过想了想，回头望过去，咬咬唇，可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让我看一眼你的真容，记住你的样子，容我后报，可好？不好！李晨蛮横的拒绝，纵马而去。哼，你这不解风情的蠢蛋！张玉儿险些气得要跳下马去，却怕李晨再次丢下自己一个人，遂也作罢。骏马奔驰，张玉儿在前，李晨在后，前方是微冷的夜风，后方却是温热如火炉般的强壮身躯。马背上的两人挨得极近，这让自懂事起便没再与任何男子这般近距离的接触过的张玉儿有些害羞起来。与此同时，强烈的男子体息涌入鼻端，莫名其妙的，张玉儿就已经浑身燥热起来。纵然骏马风驰电掣，带着那般迅疾的风，也依旧扑不灭心中蹿起的那团炽烈的火。那火烧得他口干舌燥，面红耳赤，甚至眼中都快要滴出水来。想一睹李晨真容的渴望更加强烈，他就想看看李晨长得什么样子。咬了咬唇，他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突然间就是一抚额，靠在李晨怀里。哎呀，头好晕啊！李晨还以为他出了什么状况，降下马速低头看去。也在这时，张玉儿突然间就伸手去抓他脸上的面巾，不过堪堪就要抓到时，却被李晨一偏脸躲了过去。干什么？李晨怒喝一声，藏头缩尾，不是英雄好汉，就让我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又能怎地？还怕我吃了你吗？张玉儿没有得逞，气得怒横他一眼，坐直了身体。再这样，把你扔下去。李晨冷视他一眼，做人这样小心翼翼，有甚意思？哼哼，看你根本不是怕人记得，分明就是长得丑，自惭形秽，才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莫不是个蓝缠汉，丑八怪。张玉儿故意激他，脖梗一紧，李晨就要将他扔下去，吓得张玉儿一下伏在马背上，可怜巴巴的求饶道：不要扔我，我不看你了，也不说话了，还不行吗？就在听见远处依稀有隆隆的马蹄声，还有马灯和火把的光芒，不多时便看见前方居然一行20几个人，其中前方有4、5头大马，后面则是步行跟着的一众家丁或是护院打扮的人。这么晚，这么多人，应该是来救你的。
李晨勒住了马缰绳，凝神向前望去。张玉儿同样向前望去，当他看亲来人时，眼神逐渐冰冷凌厉了起来。伴随着隆隆的马蹄声，几匹马已经发现了这边的人，直接冲了过来，并且将李晨团团围住。你这贼人，敢劫我侄女，放开他，否则将你乱刀分尸。为首的一个男子冷声喝道，举起了手中的一柄刀来。可李晨明显感觉得到，他的眼神却分明混合着忌惮、狐疑，还有隐隐约约的敌视。他不觉地皱了一下眉头，凭着直觉，这个人好像有些问题。不过没等他说话，张玉儿却是一声厉喝：二叔，住手，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一群人俱是震惊。那位为首的二叔眼里掠过一抹震惊与愤恨，放下了柴刀，显起了笑脸。好的，好的，乖侄女，只要你没事就好，就此别过。李晨看也不看其他人，将张玉儿放下，向他一抱拳，转身策马便走。马蹄隆隆，他转过山脚便不见踪影了。张玉儿转身望着他的背影，神色惘然。这个来去如风的男子，就如一头横冲直撞的骏马，无意中便踏破了他的心门。可他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长得什么样子。站在那里，他悠然出神，身后突然间响起了那个二叔的声音：侄女，我的好侄女，你可吓死二叔了。张玉儿皱了下眉头，转过身来望向了他，眼神却已经在凌厉了起来，甚至眼底深处掠过了一抹嘲讽。真的在为我担心？我亲爱的二叔。二叔脸上满是惊魂未定的神色，痛哭流涕。当然是真的呀，我的乖侄女。你爹生死不知，我只剩下你这一个侄女，我不识字也不会算账，如果你真出了什么意外，这偌大的产业可如何是好？好侄女，你没事吧？张玉儿眼神依旧冷肃犀利，只是哼了一声沈然道：那我可真是谢谢二叔的关怀了。他有意加重了关怀两个字的语气。那个二叔眼里闪过一丝惊惶，低下头去，小意的道：不谢不谢，这是应该的嘛。张玉儿却是理也不理他，一挥手回去。自有仆人牵过马来，他翻身上马，居然很是利落，哪有之前的那般笨拙。马蹄轰轰，队伍远去。此刻远处的草丛中，李晨缓缓站了起来，眼神平静淡然。刚才他看似骑马而去，但转过山脚便又极快地潜了回来。凭他的本领，夜色中潜回，除非军中顶级高手，否则谁能发现得了他？初次见面，他谈不上信任张玉儿与否，并且他也习惯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这个张玉儿灵动狡黠，满肚子心眼儿，他不得不防。不过刚才的一幕却更加让他心下忌惮，尤其是张玉儿居然会骑马，无论是那个二叔还是这个张玉儿，怕是都不简单。李晨盯着远处的马队，眯起了眼睛。幸好刚才自己一直蒙面，没有透露身份。稍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像来，那是曾经在张广身上拿到的，就看见那画像居然与张玉儿有着惊人的相似，看起来确实就是黑风寨的人想劫他。我说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李晨暗自忖道，随后将画像扯碎，扔在风中散去，转身回去。不管这张玉儿是什么人，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跟他没关系了。如果他家里人还想查自己，甚至来烦自己，那就只能对不起，让他们知难而退。到家之后，他趁着月色将所有的尸体全都处理好，武器都留下，又将地面上的血迹全都清理好，这才回去了屋子。不过从那些尸体上居然还搜出50两银子，其中有40两是从一个看似匪首模样的人身上搜出来的，倒也是些意外之喜，自然一并笑纳。到了地窖那边，按照之前的约定敲了几下，打开了挡板，便看见玉清婉乖乖的在那里等着他呢。他一手抱着小虎，一手还搂着一小袋铜钱，看得李晨不禁有些好笑。一见到李晨，满面惊惶的玉清婉长松了口气。刚才他在地窖里隐隐约约的听到了外面的打斗声和惨叫声，担惊受怕到现在。看到李晨没事，他也终于放下一颗心来，喊了一声官人，眼泪就不争气的流出了眼眶。没事了，上来吧。李晨向着他伸出手去，将他拉了上来。前天我们入城，张广想抢我钱粮，被我杀了。今夜黑风寨的山匪来寻仇，我也把他们全都杀了。李晨言简意赅地向他解释了一番。尽管李晨说的轻描淡写，却把小碧七吓得脸色苍白，紧紧地抱着未睁眼的小虎，不知如何是好。放心，短时间内那些山匪绝对不可能再来了。李晨安慰他道。这一天实在是困乏极了，况且危险警报解除，两个人倒头便睡。夜里可能是惊吓过度，小碧七睡着便睡毛了，猛地坐起来，泪流满面，闭着眼，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你们放开我官人，放开我官人！李晨坐了起来，轻搂着他，拍着他的后背。小碧七清醒过来之后，游子还沉浸在梦中，扑在他怀里抽抽搭搭的。官人，我刚才梦见那些土匪把你抓去了，还要打杀你。梦是反的，
所以我永远不会被他们抓住，反倒是他们要担心来自我的报复。李晨安慰着他，心下间却是计较了起来，看起来有必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黑风寨的土匪了。只有千日做贼，没有日日防贼，否则老是让小碧七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都过不消停。小碧七这才迷迷糊糊的在他怀里重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李晨依旧早起和几个兄弟进行训练。不过当他起来的时候，却是一怔，就看见朦胧的晨光薄雾之中，门口居然站着好大一群人，大小不一，高矮不等，参差不齐，居然有50多人。反正下至12、13岁的小娃娃，上至17、18岁的少年郎，几乎将屯子里的孩子一网打尽了。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李晨直皱眉头。陈哥，这些孩子们听说了我们的事情，也想跟你来学本事。我们实在撵不回去啊。刘晨旭颇有些尴尬地向李晨解释道，带不了这么多人，都回去吧。李晨语气淡淡地道，挥手驱逐道。那些孩子顿时眼里没了光，满眼失望的神色。李晨并未看他们，转身便带着刘晨旭几个人上山训练去了。而那些孩子没得到他的允许，也只能眼巴巴地站在那里看了半晌，直到李晨几个人消失在了山上，这才不情不愿地散去了。陈哥，为啥不带上他们啊？憨憨的赵大石边跑步边有些不理解地问道。这样练是需要营养的，如果营养跟不上，这些原本身体孱弱的孩子就会出问题。李晨终于做出了解释。原来如此，我就说陈哥不是藏私的人。赵大石恍然大悟，开心地笑了。这小子倒也率真憨厚。李晨心下间一笑。一切训练都结束了，李晨满身是汗，感觉很好，现在已经恢复了之前大概一半的实力了。如果这样强化训练下去，凭这副很不错的身体底子，半年之后应该能恢复到以前实力的 80% 以上。有强大的实力做保证，可以让他从容应对很多未知的难题。昨晚你们睡得如何？吃饭的时候，李晨有意无意地问道。虽然一直做得很隐蔽，但他也担心昨晚上杀人的事情被村里人发现，那终究是个麻烦。昨天是我睡得最香甜的一晚，倒在床上就啥也不知道了，实在把我累惨了。赵大石狠狠地扒了口饭，又夹了好大一块鸡肉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道，昨天剩下的半只松鸡，李晨让小碧七炖了，以后争取顿顿有肉吃，这样营养才能跟得上。其他人也都点头，说睡得很死，让李晨放下心来。你这笨货少吃点，给陈哥留些。侯小白狠狠敲了一下赵大石的筷子道，这货吃得太快了。啊，我吃得多吗？赵大石一咧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你一个人都赶上3个人的饭量了，还不多。侯小白瞪了他一眼。没事，放开肚子吃，营养跟上，训练才会有效果。李晨却是摆手一笑，你看，陈哥都说了，我就吃。赵大石又去夹肉，却遭到了刘晨旭和侯小白的集体白眼。饭后，李晨兴之所至，教几个人拿着长短刀耍弄了几下，却不料刀的质量太差，格挡几下居然就断掉了一柄。李晨也有些扫兴，大眼的炼铁技术实在一般，武器不是脆就是软，这也让他愈发动了自己炼制武器的心思。不过造武器就要建高炉，建高炉就得用耐火砖，要不然温度上不去，炼钢就是个笑话。钢铁业的发展哪有那么容易？可这个想法一经萌发，对于他这种武器狂人来说，实在有些折磨。所以这几天他也准备去县城里再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找到造高炉的人才和相关的耐火材料。休息了一下，李晨又找山下找到那头最强壮的雄鹿，利用巧妙的手法放出一碗血来，既不伤鹿也取够量，随后端回来。生鹿血强肌健骨，能够快速恢复体力精力，多喝一些。李晨用几个碗给大伙儿分了，包括小碧七也分得了一小碗，然后一饮而尽。几个人初喝根本喝不惯，小碧七也腥的小脸直抽抽，可是李晨让喝，谁也不敢不喝。喝完血，侯小白拎着个袋子凑了过来，挠着脑袋笑道，陈哥，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那个弩啊？我这2天晚上按照你那弩的样子做了一堆零件，但就是按不上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侯小白打开了袋子，里面是一柄跟李晨那强弩差不多大的弩，一应配件都在，居然一样不少。李晨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因为侯小白不懂得3弦校正原理，2个偏心轮做的不一致，莫说装不上，就算装上了，准头也会差得感人，基本没什么威力。不过侯小白只是看了几眼，便能将这些零件做出来，这份悟性和天分着实不错，万中无一，让李晨很欣赏。李晨却并未直接点出问题所在，只是笑笑，有时间我教你。教是自要教的，不过他还需要再考验一下这几个小兄弟的忠诚度。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猴子，你帮你嫂子去揉制那豹皮。石头、陈旭，你们和我下去搭路圈。好嘞。几个少年郎尽管身体酸疼，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全都摩拳擦掌起来。
能为陈哥做事，现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荣幸哦。对了，陈旭，让你家小妹陈一也来家里帮忙做饭吧。李晨想起了什么，转头向刘晨旭道。刘晨旭一怔，眼中涌起一抹无法言喻的感动，讷讷地道：陈哥，这不太合适吧？哎，你这破落书生，陈哥让你家小妹来帮忙是看得起你，你还不乐意？你是不是讨打？赵大石一听这话登时急了，向刘晨旭一立眼睛。旁边侯小白狠狠踢了他一脚，低声道：你懂个屁，那是陈哥见陈一可怜，便找个由头让他也过来吃饭啊。我脑子笨，没想到你下次早点提醒我。赵大石颇为尴尬地挠了挠脑袋，嘿嘿一笑道：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让他过来吧。李晨一笑，下山而去。我去帮你喊小妹，你抓紧跟陈哥去干活。侯小白向刘晨旭笑道。山下的马已经在早晨被李晨临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倒是不于担心被谁看到又引起惊诧来。到了山下，几个人就开始分工。李晨负责用铡刀剁草，将草全都切碎了和进泥里，可以直接用草泥垒起墙来。力气最大的赵大石负责到旁边的小河里去挑水，然后与刘晨旭一起和草泥。他们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建泥墙，牢固结实，不容易堆。不过正在几个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声传来。转头一看，居然是村正徐江正和周大海几个人走了过来，应该是去地里干活路过这边。远远的他就向李晨招手：陈哥，过来过来，正好有个事儿跟你说。徐江向他招手道。李晨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儿走了过去，叫了声徐叔。刚才远远的就看见你们几个在崖底下呢，正好我昨天得空去了一趟县城，给你办了猎户的公验文书和牙牌，还寻思中午有空给你送过来呢，正好见着你了。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打猎或者买武器了。徐江将一份公验夹着牙牌递给了李晨。徐叔，太感谢了。李晨一怔，赶紧接了过来。他倒是忽略这件事情了，还是徐江想的周到，有了这两样东西，以后他再买武器就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你们这是要干啥？徐江抬眼看过去问道。弃鹿圈，就你们4个得干到猴年马月去。得了，老哥几个，咱们帮着搭把手。徐江挥手道。好嘞。一群人爽快地应道，放下农具向着泥堆走了过去。这怎么好意思啊？李晨有些感动，徐江真是条豪爽的汉子。都是村里人，原本相互帮个忙是正常的嘛。更何况你还救了老少爷们的命，我们帮着干点活又算个啥？大伙说是不是？徐江笑道。必须的，村正说的对，陈哥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还给了我们野猪肉，眼看你家有活却不伸手，那还是人吗？周大海已经脱掉了鞋子，开始进了泥堆和泥去了，边和泥边笑道。那肉可真香啊。几个汉子笑道，帮着干起了活。就在这时，远处陆陆续续的就有人扛着农具走过来，准备下田去干活。因为崖下是通往木儿村农田的必经之地，结果无论是谁看到，都是二话不说，直接落下了农具，主动加入了人群之中，帮着干活。人越聚越多，到最后几乎是全村的老少爷们都闻讯而来，带着各式各样的工具，自发地帮着砌起了路圈。这也让李晨颇为感动。这些淳朴的村民知恩图报，恨不得利用一切机会来报答他。众人拾柴火焰，人多插墙速度快，几十人一起上阵，不到一上午的时间，一群人就在崖下圈起了好大好大的一个路圈。那宽阔劲儿，别说养10几头鹿，养个几10头都不是问题。边远山村别的没有，就是地方够大。徐叔，大伙儿中午别走了，都留下来吃饭。我已经让陈旭他们去买肉打酒了，也喊了徐婶和秀儿他们帮着做饭。李晨笑道，这也算是投桃报李。众人百般推让不肯去，但最后还没熬过李晨，便欢天喜地的去了他家。这年头能吃个酒肉席，简直就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事情啊！就帮个忙出个力气而已，陈哥居然摆上席了，这也太豪爽仗义了。一路上，众人都快将李晨夸秃噜皮了，对他的人品佩服得紧。院子里，一群女人们也正忙活着摆席，喜气洋洋的。刘晨旭的小妹刘晨一过来帮忙，别看只有12岁，手脚却是利落得很，杀鸡、炖菜样样精通，不但勤快能干，嘴还特别甜，对小碧七一口一个嫂子，叫得跟亲嫂子似的。把小碧七哄得眉开眼笑的，还悄悄塞给她一块桂花糖，那是李晨前几天去城里时给她买的，她没舍得都吃完，几天才吃一块。好物共享，手有余香。刘金翠也带着徐秀儿来帮忙了，周大海家里的王彩凤带着周娇也跑过来了，搬桌子挪凳子，那叫一个相当的卖力气，甚至都不让小碧七伸手，弄得小碧七抱着个金渐层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此刻一群挖野菜的女人也路过，看见这边忙着，都纷纷放下了大筐来帮着干活。马莲也带着柚子过来了，
摘了不少酸甜好吃的野果子送了过来，让小碧琪很是感动。不过有些奇怪啊，小碧琪走路的姿势居然又像前些日子似的，有些特别。咦，婉儿，你这脖子怎么好几个印子啊？咋弄的？马连边将一个洗干净的酸钉子递给小碧琪，边明知故问地道：我不小心磕到桌角弄的。小碧琪正接过了酸钉子，不提防马连这么一问，登时俏脸绯红，拉起衣领掩着脖子。是吗？哎呦，想必是磕疼了吧，而且还是连着磕了好几天吧，天天晚上都能听到你吃痛的声音，叫得可惨呢，这可怜的小婉儿。马连忍住笑，一本正经地道：哈哈，周围的一群娘们儿俱都大笑了起来，都是过来人，谁还能不知道这两口之间那点事儿？不过说起来，陈哥好像有些太牲口了些，白天打猎，晚上打老婆，还依旧龙精虎猛的，壮得简直像头牛。小碧琪羞的头也不敢抬，只是小声叫道：莲儿姐姐，就是桌角磕的嘛，也是碰巧，几天都磕在一个地方。哎呦，婉儿啊，你家的桌角真可恶，这么着，不行的话，今天晚上我来你家睡，让你家的桌角使劲的磕我吧，莲儿姐姐身子壮，咋磕都不会叫痛的。马莲笑嘻嘻地道：马莲儿，你这是想被磕还是想被克啊？简直就是痒痒他妈抱着痒痒哭，痒痒死了吧？就是隔这么远，你那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想占便宜就直说嘛，还七绕八绕的。周围一群女人豪放的大笑道：你们叫什么叫？这样的男人你们谁不想？小婉儿，我可提醒你，千万把自家男人看好了，要不然哪天没准儿他解手的时候，指不定就有哪个小娘们儿把他堵着偷了你的男人。马莲儿一本正经地道：我看最该防着的人就是你，要么就滚回去做饭，要么就过来帮忙，别在这里荤的素的逗玩了。刘金翠走过来笑骂道，顺便将脸蛋通红手足无措的玉清婉拉到了身后。婉儿，别听他们瞎说，其实就是逗闷子，不要当真。刘金翠笑道：不会的不会的，他们人都很好。小碧琪赶紧摆手：活儿干完了，开席。李晨是毫不吝啬，直接炖了2只松鸡，一锅买来的鱼，还有2个炒青菜。炒青菜里搁了足量的肉，甚至还买来了2大坛酒。这顿饭吃的村子里的老少爷们儿几乎眼泪都要下来了，他们已经2年都没有这样吃肉喝酒开大荤了。不过吃饭的时候，王彩凤却领着周娇悄悄地离开了，帮着干活可不是来蹭吃蹭喝的。却不想他们刚走到半山腰，却被匆匆赶过来的小碧琪喊住了：婶子，娇娇，干嘛要走？回去吃饭呀。小碧琪拦住了2个人：不吃了不吃了，家里做好了的。王彩凤赶紧道。周娇也吞咽着口水，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不吃了。哎呀，都忙了一上午了，咋能不吃饭啊？快回去吧，官人特意让我来喊你们呢。走吧走吧。小碧琪笑着将母女2个拽了回去。婉儿，你们小2口都是好人，婶子还有娇娇以前实在对不住你们。王彩凤感动的眼圈都红了，开着眼角道：这年头就算过年也吃不上这样的大席啊，李晨和玉清婉简直是大好人啊。席间，李晨恰好坐在了赵大石的父亲赵铁匠身边，他就笑道：赵叔，还要谢谢你送我的那把刀啊，真是好刀。哈哈，喜欢就好。赵铁匠得了巨夸，兴奋的红光满面。你以前在军将做营待过，那里都怎么炼铁打铁啊？李晨顺嘴问道。打铁嘛，就跟现在一样，就是将铁筷子烧红了锤呗，多锤几遍打成型就好了。炼铁那可炼不了，都得是矿场里专门的冶炼工房，用高炉把铁矿石拿过来碾碎了填到炉里，然后就用木炭去烧，铁水自然就流出来了。不过要烧好长时间，太费功夫了，而且特别费木炭，像我们这些人可弄不起。用木炭？李晨一怔，难道现在还没有用煤炭吗？除了木炭也没有别的吗？赵铁匠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李晨缓缓点头，心下间已经有了数。确实如他所料，这个年代冶炼技术实在很一般，甚至还没有使用煤炭。要这么看，怕是改进型的高炉都没有出现吧。不过隐隐约约中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他一转头就看见远处原本正干活的徐秀正拿着个水瓢怔怔地看着自己。一见李晨盯向了他，他美丽的脸蛋登时一红，低下头去匆匆给锅里加水，却不料锅里的水都满了，直往外冒。哎呦，你这死丫头傻掉了吗？涮个锅用那么多水干什么？旁边的刘金翠吓了一跳，赶紧抢过了他手里的水瓢，打了他一下骂道。徐秀慌慌张张的左看右看，尽力躲避着李晨的眼神，连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搁了。旁边的小碧七抿嘴一笑，召唤着徐秀：秀儿姐，帮我来收拾桌子吧。徐秀儿如释重负，逃也似的跑过去帮玉清婉子收拾桌子。吃席结束，好家伙，真能吃啊，
连菜汤都没剩下。赵大师边帮着收拾碗筷，边咧嘴道：“这顿饭钱都足够雇人垒起3个路圈，还带拐弯的。”侯小白也在旁边心疼的直嘟囔：“你们行了，别在那里嘀咕了，这叫轻财聚义，世界上人心才是最可贵的。”刘承旭瞪了2个人一眼道：“说得好。”李晨很是欣赏的看了刘承旭一眼：“咱们当然不能受驴拉硬屎，打肿脸充胖子，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钱财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如果能用钱财买来人心，买来所有人对我们的支持，那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这方面，你们2个真得和陈旭好好的学学。”李晨笑道。收拾了一下东西，李晨向着山下走去：“你们几个帮着你嫂子收拾完了，再把那路喂一下食水，再弄些草药给他们重新包扎下伤口，同时也要看着他们，别把夹墙的木板子给踢开。我去趟城里买些东西回来。”“放心吧，陈哥。”几个小子应了一声，干劲儿十足。现在跟着李晨，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李晨往屋子里走去，想跟小碧七打个招呼，却看见小碧七正偷偷的猫在里屋，拿着个小钱袋数钱呢，一边小心的数钱，一边满眼的心疼。他身边的小虎则不断的打着哈欠，困得直点头。一见李晨进来了，小碧七赶紧站起来，轻叫一声：“官人，还剩下多少钱了？”李晨笑问道：“还有31两452钱。”小碧七报出的数字精准得让李晨想笑，这还真是个把家伙。“婉儿，你留下20两，剩下的都给我吧，我去城里一趟，买些东西。”李晨伸手道。可小碧七却只数出了1400多钱，剩下的30两银子都交给了李晨。李晨掂了下银子，抬头望向了小碧七。小碧七脸一红，小声地道：“官人是男人，不能总向奴家要钱，没得让人看着缺了些男子气概。”李晨恍然大悟，这小心思还挺细腻的，笑了笑，也不多说，我去就会。随后他转身便去了城里。昨天从山匪那里弄了5匹马，不过都是去世马，无法繁殖的那种，但这种马听话驯服，比普通未去世马贵。李晨只留下了1匹口亲的自用，剩下的4匹8岁以上马全都牵上去了城里。他刚出木儿村上了官道，就看见一辆马车从官道对面来，赶车的人是个年轻汉子，旁边还有几个人骑着马跟在车畔，一看就是哪个富贵人家的内眷出行。见李晨牵着4、5马匹往前走，一群人也看着有些奇怪，不觉多看了2眼。就在李晨路过那辆马车的时候，恰巧马车的帘子一掀，一张明艳动人的俏脸出现在眼前。李晨眼神一怔，瞬间就认出来了，居然是昨天晚上无意中救下的那个张玉儿。那个张玉儿正向赶车的汉子道：“小六子，从前面那里下道，我要去那里看看。”“好嘞，少东家。”赶车的汉子应道。张玉儿正要放下轿帘，可是无意中转头望向了李晨，登时咦了一声，有些惊疑不定了起来。李晨不动声色，骑在马上便要走，同时心中恍然，原来还是一位少东家，应该是做生意的。“小郎君，请等一下。”张玉儿急急地叫道，同时让马夫停下了车子。“小娘有事。”李晨望着张玉儿问道。“这位小郎君，我们可曾见过？”张玉儿盯着李晨问道。那双眼睛深邃明亮，给他一种极为深刻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曾。”李晨断然摇头道。自己杀了那么多山匪，自然轻易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承认救了她，要不然引起什么未知的麻烦就没必要了。“确实不曾见过。”张玉儿听那声音明明很是耳熟，心中砰砰直跳，这小子难道是那天晚上救自己的人？可如果是他为什么不想与自己相认？“确实不曾。”“小娘还有事吗？”李晨摇头。“哦，那没事了，打扰小郎君了。”张玉儿惘然若失，放下了轿帘。不过听着外面马蹄的响声，他思忖了一下，小六子回去跟上他。“好嘞，少东家。”赶车的汉子赶紧调转马头，跟着李晨身后。前面的李晨略一皱眉，却并不理会，沿着官道向平阳县城而去。又去了仙位居，这一次他带来了几只兔子和20只大鸟，把那个胖老板乐得眼睛都眯起来了。但李晨却并没有换钱，而是换了一坛10斤装的普通高粱烧，老板满口答应下来。这年头粮贵，酒自然更贵，只不过这一路上身后隐隐约约的依旧有人跟着自己。李晨又去了城里的处方，他用那4匹马换了4匹3岁口的小母马和2个小马驹，外加一架轱辘包着铁皮的木轮大车。他的目的很简单，先繁殖打基础，跟鹿群一样，能养多少是多少。现在没条件，等以后有条件的时候再弄几匹耳麻子配种。带小马驹的2匹小母马都是刚刚生产，还有奶，正好可以给小虎做奶妈。小虎以后肯定越来越能吃，光靠一条母狗的奶水是不够的，有这2匹母马在，奶水肯定是不用愁了。出了处方，
路过一家墨宝店，李晨便又花些散钱买了些废旧的宣纸，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实在不习惯大号之后用土克拉、树叶子擦屁股。现在这见鬼的年月还没有卫生纸呢，普通人都这么解决问题。高级一些的就在厕所里备个碱桶，大号结束后用里面的竹筒上下一刮就完事儿。而那竹筒也是千人刮万人用过的，上面都磨包浆了。唯有富商巨贾或者朝廷大官乃至皇宫用绢或布擦屁屁，但那实在太奢侈了。李晨目前还没那个财力，只能买些写满字废旧宣纸对付着，大不了回去用水把上面的墨字处理一下，别把腚擦黑了就是。出了那墨宝店便准备去盐铺，他今天是来跟盐铺谈金盐生意的，这件事情已经耽搁好几天，现在必须要提上日程了。等他牵着马拉着车正要走时，香风涌起，那个张玉儿居然又出现在身畔。这一次他并没有坐车，也没有随从，只是一个人就跟在李晨左侧身畔，一双明亮的大眼忽闪闪的盯着他看个不停。小娘还有事吗？李晨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牵着马车往前走去，嘴里道：小郎君怎么称呼？张玉儿看着李晨，心下间愈发狐疑，直觉告诉他肯定就是这个人救了他，可他为什么就不承认？萍水相逢不告姓名，李晨淡淡地道，直接拒绝。可张玉儿还不死心，依旧跟在车畔。小郎君这是去做什么？萍水相逢不告行踪，李晨依旧一口回绝。张玉儿咬了咬唇，小郎君家住何处？只不过李晨刚要说话，张玉儿就抢着道，萍水相逢不告出处，是吧？李晨一点头，继续向前走。喂，你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我都这样问你了，你却依旧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堂堂一个大姑娘，不要面子的吗？张玉儿边跟着车子走，边愤怒地转头道，萍水相逢无谓脸面。李晨继续向前走，你是不是就会一句萍水相逢？张玉儿大怒，陌路相交或者不期而遇应该也可以。李晨认真地想了想，回了他一句，你哥这跟我成语接龙哪？张玉儿气得俏脸都鼓起来了，怒视着他，小娘莫要跟着我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李晨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人？张玉儿终于抓住了他话里的漏洞，瞎子都能看出来。李晨淡淡一笑。正在这时，他一抬头，盐铺到了。盐铺上面挂着一个很醒目的大牌子，林氏盐业。2层木楼的上方挂着一面大旗，上写一个林字。他停下了车子，张玉儿一怔，眼中涌起了一丝有趣的神色，走了过来，喂，雾那小子，你到盐铺干什么？李晨没理他，在门前的拴马桩拴好马，刚要进门，可就在这时，里面突然间传来了呼喝声，随后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汉子被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推了出来。李晨顺势望去，登时一怔，因为那人昨天晚上他居然见过，居然是领着人来救那个张玉儿的二叔。他怎么在林氏盐业？他妈得，你们这些烂虫子臭蛆，居然敢这样对待老东家，不怕天打雷劈？那位二叔破口大骂道，林玉信，你是个屁的老东家，咱家老东家是林玉峰，少东家是林玲儿，你只不过是老东家的堂弟罢了。这几个月老东家不在，少东家年幼，你做盐铺执事，居然贪没了盐铺近1000两银子，咱家小娘早已经查得清清楚楚，现在没有将你打断腿扔到大街上，已经是对你格外的恩赐了，还敢再乱骂，耽误铺子生意，当心咱几个人大棒抡你。几个伙计大骂道，而领头的那个赫然就是刚才给林玲儿赶车的那个年轻汉子。李晨听得眉毛激跳，综合所有信息，瞬间他就清楚了，果然张玉儿昨天骗了他，他绝对不叫张玉儿，更不是什么落难女，而是这家盐铺的少东家。那这间盐铺的老板应该就是张玉儿，哦不，应该是林玲儿的父亲，叫林玉峰，眼前这个人就是他的亲二叔林玉信。张玉儿回来后发现异常，直接动用手段将他二叔撵了出来，不让他主事了。失去利益，这位二叔才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又是一场因为利益的家族内斗罢了，很狗血，但也很常见，真的是满嘴谎话，幸亏昨天蒙着面。李晨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不过这个林玲儿虽然看上去古灵精怪的，倒真是杀伐决断。他刚一回来，直接就使用雷霆手段将这个二叔驱逐掉，成功夺权，并且他还查到了这位二叔贪墨的证据，应该也是故意授意那伙计这般当街骂去，揭他二叔的丑，占据道德和法理的双重制高点。胸有城府，头脑清楚，手段凌厉，这种行事风格倒是让李晨有些欣赏。不过他应该是没有拿到他二叔与山匪勾结的切实证据，否则的话，以这种凌厉的心性和手段，怕是早就把他二叔送到官府里去了。并且这其中还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以他这般沉着冷静、谋而后定的性格，怎么可能被山匪所掳？一时大意，李晨皱起了眉头，
不觉地看向了身畔的林灵儿。恰好正于此时，林玉信也向着这边望了过来，却不想一下看到林灵儿，当时如打了鸡血般，一个高跳了起来，指着自称为张玉儿的林灵儿破口大骂：“林灵儿，好你个六亲不认的小畜生！亏得老子前天带着人冒死从土匪手里把你救下来，没想到今天你就将我撵出了盐铺，不再让我主事，简直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想撵老子走，老子偏不走！并且实话告诉你吧，我堂哥，也就是你爹，走之前老早就给我留了书信，就在这里，他在信中可是说了，一旦遭遇不测，这盐铺就由我来主事，还得继续姓林。你就是个赔钱货，以后嫁出去给你笔嫁妆就算了。瞧瞧，各位街坊邻居都瞧瞧，这就是我哥的遗书。”林玉信破口大骂着，还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书信，在空中四下挥舞着。此刻周围也涌过了好多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围得远远的向这边指指点点。不过林玉信这么一骂，李晨倒是更加确定了林灵儿的身份。林灵儿原本怒意横生，就要说话，可是突然间瞧见了身畔的李晨，一双大眼骨碌碌转了几下，掠过了一丝狡黠。随后他就扯住了李晨的袖子，脸上一片惊惶地道：“我那无情无义的二叔想抢我家的铺子，小郎君救我！”李晨一阵愕然，怎么平白无故的这就祸水东引了？原本他不想搭理，但一想到马上就要和林灵儿谈今年生意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把关系搞僵了，接下来也没办法谈了。他吐出口闷气去，却是不得不帮他圆这个场子。抬头望向了林玉信：“林二郎，那信上写的什么？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滚蛋！”因为李晨昨天蒙着面，林玉信倒是没认来他，兀自怒哼了一声道。没想到他刚说到这里，眼前一花，李晨伸手便已经抢过了那封信，拿在手中认真看去。小兔崽子，敢抢老子的东西，还给我！林玉信大吃一惊，他可是就仗着这信在这里胡搅蛮缠呢，赶紧伸手去抢。好在李晨并未抗拒，而是任由他抢了回去。只不过谁也没有看见，他早就用异常精妙的手法将信与怀里的一张废宣纸偷换掉了。周围的人包括林灵儿在内都看得稀里糊涂的，这小子在干什么？刚才你说信上写了，如果老东家遭遇不测，这铺子就是你的，以后把少东家嫁出去，云云，可我怎么看着不是呢？李晨挑眉问道。放屁放屁，这信上黑纸白字的写着：吾弟欲性轻启，时逢乱世，为兄此去荆州，未必能全身而回，若遭遇不测。林玉信拿着那信大声的便念了下去。你拿倒了。李晨好意的提醒了他一下，其实他清楚的记得昨天晚上林玉信可是说过的，他并不认识字，也不懂算账，所以给他埋了个坑。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来。啊，我林玉信满脸通红，赶紧将信正过来，要继续接着念。林玉信，你说信上写的什么就是什么，真想证明这信的真实性，你还是另外找个识字的读书人帮着念念吧，那样的话我们就信了，否则就是你打冒汁，想仅凭胡说八道就抢少东家的铺子。李晨伸手阻止了他，找人念便找人念，信上就是这样写的，我还能作假不成？林玉信怒哼一声，左右看过去，便有几个好事的酸儒走了过来，嘻嘻哈哈地道：“我来帮着念念。”然后就有人拿着信凑了过去，嘴里念道：“李家老铺专治南科，尤其不举，手到擒来。”哈哈！周围一群人先是愕然，随后哄堂大笑。咦，这也不是什么遗书啊，看下面写的：行医30载，专治崩漏带下，月事不调。还有另外一个酸儒也好奇地念下去道：“那都是废宣纸上的字。林二郎，感情你这遗书是仿照着男女科病室来写的啊？”就是李家二郎，就算你能治阳泻不举和崩漏带下，可跟人家少东家这铺子没啥关系啊！一群人哄堂大笑道。谎言瞬间不攻自破，林玉信满脸通红，恶狠狠地盯着李晨：“你敢偷换我的信？”李晨尚未说话，旁边已经笑得嫩脸通红的林灵儿已经收起了笑容，杏眼圆睁，厉炸了一声：“林玉信，枉我对你一片信任，你却趁我父不在，欺负我一个弱女子，阴谋抢夺我家产业，当真好胆！来人，把这泼贼二叔给我打走！”诺。那个马夫登时带着几个伙计，拎着大棒子就打将过来，林玉信抱头鼠窜，狼狈逃走。周围一片哄笑声。郎君，谢谢你仗义出手，又救了奴家一次呢。林灵儿俏眉娇眼地望着李晨，愈发确定，没错，就是他，否则普通人哪有这般的手段？一次而已。李晨淡淡地道。2次？1次？好吧，公子请内室叙话。林灵儿一抚袖额，向李晨伸手请道。李晨点头，随他进了盐铺，去了内堂。只不过进入内堂之后，他便感觉到一个圆脸鼠须的掌柜正站在柜台后面，死死地盯着他，绿豆般大的眼睛，神色诡异。见李晨望了过去，
他赶紧低下了头，不再向这边看来。李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才随着林离儿进了内堂。谢谢公子救仆之恩。林离儿请李晨请进了内室，笑盈盈地向他万服一礼，表达谢意。李晨却闪在了一旁，只是一抱拳：少东家，刚才顺水为之罢了，其实我只是来和你谈生意的。谈生意？林离儿秀目一撑，该天杀的，姑奶奶想和你谈情谊，你却跟我谈生意？是。李晨点了点头，不知道少东家是否收金盐。李晨直截了当地问道。来之前他早已经清楚了，盐铺最缺这种金盐，如果见到必是苍蝇见血一般。距离当前，他就不信林离儿不动心。金盐？林离儿上下打量了李晨，仿佛要对他进行再认识。你有金盐？李晨点点头，直接拿出了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里面是他从家里带来的1两金盐，递给了林离儿。林离儿惊奇地接过了纸包，抿了一撮在嘴里，品味半晌，他震惊地抬头望向李晨。如霜似雪，细粉如沙，不涩不苦，咸香可口，这是只有朝廷权贵还有豪商巨贾才能吃得到的金盐。这盐产量极其稀少，不可能流落民间，你从哪里弄来的这金盐？他急急地问道。从你家买来的粗盐，用家传的方子自己做出来的。李晨淡淡地道。林离儿抬头不能置信地望着李晨，真是你做的？就是我。林离儿脸上疑惑与惊喜神色不停流转，最后抬头望着他，暂时抛开了一切，深吸口气问道：这生意你想怎么做？我从你这里进粗盐，不过要以进价售我制成金盐卖于你，1斤5两银子，如何？李晨望向他问道。1斤5两银子，你可能略亏，应该是少赚。林离儿略一思忖，抬头道：李晨一怔，这样合作盈利，你从我这里拿盐，不收你银子，你制盐，我卖盐，得利之后5-5分成，保你比这1斤5两银子赚的还多，如何？林离儿笑盈盈地望向李晨。你是认真的？李晨略略吃惊，女人当中这种魄力倒是少见，当然也不排除她现在认定是自己救了她，有报恩的心理。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当然。林离儿重重点头，不怕我拿盐跑路，信人不疑，疑人不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林离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现在愈发肯定，这人应该就是那晚的救命公子，连说话的语气和方式都是如此一致。正因为如此，他愿意与他5-5分成，并且不收他本钱。当然，就算李晨不是，他也绝对配不上。李晨略一思忖，还是摇头，做生意讲究落袋为安，我也不知道你几时能卖出盐去，获利如何，并且还要共担风险，我一个手艺人没必要。那你想如何？林离儿皱眉问道，心下有些气愤，他居然在怀疑自己的诚意。1斤金盐5两银子的加工费，直接给我。至于你卖多少，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多不分红，少别怨我。李晨说道。林离儿愤愤地看了他一眼，哼道：好，如你所言。既然如此，给我来1000斤粗盐，3日后我给你送200斤金盐，如何？李晨问道。5斤粗盐出1斤金盐。林离儿瞬间算清楚了这个账，却更是震惊。要知道，朝廷权贵吃的盐中，怕是要小10斤粗盐才能出1斤金盐啊。5斤粗盐才不过500文，可所出的1斤金盐，市面上至少10两银子起步，要真能长期供应，那可要赚到飞起。大概就是这样的比例。李晨点了点头，盐你拿去，3日后我等你的金盐。林离儿一挥手，直接定了。少东家豪爽。李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思忖一下，李晨再道：若是可以，再借我50贯钱，用于故宫买柴。随我来。林离儿毫不犹豫，带着他出去，到了那个圆脸细须的掌柜面前，喝道：给他取50贯钱，要散碎铜钱。好的，少东家。那掌柜的赶紧点头。随后林离儿又去吩咐几个伙计扛盐过秤，那掌柜的边给李晨数钱，边眼珠子叽里咕噜的乱转。李晨也不说话，但那掌柜的神色尽收他的眼底。半晌，那掌柜的数好钱，交给李晨，同时笑问道：小郎君刚才不费吹灰之力，便让那林玉信自露马脚，当真厉害。过奖。李晨微微一笑，不知道小郎君做的是什么生意啊，居然要运走1000斤粗盐。那掌柜不动声色地问道：熬制金盐？李晨并未隐瞒，这事儿瞒也瞒不住。那掌柜的眼中金光一战，随后敛去，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小郎君真是好生厉害啊，居然会制金盐，难怪我们少东家这般大手笔。合作而已。李晨微一脸木道，这种手艺可不是人人都会的，唯有盐场的盐艺匠人们会，并且产量极低。小郎君当真厉害，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这门手艺。家传。李晨淡淡地道，已经数好了钱，放在搭帘里，再备上一杯，转身向外走去。此刻
伙计已经将千斤粗盐装在了车上。感谢少东家的信任。李晨微笑道，随后凑近过来，见四周无人，低声道：少东家，恕我多言。你那掌柜的有些问道，我本不想说，但怕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多嘴。不必公子多虑，他很忠诚。林灵儿眼神淡淡地道，可李晨却能看到他眼底深处掠过的一抹凌厉，瞬间心头恍然，原来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只不过这样一个聪慧强势的女子，那天晚上怎么会被山匪劫走呢？再次疑惑，李晨向着林灵儿一拱手，既然如此，便不再打扰了。少东家，3日后见。林灵儿盯着他，神色肃重了下来，缓缓问道：公子，我们真未见过，还是你不想吐露实情？我不知道东家在说什么。李晨面不改色地道：那可否告诉我，公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我总不至于和你做一回生意，连你叫什么住哪里都不知道吧？林灵儿问道。萍水相逢，滚！林灵儿气得摔门进屋而去。李晨耸耸肩膀，驾车而去。站在盐铺2层的绣楼上，林灵儿凝眸向下望去。此刻李晨正赶着马车沿青石街路向前走。不过就在这时，李晨似乎心有所感，转头向上看去。林灵儿骇了一跳，急急侧身躲过他的视线，却不料砰的声音，额头撞在窗棂上，好痛！这该死的臭牛子，田涉汉！林灵儿痛的一下蹲在那里，揉着额角，恨然骂道：哈哈！身畔响起了一个笑声来，笑声清脆动听，如银铃般悦耳。随后绣床上一个矫健的身影跳了下来，伸了个懒腰，走到他身畔，笑眯眯地问道：小灵儿，疼不疼？废话，哥你不疼啊？哎呦，都撞起了好大一个包。林灵儿血血呼痛着站起来，恶狠狠地瞪了那女子。那女子极为高挑，几乎不输于普通男子，脸蛋有着一种恣意张扬的野性美，仿佛她就是一朵草坡上自由生长的野花，娇娆美艳，我自芬芳，哪管他人欣不欣赏。那女子身姿极为高挑纤细，全身上下都充满了莫名的力量感，一身湖绿劲装，再配上腰间一柄鲨鱼皮鞘的短刀，更增3分英气，简直就是一个江湖聂隐娘，舞剑孙大娘。啧，头一次见你这么小男人啊，小灵儿，你这一次怕是真的陷进去了，甚至今天还去乡下找那公子，莫非这位就是？那满身野性美的女子笑嘻嘻地看着他道：白玉香。林灵儿羞怒交加的一顿足，厉嗔：嘘，我的小灵儿，你可小声些吧，我现在可是官府通缉的悍匪头子，若是让别人听见，那可惨了。白玉香轻轻一把捂住他的嘴，四下望去，十分警惕。这是我家，谁人能听见？林灵儿扒拉开他的手，瞪他一眼道：无论在哪里，都不得不防啊。白玉香叹口气道：你这次进城，又要打我的秋风吗？林灵儿坐了下来，自斟了杯茶问道：我家灵儿就是聪慧。白玉香竖起大拇指，嘻嘻一笑凑了过来：最近没什么好生意，方圆百里的土匪都被我打怕了，蜷缩在山里不敢出来，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也都雇了好多人手，不太好抢了。兄弟们现在吃不上饭，我也只能厚着脸皮管你来借钱了，借我100两银子，过些日子砸个响摇就还你。白玉香搓着3指道：没见过哪家土匪头子混成你这德性，拿去。林灵儿怒横他一眼，去床头掏弄半天，扔过去1袋银子，就冲我家灵儿这个豪爽劲儿，也必能找个好婆家。白玉香接过银子，嘴打莲花落的夸赞着林灵儿：闭嘴吧你，答应我的事情你都没有做到，还好意思来管我借钱？林灵儿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姐妹，那不怪我吧，我都已经在官道上埋伏好了，就等着那些土匪路过劫杀他们，再救下你，顺便回去再弄死你那个二叔。谁料到天上掉下个小郎君把你给救了，黑风寨的那些土匪也应该是全都被他杀了，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弄得咱们的计划泡汤了。白玉香翻了个娇俏的小白眼道：如果李晨现在在这里的话，他瞬间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时林灵儿似乎都没怎么害怕，且他当时为什么要骗他。行啦，别抱屈了，好不容易用你一回，还没用上，真是。林灵儿向外看了一眼：你给我查查这小子的来路，我总感觉他好像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得嘞，保证给你查他的底儿掉。白玉香一晃手里的银子，志得意满地道：另外留个人手，等我消息。这一次倒是阴错阳差，让那个少年郎惊动了黑风寨，埋伏在我这里的眼线。这么大的利益，黑风寨怎肯轻易放过？所以他们必定还会打着今年主意，到时候就用这今年生意引动那黑风寨土匪来抢，最好他们全体出动，这样的话你埋伏起来，将他们一锅包圆。林灵儿眼中透出一丝冷意，缓缓地道：没问题，姐妹。白玉香打了个响指：我留下人手等你消息，现在我要去亲自查那个小郎君了，注意安全。林灵儿低声道：放心吧。白玉香一笑，
居然从后窗直接跳下，下坠途中在1楼开着的窗子上一踩，安然落地，消失在了胡同里。端地是不走寻常路，李晨赶着大车在县里一顿逛，4匹小母马拉这1000斤盐根本不是问题。既然1分钱没花就拉走了1000斤盐，李晨索性又去粮铺买了1000斤粮食，糙米、杂面各500斤，还有上百斤的冬瓜、葫芦瓜等易储存的菜，又买了100只铁箭头，还到市场买了一堆鸡蛋和肉，并花了点小钱买了100斤的各类畜谷。自己带来的那30两银子花的只剩下不到100文，他这才赶着马车出城。不过回去的路上，他眼中冷光涌起，后面好像有人故意遥遥地跟着自己。眯了眯眼睛，上了官道之后，他骤然间就开始加速狂飙，路过木儿村的岔路时也根本不停，一掠而过，奔出20里去，又拐进了一片密林，最后由密林小路上穿出，又上了官道，借用车辙硬扰乱行迹，最后才回去了木儿村，彻底甩开了身后的尾巴。密林之中，马蹄声响起，头戴斗笠、面罩沉金的白玉香骑着一匹骏马出现在林畔，狭长的凤眸中涌起不能置信的惊悚。这小子居然发现了我在跟踪他，绕来绕去，把姑奶奶都绕懵了。该死的，我居然都不知道他从哪里跑的。此刻，李晨已经到了村子山脚下的树林里，取了另外一匹马往家赶去。刚到村子里，便吃了一惊，就看见自己家鹿圈那边居然围了不少村子里的人，甚至还传来了哭声。他赶着马车便匆匆去了鹿圈那边。村正徐江转头看见了他，登时就叫了起来：“陈哥儿，你可回来了，出事儿了。”“怎么了？”李晨匆匆走过去，边分开人群边问道。只不过刚穿过人群，眼神猛地就是一寒，因为他分明看见自己的3个小兄弟刘晨旭、侯小白、赵大石都躺在了地上，满身是血，而小碧七则和刘晨一哭泣着给3个人用清水洗伤口。侯小白的老妈抱着儿子直哭，赵大石的父亲赵铁匠也搂着儿子不停地喊着他，老泪纵横。徐江走了过来，叹口气道：“刚才白沙村的几个泼皮听说你这边抓了鹿，就跑过来看。小婉还有旭哥几个人正在鹿群边照看着鹿群，边熏制那张豹皮。那几个泼皮就来了，一见到又是鹿群又是豹皮的，并且小婉还长得这么漂亮，当时就动了歹心，不但要抢走几头鹿和那豹皮，甚至还要侮辱小婉。你的几个兄弟就跟他们打了起来，但那些泼皮仗着人多，就把他们全都打倒了。可你这几个小兄弟真是仗义啊！小白拼死守着鹿群，宁可被他们刺上一刀也不退。大石打倒了2个人，那个想要侮辱小婉的泼皮头头吴天也被大石抱着摔在地上揍，但对面人太多了，把他摁在那里打，可他宁可被那么多人快要打死了，也不松手。陈旭搂着那豹皮死不撒手，结果被一群恶棍用石头砸昏过去。幸好婉和陈一见机跑出来喊人，听我们要来，那群泼皮才抢了头小鹿，又抢了豹皮逃走了。我们没追上，又担心大石他们的性命，便赶了回来。李晨边听着这一切，边上前检查赵大石几个人的伤势。侯小白挨了一刀，不过那一刀在左胳膊上割伤了软肉，并无生命危险，也没伤到骨头，养几天就好了。额上一个大包，颅骨没事。赵大石惨了些，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晕了过去，不过骨头没事。刘晨旭则挨了一石头，头被打破，血流不止，但应该也没伤到骨头。玉清婉和刘晨一及时跑了出去喊人，并没什么事。我知道了，徐叔，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几个兄弟，顺便喊些爷们儿帮我将东西搬到家里去，我去找他们讨个说法。李晨站起身来，眼神一片冰寒，无论是谁看到他的眼睛，心中都咯噔一下，感觉如坠冰窟。打他兄弟，抢他东西，甚至还想辱他婢妻。李晨现在已经动了真怒。随后他牵出一匹马来，上了马背，将头一吊，喝了一声驾，径直穿过小路，向着白沙村的方向就追了过去。陈哥，你千万小心，那些泼皮人多，若是发了性子，可不好惹啊。徐江在他身后焦急地叫道。李晨充耳不闻，风声烈烈，他已经纵马远去。沿着狭长的小路追了1刻钟左右，就看见前方一片树林里，正有6、7个人坐在那里歇凉。他略一凝神，便已经隐约看清楚，正是白沙村的吴天几个人。左右看了看，周围都是密林，并没有人在旁边。他直接纵马过去，在一群人30步外下马，将马拴在了树上，随后径直向着那些人走了过去。此刻一头小鹿被拴在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男子披着耐豹皮扭来扭去出怪胎，一群泼皮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仿佛刚才打人抢东西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此刻就有人远远地看见了李晨。哟，这不陈哥吗？现在据说混大了，不但开始养鹿，而且还金屋藏娇弄了个漂亮的小婢妻，居然还有马。怎么着，这是追过来要找场子？就你一个人？其中一个很是粗壮的泼皮就站了起来，满脸轻蔑地向李晨道：都是泼皮混混，还是邻村，他们相互间倒也认得。
在他看来，自己这边7个人，李晨只身1人就敢来追他们，这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就我1个人。李晨边走边应道，随后已经摘下了背上的强弩，抬手就是一弩，噗，一箭穿喉，弩箭从后颈射出，嘟的一声扎在旁边的树上，尾羽直颤。那泼皮捂着喉咙便倒在了地上，但足够了。李晨接着上句话说道，继续上弦，重新端起弩来。李晨，你敢用弩杀人，这是重罪。旁边一个泼皮狂吃一惊，跳起来，尖声嘶吼声道，说得对，去死。李晨点点头，抬手又是一弩，这一次是一箭穿额。那个泼皮顶着一支贯穿头颅的羽箭跪在地上，血流满面，栽倒在那里。天哪，杀人啦，杀人啦！旁边的几个泼皮终于反应了过来，他们平时打烂架还可以，何曾见过杀人？今天迎来了这位杀神，都快吓出尿来，纷纷破了音儿的尖叫着，四处奔逃。李晨放下了弩，持起猎弓追了过去，刷刷刷刷，连续4箭放倒了4个方向逃跑的泼皮。羽箭俱是贯穿后心，没人能躲过。那个披着豹皮的泼皮站在那里，腿直颤。6个人瞬间都被李晨杀掉，满林子的血腥味儿。他吓得肝胆俱裂，想逃都没有力气跑了。李晨收起了弓，活动了一下手臂。这几天恢复的不错，手臂只是略略有些酸软发沉而已，不碍事。他握刀走到了那个泼皮面前，左手指了指豹皮，声音平静地道，吴天，将我的豹皮放下。是，我放下，陈哥，求你饶我一命。吴天哆哆嗦嗦地道，将豹皮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跪下。李晨面无表情地盯着他，陈哥，我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今天酒喝多了，犯了浑，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吴天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甚至他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曾兴起过半点。李晨已经走了过来，抓他的头发，将刀抵在了他的脖子上，神色冷冷，念在听话，留你全尸。噗嗤，吴天裤裆顿时一湿，晦黄的尿液顺着大腿就流了出来。他拼命的挣扎，狂吼着，李晨，我闯叔可是县城里当差的，你他妈敢杀我，我闯叔肯定不会饶了你。刚说到这里，李晨已经一刀刺入了他的喉管，拧了一下，将里面的一切搅碎，随后将他的尸体往地上一推，巧妙地避过了喷涌而出的鲜血。半晌后，李晨已经将7具尸体都扔进了旁边的山崖之中，直接天葬。随后拿起了豹皮，寻回箭矢，提起了小路，纵马回去了村里。杀人似长歌，肝胆硬如铁，十不杀7人，痛饮敌仇血。1刻钟后，李晨已经回到了木儿村，来到鹿圈，将小鹿扔了进去，牵马回去了崖上家中。彼时家中倒是已经安顿好了，4匹小母马被拴在后院2株大榆树上，2匹小马驹甩着尾巴吃奶水。徐江正指挥着村里的一群爷们儿将车上的东西卸下来了，落在了仓房之中。玉清婉抱着小虎，游子哆哆嗦嗦地坐在屋里，显然还在害怕。几个兄弟都已经醒了过来，伤口也俱都包扎好了，龇牙咧嘴地坐在门前。一见李晨回来了，村里人立马围了过来，俱是关切地望着他。追上那几个泼皮了？徐江急急地问道。追上了，打了他们一顿，抢回了东西。李晨点了点头，神态自若地道，啊，他们那么多人，你……徐江吃了一惊，震惊地看着他，周围的人也满眼的不可思议。1打7还赢了，而且毫发无损，这小子太能打了吧？天神下凡吗？如果他们要是知道李晨不仅仅只是打赢了，而且还连杀7人，怕是金的胆都要炸掉。陈哥出手，那些泼皮不死也要8层皮。马德，可恨我刚才昏过去了，要不然我一定跟着陈哥去痛揍他们一顿。赵大石恨恨地道，不过稍动一下却是疼得直咧嘴。你们现在感觉怎样？李晨走过去看着3个人，关切地道。陈哥，我们没事，就是没打过他们，给你丢脸了。刘晨旭强支着站了起来，满脸羞愧地道，他们人太多，你们训练时间又太短，况且只是在练体能，没有练习搏击之术，很正常。李晨摆手道。不过他心下间已经做出了决定，必须要加快对他们的训练了，希望他们能熬得过来。陈哥，你买这么多盐干什么？侯小白受伤的胳膊用麻布条挂在脖子上，疑惑地问道。粮食、青菜、猪骨什么的倒也罢了，自然是多多益善，可买这么多粗盐有什么用？陈哥做事需要告诉你吗？听命就是。刘晨旭转头瞪了他一眼，同时做了个噤声的神色。侯小白虽然不明所以，却是赶紧闭嘴，不敢再问。徐叔，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李晨站起来向徐江道。还商量啥？说就是了。徐江笑道。从明儿起，我收柴草，大伙儿可以打柴草卖我，1束柴30文，
一树草15文。同时，我招女工，每天10人就够，每人每天20文钱，帮我烧火看灶，熬制盐水。李晨说道。这些村民如此厚道，他也必须投桃报李。啊，这太好了，陈哥真是想带着咱们全村人发家致富啊！徐江惊喜交加地道。周围的老少爷们儿一听，也全都惊喜交加，纷纷围过来，望着李晨，竖起耳朵听着。发家致富不敢说，但只要肯干，保证有钱赚，并且当日集结，绝不拖欠。明日4时开始收柴，招女工。李晨道。村民们登时爆出一阵震天的喝彩声来，对陈哥那是千恩万谢。随后，一群老少爷们都喜气洋洋地回家去了。不消一刻钟，这个好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全村人全都摩拳擦掌，就等着明天砍柴打草熬盐赚钱呢。侯小白几个人原本想走的，可是李晨却没让他们走，而是让他们留下来吃饭。小碧七手艺好得很，再加上菜里有肉，几个棒小伙甩开腮帮子造了个肚圆。吃过饭后，李晨掌灯夜话，将小碧七也叫了过来。几个人围着桌子都紧张地看着李晨，知道李晨有话说。我要制金盐卖钱。李晨倒望向几人道。小碧七不觉怎地，刘晨旭3人之前就已经诸般疑惑，但一直没敢问，竖起耳朵听李晨继续说。婉儿跟我学过秘法会制金盐，步骤不多说，他自会教你们，但你们要记住，就算至亲之人也不能轻易告知，否则就是断了咱们的财路。李晨肃重地道。如果放在之前，他绝对不会和3人说这么多，但经过了白天的事情，他知道3个兄弟忠肝义胆，是值得交付后辈的人，所以他不准备隐瞒什么了。明白，陈哥。3个人恍然大悟，齐齐重重点头。对于陈哥的这份信任，他们心中的荣幸与感动无法形容。明天的分工，陈旭来做，今天回去想好，谁来收柴草、结钱算账，谁来监督女工干活，如何设置锅具等等事宜。陈哥放心，我会拟出册书，明早交与你看。刘晨旭重重的一点头。好。李晨满意的一点头，这小子不仅是指挥官的料子，而且很有谋士范儿，未来没准是个儒将，你们可以回去了。小白留下，我教你做滑轮复合弩。李晨点头道。啊，陈哥，我。侯小白激动的跟什么似的，站起来转了一圈，才强自摁那心神坐了下去。赵大石见状急了，陈哥，我呢？他们都有事做，我干啥呀？你先好好休息养伤，以后还要炼铁造武器，有你忙的。明天帮着拎拎桶，干活杂活。李晨笑道。哈哈，这个行，这是我老本行，我就喜欢打铁，能使上劲。赵大石笑得合不拢嘴，这才重新得意洋洋了起来。要不然刚才他都要郁闷了，感觉自己是个没用的废材。刘晨旭和赵大石走后，李晨开始教侯小白做弩。科技的发展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理念，就如同解题时一个灵光闪动的思路。原本侯小白就心灵手巧，是10里8村的木匠翘楚，现在李晨只需要告诉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原理，就是豁然开朗，终于知道这东西做起来这么简单。陈哥，你太厉害了，这是咋研究出来的？我咋就没想到呢？侯小白喜得抓耳挠腮，真想现在就回去做个弩工出来，做梦的时候想到的。李晨一笑，哇，是不是鲁班爷爷给你托梦了？侯小白当真了，瞪大了眼睛问道。这里的材料随便拿，回去做吧。这些日子没事的时候就多做几把出来，我们最好人手一把。不过为了避免麻烦，做好的弩工都放在我这里，包括箭矢。另外，这种技法如同制盐秘法般，没我的允许不得外泄，否则以后也别想我教你什么了。李晨道。陈哥，我若泄露半点，我和娘天打雷劈。侯小白是真急了，都拿老妈来发誓了。他走后，李晨倒也不着急去睡觉，而是开始做起了另外一把弩工。经过几次去城里采购，再加上前些日子砍伐的树枝，现在他手头的材料很是宽裕，做出几10把弓弩都不是问题。不过他现在做的弩跟以前不一样，是一柄很小巧的手弩，同样也利用滑轮原理，添加自动上箭功能，区别在于威力。做成之后，在校杀伤距离也就是30步左右，比起他的弩来天差地别，但30步以内贯穿人体毫无问题。官人在做什么？小碧七已经喂完了小虎，抱着他给李晨端来碗水，好奇地问道。经历了几番生死之后，他对李晨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害怕畏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逐渐升温、无法言喻的依赖感。有官人在，就好像一座大山，挡风遮雨，他什么都不害怕了。今天的事情太危险了，我要给你做柄手弩，以后随身带着，用来防身。李晨边测量着弦距边道。啊，我不行的。小碧七吃了一惊，赶紧摇头，你行的，明天开始我教你持弩。生逢乱世，
况且我未必时时都在你身边，你必须要学会自保。李晨道：那好吧，官人别嫌奴家笨就好。小碧七咬咬唇道：这打打杀杀的东西太吓人，他真的不想学，可他又不想成为官人的累赘，只能学了。弩是一种精细的武器，做起来是一件很费功夫的事情。做了半夜，李晨才算完工大半。原本以为小碧七睡着了，可是他走出工房的时候，却看见小碧七正坐在堂屋内，点着灯，摇着一架纺车，在那里纺线呢。小虎趴在他脚下的小窝里睡着了，灯下遇人，虽然不衣金钗，却依旧美艳不可方物。李晨不禁看得出起神来，他突然间有些享受现在的生活。上一世金戈铁马，半生硝烟，纵然转投商海，亦无比忙碌，甚至没成过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了家人，有了责任，也有了被人牵挂的温暖与幸福。恍然一梦，再世为人才发现，原来驻足稍歇所看到的世界如此美好。正纺线的小碧七扭头看到了李晨，赶紧放下线，站起来甜甜一笑：官人，忙你的。李晨一笑，走过去坐在旁边，看着那纺车就是一怔。只见那居然是一架十分古老的单定手摇纺车，这种纺车效率极其低下，以他这种机械化工双料硕士的眼光看去，改进空间无比巨大。他倒是也想起来了，这纺车还是前身的母亲留下来的，只不过久无人用，早已蒙尘落灰。谁想小碧七倒是把这纺车从工坊里拖出来用了。小碧七见他盯着纺车，就有些误会了，脸蛋一红，扭捏地道：官人，奴家实在闲来无事，就和村里的妇人们学纺线织布，想亲手给你件衣裳。现在刚学，慢得很，你不要笑人家。没有。李晨一摆手，随后蹲下去摆弄了几下纺车，心里早已经有数。有时间我给你改进一下这纺车，提升效率。他站起来道：啊，官人还会做纺车，真是无所不能啊。小碧七满眼崇拜地望着李晨，情绪价值提供得相当到位。李晨不禁笑了：你官人会的东西多着呢，时候不早了，安歇吧。然后他的大手自然就搂上了小碧七的肩膀。小碧七吓了一跳，扭着衣角道：官人，奴家今日来红了。好吧，那就歇，走了之后再说。原本心中火焰升腾的李晨有些无奈，也只得吹灯睡觉。不过刚刚躺下，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就滑进了被窝。你不是不方便吗？李晨疑惑问道。奴家身子不便，但还可以用。小碧七羞答答地道，已经钻进了他的被窝。一夜无话。第二天卯时一过，李晨便早早起床，精神倍爽。也不知道是不是穿越后双魂融合的原因，哪怕这些天始终忙碌打猎杀人，夜夜宠妻，可非但没有半点疲累，反而每天他都感觉精力无比充沛。也幸亏天天晚上小碧七提供身体帮助，否则他感觉元气充盈的几乎要将自己撑爆掉。从今天开始，他准备加大训练量了。不过刚一出门，他就是一怔，就看见晨光中刘晨旭、赵大石还有吊着胳膊的侯小白居然全都来了，正在门口等着他。你们几个不在家养伤，跑过来干什么？李晨走过去问道。训练。几个人笑嘻嘻的齐声道。李晨有些欣赏的看着他们，大概这就是农家子弟骨子里的坚韧吧。好，那就走吧。李晨上山而去。几个人尽管身上还在疼，但依旧龇牙咧嘴的跟上。不过鉴于他们身上有伤，所以李晨把他们的训练量减了一部分，尤其像侯小白这种手臂受伤的，尽量不进行上肢力量训练。今天教你们近身搏击，也省得你们再遇到麻烦被人揍得满头是包。李晨带着几个人训练了1个时辰，吃过饭又喝完了鹿血，将几个人叫到了后院宽阔的地方道。3个人俱都激动地看着李晨，马上要学真功夫了。大石，你过来。李晨向赵大石勾手。当看到李晨单手将力大无穷的赵大石摔得连滚带爬的时候，刘晨旭和侯小白全都看傻了。我的天，陈哥，你咋这么厉害啊？侯小白咂舌道。贴上就倒，沾身就飞，大石好像有力气都使不出来，陈哥这搏击之术真是厉害。刘晨旭边思索边震惊地道，这叫天桥教，既能抻筋又能练理，还能练技法。李晨开始详细讲解，同时让每个人都上去体验一下。侯小白胳膊有伤，倒是无法体验，只是苦了赵大石和刘晨旭2个人被李晨摔得鼻青脸肿。今天就到这里吧，晚上没事时再练。李晨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叫停了训练。陈哥，这是我对于今后一段时间炼制精盐、收柴草的册书，你看一下。刘晨旭递过来一叠粗纸道。李晨翻看过去，居然写得十分详细，包括将所有人的分工都做得井井有条。说下你们的工钱，每天50文，工资月结，每天在我家吃饭，可否？李晨问道。啊！3个人瞪大了眼睛，无比震惊。每人每天50文，1个月就是1两5钱银子。
老天啊，在这个年月，普通人家一年也就能赚5两银子而已，而且还每天供饭。陈哥，你供我们吃饭，又叫我们东西，你的恩情已经够重的了，不能再……几个人齐声道。兄弟之间，不说这些。李晨一摆手，所有人的话被堵回肚子里去。可看着李晨的眼神已经是一片狂热，3个人对李晨已经完全是死心塌地，永世追随。另外，把陈毅也叫来干活，就和婉儿一起在内室做好最后一道工序工前，和正常女工一样。李晨向刘晨旭道。陈旭眼圈红了，陈一才是多大的孩子，居然和女工一般的待遇，这是什么样的恩情？是，陈哥。刘晨旭狠狠地抹了下眼睛，重重的点头，什么都没说。但在他心里，从此以后陈哥就是他的天。随后喊过了陈一，赵大石的官夫老爹和侯小白的寡妇妈也都来了。在刘晨旭的指挥下，几个人开始有条不紊地忙了起来。不多时，山下就响起了一片嘈杂的声音，随后就看见大批的女人像超市刚开门抢鸡蛋的大妈们一样，使劲往李晨家里冲。因为陈哥说了，只要10个女工，他们生怕晚了抢不上。结果好家伙，一窝蜂地冲了过来，所有女人都争先恐后地挥舞着双手叫着，生怕晚了干不上活。那可是一天20文钱啊，在这见鬼的世道，上哪里找这样的工作去？官人，如果只要10人，会不会引起其他未选上的妇人们嫉恨，惹出事端来？玉清婉到了李晨身畔，有些担忧地看着对面嘈杂的人群说道。别急，看陈旭如何安排。李晨微微一笑，也是有意考量刘晨旭，看他有什么办法。真正的上位者是必须要懂得发现人才，利用人才并培养人才，得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远处的刘晨旭坐在桌后，面对着那些拼命往他桌前挤的妇人们，却是毫不慌乱，只是挥手道，都别急，人人都可以做工，轮流来就是了。先把名字都报上来，我全部登记造册。谁若乱挤乱闯，没有秩序，那就对不起，以后也没有做工的机会。只是这一句话，便让所有造乱的妇人们安静了下来，乖乖的排队。几分钟便登记完毕，全村总共100余名壮年妇人。各位大妈婶子姐妹，目前每天用工10人。虽然工额有限，但陈哥力争让大家都有钱赚，所以采取分组轮工制，每组基础人数为10人，每组做1天后，下一组跟上，剩下不足10人为组者，可以编入其他组内，同样每天工钱20文。各组确定领队，按时上工。刘晨旭朗声说道，有条不紊地安排部署。怎么样？李晨看向了玉清婉，微笑问道。很不错，是个人才。玉清婉抿嘴道，终于放下一颗心来。接下来开工。院子里的5口大灶同时燃起火焰来，每2个妇人负责1口灶，一个烧火，一个熬盐。烧过的柴草灰烬按照李晨说的都堆在了1口1口的大瓮里，还有临时搭建的棚子里。虽然不知道为啥不扬了，但既然陈哥这么说了，就按照他说的做好了。侯小白给一群妇人们复盐出库，按照小碧七定出来的比例，为每口锅精准定量熬制盐水。待盐水熬2遍后，直接淘在大木桶里，拎进小仓房里去。小仓房里也早就搭起了1口大灶，精明能干的小刘晨一帮着小碧七在小仓房里进行最后2道工序，撒草木灰和用步滤盐。小碧七很聪明，这些日子在家里已经学着熬制了几次盐，每一次都很成功，所出的精盐几乎与李晨最开始制出的精盐品质差不多少了，并且他还精准地测出了每次用多少草木灰，和刘晨一在小仓房里将草木灰分成1包1包的，用的时候直接投入木桶就是了，效率提升了不少。赵大石帮着来回拎木桶，帮着小碧七和刘晨一滤盐。当然，这个小仓房属于绝密之地，刘晨旭也郑重其事的和所有妇人们都说了，是秘法熬盐，没有允许谁也不得入内，否则永远不再录用做工。妇人们都很听话，没有一个到这附近10步之内的，也保证了秘密不被发现。刘晨旭作为总调度，不但要忙着收柴草付钱记账，同时还要指导女工们熬盐，还要帮着拎盐水，一时间到的忙得团团乱转。因为是在半山腰处，就他们这一家随意圈地，所以李晨家的院子足够大，容纳下40-50人同时做工都不在话下。如果再向旁边拓展的话，还会容纳更多人。李晨言出必践，一束柴30文，一束草15文，谁拿柴草来便付谁钱。不过刘晨旭收柴草十分严格，不但要过秤，必须足斤足两，而且露水太大的不要，湿度太大的不要。好在村民们也都理解，目前倒是没有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到中午时，已经有勤快的人来卖了1束草了。娘，虽然没能熬上盐水，可是咱们也赚到钱了，15文呢。周娇拿着15个铜板，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快，咱们继续去打草，争取天黑前能再打1束回来卖钱。你爹一天怎么也能打1束柴回来，加在一起，咱们还能多赚一些。王彩凤催促着他道。娘俩干劲儿十足，
又冲出去打草了。李晨看着这井然有序的一切，很是满意。得了空，他去了鹿圈，将一群鹿喂了食水。现在那群鹿已经带得习惯了，甚至都不怎么害怕他了。见他进了鹿群，甚至有小鹿过来亲近的蹭他。李晨喂完这些鹿，又将一坛子从县城里买来的酒抱过来，分成了10几个小坛装好，随后又挑了一头强壮的母鹿，放了些血，将酒勾兑好。做完这一切，第一批盐已经出来了，质量很好，几乎不输于他做的盐。李晨很是满意，狠狠夸奖了一下刘晨一和小碧七，工作成果得到了认可，让一大一小2个女孩无比开心，更加投入地工作起来。存好那些酒坛子，李晨在屋子里又开始做那柄手弩。做完手弩时，已经过了下午喂食了。李晨让小碧七和刘晨一去做饭，自己则顶替他们做好最后2道工序。熬盐的女工们闻着那饭菜喷香的味道，忍不住直咽口水，肚子都开始咕噜噜地叫起来。看看人家陈哥，在这战乱饥荒年，人家每天都2顿3顿饭的吃，哪像他们现在只吃1顿饭，一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就饿得受不了。他们就盼着发工资，以后要是隔一天能吃上2顿饭，那就算是好日子了。却未想饭好后，李晨也走出了屋子，招呼着大家：各位大娘婶子姐妹们，来吃饭吧。啊！一群妇人都听傻了。陈哥，你是在喊我们？一个40多岁的妇人有些不相信地问道。当然在喊你们。李晨微笑点头，我忘了说了，每天不仅20文工钱，还供1顿饭，不过就是米饭青菜而已，大家也别嫌弃。哗！人群登时炸开了锅，一群妇人激动地叫了起来。这年头能有工作就不容易了，居然还供1顿饭，简直不敢想象。陈哥，你也太好了吧，居然还供我们吃顿饭，也不白吃你的，这么多嫂子姐姐的，也有好多馒头，想吃随时都可以来吃，吃谁的都行。有胆大泼辣的就笑了起来，调戏着李晨。不过看他们那如狼似虎的眼神，若是李晨真点头答应了，他们怕是会集体将李晨摁倒。李晨瞬间败退，他在任何时候都英勇无敌，但现在实在是怕了这群豪放的娘们儿。而一群趴在院墙外面看热闹的妇人们，真是羡慕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现在就盼着自己的那一族马上上工呢。这样的话，他们也能赚钱吃饭了。不过就在一群人刚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旁边收柴的地方就吵了起来。所有人不禁看了过去，就看见刘晨旭指着一堆打开的柴愤怒地道：周三哥，你就有些不厚道了吧，柴里加石头增重量，这不偷奸耍滑骗钱吗？对面处一个瘦小的男子闲着脸笑道：那个旭哥，我不是故意的，没看见，结果加到里面去了吗？怎么就不是故意的？上一捆柴你走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怎么都是上午去打柴，别人都还没回来呢，你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打开一看，里面有好几块石头，我要找你，陈哥却说你也不容易，就放过你了，以后别这样就行了。可是你还这么干，甚至一半是柴一半是石头，你拿陈哥当什么了？拿我当什么了？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刘晨旭气坏了，用手里的毛笔指着周三儿道：一束柴80斤，普通人一天顶多打2束而已，周三这小体格居然这么快就打了2束，本身就有些不正常，下次肯定不会了。周三丝毫不支持，闲着脸笑嘻嘻地道：周三儿，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地道，陈哥给了我们做工的机会，你却这么干，这不败坏我们名誉吗？让陈哥以后怎么用我们，简直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种人从小就偷东摸，还被人打坏了一条腿，却依旧死性不改，真是。一群妇人们愤怒地在旁边骂道：我真的不敢了，陈哥，你饶我这一回吧。周三儿哭丧着脸望向了远处的李晨。刘晨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只得看着李晨，还得他来拿主意。李晨却是看也没看向这边，只是夹了一块菜吃了，淡淡地道：晨旭，你看着办。明白，陈哥。刘晨旭顺懂，转过头去黑起脸子来，向周三一伸手，之前的那束柴钱交回来，这2束夹着石头的柴拿回去，我们不收了。别啊，我这束柴免费送你们了，别收回我之前那束柴钱啊。周三儿急急地叫了起来：别逼我动粗，周三哥。刘晨旭冷冷地道。赵大石撸起了袖子，从旁边走了过来，虎视眈眈地看着周三儿。行，我错了，钱还你们就是了。周三儿眼里闪过一丝怨毒，将钱掏出来拍在了桌子上，随后扔掉了石头，费力地背起那2束柴走了。什么东西？赵大石在他身后愤愤地骂道。人过百，形形色色，村子里自然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这只是繁忙劳碌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并没有溅起多大的浪花。有钱赚，有饭吃，一群感恩的妇人们做工的效率简直叫一个惊人。到了晚上的时候，一天居然就将500斤粗盐熬完了。照这样下去，
2天就可以熬制完所有的精盐，他可以提前去盐铺交差了。堂屋里几个人在那里称盐算重量，官人总计熬出了120斤7两精盐。小碧七算着这精盐的账，心里乐开了花。如果一切都按照官人说的，那他们熬完了这1000斤粗盐，便至少能得到240斤精盐，而只需要向盐铺交上200斤，就能得到1000两银子啊！而自家居然还能剩下40多斤精盐呢！一想到这里，小碧七一双大眼就变成了纯银之色，甚至底处还有闪闪的金光。哼，李晨也没有料到，居然会多出这么多的剩余来。看起来自己之前粗估的数据还是不准啊。不过剩了就剩了，一方面留着自己家吃，另外一方面储存好后伺机而动。但无论如何，自己的几个兄弟吃尚可，但绝对不能圣母心泛滥给村民们，那样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会扰乱市场，最后这个生意怕是就要毁了。算过了账，小碧七美滋滋的继续纺线去了。刘晨一在旁边抱着小虎，顺便帮忙。刘晨旭继续坐在旁边算一天的开销支出等等，算盘珠子拨拉得飞快。赵大石则按照李晨的指示，到外面拿着一堆无用的刀剑，在一个石头钵子里卖力的将它们全都砸碎。陈哥可说了，砸得越碎越好，他有用。虽然不知道陈哥要一堆废铁有啥用，但赵大石还是甩开膀子拿石杵一通砸，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侯小白则坐在工房里，拿着自己做好的弩弓配件，听李晨给他一一讲解，指出毛病，并现场组装。虽然伤手不能干重活，但做这些精细的活儿还是没问题。第二天早晨继续训练，开工熬盐，收柴草。眼看着全村人都乐滋滋的赚着钱，周三儿抄着手在村子里很是无聊的晃来晃去，满眼的嫉恨。马德，不就是加了2块石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那么有钱，还在乎这几个铜子儿？呸，什么东西！周三儿抬头望着半山腰处忙碌的村民们，听着那隐约传来的欢声笑语，一口浓痰吐在地上骂道，肚子里传来叽里咕噜的一阵乱响，饥饿让他更加愤怒。就在这时，远处突然间响起了马蹄声来，他抬头望去，就看见2个人骑着马进了村子，正在东张西望。一见不认识，他也不想理会，转身便要走。不过那2人早已经看见了他，纵马奔了过来。那是2个男子，40岁左右的那个少了条胳膊，另外一人50多岁，满脸皱纹。小根儿，向你打听个事儿，可以不？那个缺臂男子向周三儿一笑道。啥事儿？周三儿爱理不理地问道。我们是白沙村的，这2天我们村子里有几个年轻的后生不见了，已经2日未归，家里亲人都挂念得紧，就让我们出来找找。你最近2日可曾看到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来村子？那个缺臂男子问道。白沙村的后生？周三儿心中一动，急急地问道，是吴天他们几个人吗？对对，就是吴天他们几个，莫非小哥儿见过？缺臂男子惊喜地点头，赶紧问道。吴天啊，倒是见过。周三儿转着眼珠子，坏水儿开始一股一股地往上冒。马德，李晨，你不是不想让我赚钱吗？这一次老子就要你好看。在哪里见过？2个人齐声问道。前几天来村子里与人发生了争执后走了，然后村里有人赶过去追他们，走的时候还拿着弓箭，是不是他害了吴天几个的性命，那我就不知道了。周三儿满眼阴毒地道。是谁拿着弓箭追去的？那个老者眼神一凝，盯向了周三儿。诺，就是半山腰上的那户人家的主人，叫李晨。周三儿向上一指道。那缺臂男子转头看了那个老者一眼，老者眼神一凝，看什么？随我上山问个清楚。小根儿，谢了。那缺臂男子脸色阴沉了一下，这才向周三儿一颔首，调转马头，和那老者向山上而去。让你猖狂，待苦主找上门来的时候，怕是有你受的。周三儿脸上一阵阴笑，抄着手悠悠当当地跟在后面去看热闹。此刻李晨借着外面的天光，将一些工具搬到了院子里，正在那里做着一些零件。侯小白则在旁边一边复言，一边也做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其他人也都忙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院外就响起了马蹄声，随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谁叫李晨？所有人都是一怔，这个声音里透着分外的不客气啊。李晨皱了下眉头，抬头望了过去，就看见2个人牵着马站在院外望向里面。缺臂男子倒也罢了，另外一个50多岁的老者却是死死地盯着他，眼神极为凝厉。刚才质问说话的正是那个老者。我是，阁下哪位？李晨站了起来，向外走去，望向了那个老者。我是白沙村的村正马武，这位是我们村吴家一脉的宗老吴长青。缺臂男子赶紧向前一步，免笑介绍道。听说是白沙村人，刘晨旭瞬间眼神一冷，缓缓站了起来。赵大石在旁处边往屋子里拎着那50斤的盐桶呢，听见这番话，轻轻放下盐桶，握住了屋畔的一根臂粗的木棍。侯小白的手则悄悄地伸到了摆满工具的小桌子下面，
握住了一把自己亲手做的弩弓，悄无声息递上了弦。前几天几个泼皮来后尘哥便追了过去，但他来去如风，没过多长时间就回来了。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并且身上没有半点血迹，但那满身的杀气足以证明他刚刚杀过人。那种感觉，别说是三兄弟，就算是院子里当时其他的人也都明显能感觉得到，很是骇人。这才没过几天，白沙村的人就找上门来，分明就是报复的前兆。三兄弟已经做好准备，若是讲理那便讲，若不讲理就跟他们血拼到底。有陈哥在，天塌了他们都不怕，干就完了。这边厢，李晨听完了马武的自我介绍，神色却是半点不变，略一点头，久仰。李晨，我且问你，我吴家的7个后生，你把他们怎样了？吴长青怒喝了一声问道。老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李晨神色不动，淡淡地道，同时手伸在身后，向着刘晨旭几个人做了个手势。几个人会议不再那么紧张，而是个忙个的事。只是他们依旧偷偷地盯着那2个白沙村来的人，只要有半点不对劲，他们就会抄家伙揍人。少装糊涂，我们已经问过你们村里的人了，说你拿着弓箭害了我吴家7个后生的性命。小崽子，你当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信不信我吴家人把你碎尸万段？吴长青向着李晨咬牙切齿地骂道。老丈，我敬你年长，但你莫欺我年幼，更别乱栽赃。谁说我杀人的？让他过来，当面与我对峙。李晨望向了吴长青，眼神骤然间一冷。吴长青刚要骂过去，却只感觉身上猛地一寒，然后他仿佛生出了一种错觉，那就是眼前站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远古洪荒走出来的猛兽。也就是这一瞬间，无边无际的恐惧从心下间涌起，让他整个人都不禁牙关打颤，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李晨盯着他，心中倒是满意，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凝用精神力量，但一眼望去也能吓退吴长青，就像之前吓得盐铺掌柜的不敢说话一样。你吴长青连退了2步，身体居然都颤抖了起来，指着李晨，气息都开始不稳了。而马武则震惊地看着李晨，这个年轻人怎么气势陡然间就是一变，节节拔升，威如玉海，好像龙台帝皇一般，甚至让人不敢直视。我的话听清楚了吗？李晨气息收敛，缓缓问道。马武，你去山下把那个小子找过来，与他当面对质。吴长青不敢去看他的眼睛，转头向着马武怒喝一声。马武隐蔽的一皱眉头，显然心里也不是很待见这个吴家宗老，不过他明显对这个吴长青也很是忌惮，便转过身去要骑马而去。但转身之际，他发现周三儿正抄着手，远远地站在一株大树下看热闹，便大步走了过去，独臂一把抓住了周三儿。小哥儿，你且过来做个证。马武扯着周三儿往前走，他虽然只有一条手臂，但力气极大，周三儿居然根本无法挣脱开来，惊惧交加的被他拎着脖梗揪到了这边来。哦，是你。李晨望向了周三儿，眼神淡淡。那眼神扫过周三儿的时候，周三儿只感觉脖子上像是有一把刀掠过，冰冷森寒的感觉让他顿时恐惧了起来。他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恐惧。纵然李晨只是随随便便往那里一站，可给他的感觉却是，只要自己说了，李晨便会毫不犹豫地拧断自己的脖子。他有些后悔了。马德，刚才跟过来看什么热闹？回家睡觉去多好。小哥儿，刚才你说过，看见他拿着弓箭追我吴家7个后生而去，可否是真？你不要怕，有我白沙村吴家护着你，就算这小子长了3头6臂，也无奈你何。吴长青怒喝问道。周三儿原本不想回答，他又不是傻子，若是真当面作证了，事后李晨必找自己的麻烦，自己在这个村子里也待不下去了。可是一抬头看见了院子里干活的人，还有那一垛垛收起来的柴草，嫉恨之火疯狂涌起，又想起了刚才受过的羞辱，他狠狠地一咬牙，豁地抬起头来，一指李晨。对，就是他，我看到了，就是他骑马拿剑而去，一定是他害了你们吴家后生的性命，快叫官府把这个杀人犯抓走。满场皆静。稍后，性格暴烈的赵大石从院子里冲过来，跳脚大骂：好你条臭蛆，居然敢这般污蔑陈哥，我今天弄死你！刘晨旭死死地盯着周三儿，眼神阴沉的如同要滴出水来。远处的侯小白握住了弩弓的柄，又松开，再握紧，再松开。如果不是强行控制，他现在真的想抬起弩弓来，一箭射杀这吃里扒外的狗贼。李晨，人证就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吴长青悲愤交加的狂吼一声。马武也皱眉望向了李晨，心下间却是十分惊悚。那可是7个人啊，这个小后生虽然高大，却并不雄壮，他能同时杀7个人，并且一个都没跑回去，看样子他好像都没受什么伤，这是什么本事？不太可能吧？李晨却只是挑挑眉，他说是我杀的，就说是我杀的，你还敢狡辩？马上束手就擒，让我送你去官府，
否则别怪老夫就地活劈了你！”吴长青怒喝了一声，苍啷一声，居然就从马鞍后面抽出一柄长刀来，指向了李晨。李晨连看都懒得看那刀一眼，只是望向了吴长青：“你有证人，我也有证人。”陈旭，刘晨旭长身而起，大步走了过来，站在李晨身后：“我也可以给陈哥作证，当天吴天确实带人来过村子，还欲抢我们东西，但被我们村里人打得落荒而逃。陈哥当时去了城里，很晚才回来，并没有看到他们。”“对，就是如此。”赵大石跟侯小白也走了过来，当面对质。小碧七也急急地跑了过来，挽着李晨的手臂，坚定地站在他身畔：“我家官人回来后就一直在家忙碌，从未离家，没见过什么吴天。”李晨有些好笑地看了他一眼，这个知书达理、贤良淑德的小女子，居然为了自己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老赵，且将刀收起来。你若不信，不若再问问这村子里的其他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刘晨旭朗声道，同时转头望向了院子里干活的那些妇人们。那些妇人早就急得不行，苦于刚才的形势容不得他们插嘴，现在终于逮住了机会。于是一大群妇人齐齐地涌了过来，包括院儿外看热闹的那些妇人。“凭什么污蔑我们陈哥儿呀？当天我们就看到陈哥儿赶着大车回来，忙了一天，什么骑马跨弓去追，完全就是栽赃。就是，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帮着他们家干活呢，自然看得真切，陈哥儿根本就没出去过。哦，我知道了，那个周三儿上午刚刚弄虚作假骗陈哥儿的钱，被陈哥儿发现骂走了，肯定他心生怨恨，想借助这个机会污蔑陈哥儿。污蔑陈哥儿也就罢了，关键是还有傻子相信啊。诺，这位50多岁的老丈不就信了吗？居然还拿刀指着陈哥儿。哎呦喂，糟老头儿，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这把年纪是不是活到狗身上去了？”顿时几十个妇人大发神威，将吴长青还有马武2个人团团围住，疯狂地进行语言暴力输出。赵大石和侯小白都钦佩地向着刘晨旭悄悄竖起了大拇指，这小子煽动百姓真有一套啊！吴长青气得满脸通红，大脖筋都跳得老高，抓着刀的手都颤了起来。可是他的眼神却狐疑了起来，惊疑不定地转头看着马武，马武也是同样的眼神。这么多人都在为李晨作证，并且周三儿居然还是跟李晨有旧仇，难不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李晨做的？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喝声：“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呢？”所有人一回头，就看见远处走过来几个男子，挑着沉重的柴草，正是徐正和几个村里的汉子去打柴了才回来。听到这边闹起了乱子，徐江赶紧放下柴跑过来喝问道：“徐村正，我是白沙村的马武啊，你来的正好，快过来，有些事情想向你求证。”正被一群村妇围攻的满头大汗的马武终于见到了救星，赶紧向徐江招手。徐江走了过来，马武简单的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但他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阐述了一遍事实而已，既没有添枝加叶，也没有偏向哪方。这种态度倒是令李晨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有些奇怪。不过他刚刚说完，刘晨旭便见缝插针的愤怒道：“徐叔，我们刚才都跟他们解释过了，虽然吴天来过，可是陈哥当天去城里回来就没有出去过，我们都可以为他作证的。至于周三儿，他根本就是因为刚才弄虚作假被撵走，心生怨恨在栽赃罢了。可这2个人根本不信啊！”他的这种暗示丝毫不着痕迹，也让李晨深深看了他一眼。这小子如果在抗战时期，保证是个基层政委的好料子啊！徐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件事情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也可以做个证。那当天李晨到底去追那些人了没有？马武急急地问道。唰，一瞬间所有人的眼神都集中在了徐江身上。徐江脸不变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说道：“没有啊，陈哥当时没出去，什么骑马跨弓都是扯淡。我们当时在他家里帮着卸车干活来着，这个证我是可以做得的。你们几个能作证否？”他转头望向了周围几个打柴的汉子。必须能啊，陈哥就跟我们一起待着了，谁眼睛斜了看到他出去了？几个汉子俱是很正式的摇头回答道，说的跟真事儿似的。李晨脸色木然，可心里又是想笑又是感动。好家伙，这是集体作伪证吗？徐江，你是村正，说话可要负责任。吴长青望向徐江怒喝道。徐江的脸色唰的一下就阴沉了下来，冷冷地看了吴长青一眼。这位吴家宗老，我徐江是木儿村的村正，用你来教我做事吗？你……吴长青怒目而视，却是哑口无言。既然如此，那此事完全就是误会一场。陈哥儿，得罪之处还望海涵，我在这里向你赔罪了，抱歉抱歉。马武独臂在胸口一扣，满面歉意地道：“好走，不送。”李晨一点头，淡淡地道。吴长青翻身上马，拿马鞭指向了李晨：“李晨，最好不是你，否则……”他刚要落句狠话，却不料此刻侯小白手里夹着一枚瑞石，在马屁股上一拍，那马吃痛之下，稀溜溜一声暴叫，
撒开蹄子就往山下奔去。吴长青在马上东摇西摆，竭力地控制着马，可那马3颠5蹦的就将他甩了下来，在山坡上滚出去了好远。吴宗老、马武吓了一跳，赶紧骑着马追了过去。糟老头子，滚你妈的臭鸭蛋吧！侯小白嘻嘻哈哈地骂道。周围村民们一片哄笑声，在山中传出去好远好远。只不过在大笑声中，周三儿却是瑟瑟发抖，猫着腰，弓着身子，趁着马惊了，吸引了大伙儿的注意力，从旁边的小树林里钻了出去，拼命地向山上逃走了。他很清楚，如果再敢在村子里留下来，李晨必定要找他的麻烦。李晨，那是什么人？能杀野猪大豹的人啊！而且还杀了那7个吴家的泼皮混混。如果真找他的麻烦，10个自己都得被他弄死。更何况以现在全体村民都心向李晨的架势，就算李晨把他弄死，所有人都会当作没看见，他哪里还敢留下来？他现在真的有些后悔告密这件事情了。原本刘承旭一直盯着他，正要追过去，可李晨却暗暗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他。但他的眼神一直盯着周三儿跑走的方向，冷极。徐江走了过来，吐出口长气去骂道：周三儿这个王八蛋，平日里就是偷鸡摸狗，不干好事，甚至有2次还摸进王寡妇家去想侮辱人家。幸亏王寡妇跑出门来大声呼救，他才没有得逞，被村民打个半死。没想到他还不长记性，居然做下这等告密，是栽赃陷害的恶事，简直人神共愤。周三儿呢？哪里去了？真恨不得将这小子进了猪笼。徐江转头望了过去，却并没有发现周三儿在哪里，气得跺脚大骂。算了，徐叔，一个小人罢了，不值得为他这般大动肝火。倒是今日我要说声谢谢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兄弟姐妹。说到这里，李晨拱起手来，向下一拜，谢了。小碧七也四下万福，红着眼圈说道：谢谢，谢谢大家这般爱护我家官人。好啦好啦，都是一村人，更是一家人，还说什么谢不谢的，都是应该的嘛。徐江哈哈大笑道：就是，陈哥杀了野猪，救下那许多人的性命，还带着我们一起发财，让我们有钱买粮，变相的救了咱们木儿村所有人的命啊！否则现在都已经开始饿死人。对，这些事情谁没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要说感谢，还得我们谢谢陈哥呢。就是嘛，莫说陈哥没杀人，就算真杀了，也是那几个恶棍泼皮命贱该杀。陈哥，你就放1万个心吧，你现在可是全村人的心尖尖，大伙儿必须全力护你周全。周围的百姓你一嘴我一嘴地道，小碧七听得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捂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向周围的人万福致谢。李晨心中也是油然感动，得民心者得天下，人人心里有杆秤，你对百姓好，百姓就会跟你掏心窝子。教员说的对，统治者和人民群众不仅是鱼水情，更应该是血肉关系。想干大事儿，就要永远遵从这个道理。哈哈，说得好，大伙儿说的太好了。陈哥，你放心，别说白沙村就来了2个人，哪怕全来了，甚至把官府的人都带来了，咱们也不怕。陈哥就是没看着。大伙儿说对不对？徐江大笑道：对。所有人俱是喊道：人声鼎沸，民心齐整，民心可用。看见没有，这就叫做真正的轻财聚义。你们啊，都跟陈哥好好的学吧。刘承旭崇拜地望向了李晨，转头向赵大石和侯小白低声道：明白了。2个人均是点头，眼中有着深刻的思索。列位，这恩情我记下了，若木儿村有难，我以命相还。李晨右拳一叩胸，再次深施一礼，这已经是类似誓言般的重礼了。严重了，陈哥，只要你好好的带着大伙儿一起往前奔，这就够了。徐江赶紧扶起了他道：徐叔，把全村人都换过来吧，下午申时我请大伙儿吃饭。李晨再次道：这就不必了吧。徐江一怔，又请吃饭，在这饥荒年里，相当于替每个人都延寿呢。大家待我恩重如山，区区饭食又算什么，以后常聚。李晨摆手一笑，回首向小碧七道：婉儿，再坐一会儿，咱们便收工做饭，伙食你来安排，要有肉有酒有馒头。好的，官人。小碧七擦了擦眼泪，重重的一点头。哎呦，陈哥，肉和馒头就免了吧，嫂嫂这里有啊，你想吃便来吃吗？马莲趴在墙头上拖着胸口笑道：那就免了吧，我怕你家哥哥回来直接把我打杀了。李晨轻捂眼睛，哈哈。周围村民全都大笑起来。苦寂的生活里，这种半荤不素的调笑也是难得的欢乐。你们着手准备吧，我去打些野物，一会儿便回来。李晨回去屋子里取来了一营武器，嘱咐了一下小碧七，便向着山里走去。家里不是有野物吗？还要再去打？赵大石傻乎乎地问道。傻逼，闭嘴！侯小白怒横了他一眼，骂我干啥？我又没说错。赵大石摸了摸脑袋，觉得自己好冤啊。
李晨沿着门前小路下山，但走至村民不见的拐角处时，却是直接从一片灌木中穿了出去，随后爬上了山，沿着刚才周三儿逃走的方向追了过去。寻踪查缉对于他这种传奇佣兵之王来说，简直易如反掌。更何况周三儿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不懂得藏踪匿迹，李晨想追他再轻松不过。况且他现在经过多日来的恢复性训练，再加上营养也跟上去了，体力已经远超普通人。而周三儿常年挨饿，体力难支，也跑不出多远。甚至李晨边追踪顺便打个猎，射几只大鸟。遥遥地，他已经看见前面的一片松林里，周三儿正背靠着一株大树坐着，喘着粗气，不停地用手扇着风。马德，李晨，你等着，老子去了白沙村就咬死你杀了人。白沙村的吴家那可是村里一霸，仗着县衙里有人当官，谁都不敢惹。如果我咬死你杀人，他们一定会找到县衙里亲戚，到时候把你打下大牢，秋后问斩。周三儿坐在那里，正咬牙切齿地骂着呢，却不料身后却突然间响起一个平静的声音来：周三儿。谁？周三儿吓了一跳，站起来转身望去，可刚一抬眼，嘣，弓弦怒响，一支羽箭破空而来，噗的一下射进了他的眉心之中，从后脑透出锋尖，带出一溜血泉。处理好周三的尸体，李晨又在林子里转了2圈。别说，运气还真不错，居然又碰到了2只傻狍子在林间一处小溪喝水。李晨射倒一个后，原本以为另外一只会受惊之下跑得无影无踪，哪想到这笨货是真傻，虽然开始的时候跑了，可就在李晨已经走过来要背走那只死狍子的时候，他居然又跑回来了，就在不远处好奇地看着。李晨没办法，只能收了他，要不然都不起他眼神里那清澈的愚蠢。2只狍加在一起120-130斤，李晨做了个简易的扁担，将2只狍子担在肩上挑了回去。到家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些妇人们刚刚做完活计，结算完工钱，正在那里热火朝天的做饭呢。院里院外摆了10几张桌子，还有不少小孩子围在刘晨一身边，看着那只还未睁眼的小虎，不停地发出了哇哇的叫声。收养小虎的这事儿早已经传开了，现在村子里人倒是已经习惯了这只小老虎的存在了。院子里忙得热火朝天，刘金翠作为村正的老婆，帮着小碧七担负起了指挥调度村妇们做饭的工作，一切分配得井井有条。刘晨旭还在那里算着账，赵大石跟一群少年在旁边的空地上摔跤呢。这小子原本就天生神力，又得了李晨的指点，现在2-3个少年狼都摔不过他，侯小白则猫在一个角落里，还在那里错错改改的做他的那些零件呢。那些男人们有的在院子里帮着劈柴烧火，剩下一些年纪大腿脚不便利的则坐在院子里聊天，欢声笑语响彻了整个木儿村，一片和谐幸福的场面。快看，是陈根回来了。哼，好家伙，他真是山神也转世啊，每一次去山里都不走空，这回又是收获满满啊。有眼力的看到了李晨，登时指着山下叫了起来：哎呀，那是狍子，2只呢，还有那么多大野鸟，这陈根也太厉害了。所有人看了过去，全都站了起来，惊声赞叹道：那是不假，我陈哥是天下间最厉害的猎人，不是天下间最厉害的人，不光打猎。赵大石自豪地道。旁边就有妇人调笑道：啊，对对对，不光打猎，还有打人，尤其是不穿衣服打的那种，更厉害。没有啊，我陈哥打人不脱衣服的。赵大石有些奇怪的转头向那些妇人道，回应他的却是一阵阵的哄笑声。就是这样的嘛，他们笑什么？赵大石挠了挠脑袋，有些不明所以。你这笨货，那些妇人说的哪里是什么好话？快去帮陈哥拿野味去吧。角落里的侯小白怒瞪了他一眼道：哦，好的。赵大石赶紧向着山下跑去接李晨的担子。正在忙活个不停的小碧七听着大伙儿夸赞李晨的声音，抿着小嘴，嘴角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听见有人夸赞他的官人，他心下比喝了蜜还甜呢。旁边的徐秀儿看了看小碧七，又转头望了一眼山下正走过来的那个风神俊朗的少年郎，明眸一阵阵的暗淡，也不说话，只是低头在那里干着活。不过他脸上的神色却被小碧七尽收眼底。他思忖了一下，咬了咬唇，便走到了徐秀儿的身畔，边和他一起洗菜边转头问道：秀儿姐姐，你累不累？累的话就歇息一阵吧。啊，我不累，能帮着多干一些就是一些。徐秀儿摇头道：秀儿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和我同龄，就比我大上几个月而已，对吧？玉清婉抿嘴一笑问道。他对徐秀儿一直以来都很有好感，甚至是很感激她，因为他来到木儿村也3个多月了，前2个月村里的女孩还有妇人欺生，有时候故意捉弄甚至是欺负他，徐秀儿只要在场都会帮他出头。就比如周娇割破了他新衣裳的时候，徐秀儿就怒斥了周娇一顿，并且徐秀儿和他娘一样心善，眼看着他家里吃不上饭的时候，还会偷偷的塞给他2个杂面馒头什么的，让玉清婉一直心存感激。这些天他倒是发现了，
徐秀好像暗自里也很喜欢官人，只不过听说以前徐秀家里因为官人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泼皮，一直不同意，现在倒是觉得官人很好，可官人已经娶了自己，所以徐秀好像一直心里很委屈，也很遗憾。是啊，咱们同龄呢。徐秀点头，对玉清婉她也很有好感。这个女孩子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人也善良。虽然以前挨了不少打骂，但现在李晨浪子回头，她也算是苦尽甘来了，真心的祝福她。虽然这祝福也有些淡淡的苦涩。那秀儿姐姐有没有意中人啊？玉清婉看看左右无人，偷笑着小声的问道。哎呀，你这丫头为什么问这种羞人的问题啊？徐秀儿猝不及防，当时脸蛋通红，轻轻打了他一下。其实我家官人很好的，要不你考虑一下他。玉清婉撩了撩头发，小声的问道。啊，婉儿，你在瞎说什么呀？哪有主动把自己夫君送人的？徐秀儿听得心儿乱跳，手里的菜险些都掉在地上。我没有瞎说，真是这样想的吗？我知道，其实官人心里也是一直有你的，只不过……玉清婉刚说到这里，外面就响起了一片满堂彩的声音，却是李晨终于到了院门口。赵大石平拎着2只大袍子，无比兴奋地向所有人喊道：陈哥说了，这2只袍子一会就卸了，给大家每户都分上些肉。然后就是满堂的喝彩和感激的声音，震耳欲聋。玉清婉和徐秀儿2个人的对话也不得不中断。秀儿姐，我说的事情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是认真的呢。玉清婉抿嘴一笑道，拎着菜到旁边的菜墩上去切菜了。而徐秀儿却是心中砰砰乱跳，拿着把菜手直抖，脸蛋羞红，一时间手足无措，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秀儿，你干什么呢？傻掉了啊，快把洗好的菜拿过来啊。旁边的刘金翠忙得汗流浃背，看自己闺女傻站在那里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禁嗔怪道。啊，好的好的。徐秀儿如梦方醒，赶紧将洗好的菜拿过来。哎，这也没洗干净啊，上面还有泥呢。你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再这样丢人现眼的，你就滚回家去。刘金翠拿过菜一看，当时就生气了，怒横了徐秀儿一眼。我再去洗。徐秀儿赶紧去洗菜。此刻刘金翠终于看出自己闺女不对劲了，这孩子平时并不是这样的。她得了个空走了过去，低声问道：秀儿，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娘，我没有。徐秀儿掠了掠头发，摇头低声道：我刚才看见小婉跟你一起洗菜来的，是不是她跟你说什么了？要不然你刚才还好好的呢。刘金翠皱眉问道。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徐秀儿也只得实话实说了。娘，婉儿说陈哥心里也一直有我还未嫁，让我也考虑考虑是不是嫁到家里来。徐秀儿说完这番话，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低着头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洗着菜，菜叶子都洗掉了一片，只剩下杆了。啊，她真是这样说的。刘金翠一怔，不自觉地转头看了玉清婉一眼，恰好玉清婉也正转头看了过来，却是不禁抿嘴一笑，好像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略一点头便又去忙了。她就是这样说的。徐秀儿低声道。刘金翠沉默了好半晌，才长出口气，这可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啊，陈哥娶了这样一个媳妇儿，实在是他的福气。回过头来看着徐秀儿，秀儿，那你呢？是什么想法？娘。徐秀儿一下就被问得打心眼里往外羞透了，不依的跺脚扭了几下，可那眼若春水的样子，别说是她亲娘了，就算是个外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春心早就冻得能掀起惊涛骇浪来。行，娘知道你的心思了。刘金翠爱怜的一抚她的头发，随后叹了口气，就是你若过来便要做小，娘有些心疼。平婉儿那纯良的本性又怎会分什么大小？徐秀儿一下就不同意了。哈哈，你啊你就这么等不及要嫁，知不知羞？刘金翠一戳她的额头。人家没有。徐秀儿大羞，端起了菜盆就一阵风似的跑过去炒菜了。彼时一群汉子已经端过了案板，开始卸袍子。袍子皮剥下来，李晨自己留着，剩下的肉全部分给村民。大伙儿都这么仗义，居然集体给他做伪证保下了他，他当然要投桃报李。得了空，他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会儿了。徐江坐在他对面，村子里的几个老人也坐了下来。木儿村建村才不过40-50年而已，以前村子里都是关里逃荒过来的人，所以并没有像关内的那些村子里形成了浓厚的宗族形态。村子里主事的人就是徐江，还有几位大家都认为德高望重的老者陈哥。刚才我也和村里的几位老丈商量了一下，都觉得白沙村吴家这件事情怕是会有后患啊。徐江看着李晨有些担忧地道，那吴家可是白沙村里的一霸，据说县衙有人当差，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反正在村子里很是嚣张跋扈。这一次他们没了7个后生晚辈，肯定会炸锅的。无论是不是你做的，周三儿那混蛋东西
都已经把你给架在火上烤了，你要做好准备啊。对，吴家那些人，尤其那个吴长青，据说以前好像当过土匪，心狠手辣，在村子里也是争勇斗狠，据说还杀过同村的村民，后来被家中县里当差的亲戚把事情给平了。如果他要认定是你做的，你可千万小心啊。其他几位老者也都担忧地看着李晨道。李晨向着他们一拱手，随后摇头笑道，无妨，一切再大不过一个理去，没有证据，想抓我也无法抓，如果敢暗中害我，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了。陈根当真勇武，一群人齐齐竖起了大拇指，对这个年轻人的观感再次拔高一层。这少年人有勇有谋，而且还那么有本事，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村子的未来恐怕真就得靠他了。开饭了！伴随着刘金翠的一声高呼，所有人都开始上桌吃饭。头几桌是一群男人们，后面的是一群女人。至于那些小孩子们，则是端了个大碗，碗里都是米饭和菜还有肉，蹲在哪个角落里就开吃，一个个吃的小嘴儿油光光的，开心极了。列位，听我一言。徐江端着半碗米酒站了起来，红光满面地道：村正请说。一群汉子齐声道：2年旱灾，秋粮未下，硝烟四起，流民遍地，咱们村里现在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瞅着就要饿死人了。可咱们木儿村自从陈根浪子回头之后，咱们5天吃了3回肉，喝了2回酒，甚至还给咱们分跑子肉，还收柴雇工拉咱们一把。这眼看着咱们不但饿不死，还有了未来，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咱们该说点啥？徐江端着酒向周围的老少爷那儿问道。谢谢陈根。全村300多口人齐声叫道。不，光嘴上说谢谢不行，咱们还得见真章。以后但凡陈根有事儿，就是咱们的事儿，但凡陈根需要咱们就上。对头！徐江大笑，端着酒碗向已经站起来的李晨一举：陈根，谢你，敬你，谢陈根，敬陈根，干了！所有汉子都举起了酒碗，就连那些小孩子们都不自觉地被这氛围感动，举起了饭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干！李晨也无话可说，一举酒碗，仰头便干，氛围瞬间被点燃引爆，空气似乎都沸腾了起来。宫湖交错间，木儿村人心在这一刻空前的聚拢凝结，而所有人的核心都围聚拱卫向了同一个人——木儿村陈根。深夜，李晨继续在工房里忙着做他想做的那些东西，而侯小白则在旁边依旧做着那把弩，不时地问上李晨一声，李晨也给他做着详细的解答。堂屋外，刘晨旭在教赵大石识字，刘晨一旁听，学的却比赵大石还认真。你打起精神来，陈哥说了，今天晚上学的这些字，如果你记不住，明天训练你就不要跟着了，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再去。刘晨旭正叫得起劲儿，一抬头时却发现赵大石捧着书本都打上瞌睡了。他用书本在赵大石脑袋上就敲了一下。哎呦，那可不中，我学。赵大石一听这话，猛然间就从瞌睡中惊醒过来，强支着打架的眼皮在那里一通学。陈哥硬逼着他学习，他也实在没办法。说实话，训练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可陈哥拿这是逼着他学习，他实在郁闷，却又不得不学。旁边的刘晨一拿书本捂着小脸乐得直抽抽，正在一旁纺线的小碧七也不由得抿嘴直笑。他做了个小挂兜，将小虎挂在怀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现在小虎虽然还没睁眼呢，却已经拿他当成了娘，一饿了就呱呱的叫，听上去真有些像是在叫娘。陈哥，这一次你看怎么样？侯小白在李晨的指点下，终于将所有的零件打磨到了他认为的最佳状态。组装完了手里的那把弩，献宝似的拿给了李晨看。李晨拿起弩来看了看，又安上了半自动的箭匣，将箭上了弦，对准工房前面10步开外的一枚钱币大的小靶子，随手就是一箭，赌正中小靶的靶心。非常不错。李晨掂了掂手里的弩，点点头，满意地道。侯小白的心灵手巧和这份悟性确实不是盖的，再加上他的指点，做出来的这把弩已经跟他做的弩差不多少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2个人合作起来，各做一堆零件，到时候由侯小白安装，造弩的速度可就能加快许多了。2个人配合的好的话，1天就能做出一把滑轮复合弩来。身怀利器，必起杀心，所以这弩先放在我这里吧，以后来我这里做弩。什么时候你能控制住心性，不会擅自动弩惹麻烦，什么时候再给你。李晨看着他爱不释手的样子，却是微微一笑，将那弩收了起来。好的，陈哥。侯小白半点也没意见，就是有些恋恋不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好奇地看着李晨做的一堆零件，不禁问道：陈哥，你做的这是啥啊？做成之后你自然就知道了。李晨卖了个关子。侯小白心痒痒的，真想看到这堆零件组装完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对了，咱们村子有多少人会木工活？我是说做的活计能入得了你眼的，并且人还踏实的。
李晨问道。侯小白想了想，大概有12-13个人吧。如果把条件放宽的话，那就多了，基本上全都会一些，包括那些小孩子也都能用工具上手。要这么算的话，差不多有70-80人呢。毕竟咱们这个村大部分人的祖上都是匠做银木匠，后来打仗集体跑到这里来了，虽然没入匠界，但这手艺可都传下来了。你做个统计，不过要按照技艺精湛与否分出层次来。李晨点了点头道。没问题。侯小白点头应道。你也出去学习吧，唯有读书识字，文武齐修，以后方能有大出息。李晨道。随后一群人学习的学习，忙活计的忙活计。到了子时夜深时，3个人才散去，吹灯睡觉。第二晨起继续训练。常规的体能训练之后，李晨又开始教3个人近身搏击之术，这一次还增加了短刀格斗术以及短枪刺杀术。其他的倒也罢了，但那短枪刺杀术却是令几个人倍感新奇，因为3个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短枪刺杀术。李晨临时用树棍做成的短枪很是奇怪，比长枪短了一截，却又比刀剑什么的长一大截，握在手里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使唤。短枪再短也比刀长，冷兵战中1寸长1寸强，但太长不易携带，太短起不到效果，所以这种无尺的短枪最适合用在战斗之中。李晨说道。说罢，他突然间就是100枪，左右虚晃之下，一个突刺，甚至树棍在空中都拉出了一道道残影。噗！一枪正中对面的草人靶子上，短毛一抖，草靶飞起，杀气瞬间弥漫而起，看得3个人目眩神摇。我的天，这可比刀快多了啊！刘晨旭震惊地道。接下来我教你们最基本的刺杀8式，第一式原地突刺，第二式前进突刺，第三式回旋突刺。李晨一招招的教了下去，枪术半点也不花哨，无比的简洁，取的都是直线突刺，同时还辅以枪尾击法。几个人牢牢地记在心中，然后就是一通疯狂地练。小碧七也在李晨的督促下，拿着那柄小手弩，很勤奋地往墙上的靶子上射来射去。虽然准头一般，但只要坚持练下去，必定会有提升。今天不做工，但依旧收柴草。吃过了饭，让几个小子边练着功夫，收着柴草。李晨牵出2匹马来套上了车。他告诉3个人，剩下的马没事的时候可以骑着出去疯，就当是练骑术了，但必须小心，不要受伤。几个小子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尤其是赵大石激动的嗷嗷的怪叫，立马就去牵了匹马，拿了柄长枪奔了出去，气得刘晨旭在后面直骂他笨货。李晨只是一笑，却并未多管，随后将那些要卖的野物，尤其是那200斤金盐放在了车子上。辞别小碧七，一挥鞭子，马车轻快去。他去县城里卖盐了，这一次总共支出了241斤盐来，他直接将那余下的41斤盐扣下，做好防潮处理后留着自用或者以后再用，剩下的那200斤盐拿去交差，无奸不商，这是自古颠扑不灭的道理。更何况他上一世还是个大财阀。不过就在他刚刚出了村子的时候，却瞬间便已经感知到似乎有人在盯着自己。他眯了眯眼睛，并未多礼，只是喝了一声驾，马便奔了出去。但这一路上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却让他略皱了一下眉头。马车速度很快，不多时便已经到了城里，先卖了那些野鸟，换了3两银子。蚂蚱再小也是肉，该算计的时候必须要锱铢必较。不过他并没有走，而是拿出了一坛酒来，那是泡过鹿血的酒。掌柜的，且看看这酒如何。李晨拿出了一个1斤装的小坛，将那鹿血酒拍开了泥封，打开油纸，将酒从柜台上推了过去。嗨，这不就是上次你从我这里买的那坛高粱烧吗？有甚出奇？那掌柜的当然认得自家的酒，不禁笑道。可刚说到这里，一看那酒的颜色，闻到了那酒的气味，瞬间就是一怔。不对，你加了什么？那掌柜吃起惊来，端起了酒坛，仔细地看了起来。看了半晌，他的眼神逐渐火热了起来，拿个酒碗倒出了一点点，就看见一片浅淡温润的红。细品了一口，他当时眉毛激跳，不能置信地望向了李晨。这是鹿血酒。掌柜的倒是识货，没错，梅花鹿血酒，功效不必说了，你懂的。李晨点了点头，这个掌柜的品酒的能力倒是很强。我的天，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鹿血酒了，而且还这么醇厚。难得的是野气如此之重。小郎君，你哪里来的鹿？那东西可不好打，比鬼还精，跑得也快，普通猎人根本打不到。咦，若有鹿，你卖不卖？掌柜的当时激动了，甚至从柜台里走了出来，满眼热切地望着李晨。不卖鹿，只卖鹿血酒，给个价吧。李晨望向他道。这酒如此难得，罢了，这一小坛1两银子，如何？那掌柜咬了咬牙，
狠狠的一跺脚，给了个高价。成交。李晨点头。他买10斤高粱，烧才花了1两银子，回去灌了些鹿血，转手就赚了10倍的利润。这买卖当然做得不过，那10两银子李晨并没有拿，而是换了100斤酒装上了车。下次他还会再来，那时就是100两银子。掌柜的简直喜翻了心儿，李晨都走出好远了，他还站在酒楼门口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像个怀春少女告别远行的官人。随后李晨便去了盐铺。进了盐铺，李晨第一眼便看到了那个掌柜的。此刻见李晨进了铺子，那个掌柜的眼中有诡异的金光一闪，随后满脸堆笑的就迎了过来。小郎君，又见面了。少东家在吗？李晨问道。至于掌柜那瞬间异样又恢复正常的神色，他尽收眼底，却不动声色。在的在的，我马上去给你叫。掌柜的与上一次的态度截然相反，乐呵呵的跑进去叫林儿了。不多时，门帘一掀，林儿出了内堂。虽然脂粉不施，依旧百媚千娇，只不过那眉宇隐隐的冷傲与凌厉，颇让人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未待他说话，李晨上前一步拱了拱手，向少东家问好。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啊，这么快？林儿不由得吃了一惊。1000盐炼制成精盐，若是搁在盐场，怕是至少要用上1个月的时间。可这小子居然2天就炼制完了，比约定好的3天还提前了1天。可先验货过秤。李晨淡淡一笑，一手一袋精盐提了过来。经过了这些日子的恢复性训练，他的力量开始逐渐增长，一手100精盐倒是不在话下。并且让他有些惊喜的是，这副身体的潜力值很高，至少目前还看不到瓶颈，比起上一世的自己都要强上一些。他倒是有些期待，当这副身体的潜力被开发到极限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看着他居然能一手提着100斤的盐袋，2手200斤走过来，林儿眼中掠过一丝异样。公子好大的力气，和我一个曾经萍水相逢的朋友真的有些相像，不过就是粗活干得多些而已，比不得少东家养尊处优。李晨充耳不闻，就是主打一个死不认账。林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却并未多说，只是向着旁边的几个伙计喝道：先过秤，再倒出来验品。几个伙计赶紧走过来，将盐过秤，200足斤。随后将那些盐倒在了几个大盆里，那些盐细如沙，白如雪，晶晶闪亮，仅看着卖相便让人无比心动。旁边的那个掌柜的眼神不停闪烁，盯着李晨，眼底深处有贪婪的神色掠过。林儿分别尝了一下，眼中涌起了惊喜，重重的点头：盐有质有量，人有品有信。好。转头向着掌柜的喝道：取张1000两银子的惠子给他。诺，少东家。掌柜的赶紧应了一声，取来一张惠子，上面写着1000两白银的数目，便要交给李晨。不过李晨却是摇头：我不要惠子，直接给我900两银子，100贯钱就可以了。如果图个携带方便，他自然选惠子。但问题是，他还要去买东西，并且这段时间他还要给村民们发工钱呢，所以必须用现钱。给他。林儿毫不犹豫，一挥手道，十分的果决干练。自有伙计取来了钱，用布袋装好，900两银子外加100贯钱拎在手中，十分沉重。或许这就是金钱带来的压力吧。李晨突然间就想到，小碧七那么喜欢数钱，自己要是把这所有银子都换成铜钱，怕不是他要数个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是抱不动了。他抬头望向林儿，思忖了一下：少东家还有事相商，请。林儿向着里面一伸手，将他请入了内堂。拎着银子，扛着一袋子钱，李晨进了内堂。4件事情，李晨丝毫不拖泥带水。讲。林儿望着他，表面不苟言笑，恢复了那个杀伐决断的少东家性子，实则心里却是波翻浪涌。前天白玉香回来的时候说她跟丢了，当时可是让林儿大吃一惊。他可是太了解自己这位闺中密友的本事了。白玉香的父亲曾经是县城里开镖局的，白玉香自幼跟着父亲习武，打熬力气，修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的好本事。15岁时在街上赤手空拳打倒了7、8个想调戏他的泼皮混混，一战成名。后来白玉香的父亲出镖被山匪劫杀，报与官府，官府却无动于衷。一怒之下，白玉香带着几个镖师夜袭山匪，斩落了40颗脑袋，自己却毫发无伤。不过这一杀居然杀上瘾了，干脆自己带了一票意气相投的人占了处山寨落草为寇去了。从此以后，白玉香带着手下专干黑吃黑的生意，就杀山匪。要是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挑些为富不仁的大户来杀。于是在这方圆300里之内，倒是闯下了不小的名头，甚至就连官府也拿他没办法，只能张贴告示，悬赏通缉罢了。所以白玉香的本事林儿再清楚不过了。可没想到的是，他亲自出手，居然都能跟丢。那这小子的本事岂不是在白玉香之上？
而有这等本事的人，又岂能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虽然白玉香跟丢了，但林玲却是愈发怀疑，李晨就是那天晚上救自己的人。可越是这样，他越愤怒。如果真的是他为什么就故意装糊涂不承认呢？难道自己有那么不堪，入不得他的眼，让他只想跟自己做生意，半点别的想法都没有？这也让一直心高气傲的林玲几日来气得个半死。今天一见李晨来，如果不是看在那200斤金盐的份上，他真想发一通邪火来的。但理智终究战胜了情绪。现在李晨居然要跟自己说4件事情，这倒是有些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到底要跟自己说什么？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李晨的第一件事情就跌破了他的眼球。我叫李晨，家住木儿村，现在告诉了你这些，就不要再派人跟踪我了。李晨竖起了一根手指。林玲一度很难堪，神色变了几变，很想否认，但最后还是面色绯红的一点头，算是答应了。同时他也记下了木儿村李晨这几个关键字。再给我2000斤粗盐，3日后我会送来400斤金盐。李晨竖起第2根手指。好。林玲点头，这个是正常的，同时也让他很惊喜。要是这样下去，那他可真的发了，因为他已经约好了买家，1斤金盐12两银子，有多少要多少。3，我要与你签雇佣红契。李晨再次道。之所以自曝底细并且要签红契，李晨自有他的考量。虽然仅隔2日，但情势已经发生变化，为防风险，他必须要这么做。有这个必要吗？林玲有些错愕，他没想到李晨的第3件事情居然说的是这个。有。李晨点头。好吧，那签了便是。林玲想了想，这倒也是件好事，因为这预示着2个人会长期合作。签约契很简单，让人去官方找了个见证的老吏，领了签照，填好双方雇佣合作的内容，签字画押，再交100钱。那个老吏直接盖了官府的红印，双方各执一份，红契就算完成了。第4件事情是什么？林玲看着正收起红契的李晨，带着些许好奇地问道。第4件事情，你那个掌柜的有问题，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的合作一出现麻烦。李晨抬头望向了他。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林玲盯着李晨，眼神一闪问道。他觊觎我的手艺，若和贼人合作，掳了我去，这桩生意也便做不得了。李晨直截了当地道。林玲实在没想到他这么直接，一时间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这个话了。其实我也觊觎你的手艺，不若你把这门手艺卖给我，随便你开价，如何？林玲思忖了一下才道。少东家，你清楚我的意思，可能你有自己的打算，若真如此，请先告知我，毕竟互信才是互利的基础。另外，我不喜欢被利用，下次来时给我个结果。李晨看着林玲淡淡地道。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任你狡黠灵慧，弯弯绕绕，我就直接戳破，看你又如何。你果然。林玲脸色不停地变换，心中通通乱跳，感觉这少年郎眼神是那般锐利，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他居然都能看得清楚。另外，上一次跟踪我的人是个高手，或许也是你的底牌，告诉他离我远些，防止误判。李晨再次道啊。你。林玲瞠目结舌，李晨连白玉香是高手都知道了。说罢，李晨揣好红契，扛着钱袋子转身便走了出去。马蹄声响起，他已经赶着那辆大车上了石板路，逐渐远去。气死我了，气死我了！2楼的闺房中，被李晨全程压制，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林玲气得连摔了好几个茶碗。该死的小子，居然敢在他面前这般耀武扬威！他林玲林氏盐铺的少东家，在这平阳县城之中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面前却跟个布娃娃一样随便摆弄，甚至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完整了。嚣张跋扈，狂妄猖獗，目中无人，简直混蛋透顶。林玲将肚子能想到的词儿全都骂了一个遍，直骂到自己口干舌燥，这才坐下来羞羞地喘着气，兀自还有些羞辱愤怒。哎呦，小玲这是怎么了呀？怎么摔了一地的碎瓷？那可是上好的官窑呢。身后响起了一个笑声来，林玲一转头就看到了白玉香已经从后窗轻盈地跃了进来。你是属猴子的吗？有门不走，每一次都跳窗子进来，跟个采花淫贼似的。林玲满肚子邪火无处发泄，怒横了他一眼。我就是属猴的呀，你忘了吗？今天就踩了你算了。白玉香笑盈盈地坐下来，用仅剩的茶杯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快把我气死了，你还要来气我吗？林玲怒视着白玉香。哎呦，是谁啊？能把咱们霸气凌厉、高高在上的林大娘气成这样？啧啧，我猜猜是不是那个会做金言的少年郎呀？白玉香嘻嘻一笑道。知道你还问？林玲怒气稍显。好啦，别生气了，这一次
我可是前宗逆纪，给你查清楚了。哼哼，饶是他那般机警也没用，这一次还不是被我跟得牢牢的，把他查了个底儿掉。信不如命，怎么样，想不想听听？白玉香志得意满地向林玲邀功道。原以为林玲这下总得夸奖自己几句，也能顺顺气，哪想到林玲却是连连冷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他家住在木儿村，大名叫李晨？啊，你都知道了。白玉香一怔，端着茶杯的手定在了空中。人家主动告诉我的，还说你是个高手，但以后最好别跟着他了，防止误判把你给揍了。林玲道，不过眼里却闪过了一丝狡黠。最后一句话半真半假，是在故意挑火。如果白玉香能去揍他一顿，不吓唬他一下也是好的。原来这一次是他故意让我跟着的，该死，居然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刚才你说什么？他要揍我？白玉香柳眉缓缓竖了起来。对于她这样崇尚的暴力女来说，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对啊，他说让你离他远些，再有下次就揍你。林玲瞟了他一眼道，肚子里好笑的要命，能揍我的男人还没生出来呢，他倒也猖狂。白玉香眼里掠过了一抹冷肃，怒哼了一声道，林玲是自己过命的龟友，打死他也想不到林玲是在坑他呢。算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真得解决一下马环的事情了。那小子倒也机警，仅仅来了2次就直接判断马环有问题，并且这一次直接指了出来，说马环基于他的技术会有潜在的风险，甚至影响到我们合作赚钱，要我必须解决掉这个麻烦。真是好像在他面前没有什么东西能藏得住。林玲吐出口闷气去，他自幼高傲，对大多数男子都嗤之以鼻，认为太俗。这一次面对李晨却是处处束手缚脚，时时刻刻被压制，真是生气啊。我倒是有了个计划，但确实需要那小子配合，可以跟你说说。白玉香低声向林玲说了起来。李晨已经回到了村子里，回来的时候依旧感觉有人跟着自己，但敏锐的态势感知能力告诉他，已经不是来时的人了。因为跟着自己的这个人跟踪手段极为高明，比来时的人要厉害得多，有80%的可能是林玲背后的那个高手。不过无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爱谁谁。先去鹿圈看了下鹿群，鹿儿们吃草的吃草，喝水的喝水，状态都不错，伤势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些野生的鹿儿倒是已经习惯了安居乐业有家的生活了，甚至见到李晨都不害怕了，甚至有2头小鹿还怯生生的过来蹭他。李晨看了一下，共有4头小鹿，目前鹿茸才露尖尖角，倒是割不得，还要再等些日子。1头大雄鹿，8头雌鹿，这几天都轮着放血呢。不过李晨放血的手法极为精妙，并且血量也不多，对这些皮糙肉厚的野生鹿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但李晨估计了一下，大概灌注100斤酒也至少要10斤鹿血，至少要3天轮着放才行，同时还要保证他们几个人每天1小碗鹿血，所以3天100斤鹿血酒，这也是极限状态了。要等到那些小鹿长成之后，或者再产下几头鹿来，那就好了，鹿血就可以敞开供应了。盘算完这笔账，李晨赶着马车回去了崖上的家里。此刻刘晨旭、赵大石、侯小白正在院子里忙着整理柴草垛呢。收来的柴越来越多，必须都要落好，要不然风一吹全都散了架子，再说也没地方散放。柴草垛紧贴着院边，规整的整整齐齐，甚至连茶口处都是一个平面，跟尺子量出来的。李晨心下间一笑，不用问，这肯定是刘晨旭的杰作。刘晨旭在这方面近乎有些偏执。别的不说，他家里虽然穷，但一进屋子总是那样干净，给人一种纤尘不染的感觉。赵大石还在那里拿着大石头吼吼哈嘿的打熬着力气，侯小白窝在工房里继续做着弩小碧七，正拿着手弩还在努力的修行剑法。刘晨一抱着小虎在旁边给他加油叫好。不过院子里倒是又多了一个人，居然是徐秀。他也兴奋地跟着小碧七在那里练弩箭呢。相比较起来，他明显比小碧七有天赋，虽然比不上侯小白，但20步内的准头绝对能跟刘晨旭都有一拼了。一见李晨赶着马车回来了，一群人登时欢叫了起来，齐齐围上了马车。我的天哪，陈哥，这是又弄回来多少盐啊？好家伙，还有这么多粮食，省着吃都够全村人吃上10天了。咦，咋还有酒呢？咦，这是炼铁用的干锅。陈哥，你这是要打铁抢我家的生意啊？赵大石边从车下往下卸东西，边举起了一个大干锅，惊奇地问道。小点声儿，哪儿那么多的屁话？干你的活儿，哎呦的妈，咋这么多钱啊？侯小白没好气儿地骂道，却不料下一刻他比赵大石叫的还声大。不过叫出这一声他就后悔，赶紧捂住了嘴巴，震惊地看着李晨。卖盐的钱。李晨微微一笑，将钱袋子提了下来，却有意无意地看了徐秀儿一眼。徐秀儿咬了咬唇，眼神一暗，
将手弩递给了小碧七，情绪低落地道：“婉儿，我回去了，有时间再来找你玩。”随后他转身就飞快地离开了。陈哥，秀儿好像不开心了，奇怪，刚才他还挺高兴的嘛，咋一下就不开心了？赵大师疑惑地问道。你这笨货！刘晨旭和侯小白气得同时出声骂道，各起一脚将他踹下车去。哎呦我的妈！你们两个还是不是兄弟啊？下死手啊！赵大石从车底下哎呦呦直叫唤，惹得小碧七还有刘晨一个个笑个不停。大石，一会儿将你爹找过来帮我练铁。李晨扶起了他笑道。啊，真要练铁啊？赵大石张大了嘴巴，这一次是真的吃惊了。赵大石和刘晨旭几个人去了家里找赵铁匠，顺便搬着搬炼铁的一应器具。院子里只剩下刘晨一还有玉清婉了，手头刚好无事。李晨在院子里整理着东西，准备一会儿开始炼铁。这一次去县城，除了粮食蔬菜畜谷之外，还买了好多弓弦、弓胎与箭头，这些是做武器必备的东西，他必须要多多积累，越多越好。同时还按照自己改良炼铁技艺的想法，买来了一堆相应的东西。刘晨一虽然年纪小，却是特别懂事，将小虎放在旁边的窝里，和小碧一起帮着李晨整理着那些东西。官人，我的弩术现在练得怎么样？小碧七用布巾给李晨擦了擦汗，小声地问道。很不错，准头已经有提升了。李晨点头笑道。这话多少有些违心，但宠爱让他必须要夸奖小碧七一下。小碧七咬了咬唇，小声地道，其实秀儿姐姐比我射得准呢，我3箭只有1箭能中靶心，她箭箭都能中。李晨边忙边点头。还有啊，秀儿姐不仅弓箭射得好，力气也特别大，不输于成年男子呢。还有啊，她长得也好看，而且特别能干活，还识字，吃的还特别少。小碧七搜肠刮肚的去想徐秀儿的优点。李晨停下了手里的活计，转头望着他，你想说什么？啊，我就是闲聊天嘛。小碧七被他这一看，顿时有些慌乱了起来，手足无措地道，去做饭吧，我饿了。李晨岂能不明白他的心意，无外乎就是来给徐秀儿做说客的。其实平心而论，他还没那么拘泥，尤其是在这个古代封建王朝，娶几个老婆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也养得起。但乱世之中，多一份牵挂便多一层顾虑，关键时刻甚至会因为某些人而影响到他的某些决定。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所以暂时他不想考虑这些，以后再说吧。哦，好的，官人。小碧七有些泄气的转身去做饭了。头一次做媒婆就失败了，让他对自己很失望。下次一定要组织好语言，不能乱说一气，没有章法呀。小碧七暗暗给自己加油打气。稍后赵大石他们来了，居然把铁匠炉子都抬来了，还有鼓风皮囊一类的，甚至还有些生铁块。陈哥儿，听说你要炼铁？好啊好啊，现在咱们这附近10里8村的就缺铁匠呢，大家打个菜刀锄头铁锅什么的都要等上10天半个月的，实在忙不过来。正好陈哥儿有这个心思，那咱们就一起干。赵铁匠哈哈大笑道。他今年45岁，正是壮年，走路大步流星，说话声若洪钟，一身的尖子肉。因为入了将界，再加上这附近实在缺铁匠，所以就没有征召入伍。赵叔，我之前无意中跟一个流民倒是学了些打铁的技艺，好像跟你的并不一样，一会儿我试验一下，你在旁边给我指点指点，可好？李晨抬头笑道。这个时代炼出来的铁实在杂质太多，武器质量低下，他也是不得不进行一下改良。不过铁器管制，尤其武器，他不是将级，不能随意炼铁，但通过赵铁匠炼铁就好办了。至于武器打造，虽然律法森严，但乱世之中，只要民不举，官不究，行事再小心些便无妨。当然没问题，陈哥先坐，我帮你看着。赵铁匠笑道。不过心下间倒甚是惊奇，这陈哥居然也学过打铁，又是打猎又是炼盐，现在还能打铁，陈哥都快成万能的了。于是在所有人惊奇的眼神，李晨居然很是熟练地将铁匠炉子摆好，将一口陶干锅放在上面。随后他居然拿出了一块墨锭，在陶干锅内趁里磨来蹭去的，将墨粉涂抹均匀，这样不但耐高温，而且还可以延长干锅的寿命。赵铁匠看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陈哥儿，你这是在弄啥嘞？用墨锭涂粉层，可以让这锅更耐烧。李晨简单解释了一下。啊，这能行？赵铁匠瞪大了眼睛，随后就看见李晨又拿过来一堆东西，居然还在称重。称完之后，开始分层摆放赵大石捣碎的碎铁，再铺一层木炭，又加上了一层硼砂，盖上盖子。这是啥东西啊？赵铁匠看着那硼砂，惊奇地问道。炼铁还能用这东西？这叫大硼砂，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反正那刘明说了，用这东西
可以让碎铁融得更快。李晨真真假假的答道。做完这一切，开始点火，让赵大石、刘晨旭还有侯小白几个人暂时充当苦力，不间断的进行皮囊鼓风，就算吃饭也不休息。期间，赵铁匠吃2口饭，便转头看一眼铁匠炉子，满眼惊奇，还指点李晨呢，这炼铁之法他从来就没有见过，更没见过用残冰回炉炼铁的。陈根的这办法真的能行？李晨也不多解释，只是让赵铁匠帮看着那铁匠炉子，然后几个轮流用皮囊鼓风，他则去教赵大石他们练弩术、开硬功、搏击、刺杀、3人组合小战阵等等。赵大石一群人练得汗流浃背，苦不堪言，但若是他们知道这便是后世最强大的特种尖兵训练方法，并且还有最现代的极简级强刺杀术，恐怕再苦也不会吭一声。旁边的赵铁匠看得眉毛直跳，虽然他不懂，可直觉告诉他，陈根教的这些东西感觉不像是打猎用的，倒像是军队里战阵所用的技法。但军队里的东西也没有李晨所教的这些东西那般凶悍，看上去就吓人啊。期间李晨还开盖2次，用预热过的柳木棒撇去浮渣，这样可以降流，最后还往里扔了一堆核桃壳碎渣子，这样能提升碳含量。这一系列的操作把赵铁匠看得目瞪口呆啊，还能这样炼铁？那炼出来的会不会是一堆铁渣子啊？不过他所有的狐疑最后都在铁水出炉凝形的那一刻化作震惊与赞叹。那铁块纯得像个14岁的少女。再接下来，李晨的操作又将赵铁匠的怀疑度拉满。他用的是什么9转阴阳叠的打铁法，每叠一层还撒入了一层什么石英砂骨粉，锻打10层还要埋入热草木灰里，叫什么环了。甚至最后淬火的时候也很繁琐，还要用加了松脂的桐油插一遍，再用井水加消食的水浸一遍，最后还要在炒热的粗盐里搁上半炷香，一通忙活。等到夕阳晚照时，一把长刀终于打造出来。赵铁匠借着那金色的晚霞看去，就看见那刀身居然比普通刀长出半尺，却窄了半寸，弧度却加大了，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样子，但却呈现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刀身呈现松针纹，顺光而望，宛若一片松涛。赵铁匠屈起中指，轻扣刀身，叮的一声，那刀居然发出了久经不息的龙吟般声响，这也让赵铁匠怔然好久。他从未见过能轻弹吟啸时间如此之长的刀，这预示着这把刀无论韧性、强度、硬度都是无与伦比。试试吧。李晨微微一笑。赵铁匠深吸口气，一刀斩向了旁边地上的一根木棍，而臂粗的木棍应声而断，根本没有太大的组织感。而李晨则拿着一把残刀和这柄刀对砍做试验，结果叮的一声轻响，残刀被砍成了2截，而这把刀却连头发丝般的缺口都不曾经出现。周围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震惊地道：天爷啊，这简直就是绝世神兵啊！此刀名为戚家刀。李晨轻抚了一下刀身，微微一笑道：戚家刀，那可是封建王朝冷兵时代最巅峰之作，威名犹在轻功之上。戚家刀，所有人看着那柄断成2截的残刀，目眩神摇。老天啊，哪里见过这样锋锐的武器？以前他们用的农具也好，刀具也罢，都不敢相互磕碰，轻则豁口，重则断成2截。非但锋锐，无论重量、长度，亦或是挥劈砍刺起来，感觉都是那样舒服、完美。当握起这柄刀的时候，每个试过的人都有一种人刀合一的奇妙感觉。这刀说不出的顺手，不过就是这名字有些怪。李晨也感觉到叫戚家刀有些不太合适，轻咳一声，来个谐音梗，骑兵利刃，故称为戚家刀。但也只是随口一说，当不得真。真若叫的话，便叫这刀是陈哥你亲手发明打造的，不若便叫李家刀，那多好听啊。刘晨旭脱口出道：也好，便叫李家刀。李晨略一点头，就坡下驴，心中多少有些汗颜，就这么直飘了，多少有些不厚道。轻挥了2下刀，却感觉一般，只能说勉强入了他的眼而已，距离他想要的刀还差了几个等级。如果用能煤炭做成的焦炭炼钢，给氧系统再加以强化，刀的质量还能有更大的提升。依照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现在看来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不过暂时就这样，能用就行，进一步改良的事情以后再说。事实上，这把刀就已经足够震撼的了。陈哥，无论做啥你都是这么厉害，你简直神了啊！赵大石看着那柄刀，羡慕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刘晨旭和侯小白也是满眼震撼，对李晨的崇拜已经可以用顶礼膜拜来形容了。在他们心中，李晨已经是神。其实何止在他们心中是神，在赵铁匠的眼中，李晨同样也是神。铁匠之神居然能用墨定粉、什么硼砂，甚至还有核桃壳渣子消食水，就能炼出这样的绝世神兵来，简直不可思议。那些玩意
好像是道观的道士炼仙丹用的吧？难道陈哥是个学过仙法的道士？赵铁匠看着李晨的眼神再次发生了变化。李晨哪里想到赵铁匠居然能脑补那么多想法，将刀扔给了赵大石他们耍去，转头向赵铁匠笑道：“赵叔，指点我一下，刚才炼铁的法子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赵铁匠一翻白眼，瓮声瓮气地道：“陈哥儿，你这是寒碜你赵叔呢？我打了一辈子铁，就没见过这炼铁的法子，更没见过第一次炼铁就能打造出这等神兵的奇人，还让我来指点你，这纯粹是羞骚我呢。”“没有，赵叔，你误会了。”李晨赶紧摆手，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赵叔，如果你觉得这法子尚可，我待会儿就抄个秘诀方子给你子，尽量写清楚了，以后你帮我炼铁可以不？啊，抄秘诀方子给我？陈哥儿，你不是认真的吧？赵铁匠惊喜交加，但同时也瞪大了一双牛眼，满眼的不能置信。能打造出这等绝世神兵的秘诀方子是何等珍贵，放在外面怕是都能引起一场战争来。他说给自己就给自己了，当然是认真的。你不怕我泄了密？当然不怕，大石和我是过命的兄弟，你又是大石的父亲，我不信你还能信谁？李晨摇头一笑，他当然有这个信心。赵铁匠和赵大石父子两个虽然脑筋不是十分灵光，甚至有些一根筋，被村里私下嘲笑一对傻父子，但他们是出了名的憨厚忠义，李晨绝对信得过他们。果然，赵铁匠狠狠的一点头，得嘞，陈哥，啥也不说了，你赵叔我若得了这方子，就算拼了命也要护这方子周全，除我和大师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已经天黑，都在李晨家吃饭。吃过了饭，一群人又是照例该学习学习，该做活做活。赵铁匠则如获至宝的拿着那秘诀方子回去学习了，估计今天晚上是睡不着觉了。不过今天晚上李晨格外忙碌，因为他居然给小碧七造了一架新纺车，刚刚组装好。这新纺车居然有4个并列的钉子，而且还是双踏板脚踏式的，并且钉子旁边还加装了一个倾斜的导槽，导槽的末端还设置了铜制的钩针，又能自动位线，又能及时清理缠绕杂线。只要一踩踏板，4个钉子飞速的窜动起来，纺线速度极快，比起以前的手摇单钉的纺车快了3-5倍不止。天呀，这也太快了！用这台纺车，我这样的新手，一个人都能顶得上别人3-4个人的工作量呢。小碧七震惊地道：“是呀，就算是我这样的小孩子，用这纺车纺线，也要比那些大人快呢。”刘晨一也上去试了2下，拍着小手欢乐地叫了起来。至于其他几个人，早已经被李晨震惊得有些麻木了，所以都不怎么吃惊了。小白，你好好的研究一下，研究好了，我教你怎么做。以后咱们拓展一下生意种类，把纺织这一块也做起来。李晨转头看向了侯小白，对于这些能豁出命来保护陆群和小碧七的兄弟们，除非必要的秘密，否则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并且以几个人对他的忠诚度，他也绝对不担心会技术外泄。好嘞，陈哥。侯小白重重的点头，不停研究着那架纺车。他也知道这是陈哥一直以来教导他的方式，无论弩也好，纺车也罢，就是让他先观察，自己再去模仿，等到哪里不会的时候去问陈哥，然后就豁然开朗了，也能让他的记忆更深刻。所以他也十分用心的观察记录学习着。陈哥，这些地方可不可以加上外壳啊？一方面能够防止异物掉进去卡线或造成纺车损伤，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有心人看到回去仿制。侯小白观察了半天，指着有些裸露的地方说道：“说得不错，你现在就做吧。”李晨欣赏的一点头，这小子脑子就是好使，而且也间证明了他的忠诚。他开始有了维护技术不外泄的私心。第二天清晨，照旧训练、吃饭、喝骨汤、录血，然后刘晨旭敲响了锣声，全村人再次欢声笑语的上工而来。不过当村里人看到了那架新纺车的时候，全都被震惊到了。那纺线速度嗖嗖的快，简直有些吓人。有好事的女人试过之后，简直爱不释手，纺线速度比起以前来，简直快上5-6倍啊！结果就是那些无功可做的女人们，干脆把自家的麻都拿了过来，排着队在那里等着试验新纺车，甚至有人还因为争抢试用这新纺车而吵了起来。有脑子活的，甚至开始私下里用山里采来的小果子什么的贿赂小碧七，就想试用一下那纺车。人心很震撼，场面有些乱。李晨则去了赵铁匠家里，指点赵铁匠按照他的技术进行打铁。赵铁匠打了一辈子铁，记忆上早已经炉火纯青。有了李晨这个全新的无限逼近于现代化的理念，可以说是瞬间记忆提升了一大截。就目前而言，李晨基于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所改良的炼钢方式，除了高炉之外，基本上就是最强的了。指导赵铁匠全流程炼了2遍铁，赵铁匠已经将这一切牢牢记在了脑子里，并且直接当着李晨的面烧毁了那张秘诀方子。赵叔，
你们用的铁是从哪里来的？李晨坐在旁边帮着他锻打着一柄李家刀，边问道。昨天炼铁用的是从那些匪徒身上抢来的刀，让赵大石全部砸碎，重新熔炼而来，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光有技术，没有铁料也不行。昨天去县城，他也找了一下，却并没有看到炼铁和卖铁料的地方。我们进铁料是要去官办的铁矿买的，就在西边40里外的黑水矿场，紧挨着旁边的黑山，到那里找管事的铁务。赵铁匠向东北方向一指，笑着答道。李晨一点头，记下了。想要发展，就必须用铁。他需要铁，大量的铁。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李晨问道，边示意赵铁匠将2个人正在捶打的一柄长刀翻面。此外嘛，就是收一些破损的武器工具之类的，重新烧红打造。不过实在太难了，想要像陈根这样重新熔成铁水，实在太过耗费时间，而且未必能成功。另外，除锈之类的也太费时了。赵铁匠说道。原来如此。李晨点头，用心记下。要是我们买铁矿石用来自己炼铁，是否可以？李晨边和赵铁匠捶打长刀边问道。现在官矿出产的铁料质量太过低下，想要进一步提升武器装备的性能，就得从源头处入手，在炼铁方面进行改良，也是可以的。不过炼铁矿石这个咱也不会啊，就算有会的，炼出来的铁还不如官矿里的铁料呢，所以很少有人这么做。赵铁匠摇头笑道。李晨一点头，记在心里。刚要再问询一下其他的情况，就听见山脚下马蹄声响，有人声传来。他转头望去，不禁皱起了眉头，就看见山脚下居然来了几个官差，都骑着高头大马，后面还跟着10几个挎刀持枪的乡勇府兵，旁边还跟着几个同样骑着马的中年男子，居然直奔山上而来。咦，怎么还有官差？这也没到收税钱的时候啊。赵铁匠搭额看去，不禁一怔，有些奇怪的自言自语道，好像是去我家的，我去看看。赵叔，你且忙着，打铁的工钱我和大师结算。李晨站起身来，向前走去。咱们爷俩还谈什么钱不钱的？你教会我这个法子，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再说钱的事儿，赵叔就跟你急了。赵铁匠一瞪眼睛，颇有些不满地望着李晨道，其实我是想着，以后赵叔就专门帮我打铁吧，我按月结钱，每个月1两银子，生意做大时再加工钱。李晨回头一笑，啊，赵铁匠傻了，1两银子，1年下来就是12两，啥匠人能赚到这么多的钱啊？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李晨早已经走得远了。这陈哥如此豪爽仗义，为他余生卖上这条命都值得。赵铁匠一捶打在那把烧红的刀上，心下间发狠地道。此刻李晨已经回到了院中，看着院外的那些官差，尤其是看着跟在官差身畔的吴长青，眼神冷肃了下来。如果不出意外，昨天去县城的路上跟着他的就是吴长青这伙人，至于后来的人，有80%的可能是林灵儿派来的人。没想到吴长青今天就把城里的差人找过来了。不过人群之中他倒是没有发现那个白沙村的村正马武，这一次他居然并没有跟过来，显然他跟吴家人之间应该也有局域。谁叫李晨？领头的那个官差是个40岁左右的壮年人，精瘦，一双狭长的眼睛金光四射，冷意森森的在人群中巡视。骑在马上，他扬声喝道。院子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活计，紧张地望向了院外的官差，还有后面那10几个持枪挎刀气势汹汹的府兵，俱都神色畏惧。任何年代，在官差府兵面前，百姓都是弱势群体。我是李晨。李晨走了出去，站在马前，平静地道：我是平阳县尉吴闯。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那官差眼神向着院中巡视过去，最后盯在了李晨身上，厉喝了一声问道：炼制今年？李晨依旧语气淡淡，不过他已经隐隐间猜到，若是不出意外，这个吴闯恐怕就是吴家在县里当差的族人。县尉，县里的位置只在县令和县城之下，是掌管治安及道的3把手，就县里而言，绝对是个不小的官。倚门而望的小碧七紧张地抓着门框，脸色苍白，指甲都快抠进木头里去了。他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情，炼私盐那可是重罪，如果官人因为炼盐被抓了进去，那该如何是好？其他的百姓大概也想到了这件事情，人人脸色惊恐了起来。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担忧，而是在为李晨担忧。秀儿，快去找你爹。刘金翠低声向徐秀儿道。徐秀儿也紧张地应了一声，沿着院角轻盈地爬过了土墙，极快跑进山中去找正在组织村民打柴的徐江。私下制盐那可是重罪，李晨，这一次你死定了！哈哈哈哈！旁边的吴长青狂笑了一声道。他死死地盯着李晨。现在经过多方打探，他已经100%确定，这个小王八蛋就是杀害他7位族内后生的凶手。也正因为如此，
昨天他才带人一直跟着李晨，想暗中杀了他算了，没有证据，报到官府也没用，无法抓他。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李晨昨天去城里买来那么多的粗盐。他合族人又是吃惊又是好奇，李晨哪来那么多的钱买粗盐？买这些粗盐又要干什么？正因为如此，吴长青才强自按捺下杀心，继续观察。没想到李晨居然自己作死，组织人手起早在家里炼精盐，这可让吴长青带到了切实的证据，急急地找到了县里当县尉的侄子吴闯，来抓李晨一个现行，并且若是要能从他嘴里逼出那个炼精盐的方子，那可就发大财了。看着吴长青得意忘形的嘴脸，李晨冷冷一笑，我死定了。那也未必，真是好猖狂的小子，都已经被抓了炼制私盐的现行，居然还敢在这里口吐大气。今天本官必须要履行县尉职责，将你这胆大包天敢炼私盐的田舍汉缉拿归案。来人啊，给我拿下！吴长青一声怒吼。李晨眼一眯，刚想有所动作，却不料远处一声尖叫，等等，我家官人不是非法制私盐，而是从城里买来的粗盐，用其炼制精盐，再卖回城中，一切渠道都正规合法，这不是炼私盐，只是二次提纯，又何罪之有？他一回头就看见小碧七正提着群居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张开小手拦在了李晨面前。尽管面对那冷气森然的刀枪，他是那样害怕，身体还在颤抖着，却依旧勇敢地用单薄的身躯挡住了对面如狼似虎要拿人的10几个官差。不过小碧七的艳丽却让吴闯眼中金光一闪，眼底深处掠过了一抹贪婪。这个李晨倒是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要是收拾掉李晨，取了他的家财，再睡了他的老婆，倒也算是为家族复仇了。李晨看到了他的眼神，登时眼中掠过一抹杀意，这个人得死。对啊，陈根的盐都是从城里盐铺买来的，只不过是2次加工，又何来炼制私盐一说？这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分明就是那个老王八想构陷我们陈哥，对他进行诬告。误那老王八、老爬灰、老混蛋，若真是个掉卵的爷们儿，就别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有本事过来，看老娘不挠死你！此刻刘金翠带着一群村妇也围了过来，拦在了那些官差的面前。你一言我一句的愤怒质问反诘，甚至有泼辣至极的村妇就要奔着吴长青过去，要将他拽下马来挠他个满脸开花。吴闯登时大怒，一挥手，炼私盐就是炼私盐，休得胡言狡辩，不管是谁敢拦者，给本官拿下！一群官差往前闯，那些村妇们登时也都汗性发作，奋不顾身地抓着那些红缨枪往外推，拼死也不让他们过来抓李晨。这一幕也让李晨感动，他刚要伸手入怀，准备结束这场混乱，正于此时，远处突然间就响起了一片炸雷般的声音：兀那狗官，你凭啥抓我们陈哥？就看见几10个田舍汉们已经从林子里冲了出来，挥舞着手中的柴刀，群情激愤，将所有官差团团围住。而村子里也有大批的人知道了消息，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拿起了各式各样的武器，向着这边冲了过来。一时间，300多村民几乎一个不落，集体出动，将那些官差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你们这帮泥腿子，敢围攻本官？本官可是朝廷命官，真是反了啊！吴闯骑在马上，惊怒交加的吼道。可是他脸上一片苍白，真的有些怕了。当县尉这么多年，从来走到哪里都是横行霸道，嚣张跋扈，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村的老百姓为了某个人敢集体围攻他的大人。我是本村村正徐江，请问大人，陈哥何罪之有，让大人如此劳师动众，亲自过来拿人？此刻徐江已经分开了人群，走上前来，向着吴闯一拱手道：你是村正？好，本官正要找你。今晨本官接到有人举报，说木儿村李晨私自炼盐，现在已经被我抓了现行，还有什么好说的？让你们这些莽汉村民速速散去，再敢围在这里胡搅蛮缠，休怪本官以阻碍公务之名将你等全部缉拿归案，投入大牢，让你这村子遭受灭顶之灾！吴闯色厉内荏的怒吼道。可他只有10几个府兵，面对300多号群情汹涌的村民，他心里着实没底。吴大人，刚才你也听到了，陈根所购之盐均来源于城中盐铺，我们只不过2次加工再卖回盐铺，并不是私下制盐，更没私下销售，一切都是正常市商行为，这有何罪之有？徐江说道。原本李晨手已经伸出了怀中，想把那红器拿出来，但看到现在这个情形，他略一思忖，将手放回怀里，倒是不着急了，想再观察一下是否有罪，也不能光凭你们一面之词。不过可以这样，你们先散去，让这个少年郎跟我们回去调查一番，等到确认没有问题，我们自会放他回来。吴闯倒也奸猾，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来了个以退为进。不管怎样，先将这村民哄住，把李晨带回去，只要抓了李晨回去，到时候想怎么弄他都行，不必要跟一群蠢汉渔夫多纠缠。谁知道
徐江却是摇了摇头：“吴大人，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带人走？想要证据，县尉大人尽管去查，若是查实再来拿人，若是无法查实，自然也就无罪可指。带人就不必了。若是本官必须要拿人呢？”吴闯被僵在了这里，眼神阴冷，死死地盯着徐江道：“那你且问问，木儿村这300多村民，让不让你拿人？”徐江昂起头来，望向吴闯，眼神异常的坚决：“谁敢拿人，就从老子的尸体上迈过去。”赵铁匠持着一柄铁锤大步走了出来，怒视着吴闯：“谁不知道进了你县衙，好人也得8层皮。老子今天把这130多斤交在这里，也不能让你们带人走。”周大海持着一柄柴刀，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与赵铁匠并肩而立，怒目而视，宛若哼哈二将。其他村民也纷纷举着各式武器往前涌。远处，侯小白已经扔给了刘晨旭一把弩，2个人爬到了高处，隐蔽好身形，准备进行狙击。而赵大石则拎起了那把昨天打造的长刀，手在颤抖，但那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每当要打架的时候，他都特别激动，颤抖得特别厉害。不过当打上架的时候，他就不抖了，手还稳得很。吴大人，民心若此，倘大人执意而为，怕是要生生激起民变来了。若是激起民变，大人，这罪责怕是你担不起啊。徐江缓缓说道。李晨凝神看着徐江，这等词风与反应能力，也让李晨重新对他进行了再认识。这徐大叔倒也真是个人才，难怪古代有些草莽帝王仅凭1村1县之地的人便可以打遍天下，甚至坐稳朝堂，民间不乏强者，甚至1县之人都足能治理天下，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崭露头角罢了。而听到这番话，吴闯脸上瞬间白了一下。原本正值多事之秋，北雁关战事不断，压力吃紧。北雁关最怕的就是内部不安，尤其是民变。对于这件事情，各级官员都如临大敌，安抚还安抚不过来呢。若是这边真的激起了民变，真惹怒了上面的各级官员，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县尉，就算是县令也根本抗不住上面的压力。轻则罢官，重则下狱。深吸口气，他转头望向了吴长青，低声道：“三叔，今日之事，想拿人怕是不好办了。不若等这小子出村落单的时候，或者入城之时，再对他进行缉拿吧。也只能如此。”吴长青磨了磨牙，死死盯了一眼人群中的李晨，用马鞭指了指他，转身调转马头便走。当这些官差终于离开木儿村时，木儿村登时爆发欢呼声来，那声音响遏行云，几乎震天动地。听到这欢呼声，吴闯心中无比耻辱，死死地咬着牙：“李晨，你这臭蛆，老子记住你了。”此刻，李晨看着那些淳朴又热血义气的村民，有些动容了。其实之前与林灵儿签纳红契，就是为了预防白沙村吴家的人告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却没想到红契居然没用上，反倒是这些淳朴的村民硬生生地逼退了那县尉。心中感动，他站在高处，拱手团团一揖：“列位，今日保我李晨及内人平安，这份恩情永铭五内。”什么都不说了，陈旭在。陈哥。刘晨旭早已经放好了弩，跑了过来。收柴价格涨起，一束柴40文，一束草20文。女工每日多招10人，且中午供顿饭。李晨手一挥道：“是，陈哥。”刘晨旭拿笔记得清清楚楚。豪爽大气，陈哥大德。知恩图报，陈哥厚道。喝彩声响彻半边天，所有村民再次沸腾了起来。小碧七激动得满脸通红，跟喝醉了酒似的。继续开工，刘晨旭按照李晨说的，直接让第2组女工也上，同时还村民们帮忙搭灶。不过院子虽然宽阔，但这么多人一起忙，也委实不够宽敞了。幸好旁边还有好大的一片空地，虽然长满了野草什么的，但清理一下就可以了。李晨索性让村民们帮着把东侧院墙直接扒了，将院子一直扩到尽头处的灌木杂草丛那边去，又一字排开5口大灶，烧火熬盐，只不过可苦了赵大石、侯小白和刘晨旭3人，要来来回回的拎着大盐桶去玉清婉和刘晨一的操作间里倒盐水。到后来，玉清婉实在忙不开了，只得让侯小白来帮着操作制盐。剩下的那些无工可做的村妇和汉子们，则全都去打柴草赚钱了。陈哥，今日之恶虽然已经解了，但依旧有后患。我这2日派人去白沙村又打听了一下，好家伙，那吴家在白沙村里可谓是臭名昭著，无论是谁惹了他们家，他们就如同疯狗一样，全族齐上阵，咬死不松口，怕是他们还要对付你的啊。况且现在还有县尉吴闯给他们撑腰，虽然陈哥你有本事，但只有日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所以终究还是要想个法子，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后患。徐江将李晨拉到了一旁，满眼担忧地望着他。没事，徐叔，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李晨微微一笑道：“哦。”徐江眼神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那可是县尉在替吴家撑腰啊，
他居然说自己有办法。我能卖这金盐，若是没有办法，岂能轻易卖的？李晨微笑反问。原来如此。徐江恍然大悟，觉得自己懂了。但他哪里知道，李晨的办法就是，若那县尉再来惹自己，找个机会一箭射杀便是。诡道是兵法，奇道是兵谋，锐道是兵身。无法无谋时，唯有锐不可当，力摧一切，才解万忧。徐江带着人继续去打柴了。李晨刚进了屋子，却不料一阵香风扑面而来，小碧七直接扑了过来，就扑在了他怀里，哭了个哀哀欲绝。官人，刚才吓死奴家了。小碧七梨花带雨的在他怀里哭道。怕什么？你家官人又不是泥捏的，岂能任人欺辱？李晨抚着他的如瀑黑发，淡言笑道。回想刚才那一幕，尤其是想起小碧七居然那般有勇气，虽然怕得要死，却依旧用单薄的身躯挡住了那明晃晃的刀枪，心中不由得一阵感动。官人，奴家真的害怕那县尉将你拿去折磨你。小碧七回想刚才的情况，兀自一阵后怕，哭得更厉害了。放心吧，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情况发生。李晨轻轻抬起了他的下颌，相信我。小碧七抽抽噎噎的轻轻点头。不过李晨心有所感，不觉得转头看了过去，却看见徐秀儿正慌乱的转身，却不料一下撞在了马莲的怀里。哎呦，秀儿，你这是嫉妒嫂嫂丰厚肥煞，撞死我了。马莲捂着胸口蹲在了地上，还不忘拖着胸炫耀一下自己的资本。啊，对不起，嫂嫂。徐秀儿赶紧扶起了他。秀儿姐姐，也好担心你，当时正是秀儿姐姐去找来了村正徐叔，才解了咱家的大恶呢。小碧七从李晨怀里探出头去看了一眼，当时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擦了擦眼泪，他小声地道：你这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李晨叹口气，一刮他的鼻子。去忙吧，争取这2天把这金盐炼制出来，我再送去城里换更多的钱粮回来。官人。小碧七轻叫了一声，声音娇娇的像气儿吹。还有什么事？李晨揉了揉太阳穴，这小娇妻啊，越来越拿他有些没办法了。官人，奴家和依依有些忙不过来了，想找个可靠的帮手，就比如秀儿姐姐，她可好呢，行吗？小碧七大着胆子搂起了他的胳膊，小小的撒了个娇。你想说什么？李晨看了他一眼，却如何不知这小脑袋到底转悠着什么念头。人家是想说，有人帮忙才能加快进度，赚更多的钱。对，就是这样。官人，你说是不是呀？小碧七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很合适的理由。可我不想赚很多钱，够了就行。李晨看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故意逗弄着他。啊！小碧七张口结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行了，去干活吧，这件事情以后再说。李晨一语双关地道。哦，好的，官人。小碧七泄气的应了一声，没精打采的出去了。说服官人的计划第2次失败了。接下来大家俱是各忙各的，而李晨则接着去赵铁匠家里炼铁打造刀具，并且这一次啥都谈妥了，以后就给李晨做工。赵铁匠已经横下了一颗心，后半辈子就跟着陈根干了。那大锤抡得跟风车似的，叮叮当当一通砸，他把要续弦取2房的劲道都使出来了。不过照这样下去，他手里的铁料也就只够个3-4天使用的，4天之后就得歇工。所以李晨还得抓紧时间去寻找一些铁料。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弄到铁矿，从源头处提升产出铁的质量。黑水铁矿，李晨边在家中工坊里做着弩弓箭矢，边思忖着这件事情。李晨暗自思忖着，如果可以的话，这几天得抽出功夫来去一趟黑水铁矿了。身为传奇佣兵之王，况且还生于这乱世之中，北燕关战事吃紧，不一定哪天可能被攻破，到时候北莽铁蹄浩荡驰骋在北方大平原上，生灵涂炭。就算是为了自保，他也必须要储备钱粮，整治武备，以防万一。如果情势吃紧起来，他还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强化训练。不过听闻现在的消息，北燕关应该还很坚挺，这也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去做好应对未来不测情况的准备。不着急，慢慢来，一步步徐徐图之便好。中午吃过了饭，一群村妇又开始欢声笑语的干活。李晨坐在工坊里，难得的歇息一阵，便随手拿起了一本书来翻看过去。那本书是刘承旭送给他的答谢礼之一，书名叫做《韩北郡县志》。韩北指的是北燕关以北广大的北方苦寒之地，也是镇北王的封地。这本书据说是3代镇北王耗费近100年时间，组织各类地理人才进行勘测，才父子成书的。可以说拿着这本书走遍韩北都不怕。李晨也是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来，倒是看得津津有味。军事从来和地理都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后世的军事院校还有一门课程叫做军事地理，所以李晨对地理一直以来都是极为敏感的。不过翻来翻去，
原本抱着看贤淑雅兴的李晨就缓缓地坐直了身体，眼神开始凝重了下来。再翻了几页，李晨直接坐不住了，而是站了起来，拿着书走到了阳光下，细细看了起来。好半晌，他啪的一下合上了书本，抬起头来望向了远处连续起伏的太白山，神思恍惚了一下。奇怪，这韩北郡县志所记载的地理内容居然与后世的东北高度契合，不仅仅是高度契合，而是完全一致啊！甚至就连地理山川、地形地貌、河流分布都几乎没有太大的出入。这怎么可能？李晨喃喃地道，心下间翻起了巨大的波澜。虽然上一世他祖籍是南方人，并且幼时也在南方生活，直到13岁时才随着父母搬去了国外生活，但他自从洗白上岸成为财团老总之后，主要做的就是矿产的生意，而地大物博的祖国东北当然是他做这门生意的首选之地。所以那些年他一直在东北考察，做矿产生意，足迹踏遍东北，对东北的各种矿山完全敢说是了如指掌，烂熟如胸。如果这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大眼王朝地理环境和上一世的祖国完全一致的话，尤其是这韩北之地和东北一样，那想到这里，李晨这样深沉内敛的人都忍不住有些情绪激荡起来了。不过就在这时，外面突然间响起了一个声音来，请问哪位是李晨？李晨耳力极好，纵然隔着那么大的院子和院里忙碌干活的人声，依旧将那个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略一皱眉，今天来找他的人不少啊，并且听声音好像是个女人。信步走出了院子，李晨抬头望了过去，却是一怔，不但是个女人，还是个年轻的女人，还是个年轻而且极美的女人。那女人双十年华，生得杏眼桃腮，明媚动人，往那里一站，给人一种繁花怒放的美好，并且她还牵着匹马，一身红色劲装，披着剑披风，更给人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小娘找我家哥哥做甚？院外主事的刘承旭走了过去，一拱手，文质彬彬地道：小郎君，我叫林仙儿，从县城林氏盐铺来，找你家哥要有要事相商，可否见个面？那女子微微一笑，到刘承旭不由得气息一滞，原来美丽也是有着强大杀伤力的。我便是李晨，走吧，去那边无人的地方。李晨走了过去，向那女子一伸手道。一听到盐铺，再看到这女子的打扮，尤其是以他的眼光看去，那女子身姿挺拔，两腿坚实有力，浑身上下都有一种难言的野性与力量感，甚至让李晨生出一种这女子与他是同一类人的感觉。他就知道怕是十有八九，这几天跟踪他的就是这个女子了。如果这样，那也意味着林灵儿背后最大的倚仗应该也是他，那是个高手，所以他必须要重视。路过刘承旭身畔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他抓过了刘承旭藏在桌下的那把前几天刚打造出来的齐家刀，系在了腰带上。好，那女子牵着马向着山路一侧的小路走去，转过山脚，来到了一处空旷的林带。他将马拴好，转头望向了李晨，春水般的明眸上下打量了一下李晨，眼神尤其盯在了那把刀上，不禁挑眉沈然一笑。见我这么一个小女子，居然跨刀执兵，原以为是何等英雄人物，搞了半天却是无胆鼠辈罢了。人心叵测，不得不防。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况且对于藏头缩尾之辈，我从不敢掉以轻心。李晨淡淡地道，却是羽力如刀反击回去。不是长得好看就得惯着，不管男女，李晨没这个习惯。你说谁藏头缩尾？女子怒喝，2次前踪匿迹跟踪我，又报了个假名而唬弄我，不是藏头缩尾又是什么？不出意料，你就是林灵儿最大的底牌，对吗？李晨冷冷一笑，懒得跟他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道：你果然知道我是谁，我倒真是小瞧你了。那女子眼神骤冷下来，说吧，你是谁？找我干什么？李晨看着她，眼神戒备。这女子绝对有功夫在身。我叫白玉香，是乡寨大当家的，当然如你所说，我也是林灵儿闺中密友，她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白玉香盯着李晨，缓缓问道：乡寨大当家的白玉香？李晨一怔，这个名号前身当然听过，非但听过，而且响当当，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土匪头子啊。不过据说好像是一匪，不干拦路捡净打家劫舍的勾当，相反专杀土匪黑吃黑，倒也是土匪中的一股清流。那又如何？李晨神色恢复平静，点了点头。见他听了自己的名号居然都没什么神色变化，显然拿自己没当作一回事，白玉香着实有些怒了，咬了咬银牙，冷哼一声，眼神不善地望着他道：听说你要揍我？什么？李晨一怔，少废话，看刀！白玉香转身就在马背上抽出一柄长刀来，一刀便向着李晨劈去，当真是说打就打，毫不拖泥带水。李晨右手倒握刀把，锵啷一声，
长刀出鞘，其实原本他低身一旋，一刀便能划断白玉香的小蛮腰。不过双方没有深仇大恨，更何况白玉香也间接的算是合作伙伴之一，所以他刀锋上撩，当的一声，白玉香手中的长刀断成2截，而李晨的刀已经横在了他白皙的脖子上。你这是什么刀？居然如此锋锐！我家传宝刀，居然敌不住你一刀！白玉香死死地盯着李晨手中的长刀，眼神震撼。李晨却不予理会，只冷声问了一句：“还打吗？你仗着兵器锋锐，这不算，我们重新来过。”白玉香咬了咬牙，扔掉了手中的刀。如你所愿。李晨将刀在地上一插，空手望向了白玉香。小子，你受死！白玉香挠身而上，动作迅捷无比，如一头游走在丛林中的母豹，小袖拳握成凤眼状，一拳虚晃，另外一拳直取中路，打他的膻中。李晨却突然间一矮身，向前一冲，借助冲势早已经一把抱住了白玉香，脚下一绊，登时便蛮不讲理的将白玉香扑倒在地上。随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骑在了白玉香的身上，右拳带着风声击下。那个李晨最擅长的近身巴西柔术，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如果他想的话，刚才就能一个裸脚勒住白玉香。整个过程实在太迅速了，从白玉香被扑倒再到李晨一拳击下，白玉香只来得及伸手去挡，却并没有想象中一拳击中他的痛感。睁眼望去，却看见李晨的拳已经停在了空中，距离他的脸不足1寸。还打吗？李晨再次问道。打你个头，姑奶奶打不过你，认栽了，总成了吧？白玉香羞怒交加，使劲一推他道：“这该死的家伙，半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并且他还骑在自己身上，这是拿自己当马骑了。”李晨就是向后站了起来，可白玉香眼珠一转，突然间就是双腿一脚，直接将李晨脚翻在地上，随后翻身骑在了李晨的身上，双手扼着他的脖子。小子，这次看你还敢猖狂不？别动，再动我掐死你！白玉香刚说到这里，突然间感觉到一个硬硬的东西顶在了自己的小腹上，他低头向下一看，登时脸色一白，松开手去，就看见李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握起了一柄短笔，用刀柄顶在他的小腹上。如果这是刀尖儿，他身上现在已经多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下去！李晨豪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的将他拨拉了下去，随后站了起来，看着他，李晨淡淡地道：“功夫一般，实战一般，应变能力一般，机智一般，对付普通人尚可，对付高手就全都是花架子，而且还很自负，我实在高看你了。”他摇了摇头，眼神居然很失望。对白玉香来说，这简直就是最深刻的羞辱。要知道，整个乡寨的那些糙汉子，没有一个不是被他硬生生打服的，可在李晨面前，他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布娃娃，任李晨随意摆弄，原本被李晨打败了，就已经给了他沉重的打击，现在李晨又弄出来4个一般，十分看不起他，他现在只想吐血3声，太耻辱了！李晨，士可杀不可辱，你敢如此辱我！白玉香叫道：“你不是士，只是个小娘。”李晨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敢看不起我是个女人？”白玉香怒叫：“跟女人无关。”李晨摇头：“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因果，上来就动刀，如此鲁莽，却没有相应的实力匹配，这让我如何看得起你？”他捡起了地上的刀，重新插回刀鞘。“李晨，你……”白玉香死死盯着李晨，如果眼神能吃人，李晨已经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了。起来说话。李晨系好刀，看着他道。白玉香一咕噜爬了起来，盯着李晨，心下间无比憋屈，打又打不过，骂也骂不过，装冷扮酷，人家比他还冷酷。面对着这样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男人，白玉香心中陡然间升起了一种无力感。这个男人实在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任何人面对他的时候都只能感觉到绝望。这个女悍匪人生中第一次心中生出了极度的挫败感。说吧，林莲到底让你来干什么？简单说，我不喜欢听废话。李晨冷冷地看着他道，同时隐蔽地观察着白玉香的神色，见到他眼中涌起的那强烈的挫败感，他暗自里点了点头。白玉香当然并不是如他所说的那般不堪，恰恰相反，身为一个女人，拥有这样的速度、力量和反应能力，甚至还带着一丝战场上最需要的狡猾，足够让他欣赏。这个女人绝对是个高手，只不过可惜的是，遇到了他这种战场杀神。而当李晨听说他是乡寨的匪首时，便已惊动了收了他的心思。听说乡寨的土匪都是义匪，现在看白玉香这个人，人品不错，就算是刚才比试，白玉香也处处留了手，并没有动杀招。若是白玉香和乡寨的义匪真如传言中一般，并无大恶，甚至颇多义举，倒也不妨收了他们，作为自己的第一批奠基的武装力量。有粮有钱有武装，再加上这个根据地，就算是乱世，他也完全可以站稳脚跟，称雄一方。
他倒是没想过什么落草为王，暂时也没想过马上就造反夺天下，先打稳根基，其他的审时度势，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这就是他现在的发展策略。也正因为动了收服白玉香的念头，所以他刚才下了重手，同时结合心理战，就是在故意打掉白玉香所有的骄傲，在他心中埋下自己永远是他不可战胜的强者，这才能让他心服口服，继而心甘情愿臣服于自己。你居然对一个女子这般说话，简直好生无礼！白玉香怒意横生地盯着李晨，可眼中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傲气与悍匪的野性，取而代之的是，反倒是多了一丝女人味儿，居然开始用女性的身份来维护最后的尊严。我说了，不想听废话，3息之内，要么直接道明来意，要么离开。李晨半点不给他面子，直截了当地喝道，刚硬如铁，冷寒如冰。白玉香胸膛起伏，很想臭骂他几句，可刚一张口，却看见李晨猛然间眼神一寒，瞬间他全身上下如坠冰窟，奇寒彻骨，甚至手都抖了2下。李晨眼神缓和了一下，他这才逐渐恢复过来，可是骂人的念头早已经丢到了九霄云外，甚至再也不敢生出这样的想法了。你几次提到了马环？哦，就是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的，我们早就查出来了，他确实是黑风寨在铺子里的内应。而之前黑风寨策划抓走灵儿，就是马环与灵儿的二叔林玉晨合伙做的局。原本灵儿是想将计就将，被黑风寨抓走，然后我带着寨子里的兄弟再去往黑风寨的山口伏击他们，再顺势潜入寨子将黑风寨端掉。这个寨子我早就想端了它了，可惜一直找不到寨子在哪里。但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横空出世，在木儿村救下了灵儿，搞得我们计划失败。白玉香低头说了下去，可是说到这里时，眼神闪烁了一下，就要继续往下说。停，灵儿不是我救的。李晨打断了他的话，你这样厉害，反杀劫匪的事情又发生在木儿村，怎么可能不是你？白玉香抬头问道，眼神可堪玩味。我说了，不是我。李晨低下头去望向了他，眼神冷光一闪。当我没说这句话。白玉香与他的眼神一对，心中一颤，不觉得摆手退让了一下，连他自己都浑然不觉，居然可以轻易妥协，甚至是被拿捏了。接着说，李晨淡淡地道，不过对这个白玉香，他心里又高看了一层。明明都已经震慑住他了，他居然还在玩小花招，想套自己的话。这个女人确实有点东西。你2次去盐铺，尤其是第2次运送经年，已经引起了马环的高度关注，他的贪心犯了。如果不出所料，你第3次送盐的时候，他一定会对你动手。所以灵儿想着的是，如果可以，就用你做饵，在你第3次运粗盐出城时，引来黑风寨的土匪劫你，然后我带人反劫了他们，直接上山，用他们的人骗开寨门，将这帮祸害乡里的恶匪杀个鸡犬不留。说到这里，白玉香狠狠地握拳一挥，眼中现出了杀气。原以为李晨会夸奖自己和林灵儿2句，说这个计划不错，顶多就是表达一下用他做饵的不满，谁知道李晨却是冷冷一笑，吐出2个字来，愚蠢。你又骂我。白玉香羞怒交加，险些跳起来跟他再打一架，不过想想实在打不过他，那种被碾压的感觉太绝望了，他只能作罢。不是骂人，阐述一个事实而已。李晨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我且问你，为什么要用我做饵？说来说去，你还是害怕了。白玉香终于抓到了机会，连连冷笑嘲讽道，回答我的问题。李晨丝毫不理，废话，黑风寨看上的就是你炼制经年的秘法，当然要用你做饵才能把他们引出来。白玉香哼了一声道，你怎么确定黑风寨就一定能够在你们想象的时间、想象的地点出现？李晨再次问道。这白玉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我的行迹已经暴露，黑风寨难道查不到我在木儿村？若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何时何地都有可能直接奔袭到木儿村抓走我，又何必再费那个事半路截杀？李晨再次逼问。这白玉香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了。兵法诡道也，料敌何变，出其无穷，方能百战不殆。如你们这等料敌不明，一切想当然，认为敌人就会这样做，不是愚蠢又是什么？就算偶尔成功，也不过就是侥幸罢了。李晨冷冷地瞟了他一眼道，那你说该怎么办？白玉香听得心神摇撼起来，他说的好有道理啊。尽管情感上还是难以接受，但理智告诉他，李晨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大。既然已知马环是黑风寨内应，直接抓了，审问黑风寨在哪里，然后杀上门去，暗夜突袭，岂不更简单？李晨缓缓地道，城中必有黑风寨的眼线盯着马环，一旦我们抓了马环，眼线就会向黑风寨示警。白玉香低声道，将马环派出去，路上派你的人跟踪，将眼线全部清理掉，再抓马环，然后直接杀向黑风寨。
暂时计划如此，回去和林莲说吧。李晨说道。那你会去黑风寨吗？白玉香小意地问道。这个男人太强大了，强大到了他居然生出了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依赖感，下意识地问出了这句话。当然，并且我打头阵。李晨一点头。好，我回去和灵儿商量。白玉香眼神一喜，重重的点头，去解马缰绳。马不错。李晨看了一眼。那是不假，这可是我寨子最好的马。白玉香心中略有得意。嘿，这个男人终于会说句人话了。哪知道李晨的下一句却让他瞬间愤怒值爆棚。留下，我要了。啊，那我呢？白玉香错愕地道。走回去。李晨已经解开了马缰绳，翻身上马，骑了出去。不是，李晨，你过分了吧？白玉香终于反应了过来，在身后追去，愤怒地厉喝道：和我动手，这是代价。教你做事，这是酬劳，替你解忧，这是谢礼。回吧。李晨一拍马骨，马一溜烟奔了出去，转眼间便已经回到了家中，扔给刘晨旭，让他拴好。骑了我，还骑我的马，李晨，你这个无耻之徒！白玉香抓狂到想打人悔悟，这也太欺负人了。可抓狂半晌后，却也只能无奈地走出了林中。路过李晨家门口时，李晨居然在堂屋里坐着看书，而旁边有一个女孩子正在给他扇风。那女孩子清丽可人，我见犹怜，这也让白玉香不觉得多看了好几眼。咦，真是越看越好看啊，连女人都爱瞅。那女孩子正拿着把大蒲扇给李晨扇风，还端着碗水尝了尝试温度，随后甜甜的一笑：官人，水不烫了，你喝。那笑容甜得像蜜饯璎珞，那声音柔得像夜风在吹。你够累了，不用照顾我。李晨微微一笑，眼神很温柔。一个真嗲，一个真贱。白玉香一撇嘴，心里居然有些莫名的泛酸。该死的，自己也很美好不好？都是美女，凭什么她对那女孩子就这样温柔，对自己就拳打脚踢的？还抢自己的马谡来坚强的白玉香，这一刻居然有些悲伤，那是心灵遭受重创后的悲伤。想到了他的马，蓦然间回首间，却看见自己的那匹马就拴在后院，略有些暴躁的用蹄子刨着地，蹄下的地面烂得像他现在的心情。此情此景，他不由又悲痛又愤怒，居然有些牙痒痒。哎呦，这小娘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莫不是在林中摔了一跤？旁边就有一个胸部好像被10个壮汉刚揍过似的村妇，看到白玉香的模样，不禁关切中带着好奇地问道。白玉香刚才被李晨摁在地上摩擦，骑着一通揍，衣衫凌乱，头发上还有草叶子呢。不过被那奶凶的村妇一问，白玉香转了转眼珠，当时就起了坏心思，一捂脸孔，指向屋子。那个狗贼，他居然在林子里强行侮辱了我，我要去报官。啊，不可能吧？那村妇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他。我都这般模样了，怎地不可能？我现在就去报官抓他。白玉香捂脸跺脚假哭。该死的李晨，打不过你，骂不过你，那就狠狠地败坏一下你的名誉，让你在这村子里抬不起头来，让你这么嚣张。反正姑奶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绝对不可能。陈哥那是至少半个时辰起步，刚才你们待在一起才1刻钟罢了，所以你在说谎。那个村妇摇头，十分认真地回答他道。啊！白玉香听傻了，还能以这个作为评判他是否说谎的标准吗？角度好清奇啊！这清奇的角度让他瞬间败退，掩面而走。这鬼地方，他是1刻也待不下去了。后面响起了一群村妇的哄笑声，好像有人说，就是怎么可能嘛，太小瞧陈哥了。想败坏陈哥的名誉，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嘛，起码时间上对陈哥就是一种侮辱。白玉香跑得更快了，不过看着远远跑走的白玉香，小碧七眼神一阵错愕，这女孩到底要干什么呀？实在有些无聊。她说的话你信吗？李晨放下了书本，向着跑下山去的白玉香一抬下巴，问小碧七。小碧七回过神来，却是摇了摇头，当然不信。哦，李晨看了他一眼，一方面有哪个女孩子被糟蹋了还满天下喊的，况且我家官人也不是那样的人吗？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敌视你，可摆明了就是他想借机会辱没你的名声。小碧七抿嘴一笑道，还有另外一方面。李晨听出来他话里有话，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吗？小碧七咬了咬唇，俏脸微红，凑在了他的耳畔。马莲嫂嫂说的是真的。李晨一阵错愕，你这是在夸我？奴家说的是事实。小碧七的俏脸更红了，却抬起头来望向了他，眼神明亮又爱意浓浓。你最近可是越来越大胆了。李晨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官人对奴家好，奴家当然知道，既然如此，又何必再畏惧害怕呢？不过官人放心，
奴家绝不会恃宠而骄的。小碧七给他扇着风道。李晨靠在破躺椅上，你不问问那女人是谁？不问。小碧七摇头。为什么？李晨斜眼看他一眼。官人做事自有官人的道理，我一个女人家，做好官人交代的事情便好。小碧七认真地回答道。看向严房那边，他放下蒲扇。官人，我去做工了，你好生休息着就是。看着他的背影儿，李晨眼神愈发怜爱。打女人还骑在身上打，这是根本没把我当成女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白玉香愤怒的叫声响彻林丽儿的闺房，她抓起一个茶杯就摔在地上。林丽儿阻拦不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上好的官窑被成了一地碎瓷，还命令我做这做那，可听着却偏偏有点道理，还不得不听着，都无法反驳，气死我了！白玉香又摔了一个茶杯，还抢我的马，那可是我寨子里最好的马，夜行800，日行1000，就这样被他抢走了，气死我了！白玉香第3次抓起了一个茶杯，却被林玲儿紧赶慢赶地抢了下来。要摔回你寨子里摔去，砸我的杯子算怎么回事？一套上好的官词要3两银子呢。林玲儿将茶杯搂在怀里，怒目而视。我生气。白玉香愤怒的不行不行的。我看你不像生气。林玲儿看了他一眼，将杯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那像什么？白玉香一怔，像发骚。林玲儿毫不客气地道。白玉香登时杏眼圆睁，厉炸了一声。林玲儿，你真不愧是我白玉香平生最好的姐妹，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林玲儿轻抚秀额，姐妹能矜持些吗？你好歹也是个没出阁的黄花闺女啊。我矜持个屁！奶奶个熊的，头一次见到这么强的男人，无论是武力、勇魄、智慧，甚至是样貌，都是那样出众。据说那方面好像也老厉害了，村子里的人都说他半个时辰起步呢。我就是打不过他，如果能打过他，直接抢了他回去当压寨男人。白玉香双手插着小蛮腰，没有外人的情况下，身为女土匪头子的她终于原形毕露了。她真的这么优秀？林玲儿一怔，有些吃惊了，还是头一次见到白玉香对一个男人这般赞誉。对天发誓，以前的白玉香那可是视天下男人于无物，在她嘴里，男人都是一堆无用的臭虫，甚至她都说过，这辈子宁可嫁给自己的刀，也不会躺在哪个臭男人的身底下承猪纳禄。她恶心，当然优秀到令人发指。我就纳闷了，一个小山村罢了，怎么会养出这样一头大龙来？难不成那地方风水特别好？看起来我真要考虑一下嫁过去的事情了，死了之后埋在那里，肯定责备后事啊。白玉香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后说道。姐妹冷静一下，先说正事好吗？林玲儿赶紧给已经开始红温的白玉香降温，要不然她害怕自己这屋子待不了了，有种激动的味儿实在太冲。哦对了，说正事儿。该死的，她居然娶妻了。不过该说不说，那女孩子像个小香扇坠儿似的，我见犹怜啊，一颦一笑温柔的让人感觉像是在泡温泉。啧，这一点你得好好学学。白玉香转头望向了林玲儿，嘻嘻一笑道。毛病吧你？我学那个干什么？林玲儿瞪了他一眼。你得学。白玉香搂过了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道。以后我们姐妹2人一起嫁过去的时候，我这个脾气是改不了了，可你得改，要不然咱们2个合起伙来都斗不过那温柔的小娘啊。呸！你当真是发骚了？说的什么胡话？你想嫁他，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林玲儿登时俏脸通红，怒啐道。当然有关系了，咱们以前可是说好的，要嫁就嫁同一个男人。况且我看你之前也是蛮动心的，现在我也动心了，那就一起嫁了呗。白玉香嘻嘻一笑道。谁动心了？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让你搅得我都忘了要跟你说什么正事儿来着。对了，他到底是不是救我的那个人？林玲儿脸蛋更红，使劲将他推开，坐在椅子上道。这么强悍的身手，这么睿智的头脑，而且事情还发生在木儿村，10成10就是他喽。要不然天底下哪还有另外这样一个人？也太巧了吧。白玉香抢过他手里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抽干，甚是豪爽。那他为什么就不承认呢？林玲儿轻蹙秀眉问道。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因为他警惕，担心自己做的事情被发现甚至传出，招惹麻烦。白玉香摇了摇头道。如果李晨在这里会略吃一惊，因为这女土匪头子真说到他心坎上去了。他是不是警惕的过分了？我像乱说的人吗？林玲儿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美丽的脸蛋，心下间有些幽怨。该死，自己再不济也算是个千里挑一的大美人吧，面对自己这样的美人，她居然都有这样强烈的防范心理。再回想一下李晨之前与自己一板一眼做生意，毫无越界的言谈举止，他心里不禁生出一种挫败感来。白玉香看穿了他的心思，嘻嘻一笑。所以啊，我才说嘛，你要学会温柔，别整天搞得那么严肃凌厉的。你这样的面孔做生意可以，
做老婆不行？啐，净说那些没影儿的话。林灵儿啐道。可白玉香这句话却让他心头一动，打下了个烙印。温柔，温柔是吗？谁不会啊？说话嗲一些，举止轻一些，做事柔一些就好了吗？那就说些有影儿的话。我家晨晨说了，听姐妹，咱好好说话行吗？林灵儿使劲捏了捏眉心，真受不了这个风一阵雨一阵的女土匪头子。他是第一个打败我的男人，而且还那么轻松，并且我都已经下了聘礼了。哪来的聘礼？我的那匹马那可是夜照狮子，夜行800，日行1000的好马啊！拜托，那是人家抢去的。再说聘礼是男人给女人下的，我不管，反正它属于我了，当然也可以属于你。我家晨晨说了，计划的改，咱们的计划太过想当然，甚至有些愚蠢。晨晨说得这样。白玉香一口一个晨晨的叫着，开始叙述李晨的想法，直接杀上黑风寨。他那么有把握攻破那个土匪窝，据说那里可是有上百土匪啊，而且还那样凶悍，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林灵儿震惊地问道。我家晨晨说了，他打头阵，严格来说他主攻，我就带着人负责在周围的路口拦截那些漏网之鱼。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这真的能行？林灵儿皱眉问道。这般凶险的事情，感觉李晨好像当成儿戏一般，并且还是他主攻，这是自信过头了，还是自大没边了？小灵儿，我问你，那天劫你的土匪有几人？白玉香笑眯眯地望着他问道。共有8人。林灵儿回想一下道。白玉香只是笑着看他，不说话了。什么意思啊？然后呢？没有然后了。8个人，他悄无声息的就干掉了，甚至除了看守你的那个之外，剩下的7个，你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干掉的。这样的人有多可怕，战斗力有多强？我怀疑他是哪个大内高手隐于民间呢？林灵儿沉默着，内心纠结了一阵，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好，我同意这个计划。那就定于2日后，他把金年送过来，到时候他低声向白玉香道。好嘞，我马上给我家晨晨传话过去，就这么定了。白玉香打了个响指。下午的时候，李晨为了家中肉食而入山打猎，只不过刚入山时就被一直盯着他的白玉香跟上，与他一阵密谋。当然期间白玉香依旧不服气，还几次企图偷袭李晨，结果连着3次被他家晨晨摁倒在地上，骑在身上一顿揍。他再一次灰头土脸满脑袋草叶子的跑回去了。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打服了，发誓再也不找李晨打架了，要打的话也是不穿衣服往死里打的那种。李晨拎着2只松鸡10只大鸟回来，甚至还打到了一头难得一见的飞龙。飞龙是当地的叫法，后世的学名叫花尾真鸡。这玩意外观极漂亮，头部小巧圆润，尾巴细长飘逸，鹰爪子形似龙爪，且表面有硬鳞而被称为飞龙。花尾真鸡的味道那可是一绝，比起普通的松鸡来强上10倍。晚上的时候，李晨将飞龙直接炖了，并且把赵铁匠也找过来了，还开了坛露血酒。炖飞龙的香气简直铺天盖地，传遍了整个屯子，馋哭了一大堆邻居家小孩。赵大叔，打出几把刀来了？李晨问道。已经2把了。赵铁匠喝着露血酒，吃着飞龙肉，整个人仿佛都在云里飘，简直神仙过的日子啊，太享受了。以后必须跟着陈哥混，这条命就卖给他了。况且每个月工钱也不少。赵大叔，加把劲儿，再打出1把来，然后再帮我打几个铁钩子。李晨说道，同时拿出了几张纸来，上面有着他画好的图样。啊，打这个干什么？若是拴上绳子，这可就能用来攀登城墙了。赵铁匠吃了一惊，可李晨却只是看着他，只是淡淡一笑，并未说话。赵铁匠一抚额，酒喝多了，脑子不好使，嘴也不好使，东问西问的没个深沉。得嘞，陈哥，这玩意好打，等我明天把刀打出来之后，就给你打这铁钩子。有劳赵大叔。李晨一点头。隐然间，上尉的威严已经出现。晚上的时候，李晨也喝了些酒。上一世他不仅是佣兵之王，同样也是个酒王，号称千杯不醉。这一世居然喝酒的功能好像也得到了强化。虽然他没多喝，但也能清楚地感知到酒精入味极化，全都随着微汗蒸出，跟段誉似的，居然半点感觉都没有。看起来这一世想喝醉怕是更难了。晚上的时候，和侯小白几个人又忙了一阵，将这些日子做好的几把弩拳都组装好。算上李晨的那柄不多不少，正好4柄，一人1把，都是威力强劲的滑轮弩。这一次带你们去黑风寨打土匪，我们4个人要面对将近100人，害怕吗？李晨刚才已经在组装进弩的时候，将这些日子以来发生的事情都给3个人说过了，包括他的行动计划。现在3个人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所以李晨也不必要跟他们隐瞒什么了。
小碧七就在旁边纺着线呢，不时地回头看一眼，眼神又是悚然又是担忧，还有着无比的崇拜。刘晨一年纪还小，听不太懂，一边抱着小虎玩，一边给小碧七打下手纺线，不怕。在旁边举着个100斤大石锁的赵大石大声回答道：不怕你抖什么？分明就是怕了。侯小白转头看了他一眼，嘲笑道，顺便将弩上弦，瞄准了对面10几步外钱币大小的靶子，崩地一箭，正中靶心。他的箭法愈发精准了。我那是激动的。赵大石气得直瞪眼睛。陈哥，这一仗你想怎么打？刘晨旭却一直在思考战术战法，半晌低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李晨道，他眼里透着欣赏。随着小兄弟3个人不断的成长，每个人的特质与优点也开始显现出来。刘晨旭善于动脑思考，不但精明，而且擅长谋局布阵。侯小白人极精明，技艺精湛，剑法超准。赵大石憨厚朴实，执行力超强，天生神力。各有所长，但刘晨旭当为3人中的翘楚。结合3人特点，倒是可以制定专门的培养路线。但基础的东西，比如提升武力，比如战阵指挥，他们都得学，而且还得学好。刘晨旭将自己的想法讲了一遍，李晨听完后很满意，但随即又指出了几处问题。毕竟刘晨旭只是纸上谈兵，还有些想当然的成分在里面。当李晨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之后，几个人全都大吃一惊。陈哥，这闻所未闻啊，真的能行？刘晨旭问道。不信的话，明天可以试试。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到密林中去试验一下最好。李晨呵呵一笑，哎呀，小虎睁眼了，你们快来看呀。这个时候刘晨一惊喜交加的叫道，将小老虎举了起来。几个人全都围了过去，就看见小老虎已经睁开了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正四下里看来看去，同时闻嗅着一群人的味道，4只小爪子不安分地在空中蹬来刨去，说不出的可爱。我看看。李晨将小老虎抱在怀里，左右看看，小家伙已经出生10几天了，体重将近4斤，抱在手里沉甸甸的，并且看那大骨架，怕是长大以后绝对不会小了，至少300-400斤打底。不过当他的眼神与小老虎对视的时候，小老虎的身体居然猛地一震，然后2只小前爪突然拱了起来，好像是人一样在向李晨作揖。哼，好通人性的小家伙，就知道咱们这些人里陈哥是头。赵大石咧嘴笑道，好奇地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肚皮。小老虎痒得来回扭动着身体，竭力地想往李晨怀里爬。刘晨旭和侯小白见这小虎实在可爱，都抢着要抱。小金子，到娘亲这里来，他们一群大男人手重，别再弄疼了你。旁边的玉清婉见小虎在一群大男人们手里传来递去的，丝毫没把人家当成是宝宝，心疼坏了，赶紧站起来从侯小白手里把小虎抢了回去。小虎伸出鼻子一嗅，发出了一声鸭子般的欢喜叫声，舒服地躺在玉清婉的怀里，低声叫个不停，甚至玉清婉摸了他几下之后，他居然肚皮朝上打起了小呼噜，睡着了。看起来娘亲的怀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小家伙是真的认主了，把嫂子当成他娘亲了。刘晨旭感慨地道，也正常，这些日子一直是婉儿照顾他了。李晨笑道，陈哥，还有我呢，我也照顾他了呀。刘晨一在旁边跳脚叫道，有些不干了。哈，对，还有依依呢，不过你只能当他的姐姐了。对小虎来说，娘亲只能有一个。李晨忍俊不住地笑道，当姐姐那也行吧。咦，不对，陈哥，这好像差辈了呀。刘晨一天真烂漫的样子引起了哄堂大笑，这丫头倒真是可爱。随后一群人散去，玉清婉将母狗换来喂小虎，不过狗奶实在不够吃，他又去挤来马奶喂小虎。看他吃饱之后，玉清婉还给他拍去了奶嗝，在炕上逗弄着他玩，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李晨心中温暖，走了过去，坐在炕上。李晨边逗弄着小虎，边向玉清婉道，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玉清婉情绪有些低落了下来，眼圈一红，轻轻点头，不必担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李晨道，可那是好多杀人不眨眼的山匪啊，你们就4个人还是太危险了。玉清婉吸了吸穷鼻，竭力不让眼泪掉出来。没关系，都说了，还有湘寨的义匪援军吗？那个白玉香就是湘寨的匪首。李晨笑笑说道，云淡风轻，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打，反而非要你们4个主攻呢？玉清婉还是有些不理解。因为我要练兵，将大师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训练出来。李晨说道。练兵？玉清婉悚然一惊，半晌讷讷地道，官人，你到底要做什么？李晨仰起头来，望向远处苍茫起伏的太白山，眼中锋芒剑火一闪。我要做一个永远不再仰人鼻息，不必看人脸色，
天下景仰而望，自在逍遥的巅峰未来。啊，那不是皇帝吗？玉清婉瞪圆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呼道，随后自觉失言，一下就捂住了嘴巴。可是眼神里的惊恐却是无论如何也掩不住。当皇帝又如何？王后将相，宁有种乎？大眼太祖不也是草莽出身吗？李晨淡淡一笑，小婢妻的惊恐他当然理解。这个时代的等级观念太重，哪像后世那般谁都可以对未来无尽憧憬畅想，甚至喊出来也无人管。这小婢妻急剧地喘着粗气，惊恐地向外望去，夜幕沉沉，并没有人。他这才长喘口气，小声地道：官人，这话可只能说与奴家听，万万不可对他人讲起啊，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的。那是自然，我又不傻。李晨微笑，轻抚着小虎，当然，想归想，做归做，起码现在不能这么干，还是要慢慢发展，徐徐图之。小婢妻已经不再惊慌了，只是出神地看着他，神思飘渺。半晌，他小声问道：男人的事情，女人不问，官人做什么，我便跟着做什么。只要能在官人身边，生有欢，死无惧，相依便好。好一句生有欢，死无惧。李晨赞道，刮了刮他嫩滑的脸蛋儿，你还真是夫唱妇随啊。奴家既嫁了官人，那便生是官人的人，死是官人的死人。哈哈。李晨大笑，甚是开怀。小婢妻咬了咬唇，鬼使神差的突然间问道：如果官人以后真的登上那巅峰，官人会不会管那些可怜的流民呢？问出这句话，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李晨眼神深邃了起来，沉默了一下，缓缓地道：若真有那一天，我力争不让这天下再有流民，不仅要太平盛世，还要万国来朝，让我国臣民走遍世界，都是天朝上民，高人一等。若真如此，奴家愿陪官人风来雨去，刀山火海，亦不皱眉。小婢妻听得心中热血澎湃起来了，昂起了俏脸道：那你先把剑法练好再说吧，瞧你的那准头，简直惨不忍睹。李晨忍不住糗了他一下，哎呀，官人好坏。小婢妻不依地将头拱在了他怀里，官人一会儿会更坏，今天咱们解锁下新战绩。李晨抱着柔软如绵的小婢妻，只感觉身体里好像有火星子四下飞溅。天天早上喝生鹿血，今天晚上还喝的鹿血酒，这身体愈发强壮，精力弥漫的快要透体流溢了。第二天一切照旧。早晨忙完之后，李晨去了赵铁匠家里，远远的便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不过到了赵铁匠家里，李晨却是一怔，因为他居然看到了周大海也在这里，正打着赤膊跟赵铁匠卖力的打着铁。一见李晨来了，周大海就笑道：陈哥来了。周大叔。李晨神色不动，微微一笑。赵铁匠倒是比他儿子精明一些，更谙人情世故，赶紧将李晨扯到了旁边去。那个陈哥，大海是我的师弟，我们跟一个师傅学的打铁，只不过他没入将籍，有一年北雁关打仗，他便被征调走了。这小子也命歹，被箭矢射穿了一只脚，侥幸活着回来，便瘸了一条腿。现在家里只靠几亩薄田度日，日子过得甚是艰辛。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了，我给你打铁还有薪酬，他便也想重操旧业，和我一起干。陈哥，你看行不？我以性命发誓，大海这个人憨厚忠诚，并且对你也是极为敬佩仰慕，一直就想和你干，但不好意思说。李晨没有说话，只是负手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赵铁匠现在特别害怕李晨的沉默，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个只比儿子大1岁的少年郎，他打心眼往外的敬畏。一时间心里打起了小鼓，壮着胆小声地继续道：陈哥，也请你放心，我可没有教他你给我的方子，都是支开他之后我才用的，他只是帮我打铁罢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就让他走。不，我同意。李晨终于开口说话了。啊，陈哥，你真的同意了？赵铁匠大喜过望。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说清楚，赵叔，以后你再想做什么事情，事先与我沟通，我允便可，不允不做，再不许先斩后奏，记住了吗？李晨神色淡淡地道：记住了。赵铁匠重重的点头，抹了一把额上细密的汗水。这少年郎好重的威压，尤其是不说话的时候，真吓人。让周叔过来吧。李晨坐了下去。大海，赶紧过来，陈哥要问你话里。赵铁匠赶紧挥手喊周大海。周大海瘸着一条腿，赶紧小跑了过来。陈哥，他憨厚的一笑道：周大叔想跟着我干，没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对于我的话令行禁止，说一不二，你能接受吗？李晨问道。必须的。陈哥无论是为人、胸襟、勇武、气魄，亦或是能力，我周大海全身上下每根汗毛都是服的。如果陈哥收我，以后这条命就卖给陈哥了，陈哥让我去死，我都不会皱下眉头。更何况
陈根还救过我的命。周大海重重的点头。和赵大叔一样，周大叔，你每个月也是1两银子。打铁秘籍，赵大叔可以与你口口相传，但不得外传。若真传出去了，你们……李晨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到为止，不想说得太重。没想到2个人齐齐挺胸，眼神毅然决然地道：“我们以命相抵。”言重了，但男人须重默。李晨拍了拍2个人的肩膀，回去牙上加重。我有预感，这陈哥儿日后必定败相丰厚，咱们跟着陈哥儿，那是从龙之功，发达指日可待。周大海看着李晨的背影，感慨地道：“那就抓紧干活吧，陈哥儿等着要这些东西呢。”赵铁匠咧嘴一笑，于是叮当之声更加清脆，宛若一曲钢铁乐章。接下来的2天，训练、收柴草、熬精盐。期间，密林之中传来一声巨响，随后就看见刘晨旭、赵大师、侯小白3个人满脸黢黑的回来了，但人人眼中有着掩不住的狂喜。第4日，李晨带人去县城送精盐。这一次，他带上了刘晨旭、赵大石、侯小白，还有赵铁匠与周大海。他骑着的是白玉香的那匹夜照狮子，这匹马通体雪白，比其他的马高出半头，脚力超群。刘晨旭几个人也分别各骑1匹马，所有武器均藏在车上。赵铁匠赶着双马拉的大车，车上有400斤精盐，还有一堆鹿血酒。到了城里，先去卖了鹿血酒，换来了100两银子。那白花花的银子，当时都晃花了周大海和赵铁匠的眼睛。好家伙，卖这点酒就能赚这么多的钱，简直不敢想象啊！当看到李晨拿出了10两银子，直接给了刘晨旭、赵大石还有侯小白3人，并且说这是养鹿的分红钱时，赵铁匠和周大海的眼睛都已经直了。这陈哥儿也太大方了，跟着他干，简直就试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要知道，现在一户人家1年到头也就能赚个4、5两银子而已，几个跟着他才干了几天的少年郎，居然就每人分了3两多的银子。赵铁匠倒也罢了，父子2个早就跟定李晨了。周大海则是对李晨的敬仰达到了顶点，死心塌地的准备给他卖命了。这样又能赚钱，又这样豪爽大方、侠肝义胆的主子，上哪儿找去？又买了粮食、干锅、墨锭、硼砂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随后就去了盐铺。不过这一次是李晨带着刘晨旭赶车去的盐铺，让其他人先出县城，在约好的地方等着他就是。当看见李晨来的时候，马环老远就迎了过去，满眼带笑：“公子又来出货啊！快快快，我家少东家正在里面等你呢。”李晨略一颔首，有劳，让伙计帮着将精盐搬了下来，看着他们逐一过秤，记在账上，不多不少，正好400斤精盐。而李晨家里这一次则剩下了85斤左右的精盐，算上一次的，家里已经存了快130斤精盐了。以后就可以1天送1趟了，1趟送200斤，差不多就能供得上了。随后他进了内堂，马环看着他的背影，绿豆大的眼睛叽里咕噜的乱转，不知道揣着什么心思。李晨不理他，直接进了内堂，便看见林玲儿正站在窗前，白玉香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是在城外埋伏去了。一见李晨进来，林玲儿转过身来，居然抿唇甜甜一笑，声音温柔如夜风：“公子来了。”这也把李晨搞得一怔，什么情况？怎么他的甜笑这样不自然呢？虽然不是心怀鬼胎的那种笑，可在他眼里就是特别别扭，跟之前那个行事果决、眼神凌厉的少东家倒是截然相反。公子你坐呀。林玲儿莲不清移走了过来，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将细腰扭得左一下右一下的。李晨眼神发瞠，倒不是好看的把他吸引住了，而是这咋扭得这么怪，左一下右一下的，好像刻意为之，怎地这般不自然？而且他说话的声音也好怪，感觉像是捏着嗓子从一条细缝里用气儿吹出来的，听着有些累啊。什么情况？公子请喝茶。林玲儿给李晨倒了杯茶，双手奉上。看见李晨眼神怅然的样子，他心下间不免有些得意。香香倒是说的没错，果然温柔和风情才是女人真正的杀手锏。本小娘稍稍温柔风情一些，她就魂不守舍了。喝茶就不必了，来说说接下来的计划吧。李晨摆了摆手道：“这可是奴家新学的焖茶，亲手做的，莫要负了奴家的心意，公子尝尝吗？”林玲儿索性将温柔进行到底，奉茶道就差端到李晨唇畔为他喝了。李晨实在有些受不了了，轻咳了一声，一拱手道：“少东家，你还是正常些的好。”什么？林玲儿一怔：“我是说，我们正经的生意依旧继续，但你刻意的温柔大可不必。你难受，我也别扭。”李晨说道。你林玲儿当时俏脸绯红，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了。被李晨当面戳破，这简直羞煞。你李晨，我问你，那天晚上救我的人是不是你？既然被戳破了，林玲儿也不装了，
反正装得好嘞。他杏眼圆眼望向李晨，不是。李晨脸色木然地摇头，李晨，我就那样不堪，让你连救我之事都不屑承认。林灵儿紧咬银牙，怒视着李晨，少东家，我只是来做生意的。李晨不想再跟他瞎缠，刻意提醒了他一下。你，好，李晨，你可真行啊你！就不信，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不就谈生意吗？我跟你谈死你！林灵儿咬牙切齿地道。李晨恍然间倒是发现，现在他面前的林灵儿才是那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精灵古怪的林灵儿，是真实的那个他。而铺子里的林灵儿则是生意场上的林灵儿，是他的另外一面。别说这女孩子戴面具的本事倒是有一套，若是入世应该很有作为。定了定神，李晨抛开其他杂念，你想怎么办？很简单，这样。林灵儿也是神色一肃说道。谈正事的时候，他又恢复成了之前那个杀伐决断的少东家。正在外面算着账的马环突然间就听到了内堂里传来林灵儿的一声厉喝，依稀像是别给你脸你不要，我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你还想怎地？对不起，少东家，这是我家传之秘，不能外显。抱歉。李晨的声音由远及近响起，随后门帘一挑，李晨已经从内堂走了出来。再给他装3000金盐，2000两银子，让他走人。林灵儿站在帘后，向马环怒道：好的，少东家。马环赶紧问道，一对小眼睛却叽里咕噜转个不停。咦，奇怪呀，怎么吵起来了？听林灵儿的意思是想要这小郎君的秘方用来合作，而这小郎君不给。若是林灵儿也动起了这般的主意，那自己这边可就要抓紧了。看着李晨远去的背影，他暗自思忖道，正想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呢，却不料就在这时，门帘一挑，林灵儿叫道：马掌柜的，过来一下。好嘞，少东家。马环赶紧应道，颠颠的跑了过去。到了内堂，林灵儿正坐在桌畔，皱眉沉思。一见马环，便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口中低声道：马大叔，我知道你跟了我爹快10年了，在这盐铺之中，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那是，咱对林家绝对忠诚无比，少东家有事就请吩咐，必定万死不辞。马环坐下，满面忠诚的重重点头。那小子会的这门炼制精盐的手艺，实在了得。我跟他谈了合作，想要他这炼盐之法，也再不用他操心做事，以后他坐享其成，每月分成1半的利润就是了。可他信不过我，偏偏不肯。我这性子你也知道，一急之下便骂走了他。现在有些后悔。马大叔，你老成持重，比我能说会道，不若你再去帮我劝劝他，探探他的底，看到底怎样，咱们才能将这炼制精盐之术套出来。若是实在不行，也不能让他另投他家，还需在咱家这里禁盐制盐。毕竟你也看到了，我们的精盐送到白河府去，甚至11两银子1斤都遭到了哄抢，咱们狠狠心卖到1斤15两，恐怕都有人买。所以这门生意不能丢。林灵儿低声道。马环心中狂喜，嘿，睡觉有人送枕头，正愁不知道怎么接触那少年郎呢，林灵儿却将这个任务交给自己，这可再好不过了，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探那少年郎的底细了。表面上却是凝肃至极，重重的一点头，少东家请放心，我马上便去。我等你的好消息，若是事成，我分成你1成。林灵儿道。谢谢少东家，我必全力以赴。马环站了起来，一拱手，一撩金袍下摆，匆匆出去了。看着他的背影儿，林灵儿唇畔不禁泛起了一丝冷厉。李晨赶着双马大车已经出了城，他故意加快了一些速度，眼看着已经到达和赵铁匠他们约好的地点了，他这才放慢下来。此刻身后马蹄声响，李晨一回头，远远的就看见马环正骑马而来。他边策马而驰边挥手喊道：小郎君，请等一下，等一下。李晨喝了一声玉，勒住了马缰绳，静静的等待着马环。小郎君莫要着急走，少东家托我来和小郎君聊些事情，小郎君可否方便？马环到了近前，在马上拱手道：可以，这边请。李晨向旁边的密林做了个手势，马环倒也不疑有他，赶紧随着李晨进了密林。两个人将车马拴好，马环便拱手笑道：小郎君，咱家。话还未说完，李晨两眼骤然间爆射寒意，马环全身冰冷僵硬，李晨早已经如鬼影般欺身而上，一掌根便劈在了他大动脉上，马环两眼翻白，向后便倒。侯小白几个人早已经闪身出来，将马环连拖带拽到了密林的深处，而赵铁匠和周大海则赶上了大车，穿过密林，从另外一条小路赶回木儿村。稍后密林深处便响起了惨绝人寰的叫声，但刚叫了2声便戛然而止，像是被捂住了嘴。在之后，刘晨旭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刚走了2步便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画面。侯小白也扶着大树狂吐不止。赵大石终于逮住了机会，
在身后嘲笑他们，这点小场面都经受不起，还想跟着陈哥混？啥也不是，我就不像你们那般没出息。哇，他也挺不住吐出来了。稍后，李晨两手染血地走出了密林深处，一伸手，刘晨旭赶紧拿过了皮囊，倒出清水给他净手，又递给他一块麻布擦手。就在这时，马蹄声响起，对面10几匹快马风驰电掣而来，转眼间便已经进了密林。领头的那人正是又美又飒的白玉香，马鞍上还横着一个人，满身是血，已经昏迷不醒。身后则是10几个20-30岁的年轻汉子，有2个人马鞍上同样各横着一人。此刻，那10几个人正用复杂的眼神看着风神如玉的李晨，那眼神中有好奇，有疑惑，更有隐隐间的敌视。尤其是看到李晨居然是这般年轻的少年郎，不禁齐齐皱眉，眼里的轻视和不屑就多了一分。李晨也不理会，只是看向白玉香，都抓了吗？必须的。白玉香咯咯一笑，下了马，让手下将那3个人都拖过来，扔在了这里。有3个眼线。李晨皱眉道，这马环还真是机警啊。确实如此，并且还是相隔半里连缀而动。如果只动了前面1个或者2个，怕是就要被第3个发现了。幸亏我多备了几组人马，把他们全都抓了，一个不落。你完全可以放心，黑风寨不会提前收到任何消息。白玉香道，做得不错。李晨一点头，对白玉香多了2分欣赏。做事心思缜密，滴水不漏，确实是块好料子。哎呦，我家晨晨夸奖我啦，好开心呐。白玉香一抚胸口，媚笑道。瞬间满场石化。稍后，刘晨旭几个人相互间对望一眼，最后心意相通的决定，老子什么都没听到，然后低头去拖那3个人进密林处。而白玉香身后的10几条汉子却是满眼暴怒，对李晨的敌视怒火达到了空前烈度。该死的，大当家可是全寨子兄弟心中的女神和偶像，可现在却向李晨献媚的笑，还说什么我家晨晨日他奶奶个熊。如果不是场合不对，已经被疯狂的嫉妒之火折磨得痛苦难当的一群人，都要拔刀相向了。你是故意的。李晨皱眉望向了白玉香，什么叫我是故意的呀？你都已经骑了人家4回了，人家现在已经对你死心塌地的了呢。白玉香含情脉脉地望着李晨，可是眼神闪烁，狡黠促狭的神色一掠而过。骑了4回，天雷滚滚，10几条汉子眼睛都红了，已经快被疯狂的嫉妒和愤怒折磨得要爆炸了。李晨，拔刀！白玉香身后一条年轻汉子怒吼道，从马鞍下一跃而下，从鞍畔抽出一柄长刀，指向了李晨。晨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收了我的乡寨吗？现在我给你个一统人心的机会，打服这些寨子里的大小头头，乡寨就是你的了。当然，人家也是你的了。嘻嘻。白玉香凑到了他的面前，吹气如兰地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收你的乡寨？李晨不动声色地问道。故意骑了我4回，武力折服我，打掉我的尊严和骄傲。如果仅仅只是做生意，求合作的话，以你的性格，不会这么大费周折的。那答案不就呼之欲出了吗？你就是想收了我和我的乡寨。况且，没野心的男人可不是个好男人。白玉香嘻嘻一笑道：我小瞧你了。李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一刻，他非但没有被戳中心思的羞怒，反而对白玉香的欣赏更上层楼。这女人和林玲儿一样，都是那般的不简单啊，是个人才。李晨，拔刀！白玉香身后的那汉子怒吼道：看你的了，晨晨。白玉香调皮地向李晨一勾下巴，远远地退了开去。报上姓名。李晨抬头望向那汉子，乡寨2当家陈广。陈广怒吼一声：打你，不必用刀。李晨向他一勾手指：狂妄之徒，受死！陈广怒吼着扑了过去，一刀劈下，来势汹汹。不过劈下那一刀的时候，他早已经翻转刀身，以刀被劈下。无论如何，都是共同去打黑风寨的人，他不可能下死手，但教训一下李晨这个王八蛋，让他离白玉香远些，终究是可以的。李晨暗自略一点头，不愧是义匪。他不退反进，迎刀而上，身形一闪，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他速度竟然比刀快，如鬼魅般瞬间便欺进了陈广的怀里。一手托他持刀的手腕，一手夹臂，胯下用力一顶，向前一送，喝了一声去，近身短打，大背包。陈广只感觉自己腾云驾雾而去，稍后哐的一声撞在了旁边的大树上，趴在那里挣扎难起。李晨对自己的身体颇感满意，才半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恢复到了之前50%的能力了，相当不错。死！周围的一群人不禁齐吸了口凉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都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了，陈广就已经飞了出去，这小子太快了，简直像个鬼。还有谁？李晨转头望向了其他那10几条汉子。我，乡寨3当家刘汉东。
一个体格极其粗壮的壮年男子大步迈出，居然握着一柄混铁大棍，向李晨一指。那大铁棍怕不是有20斤重，显然这家伙天生神力，若是被这一棍抡中，肯定要筋折骨断。来，李晨一勾手指，铁棍无眼，你当心。刘汉东一阵铁棍，当铁棍当大枪来使，一个捅字。这也让李晨暗自里再次点头。刘汉东没有劈砸，确实留手了。他也不墨迹，闪电般伸手，左臂几乎是贴着铁棍，顺势一架拨开铁棍，手随棍势而下，抓着铁棍向怀里一夺。刘汉东喝了一声呆，就要奋力夺回铁棍，哪知道李晨突然间就是一撒手，刘汉东力量使足，结果手上骤然间一轻，一下闪得向后仰倒。李晨已经到了，掌背反打，砰，正中胃部，力道不轻不重。刘汉东哦的一声怪叫，一口秽物就喷了出来，漫空都是。李晨却早就料到，闪身躲过，吐起胡落，连拜2人，看得旁边的白玉香眉飞色舞，拍手大喊了一声好身手。旁边那些汉子看着他的眼神很是幽怨。拜托，寨主大人，他打的可是你的手下，你跟谁是一伙的？剩下的人一起上，我赶时间。李晨向着对面的人一勾手指头，那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俱是羞怒交加，居然要他们一起齐上，这简直是巨大的羞辱。但2当家3当家都已经败了，并且李晨可是赤手空拳，2位当家的可是身手非凡，他们一个一个的上，肯定不是李晨的对手。一起上就一起上，揍他！剩下的10几个人俱都发了一声喊，扔下了手里的武器，向着李晨就围了过去。他们已经打算好了，虽然是群殴，有些丢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晨再猖狂下去了，要不然湘寨的脸都要丢尽了。大不了不用武器就是。左中右3人分别扑到，居中那人双手张开就要去搂李晨的腰，另外2个人都奔着李晨的手臂和腿使劲，只要控制住他的手脚，扑倒压住他，他有天大的能耐也使不出来。剩下的人就上去对他保以老拳，务必不能让他再这般张狂。哪想到李晨一提右膝砰，中间那人下巴被击中，直接趴在地上昏死过去。可李晨却是毫不停留，动作快若闪电，右膝回弯打直，一脚侧踹，正中右侧那人胸膛，将他踹飞出去。随后身体一弯，右脚向左后回踢，右肩向左一抖一靠，8级贴身靠，暗劲骤然间爆发出来，左侧那人直接飞了出去，砸倒了身后2个人。紧接下来，李晨如同虎入羊群一般，拳、肘、膝、脚、肩都成为了他的武器，左劈右挂，长击短打10膝，仅仅10膝不到，剩下的13个汉子全部被落倒在了地上，一个不剩。这还是李晨留了手，要不然的话，这10几个人轻则骨碎，重则丢命。而李晨毫发无损，站在那里，李晨吐出口气去，额上也是微微见汗，但并没有半点疲乏之感。20天来的强训见到效果了。还打吗？李晨望向了他们，所有人都默默地坐在了地上，捂着痛处，低着头不说话了。只是每个人眼中都涌起了深深的挫败感，还有极深刻的惊惧。赤手空拳将他们所有人全部打趴下。李晨太强了，他们从未见过这般强大的男人，简直就是万中无一的猛将。见没人回应，李晨知道他们是被打服了，也不理会，而是转头望向了密林深处。此刻刘晨旭几个人已经分别将那3个人审出来了。刚才李晨就是刻意让他们看自己审讯马环的全过程，逼着他们看完，不仅仅是教给他们刑讯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加快他们的成长，让他们更早见到鲜血。3个人笨拙生涩的审讯过后，那3个眼线倒是耸包，全都招了。没错，和马环说的一模一样。黑风寨就在太白山深处，离此地上有20里山路。寨子里大当家的叫刘黑子，不过2当家的已经死在了木儿村，3当家的就是马环。至于4当家的，也就是外围花蛇子张广，也死在了李晨的手里。但黑风寨里的人现在不知道罢了。目前寨子里还有70多人，正等着他们的消息，随时出来掳走李晨，夺取那熬制今年的秘法。晨晨，你好厉害啊，奴家好喜欢。有机会你来教教我，怎么骑我都行。白玉香走了过来，挎住了李晨的手臂，却是满嘴的虎狼之词。整装出发。李晨一挥手道，带着马环等4个人，一群人直奔黑风寨而去。湘寨据说有将近100号人马，但马匹有限，没办法全来，只能来上不到30人。不过这30人倒是个个强悍精壮，轻易水的棒小伙，甚至其中还有不少是能识字读书的，也让李晨暗中点头。这个底子还是不错的。有了明确的坐标，再加上4个人的指路，一群人7折8绕，终于到了黑风寨外5里的一座山上。站在山上，借着夕阳的余晖，遥遥地望过去，依稀能看到对面的有半座山，
山顶一片平整，乱七八糟的盖着一些木楼一类的建筑。正面依山而建了一片2丈高的树墙，中间处是2扇大寨门，有一主2府3条路通往山下，站在这里能看得清清楚楚。山壁后面则是一片悬崖，据马环他们说，那悬崖足有100丈高，陡峭平直，猿猴难攀，是一片天险。前方就是黑风寨，在这里稍作休整。李晨一指前方道：“好的，晨晨。”白玉香没口子弟乱叫一气，让李晨有些头疼。一群人坐下来稍事休息，开始吃饭。因为害怕被黑风寨的人发现，所以大家都没有起火，吃的是随身带的干粮。不过吃着吃着，乡寨的人眼睛就开始直了，因为李晨几个人吃的是白面馒头，纯白面的，可不是杂面，并且他们佐餐的除了酸萝卜条等咸菜之外，居然还有10只烧好的大鸟。这也就罢了，更可气的是，他们还打开了一个小纸包，里面居然是精细的白盐，分明就是只有达官显贵才吃得起的精盐啊！他们用那烧好的大鸟蘸着精盐，吃得有滋有味。看着人家的吃食，再看看自己手里那黑黢黢的杂面窝窝头，他们瞬间感觉像是在嚼木头渣子，有的人甚至不自觉地咽起了口水。在单兵口粮和给养这方面，李晨素来极为重视。打仗，肚子吃不够，能量跟不上，没有个好体魄，打个屁的仗。做佣兵的时候，指挥几千人战斗，只要条件允许，他对后勤只有一个要求，无论花多少钱，都得让战士们吃饱吃好，尤其是高能量食物，必须带足，半点不能少。虽然现在条件有限，但口粮也必须要跟上，半点不能含糊。赵大石是个好显摆的主儿，一见那些人看着他吃饭直咽口水，当时就嘚瑟起来，把脖子仰得高高的，吃东西的时候故意将大嘴吧唧得无比响亮，让乡寨的人口水流得更急。晨晨，你们的伙食可真好啊，居然是白面馒头，还有肉，真是好有钱啊！白玉香走过来，挨着李晨并排坐下。李晨看了他一眼，有意见。这话说的，人家羡慕都羡慕不过来呢，怎么敢有意见啊？白玉香盯着那一堆白面馒头，吃饱了吗？李晨看向了赵大石几个人，饱了。几个人抚着溜圆的肚子，俱是嘿嘿一笑。剩下的拿过去给弟兄们分了。李晨道：“好嘞，陈哥。”几个人站起来，将剩下的馒头拿到了对面去，挨个分了起来。一人一个是不够的，不过一个人分半个馒头还是勉强可以的。还有酸萝卜、咸土豆和剩下的2只烧鸟，包括那半包精盐。美食共享，最具人心，尤其是在食物短缺的年代。只这一个举动，便将原来与他们十分疏离的乡寨人拉近了许多，甚至有人还感激地喊道：“谢谢陈哥，我也要谢谢我家晨晨。”白玉香挠起嘴唇，就向着李晨脸上亲去。李晨一偏脸，没亲着。你还想挨揍？李晨冷眼横了他一眼，切，没情趣。白玉香一撇嘴，突然间伸手就抢过了他手里的馒头，一口咬下去。那是我吃剩下的。李晨头疼无比，人家就喜欢吃你剩下的，相当于咱俩间接亲嘴了。白玉香嘻嘻一笑，调皮无比。李晨捏了捏眉心，接下来讨论战术。按照原计划，你们乡寨留下3人看着这边的马匹，剩下的人分堵小路和主路，同时要留人在高处瞭望，务必不使一人逃脱。我们4人在深夜潜入寨子，力争全歼，若有漏网之鱼，你们负责。李晨说道。什么？就你们4个进寨子，还力争全歼？黑风寨的土匪现在还有将近80人呢。乡寨2当家的程广和3当家的刘汉东不能置信地看着李晨，怀疑自己听错了。几个人这是说梦话呢，还是吹牛皮呢？原本他们以为自己一群人才是主力，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不是主力，是笑话。李晨抬头看了2个人一眼，这一刻眼中微棱迸射，2个人被他眼神扫过，瞬间心中一片冰寒，甚至手都颤了一下。原本就已经被李晨打服了，再加上李晨稍微动用了一下精神震撼的能力，2个人瞬间只感觉李晨威压如玉如海，不觉得就低下头去，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质疑他的决定。按照计划执行，放出去2组明哨，2组暗哨，务必保证绝对安全。现在休息。李晨喝道。随后何一躺在了一块石头后面，运用现代放松睡眠法，先从头部放松，再到颈部乃至4肢全身，不多时便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子时过半，月黑风高，正是杀人放火好时节。此刻李晨几个人已经背着马环的尸体，摸黑潜入到了山寨幕墙下方，离得很近了，甚至能听到寨子里遥遥传来的山匪呼噜声。寨子左右2侧各有一个哨楼，依寨门而建。4个放哨的土匪抱着刀缩在哨楼里，其实他们现在放哨就是形式而已。黑风寨建在大山深处，9曲18弯，如果不是寨子里的人，根本找不着这里。
所以没有土匪担心会被人偷家。几个放哨的就缩在哨楼上呼呼大睡，甚至都没有换岗的人。李晨指了指侯小白和刘晨旭，向东侧岗楼一指，手掌下砍；指了指赵大石和自己，一指西侧岗楼，手掌再砍。这些战术手势，几个人已经在日常演练中烂熟于胸了。巨石一点头，随后4个人分成2组，分别前至岗楼下。待起风时，用松涛掩护，2组人直接用强弩射出金刚打造的4爪铁钩，勾在了寨门之上。随后，那边的刘晨旭，这边的李晨直接攀上。侯小白手臂有伤，虽然已无大碍，但目前还不适合快速攀爬后杀人。其实除了李晨之外，3个人都不适合。但这就是李晨坚持要带他们3个独自攻寨的原因。还是那句话，他们要成长，快速的成长。唯有见血，不断的见血，才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李晨的攀爬快若猿猴，双手一发力，脚一蹬寨门外壁，便蹿起1米多高。4、5蹿之下，便已经来到了哨楼下，方手抓在木梁上，一个双立臂，轻盈一跃，便已经蹲伏在了哨楼之上。2个山匪各守在一个角落，游子抱着刀呼呼大睡。李晨抽出短刀，先后捂嘴，手起刀落，3息之间便解决掉了2个人。猛然间，他感觉有异，直接端起挂在身后的强弩，半蹲下来，一扣扳机，嘣一声轻响，弩箭穿过遥遥40步的距离，直接将另外一个哨楼中的山匪透过张大的嘴巴钉在了木栏杆上。却是刘晨旭上了哨楼，杀左侧的山匪时，毕竟是第一次杀人，虽然按照李晨教给他的战术动作，捂嘴切开了大动脉，但没控制好那将死的山匪，被他在挣扎中一脚踢在了另外一个山匪的腿上，把那个山匪踢醒了。而那个山匪睁开眼睛，看到了眼前的一幕，正准备张口惊呼的时候，李晨的弩箭及时到了，干掉了他。远远地，惊魂未定的刘晨旭长松口气，看向了李晨，羞愧的一低头。李晨做了个手势，示意继续。随后4个人分别前下2个哨楼。赵大石背着马环的尸体去了聚义厅，而李晨3人则摸到了粮仓那边，悄无声息地背出了一袋又一袋的杂面，去往了聚义厅。在聚义厅里悄无声息地忙了半天后，4个人才悄无声息地离开，前至暗处。赵大石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铜锣，猛地敲了起来，扯着大嗓门嗷嗷地喊：不好啦，不好啦，3当家的居然悄没声地回来了，吊死在聚义厅了。寂静的夜晚，惊魂的铜锣声，再加上比铜锣声还大的破锣嗓子，一下就将寨子里所有的土匪都惊醒了起来。稍后，各屋的灯光亮了起来，一群光着膀子甚至只穿着兜裆布的土匪奔了出来，举着火把，迷迷糊糊的全都奔着聚义厅而去。不多时，聚义厅里的牛油大烛依次被点燃，随后所有人就头皮发麻的看见，原本在平阳县城里潜伏的3当家马环居然吊死在了大厅的横梁上，并且他身上被划了10几刀，有鲜血滴滴答答的从他身上滴落下来。天哪，真是的3当家的，他怎么回来的？还死在这儿了！一群土匪惊呼道：都他妈让开，我看看怎么回事啊！老3。此刻人群分开，一个身材尤其高大粗壮，满脸横肉，黑得跟煤灰里扒出来的7尺大汉走了出来，正是黑风寨大当家的刘黑子。一见马环居然被吊死在了房梁上，刘黑子当时眼睛都红了，悲愤地狂吼了一声：该死的，这些日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霉头，惹了哪路神仙？前前后后跟着他一起建寨子立山头的3个当家的全都死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人放下来！刘黑子狂吼道。一群土匪如梦方醒，七手八脚地将马环放下来。不过就在他们刚刚解开马环身上的绳子时，突然间那绳子向着上方便是一缩，像是触动了什么机关，众人惊诧地抬头望了过去，猛然间就看见房顶几10个大口袋居然同时间张开了袋口，向下疯狂倾着里面的面粉。只是一瞬间，并不算大的聚义厅里粉尘弥漫，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每呼吸一口气都黏糊糊的，呛嗓子。他妈的，是哪个缺了大德的，把面粉挂聚义厅房梁上了？呛死老子了！刘黑子咳嗽着，怒骂不停。也就在这一刻，臂包一声轻响，他身畔的一个山匪手中的火把跳跃了一下，紧接着旁边牛油大烛的火苗也开始疯狂跃动了起来。还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轰一声巨响，整个聚义厅顿时爆炸开来。粉尘爆炸，这就是李晨设计的全歼方案中的重头戏。事实证明，收到重大效果。爆炸的威力是如此的恐怖，聚义厅瞬间就被夷为平地。里面的20多个山匪无一幸免，全都被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碎糜，无一生还。并且冲击波在粉尘扩散之下，携着滔天烈焰滚滚向外冲去，下一刻直接将聚在门口的10几个山匪也直接先飞了出去，近的被炸成碎片，中距离的被烧成了焦炭，
远的内脏受伤，摔在地上直吐鲜血，挣扎难起。山寨里顿里燃起了熊熊的大火。老天啊，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这场大爆炸的？站在远地高处一直观察着黑风寨里情况的陈广已经看傻了，骇然惊呼道。原本他负责带一支10人小队在远处密切观察情况，准备随时增援。陡然间见到了这场恐怖的大爆炸，别说里面的山匪了，连他都被炸麻了。隔得这么远，甚至他都感觉到了那冲击波的热量直冲到了面前，太恐怖了。他不是人，他是会雷法的神仙。刘汉东眼睛瞪得像铜铃，哆哆嗦嗦地道：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白玉香秀眸都颤了，他才发现自己没有意气用事跟李晨杠到底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寨子里，李晨几个人已经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猎杀时刻到了，来，我教你们杀人。李晨缓缓端起了强弩，向3人微微一笑。此时此刻，他神态轻松的，就仿佛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次旅游。3个人顿时热血沸腾，组成了3人小队，怒吼着向着剩下的那些来回乱窜的山匪冲杀了过去。如果把3个小队比作箭头，赵大石就是锋尖，刘晨旭和侯小白就是侧刃。尽管3个人头一次实战配合，难免生涩，可架不住对面的土匪更菜，早已经吓破了胆，倒是为他们的新手期提供了难得的历练机会。3个人先是持着劲弩一通狂射，只可惜首次上战场，3个人多少有些紧张，准头全都失常。侯小白3箭中1，刘晨旭5箭中1，赵大石弩匣都打空了，却是1箭不中，还险些被弓弦崩了手。而这个时候，那些剩下的土匪已经看到了他们，嗷嗷地叫着，挥舞着各式武器扑了过来。短兵相接的时刻终于到了，而这才是赵大石的最爱。赵大石为主攻守，近战肉搏；刘晨旭为侧翼掩护，刀盾相合；侯小白为压阵射手，弩狙支援。3个人直接迎着人群，悍然无畏地扑了过去。杀！赵大石挥一柄4尺短枪，闪电般一晃一刺，直接荡开对手的大刀，一枪就捅穿了对手的胸膛。只不过又有2个人冲了过来，他来不及撤枪，直接拔刀，一个大旋身借身体力量，一刀劈下，将对面的土匪连刀带人斩成斜斜的2大截。小心！刘晨旭一手持盾，替赵大石挡住了左侧土匪的一刀。当的一声轻响，对面匪徒刀断，刘晨旭就是一刀捅进了他的肚子里。现代工艺的长刀面对古代土匪的拙劣武器，就是2个字：碾压。那是什么枪术？简直如雷霆般迅猛！我的天，那是什么刀？也太利了，碰着就断啊！斜对面100丈外的小山上，一群乡寨匪目瞪口呆，那枪术简直堪称恐怖，而那刀更恐怖，简直就是绝世神兵啊！可这样的神兵，他们居然人手一把，一群义匪羡慕的眼珠子都红了。嘣，弓弦轻响，侯小白一箭已经贯穿了左侧一个山匪的胸膛，甚至于事不决，直接飞出10几步，又穿透了一个土匪的大腿，将他钉在了地上。第一次配合虽然生涩，但3-3制小战阵威力初显。最重要的是，3个人的武器简直太过犀利了，山匪的刀在他们的刀面前脆弱的像纸扎的，一碰就断。侯小白的上弦神速，射速一流，剑法超群，终者必死。注意，石头不要冲得太猛，脱离队伍。3人间距要小，时刻保持相互掩护狙杀。猴子要时刻注意身后，陈旭注意和大石集中优势力量，尽可能2人对1人，瞬息杀之。小队前突，左眼变阵向右，以陈旭为锋尖，注意刀盾配合，弩弓手远距狙杀，弩近持刀盾，缓气再上弦。李晨的声音一刻不停地在身畔响起，在血与火的实战中教导他们战阵上的配合之术。偶尔有不开眼的土匪不要命地想攻击他，不是被他远距离一弩狙杀，就是近前一刀劈死，甚至他还有闲暇在3人小队遭遇危机时，顺手一记弩箭过去，帮他们解围。3个人的配合由最初的生涩到中期的顺畅，再到后期心意相通般的运转如意，战绩在不断提升，经验在不断增长，最重要的是胆气勇魄也在不断狂涨。血与火的战场上，新兵几乎是以秒来计算成长速度的。杀到最后，3个人已经浑然忘我，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和畏缩之后，杀过了几个人，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害怕，生死早已经置之度外，战阵运转如意。3个人的3-3制小战阵配合愈发炉火纯青，甚至于到最后他们已经杀红了眼睛，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冲。烈焰飞腾，杀声震天，血光迸现，惨嚎声声，黑风寨已经成为了一片人间地狱。天哪，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陈广看得手都颤了，还没见过这般可怕的部队，杀人如吃饭喝水，手起刀落，无比利落。仅有3人，那冲天的气势却像是30人、300人、3000人。
他们无论冲向哪里，都像是从山顶滚落的巨石，挡者披靡，触者皆碎。三人小队杀过的地方，尽是残肢碎肉，一片血泥。难怪陈哥说他们4人足矣，真的足矣。刘汉东心神摇撼，喃喃地道。旁边的乡寨义匪们看得目眩神摇，只感觉那4个人根本不是人，而是天兵天将降临俗世。如果说之前他们被李晨胖揍一顿后还有些不忿，那现在他们彻底服了。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却轻轻松松做到了。旁边的白玉香看得那山寨中的杀戮，如痴如醉。这个男人，我要定了！我以乡寨做嫁妆，都给你，全都给你！他发狠似的尖叫道：“这样的男人，无论如何，他都要得到。”杀到最后，整个寨子里已经无人可杀了，因为剩下的人全都跪在了地上，哭爹喊娘的举手投降，他们彻底崩溃了。这些王八蛋怎么办？赵大石游子还未杀够，眼神凶悍的四下望去，刀尖上鲜血滴成一条血线。侯小白和刘晨旭也是满眼凶戾，看着跪倒在那里的一群求饶的山匪，同样也未杀得尽兴。见了大量鲜血，经历一场残酷的厮杀之后，3个新兵蛋子瞬间就完成了进化，成为了3尊新生的杀神。这就是李晨想要看到的结果。不过稍后，正拧梅利木四下寻找敌人的3个人几乎是同时弯下腰去，哇哇大吐起来。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杀人，刚才忘了吐，现在终于回过神来，想起吐了。掀开寨门，放乡寨的人进来。看着3人吐过之后，李晨挥手道。半晌后，大门打开，白玉香带着一群人鱼贯而入。当乡寨的人进了黑风寨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在冲天火光与遍地鲜血尸骸中站立的4个人。领先的是李晨，主刀立如一座大山，剩下3人站在他身后，如拱卫大山的3座偏峰。这一幕瞬间便刻入了所有人的脑海中，直接打下烙印，他们永远不忘。随后浓烈至极的血腥气扑鼻而来，闻者欲呕。白玉香几个首领还好，其他那些人虽然经历过不少次厮杀，可像现在这般可怕的血腥场面还从来没见过。尸体满地，血流成河，甚至那些尸体都没有几具是完整的，要么残肢断臂，要么肠子都流出来了，甚至有的被砍成2截，简直太可怕了。这根本不是战场，完全就是他马德屠宰场。哦，有人实在控制不住生理反应，转过头去哇哇大吐起来。白玉香拉起陈晶掩住了口鼻，陈广和刘汉东脸色有些白，胃里一阵阵地往上翻涌。就算是他们看到这个场面也有些生理不适了。而当他们在看向李晨和他那3个手下时，眼神完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是之前的质疑，甚至是不相信，取而代之的是无法形容的敬佩，还有恐惧。4个人就能达到这样的战果，他们无法想象，更无法做到。白玉香走过来，俏脸有些发白，刚要唤一声晨晨，李晨只是转头，眼神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冲天的火光与遍地尸骸中，主刀立的李晨，那眼神微如玉海。白玉香心神摇撼，半真半假的一句晨晨登时卡住，不觉得便换了个称呼，陈哥。各路人马巡山而上，没有逃走的人。你们确实做到了，全歼。说到这里，他长长地吐出口气，像是在叹息，但更多是在感慨自己见证了一场奇迹的诞生。4对80，1比20，全歼敌人，无一伤损，这是只有战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就算号称北燕关第一猛将的关天佑关将军，也绝无可能。陈广眼球都震颤了。你曾在军中服役？李晨转头看了陈广一眼，眼神略有讶然。是，陈哥，我曾是北燕关关天佑将军麾下一名小小的陪荣校尉。陈广一躬身，无比恭敬地回答道。亲眼见证了李晨的强大，陈广发自内心的尊重敬佩李晨，甚至还有畏惧。这种感觉，就算是关天佑将军也不曾带给他的，那是真正的至强者威压所致，哪怕岿然不动，也依旧让人心神震撼，不能自持，无法不低头表达尊重。既是军人，还有公民，为何落草为寇？李晨挑了挑眉，有些疑惑。家人被土匪劫掠，老少13口，无一生还。地方官贪功诿过，做事不理，我为给家人报仇，做了逃兵。陈广一阵羞愧，低声答道：忠义不能两全，理解。李晨点了点头。陈广一怔，突然间鼻子一酸，低下头去，轻声道：谢谢陈哥。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或许这么多年的屈辱和不为人理解，让他压抑太久，偶尔得到这样的至强者的理解，胸中的情感喷薄而出。这一刻，甚至他已经将李晨引为知己。刘汉东，你为何上山为匪？李晨转头望向了持鼠铁棍的刘汉东。回陈哥的话，土匪抢粮，俺全家都饿死了。
是俺们老大救了俺，俺就跟着老大了。刘汉东老老实实的回答李晨，心中一笑，看起来力气大的人都挺憨厚的，其他人情况不一，但全都跟土匪有仇。白玉香指向了那些正在寨子里忙活着的汉子们道：平时可有恶行？李晨再次问道。唯一的恶行就是土匪杀得太多，为富不仁的大户劫得太多，其他的没了。白玉香重新恢复了那跳脱的性子，挑眉一笑道：信你。李晨点头。哎呦，我家晨晨的信任让人太感动了。白玉香就往要李晨身上挂。李晨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他翻了个白眼，不挂了。陈哥，都审完了，匪首刘黑子还有一众头领都在聚义厅里被炸死了，活着的人就剩下这么几个了，山外也没有他们的人了。这一次确实全歼，一网打尽。刘承旭擦着手上的血走了过来。仅仅1天的时间，飞速的成长让他现在动起酷刑来都已经逐渐习惯。李晨点了点头，对这个战果表示满意。同时按照您的吩咐，让他们相互揭恶，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全都是恶贯满盈，罪恶罄竹难书，不提也罢。刘承旭眼里涌起极度的愤怒，再次道：那些山贼奸淫掳掠，罪恶简直数不胜数，甚至有人曾经将婴儿挑在刀头玩乐，还有人剜出活人心肝炒吃。听到最后，刘承旭都按捺不住杀心了。如果不是陈哥有话先留着他们，刘承旭早已经动手把他们给剐了。这是从寨子里搜出来所有银子，加在一起大概有1万两，粮食有3万斤左右，还有35匹马。此刻侯小白带着乡寨的人搜完了全寨，将所有的战利品都堆在了广场上。哼，这一次还真是砸了个响窑啊。白玉香打了个响指，有些兴奋地道：这黑风寨的家底倒真是丰厚。陈哥，陈哥，还有一帮女人。远处赵大石从一个的牢口里露出头来，一跃而出叫道：他刚才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地牢，就钻进去看看，结果到了里面才发现居然是好多衣衫不整，甚至是光着身子的女人。稍后在赵大石的督促下，那些女人一个接着一个的爬了出来，足有80多人，俱是年轻女子，比土匪还多呢。最小的也就14、15岁，最大的也不超过27、8岁。此刻眼见满地的尸体鲜血，一群女人们吓坏了，抱在一起委顿在地上，甚至连声都不敢发出来。我刚才问过了，都是被土匪杀了全家人后抢上山来的女子，还有不少是流民。原本他们有将近200人呢，现在只剩下一半了，都是被那些土匪虐待致死的。赵大石走过来低声道：乡寨的那些人个个义愤填膺，握刀的手紧了又紧。显然看到这些可怜的女人时，每个人都想起了曾经悲惨的往事，每个人眼里都燃起了仇恨的怒火，死死地盯住了剩下那10几个还活着的山匪。此刻白玉香眼神恻然，走过去和那些女孩子低声说了几句什么，那些女孩子登时欢叫了起来，随后却又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而白玉香也陪着他们落泪，场面凄然无比。陈哥，求你，这些人交给我们吧，好吗？陈广死死地盯着剩下的那些土匪，转头向李晨道，眼中已经带起了恳求的神色。其他所有乡寨的人也都满眼渴求地望向了李晨。好，李晨一点头，谢陈哥。乡寨的人狂喜过望，齐齐躬身。不过我想看看你们的剑法。李晨微微一笑，再次道：魏宇、沈飞、张庆哲、王恒出列，让陈哥看看你们的本事。陈广长喝了一声，诺。4个人出列，摘下了背上的弓。李晨望去都是大眼的制式军弓，比他的猎弓强上一些，但并没有北莽强弓那般硬朗强劲，并且整个乡寨只有4个弓手，确实有些寒碜。不过想想却又释然，射手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那需要大量的时间，不像他们用滑轮复合弩、开弓持弓都省力，只需要提升准头即可。只给你们这一次机会，看你们能杀多少。李晨看着他们道：你们几个给乡寨长长脸。刘汉东喝道。4个人又是紧张又是兴奋地持起弓来，眼神森寒地看向了那边的10几个土匪。大石，全都放了。李晨喝道。好嘞。赵大石直接砍断了串联山匪的绳索，大笑道：龟孙们，跑吧，看你们的脚快还是他们的剑快。13个山匪哭爹喊娘，从4面8方向着寨门那边逃了出去。待逃出30步远后，李晨喝了一声，放箭。乡寨的几个人纷纷弓搭箭，怒射不休，一时间箭雨破空之声响彻不停。可是4个人或许是因为紧张，或许是因为箭技不精，总之射空的多，射中的少。等到那些匪徒都跑到大门口时，才被放倒了7个人，还有6个没死，正拼命的要往大门外跑。而此刻距离箭手的位置已经超过了50步，在这个距离上，以这些弓手的准备，不可能再精准居中了。一群废物！陈广气的大骂，
带着人就要冲过去，将那些山匪追上斩杀。不过就在这时，便看见李晨一个旋身，已经劈手夺下了其中一个箭手的弓，伸手向背后一掏，3支羽箭握在手中，直搭箭弦，引弓便射。弓弦怒崩中，他又已经握住3支箭，再次上弦，崩弦声再次炸响，前后6支羽箭如夺命的流星，划过火光映照的夜空，转瞬即至。噗噗噗，6箭剧中，剑锋从前胸透出。剩下的那6个山匪分成了前后2波，向前栽倒，一动不动，已经死透了60步。3星耀空，天哪，剑神！陈广倒吸一口凉气，转头望向了李晨，一箭接着一箭的射，那叫连珠箭，也叫速射箭。能达到3箭连珠，那就是折别级箭手了。2箭齐射，那叫日月同旋，已经是射雕者级别的。3箭齐射，那叫3星耀空，绝对的剑神级别，也是现在各个军队里已知的最强箭手。如果3箭以上齐射的，那叫满天星辰，是传说中才存在的箭手，千古以来好像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并且那可是60步开外啊！这一刻，他感觉整个世界好像都只剩下一个巍峨高大的身影，那就是李晨。其他所有乡寨的人已经完全看傻了，他们张着嘴站在那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60步远的距离，连续2记3星耀空，瞬间射到6人。这种恐怖的箭法，他们从未见过，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如果箭矢无限，体力无限，据守险关，那他只凭1人1弓，是不是就可以挡住千军万马？你的弓！李晨将那弓扔给了兀自傻眼的魏宇，魏宇如梦方醒，赶紧接住，抱着那弓抚摸不停。剑神用过的弓，在这些箭手眼里，那就是绝世珍宝。眼不急，手不稳，臂无力，箭不准，还得练。李晨略一摇头道，也指出了这些箭手的问题。如果任何一个人这样说，那些箭手只有技不如人的羞愧和愤怒。可是李晨这样说，却让那些箭手个个眼神激动，崇拜地望着他，甚至就盼着他再多说几句，指点一下自己。啪啪啪，掌声响起来。白玉香笑盈盈地从远处走过来，眼战齐芒，死死地盯着李晨。这也让刘晨旭等几个小兄弟生出了一种错觉，白玉香随时都有可能把陈哥给吃了。当然，怎么吃就不一定了。我家陈晨，绝世剑神，你们服不服？白玉香走过来，一手拄在李晨的肩膀上，一手插着小蛮腰，像靠着一座山似的，向着那些下属道。李晨略皱下眉头，刚要闪开，就听见所有人猛地喊道：服服服！几十个声音汇成一个声音，响彻黑风寨。这也让李晨迟疑了一下，停下了原本想闪开他的手的动作。那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退位，我家陈晨当咱们乡寨老大，你们服不服？白玉香拄着李晨的肩膀，向着四面八方的乡寨义匪们道：拜见陈哥！所有人瞬间激动万分，唰啦一下跪了满地，拱手抱拳，口中尊道：你们这帮没良心的，我就是那么一谦虚，结果你们真的说甩就把我甩了。白玉香愤愤不平地道。李晨转过头去，深深地看了白玉香一眼。晨晨，他们是你的人了？当然，人家也是。白玉香娇羞的一笑，然后就不怎么娇羞的挠起红唇，翘起脚尖要去亲他。李晨却于此时恰到好处的向着一侧迈开一步去，避开了他的烈焰红唇，气得白玉香一跺脚：你更是个没良心的。既然如此，我也不矫情，从此以后既是兄弟。都站起，拿酒来！李晨喝道。所有人站了起来，旁边就有人拎过了寨子里一坛又一坛酒，每人一碗倒上。举碗！李晨喝道。所有人激动万分地举起了酒碗。春风化雨同根绿，凭栏土气醉春风。不求所向俱披靡，只愿铁肩担道义。干了这碗酒，从此以后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好一句所向俱披靡，铁肩担道义。干了！陈广听得热血沸腾，当真好汉子。所有乡寨中人还有刘晨旭3个人都举起碗来，豪爽地干了那碗酒，随后都将酒碗砸在了地上，噼里啪嚓一片响，痛快。从此以后，乡寨所有人都为陈哥马首是瞻，令行禁止，莫敢不从。若为此事，血溅无部。陈广心情激荡，抽出短刀，在左掌心一划，鲜血淋漓而下，代表着他的决心。若为此事，血溅无部。所有乡寨中人俱是大吼着，纷纷抽刀在左掌划去，以显明示。这是草莽绿林最毒的誓言。好兄弟！李晨点头，也划破左掌心，与每个人击掌，鲜血交融，血浓于水。自此以后，皆为手足。这一幕把刘晨旭几个人都看得傻了。天爷，这就收了满寨子义气冲天的兄弟，陈哥当真神人也。回过神来，3个人也将左掌心割破，与乡寨人击掌，以后都是兄弟了。这银子拿出3成给兄弟们分了。
剩下70%留作寨子未来发展所用。李晨道：哼，你真是好大的手笔，那可是你拿命拼回来的钱，3000多两银子啊，说分就分了。白玉香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我只想让兄弟们知道，跟着我有酒喝，有肉吃，有钱花，能过上好日子。李晨淡淡一笑道：那我呢？我把满寨的兄弟都送给你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让我过上好日子啊？白玉香挑了挑细眉问道：你想怎么过？李晨问道：那你便娶了我吧，从此以后奴家甘心为你洗手做羹汤，做你背后的女人，如何？白玉香眉眼俱是春意地望向了他，他以为李晨还要反抗一下，越反抗他就越兴奋，谁料到李晨却是很自然的一点头，甚好。月黑风高夜，洞房花烛时，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入了洞房，把亲成了。自此以后，你便是我李晨的夫人了。随后他一揽白玉香的细腰，直接将她扛在了肩上，大踏步便向着上方未毁的一栋木楼走去。啊，你来真的？白玉香大吃一惊，极力的反抗跳了下来，俏脸通红的望着他，眼神有些小小的愤怒。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调戏，却不料反被调戏，这大坏蛋真是该死。我当然是真情，莫非你是假意？李晨望向了他，徐徐向他逼近，再次伸出手去，可眼神却是似笑非笑，可堪玩味。我还没准备好呢，等我准备好的时候再说。白玉香瞬间原形毕露，慌乱的叫道，转身就跑。哈哈！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原来香香大当家的也有被调戏怕了的时候啊，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李晨看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想跟他玩这个？你还嫩着呢。彻底将寨子再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逃走的山匪，一群人这才将那些尸体全都搬到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架起火来，一把火烧个干净。此刻陈广和刘汉东站在聚义厅外面，眼中犹有惊容。惨，太惨了！整间聚义厅直接夷为了平地，至于里面的人全都变成了碎片。一群乡寨的兄弟是捏着鼻子拿着铁锹将里面破碎的尸块铲出来的。陈广和刘汉乐咂着嘴巴，来来回回的看个不停，满眼的疑惑。打破他们的头也想不明白，那场至关重要的大爆炸是怎么弄的。要知道当时这场大爆炸不但直接摧毁了聚义厅，并且还将小半个黑风寨里的精锐山匪都送上了西天，包括匪首刘黑子，还有一众头头脑脑。如果不是这场大爆炸，李晨他们4个人想拿下这80人，怕也是难度极大。可问题是，咋弄的这场大爆炸呢？石头兄弟，你们用的是火药吗？可就算是火药，那得多少斤啊？而且，你们是咋点燃的？陈广在军中待过，倒是见识过用火药制造爆炸，可也没有这样的效果啊。并且，这可是及时性的，说爆就爆啊！军中的火药还要引燃好长的药碾子，要做到这样想爆就爆，让人反应不过来，那可是太难了。我们用的是面粉。赵大石嘿嘿一笑道，现在已经是自己人了，他倒也不好再隐瞒。啊，面粉！陈广和刘汉东眼珠子都瞪圆了，面粉咋还能这功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按照陈哥说的，做个机关，他们把尸体一解下来，面粉都从大梁上洒下来，然后就能爆炸。赵大石道。旁边的刘晨旭和侯小白都看了他一眼，唇畔隐隐有笑意。这小子倒真是粗中有细，居然真真假假的说9成留1成，偏偏就让人猜不透，还挺有心眼的。这是啥原理啊？陈广2个人听得云里雾里，像讲神话故事似的。可任他们怎么问，赵大石就是憨厚的笑着摇头，一口一个不知道。陈广和刘汉东倒也信以为真，还在那里一通瞎琢磨，陈哥是不是真的学过道家术法？难不成是用传说中的掌心雷引爆的2个人的猜测传了出去，结果让乡寨的兄弟们传得更加神乎其神起来，甚至传到最后，陈哥都能点石成金，撒豆成兵了，把赵大石一群人乐得不行。将寨子收拾干净之后，当夜无话，一群人奔袭一天，委实有些乏了，赶紧个找地方躺倒睡觉。不过陈广一觉睡醒出去撒尿的时候，却看见李晨正亲自站在外面的岗楼上放哨，而之前他们甚至都放松了警惕，忘记了派人放哨。李晨却并没有要求任何人去放哨，只是默默地担起了这个职责。此刻那挺拔的身姿矗立在夜风之中，是如此的高大伟岸。虽然李晨不是军人，但这一刻出身军武的陈广却分明看到了一个夜风中为士兵守夜的将军，警惕如鹰，爱兵如子，胜乃可全。陈广喃喃地念道。如果说李晨的强大一次又一次震撼了他，但只是让他折服敬佩，不足以完全从内心向外的臣服。但这一刻守夜的李晨却瞬间击中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终于真正彻底的臣服了。第二天，正当乡寨中人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外面却分明响起了吐气开声的训练声。一群人半梦半醒的，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纷纷抓起武器冲了出去。可是到了外面却傻眼了，因为他们分明看见李晨正带着刘晨旭、侯小白和赵大石一群人在操场上训练。4个人均是打着赤膊，身上流着腾腾的热汗，显然已经训练了好长时间了。一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包括陈广在内，脸上均是有些赧然。他们昨天晚上战斗了半宿，今天早上居然依旧早起训练，反观自己这群人基本没做什么，却险些睡到了日上三竿，实在让他们羞愧万分。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你努力并不可怕，但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才是最可怕的。都他妈愣着干什么？收拾一下，训练！陈广怒喝了一声，穿好了鞋子衣服，当先奔了出去。陈哥，对不起，我们这些人实在散漫惯了。陈广追上了李晨，边跑边道，带着他们绕着寨子先跑20圈。李晨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这一眼尽管没有任何情绪，可是陈广却是没来由地身上一阵阵发寒。陈哥的威压实在太强了，尤其是不动情绪说话的时候，让人连与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心里浮现出来的只有服从这一个念头。李晨拧干了一块麻布当毛巾，将身上的汗擦干净，随后站在寨子的广场中间，凝神看着那些人跑圈。正看得入神时，身畔香风涌起，不用看都知道那是白玉香来了。晨晨，在训练他们呀？白玉香的声音响起在耳畔。这个野性十足的女人一旦揉下声音来说话，简直能让耳朵怀孕，声音真的很魅惑。李晨并未转身，依旧凝神看着那群人，口中淡淡地道，说吧，有什么要我做的？走到他身畔的白玉香一怔，眼神有些震惊。我不喜欢绕圈子，所以你最好开门见山。李晨转头望向了白玉香，神色淡然地道，不是，李晨，你能不能别这样肆意张扬你的智慧和能力？这实在太打击别人的自尊心了吧。白玉香愤怒地望着他，但心中却是一阵阵郁闷，该死，又被他猜中了。怎么在他面前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束手束脚的呢？我就当你是在夸我。李晨转过头去继续看着那群人训练，突然间出声喝道，陈广，若真想训练，加快速度，跟上刘晨旭他们，快，再快。随后再次望向白玉香，平白无故献殷勤，甚至刻意创造机会让我收服你寨子里的兄弟，最后把乡寨给了我。如果说你没有企图，我并不相信。话说的真难听，白瞎了姑奶奶一番情谊。白玉香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副手将地上的一块石子踢飞，他才哼了一声，把寨子给你，我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得帮灵儿找回他父亲。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李晨皱起了眉头，他原以为是白玉香想要求自己做什么事情，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把寨子都给了自己，却没有想到居然是帮灵儿找回他父亲。怎么，你怕了？白玉香扬眉望向了李晨，激将法对我没用，我是在权衡得失。李晨淡淡地道，不是，合着你把这事儿当成生意去做了？白玉香秀眸一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一场生意，只不过有时候交换的是情感，有时候交换的是利益。李晨淡淡地道，你简直活得像个有思想的铁人，连你的逻辑都透着冰冷的味道。白玉香咬了咬银牙道。李晨不理会他话里的讥讽，只是皱眉问道，你和林儿到底什么关系，让你甘愿为他做这一切？林叔叫林玉峰，也是关外有名的盐商，我自幼与灵儿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尤其我父身亡后，林叔待我如亲生女儿，如果不是林家，我怕是早已饥寒交迫死在街头。而我之所以能成气候且能复仇成功，也是灵儿暗中资助，所以就按照你刚才的推断来吧，我把寨子给你，你帮灵儿找回他父亲，这也算我还灵儿一个人情。白玉香回忆往事，眼神悠然了起来，女流之辈却比一般男儿仗义。李晨看了他一眼，缓缓点了下头。灵儿的父亲是怎么出的事？他再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答应了？白玉香大喜过望，回答我的问题。李晨依旧直切主题，你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白玉香幽怨地看了他一眼，这才继续说道，林叔在3个月前去东海边的荆州盐田禁盐，但现在一直未归，生死未卜。灵儿也多次与我带人同去荆州盐田禁盐，打探林叔消息，却只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是3个月前有墨族人见北莽西湖起兵攻打大盐，也伺机作乱，那边的守军和墨族人打成了一片，当时战事突起，连盐田都被抢占。虽然守军最后成功夺回了盐田，但那些盐夫全都被掳走了，包括当时在盐田的许多人。而当时就在盐田的林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很怀疑林叔是不是也被当成盐夫被抢走了。可现在那边还在打仗，根本无法进入墨人地狱。灵儿心忧父亲，整日以泪洗面，
我无能为力，深感痛心。李晨，如果你真能帮他寻回父亲，那别说这寨子，就连我和灵儿都可以嫁给你，甚至这盐铺以后都可以是你的。毕竟林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说到这里，白玉香抬头望向了李晨，眼神中再没有调戏和戏谑的神色，有的只是无比的坚定。李晨思忖了一下，你觉得林灵儿的父亲还有生存的希望吗？有，而且希望很大。白玉香重重的点头，因为墨族人抢的都是手艺人，林叔会制盐，并且很有领导能力，头脑也十分灵活，可以领着那些盐夫制盐，墨人缺的就是这样人才，所以林叔有很大的几率还活着。好，我答应你，3个月后入冬之时，我带人去墨人地狱搜救林玉峰。李晨毫不拖泥带水，一点头答应了下来。啊，你真的答应了？白玉香大喜过望，原本他以为还要跟李晨有一个来回拉锯的过程，甚至他已经想好了，实在不行，那就今天晚上以身相许吧，也不用什么八抬大轿抬自己过门了，连人带寨子都许给了他，他是不是就能答应自己了？可没想到李晨居然直接答应下来了。这桩生意我做了。李晨点头道，那能不能不要3个月那么久？我怕迟则有变。白玉香小声问道，知道为什么要3个月吗？李晨淡淡的问道。为什么？白玉香一怔，因为他们是一群废物，而我要做的是3个月内将一群废物炼成良才，唯有如此才有救人的可能，否则靠我一个人，你觉得能成事吗？李晨一指城广他们。白玉香眼神油然望了过去，结果就看见才跑了7、8圈，乡寨的整个队伍稀稀拉拉的已经拉成了一条几乎首尾相连的长线，很多人喘得像拉风箱，几乎要把舌头都伸出来了。原来如此，白玉香恍然大悟，重重的一点头，我明白了。随后他将手挽成了一朵喇叭花，兄弟们，晨晨说你们是废物。李晨一捏眉心，就知道白玉香正经不会超过3分钟。果不其然啊，跑起来，马德，陈哥说的没错，你们这群废物，我也是。陈广脸孔涨得通红，陈哥的看不起简直就是他们最大的耻辱，务必不能叫陈哥看低了自己一群人。于是一群人狂吼怒叫着给自己打气，咬牙切齿加快速度，拼命的奔跑。然后满院子的黑灰飞了起来，但李晨的眉头却皱了起来，看着地面的眼神有些讶然。如果仅仅只是昨天晚上炼烧尸体的柴草飞灰也不对劲，因为这地面上的土实在太黑了，甚至踩一脚都能染黑鞋底，并且连寨门的墙角都是如此，这绝对不是飞灰造成的效果。事实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里的地面有些不太对劲，但忙于和几个人训练，他也没太在意。现在看起来却感觉愈发不对劲了，蹲了下去，他在地面上往下抠了抠，直抠到了2指深，才看到地面下的黄土。至于上面都是被染黑的土，看着手里黑色的土面，他一下想到了什么，眼神中骤然间金光大放，豁的一下站了起来，伸手扬散了那土。尘土顺着风刮走，李晨转头望向风的来处，就看见那风居然是来自寨子后面下方的悬崖。他深吸口气，向远处正在进行摔跤训练的赵大石几个人喝道，拿绳子来，现在他必须要到悬崖下面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远处几个人应了一声，去拿绳子了。你要干什么？白玉香疑惑地看着他。这地方有古怪。李晨绕过一片木楼，走到了寨子后方，站在悬崖边上，凝神向下望去。古怪倒真是有一些。据说这黑风寨之所以称为黑风寨，是因为这里总刮黑风，风里有黑色的粉屑，所以这地面看上去都黑乎乎的。白玉香想了想说道，为什么会有黑风？李晨看了他一眼，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许这山下面有什么黑色的东西吧。白玉香探头向下望去道。正在这时，刘晨旭几个人已经每个人背了一大盘绳子下来，3大盘绳子连在一起足有100丈长，下到悬崖底部应该是足够了。几个人利落地将绳子结在一起，又检查了一下绳子的结实程度，确定没问题了，将绳子扔下了悬崖去。100丈长的绳子抽击在悬崖壁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遥遥远远。陈哥，我跟你一起下去。刘晨旭不放心地道。不必，我先下去看看，确定没问题了，会震绳发出讯号，到时候你们再下来，否则绳子可能经受不住重量。李晨摇头。好。几个人一起点头。随后就看见李晨轻盈一跃，就如猿猴一般，顺着绳子攀了下去。白玉香看着他的身影引入了缭绕的雾气之中，怔然出神。半晌，他转头望向了刘晨旭，眼神疑惑地问道，你们不问问晨晨为什么突然间想去这悬崖下面干什么？不问。
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回答。为什么？白玉香讶然问道。三个人的回答整齐划一，显然是共同的心声。陈哥要做的事情必有道理和深意，照做就是，还问什么？刘承旭笑笑说道。你们还真是令行禁止的盲从啊。白玉香轻抚额头道。陈哥是将，我们就是兵，令行禁止，有什么不对？刘承旭反问。白玉香没想到刘承旭的词风居然如此犀利，一时语塞，旋即大怒。你个少年郎，敢这么跟你嫂嫂我说话，还未洞房，不算嫂嫂。刘承旭咧嘴一笑道。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我就把他给办了？白玉香气的胸口起伏难平，办了就信，不办不信。三个兄弟一起起哄，把白玉香气的都想打人悔悟了。这可真是什么将带什么兵，骨子里都一个奏性。虽然悬崖不低，足有300米，并且陡峭笔直，猿猴难攀，但对于李晨来说，绳索在手，无难可有。他一路攀索速降，不多时便已经到了悬下。脚踏地后，他先屏气，看周围有没有瘴气，确定没有危险后，这才恢复呼吸，同时解着缠手的布条。周围有几具骸骨，都呈现散落的骷髅状，应该是有人不小心失足跌落下来摔死的。转头四下里望过去，这一望，他的眼神震撼了，就看见这居然是一片巨大的山谷，并没有想象中的云遮雾绕，相反极其开阔，空气流通性极佳，所以才没有瘴气。这片大山谷四面高山林立，围住了一片500丈方圆的空地，唯有前方一条峡口蜿蜒而行，不知通向何处。那空地之中居然连一株高大些的植物都没有，有的只是东一蓬西一簇的野草，并且长势也不好，一小撮一小撮的。而地面上经过了无数双刀锋剑洗礼之后，上面的土层早已经被剥出去，东一块西一块黑乎乎的地面呈现在李晨的视野之中。果然是煤炭。李晨心中狂喜，在寨子里看到地面上的黑色粉末时，他就猜测这附近必有煤矿，而且还是露天煤矿，否则怎么可能会吹出煤屑来？现在这个想法终于被证实了。几步奔了过去，伸手在地面上抓了一块煤炭，细细打量了过去。他的手略有些抖，是真正的狂喜，因为这是品级最高的无烟煤，而不是烟煤或者品级更低的褐煤。对于上一世常年在矿业中打滚的李晨来说，分辨煤质品级简直不要太轻松。无烟煤，这可是用来炼制钢铁最好的煤啊！这东西才是打造基础工业最重要的动力源，而且这还是露天煤矿，更加方便开采，直接挖来就能用。四下里望过去，就看见这煤矿面积至少10几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这也预示着这个小型煤矿储量至少在1000万吨以上级别。对于他现在事业发展的初期，完全够用了。有了这个煤矿，光是炼制武器供给20万以上的部队完全没有问题。握了握拳，李晨眼神炽烈了起来。有了煤矿，就相当于有了基础能源，接下来如果再拥有一个铁矿，再有粮食，光凭这3样，他就可以打造一个强大的根据地。正想到这里，他突然间心中一动，脑海里自动浮出现韩北郡县志上面的一幅地图来，结合自己脑中上一世关于东北的记忆，一张张图片开始在脑海里自动叠加，重合良久。他吐出口长气来，望向四面八方，唇畔勾起一抹笑意。原来这里就是抚州煤矿啊！一切地名皆为杜撰，切莫对号入座，如有巧合，实属不幸。没错，这里就是后世中并不算出名的抚州煤矿。这是个规模偏小的煤矿，后世围绕煤矿而建的也是个资源型城市，后来资源耗尽，城市也败落了。但当时仅仅只是这一个小煤矿，就产出了6000万吨优质煤炭去，供养了大批工厂的飞速发展。火电厂的机械轰鸣声让千家万户亮起灯光，也让当地高速发展了20几年的时间。前生今世，他都在。如果照这样推断，其他未开采的资源应该也是如此。李晨抬头望向了天空，口中喃喃地道，心情开始激荡了起来。辽阔的大东北，无尽的宝藏资源，如果当真与上世完全一致，那他真的就发达了。在下方连震了3下绳子，不多时，刘承旭3个人来到谷底。他们严格按照李晨的吩咐，是一个一个下来的，就怕重量太大压断绳子。最后连白玉香都攀下来了，站在那里好奇的四面八方望了过去。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黑乎乎的？赵大石从地面上捡起了一块黑煤，好奇地问道。没见过。刘承旭和侯小白看了半晌，也摇了摇头。白玉香看了一眼，却是惊呼了一声，咦，这不是石炭吗？哇，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全都是啊。你认得？李晨转头望向了他。当然认得嘛，以前没打仗的时候入关去溜达，关里人倒是有一些大户人家用这东西烧火做饭，不过烟很大很呛人，
而且据说开采不易，很贵呢，用的人倒是不多。白玉香也捡起了一块原美把玩，不过弄了满手的黑灰，她嫌恶地扔到了一旁去，使劲拍着手。那你在关内见过有人炼铁用过这东西吗？李晨问道。你还真问对人了，我到关内去，还真的就陪着灵儿路过了几家矿场看了看，全都是用木炭炼铁，哪有用这东西的？你说什么？这东西还能用来炼铁？白玉香刚说到这里，一下瞪大了眼睛，颇有些震惊地望向了他。当然可以。李晨一点头，上去再说。随后一群人依次攀了上去。香寨，搬到这里来吧。上来之后，李晨直截了当地向白玉香道。远处陈广一群人还在训练，不过李晨瞟了一眼，却摇了摇头，都是乱无章法的训练而已，根本不成体系。就连赵大师一群人都觉得没甚意思，看不入眼。我不要，这里黑乎乎的，时间长了人都被风吹黑了。白玉香一口回绝。开玩笑，这里这么脏，他才不想搬来呢。也好，那我便组织其他人手在这里炼铁打造武器，并且这附近山高地阔，更适合练兵。这刀就是我自己亲手打出来的，以后人手一把。李晨劝都不劝，直截了当地道，同时抽出刀来，在空中挽了个刀花。停，我要。白玉香一听李晨居然要动真格的在这里炼铁训兵造武器，当时就急急的改口叫了起来道，对于他这样的土匪头子来说，实力不断的增强实力，那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李晨那把佩刀简直削铁如泥，让他眼馋不已。如果自己的手下都装备上这样的武器，那岂不是天下无敌？一想到这里，他眼睛都放光了。李晨看了他一眼，明天就搬。好嘞。白玉香从剑如流，眼神一直瞄着李晨的那把刀。李晨收刀入鞘，连着刀鞘直接扔给了他，送你了。啊，晨晨，这是给我的聘礼吗？白玉香接住那刀，眼神惊喜无限。你说是便是吧？李晨捏了捏眉心。虽然白玉香在他手下无论何种方式都是屡战屡败，但他对自己坚持不懈的口嗨让他实在无语。陈哥，这些女子怎么办？刘晨旭转头望着那些正聚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吃着早饭的女子，皱起了眉头问道。那些女子一个个瘦骨嶙峋，因为长期受虐，虽然人人都很年轻，可是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惊畏恐惧，就连吃饭都不敢多吃，每吃一口都要胆战心惊地看一眼周围那些雄壮的男人们，怕吃多了挨打。甚至他们用的筷子都是临时从旁边的树枝上撅下来的小木棍。分发路费，1人1两银子，送他们回家。李晨心头有些沉重，挥手道，这里面有一多半是流民，早已经家人尽丧，无家可归，剩下的人全都是被土匪劫杀全家，同时流离失所，就算回去也避免不了要继续做流民，或者被送到清官窑坊之中的厄运。刘晨旭轻叹了一声道，他早已经详细打听过了情况，此时提起心头更是沉重。你想安置他们？李晨看着刘晨旭问道。陈哥，我知道乱世灾年，养人最难，陈哥心善，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所以我建议将他们留下来。反正这寨子以后也要发展，更缺人手，他们也都年轻力壮，不若留下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好？刘晨旭不敢抬眼去看李晨，只是低着头小心翼翼地道。此刻那些正在吃饭的女子已经听到了这边的说话，相互间望了望，全都放下了豁齿缺边的粗瓷碗，一个个缓缓站起，默默无声地走到李晨这边来，随后尽皆跪倒。领头的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子伏地磕了一个头，抬起头来时已经泪流满面。大头领，天大地大，我们已无家，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就把我们留下来吧，我们什么都能干，而且吃的都很少，一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求您了，大头领。那个女子又是一个头磕在了地上，周围那些女子全都磕起了头，苦苦哀求。一时间磕头声与哭声响成一片，所有乡寨中人，包括刘晨旭他们，眼中都满是恻然与不忍。白玉香有些紧张地看着李晨，如果李晨真的拒绝了这些女子，他真的会失望的，那证明李晨真的就是一个把人生当成生意场的人。这样的人冰冷无情，最是可怕。甚至他眼神已经抽紧了，如果李晨真的那样做了，他真的要考虑一下以后如何处理和李晨之间的关系了，是敬而远之，仅仅只图相互利用式的合作，还是其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中，李晨走了过去，扶起了那个年长的女子，叹息了一声，都是苦命人，雨打风吹去，留下吧。静谧，全场静谧，真落可闻。没人能想到李晨居然这样果决。稍后满场的欢呼声响起，那些女子泪水长流，继续磕头，这一次却不是哀求，而是感激。
其他所有人都举刀欢呼，甚至有人喊出了陈哥万岁。陈哥果然侠肝义胆，没有让他们失望。白玉香长松口气，轻拍了下胸口，看着李晨的眼神爱死了。这男人太男人了，只要留下来，就是寨子里的一员，就全都是兄弟姐妹，从此以后再没有男女尊卑，没有贵贱之分，总之人人平等。你们忙时做工，闲时训练，我们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把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好。李晨说道。这番话振聋发聩，尤其是那句没有男女尊卑，没有贵贱之分，人人平等，更是直击人心，让每个人听在耳中如闻9天惊雷。还从来没有人跟他们，尤其是那些女子们说过这样的话，更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大头领，您说的是真的？那个女子震惊地望着他，甚至泪水都模糊不了眼中的震撼。当然，李晨掷地有声地道，望向了他。你叫什么名字？回头领的话，我叫万红。你长我几岁，我便叫你红姐吧。啊，大头领，这万万不可啊！我已经说过，没有男女尊卑，没有贵贱之分，人人平等，所以没有什么可与不可。从此以后，在寨中，比你年幼者，你就是红姐；比你年长者，你就是红姐儿。记住了吗？红姐。李晨望向了万红，双手抚在了她的肩膀上，温言道：如果放在平时，一个男子双手摁着女子的肩膀，非但是轻浮，甚至是下流的贱胚表现，但这一刻却让万红只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与尊重。红姐，红姐，红姐！周围一群粗豪的汉子们举起手中的武器，高喊道，大笑不停。这一刻，每个人对李晨都死心塌地，这样的首领值得永远誓死追随。万红双手使劲擦去了脸上的泪水，重重的点头：大头领，谢谢您。随后他带领着所有的姐妹都站了起来，集体向着周围的汉子们不停地万福。谢谢你们，谢谢。女孩子们边哭边谢，悲喜交加。陈哥，我事先没和你商量，对不起，你罚我吧。刘晨旭走了过来，半跪在了李晨面前。好事善事可以先斩后奏，你无责，起来。李晨一把将他拽了起来，随后看着他微微一笑，想必关于安置这些女子，你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了吧？陈哥就是陈哥，我们做下属的永远都在您的掌控之中，连每一个小心思都瞒不过您。刘晨旭咧嘴一笑，哈哈，想不到你小子拍马屁的功夫也这般强啊！白玉香抓住机会报复了回去，谁叫这小子之前词锋那么厉，对得自己火冒三丈，这叫实话实说，可不是拍马屁。难道嫂嫂不这样认为吗？刘晨旭一本正经地望向了白玉香，一句嫂嫂瞬间让白玉香眉开眼笑了起来，狠狠一拍他的肩膀，小子说得对，有出息，我看好你，来，再叫嫂嫂几声听听。够了。李晨捏了捏眉心，向刘晨旭道，接着往下说，是这样，陈哥，你不是弄了那台先进的纺车吗？不若多造几台，甚至咱们再买些织布机，干脆在这里组建一个织造坊进行大生产，一方面自用，另外一方面也能卖钱，同时还能给兄弟姐妹们用这钱发工资，养活大家，这样可好？刘晨旭问道。李晨指了指他，竖起了大拇指，好，就这么办。不过织布机我们同样能造，就不必买了。那些女子足有80余人，组建个织造房倒也不错。没想到刘晨旭不但把这件事情想在了前面，而且想得如此周全，也让李晨玉发欣赏他起来。这一次的收获相当丰硕，首先是将黑风寨匪徒全部歼灭，一个不留，为地方上除了大害。其次缴获了300多把刀枪，50多把弓，上千支箭。黑风寨在这里盘踞多年，倒真是没少囤武器装备。再次缴获上万两银子，虽然给出了3000多两，但还剩下7000多两，还有粮食3万多斤，马35匹，其中有一半是母马。可以说用富的流油来形容黑风寨绝对不夸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收了整个乡寨，已经详细问过了，那可是100出头的好汉子，而且人品全都极其过硬。白玉香这种素来是天下男子如无物的女子，道德上也是存在洁癖的，如果人品不行，坚决不会收。可只要收下来的人，绝对个顶个都一勇双全。现在乡寨打头阵的有这30多人，剩下的60-70人还在乡寨里。白玉香最近就要辛苦一些，带着人搬家。不过有了这里的资源，白玉香对于搬家这事儿倒也是格外上心，估计几天之内就能全都搬过来。到时候再加上寨子里的这80个妙龄女子，总数就直逼200人大关，而且全都是青壮年。这些人日后就是李晨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接下来李晨又在这里逗留了半天的时间，这半天里他拟定了一个作训大纲，让程广和刘汉东拿着这个作训大纲带着战士进行训练，同时
也让他们下去充分探明下方那个小煤矿的出口到底在哪里，能不能通到这面的寨子来。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白玉香虽然是土匪头子，但只不过是精神领袖罢了。事实上，这女人懒得很，经常偷跑出去玩，反倒是程广和刘汉东辛辛苦苦操持着整个寨子的生计，包括训练、打仗、黑吃黑等等。所以李晨也懒得跟白玉香说了，有事情直接跟程广和刘汉东吩咐，同时也告诉他们暂时先在这里木屋中住着，等他下次来的时候就给他们盖砖瓦房子，这里暂时将就一下。目前这寨子足够大，目前看装下个1-2千人都不是问题，并且寨子周围还有广大平坦的地方能够扩展出去，把左右和前方的树砍了就是了，极为平整，甚至都能修出一个大大的训练教场来。另外旁边的山头也有很多适合建房居住的地方，这样看起来在这周围建几个山中之城，容纳个几万人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这寨子周围还需要拓展，同时乡寨的人还要加紧训练。李晨站在寨子大门口，向着四周望过去，口中说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仅靠乡寨里的人怕是够呛。乡寨中的白玉香说到句到家的话，李晨实在信不着她，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这女人太不靠谱了。能力是有的，但就她那个待不住的性子，隔三差五就要跑出去散心，宁可去给邻里儿的严队护标，都不想在寨子里待着。指望她经略乡寨，给她打造一个强大的深山根据地，根本不可能。至于程广和刘汉东，无论人品还是勇猛，都让李晨很欣赏，也信得过，但是他们两个人论起经略能力来，比起李晨想要的全方位素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请陈哥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经营好这个地方，加强训练。程广和刘汉东齐声道。李晨点了点头，却并没有说话。旁边的白玉香转了转黑漆漆的眼珠，嘻嘻一笑，晨晨，你是不是有些信不过我们？当然，我是指你觉得我们未必能达成你的目标。李晨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你倒是聪明。这句话并不算委婉，听在程广还有刘汉东的耳中，却是多少有些令他们面上发难，同时还有些不服。陈哥虽然不是信不过他，可这种看低却更让他们难受。这样吧，我把陈旭留下来，这寨子未来的发展规划，包括兵员的训练，都交给他吧。程广、汉东，你们配合他做好工作。至于玉香，反正你也喜欢东跑西看的，就去给严队护标吧，保证我们商路的畅通。李晨说道。啊！周围一群人全都震惊了，望向了刘晨旭，满眼疑惑，更多不服的情绪在缓缓酝酿，氤氲而起。这个白白净净的少年书生，那般文弱的样子，就他要直接空降过来领导寨子里的一群人，连广哥和东哥都要听他的，凭什么？连刘晨旭都震惊了，指着自己的鼻子，陈哥，我能行吗？陈哥。性子直率的刘汉东瓮声瓮气的要说话，却被旁边的程广一扯，也只得将话咽了回去。陈哥，你是我们的领袖，无论指定谁来寨子里当头，我们都服，全力配合。程广重重地一点头道。李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中有着讥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程广天生是个军人料子，并且他顾大局、识大体，从这一点上来讲，未来的路会更宽阔。陈哥，你是战神，无论人凭本事，兄弟们服的，死心塌地为你卖命，让我们去死都不会皱一下眉头。可是就他一个白面小书生，凭什么来领导我们？我第一个不服。旁边一个粗豪汉子大步走了过来，直着脖子，脸红脖子粗的叫道。他是寨子里有名的刺头，但有着一身的好武艺，并且剑术极强，算是寨子里的翘楚。除了白玉香、陈广和刘汉东之外，魏宇绝对能排得上第4号人物。陈哥，还是算了吧，这容易引起矛盾来。刘晨旭吸了口气，向李晨小声地道：我说你行，你就行。出列。李晨看了他一眼，淡淡地道：是，陈哥。刘晨旭下意识的一步迈出，右拳击胸，服从陈哥的命令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了。他们不服你，我想让他们服你，你能做到吗？李晨喝问道。能。刘晨旭长喝了一声。他知道陈哥心意已决，那他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帮乡寨土匪服气，魏宇勇气可嘉，所以我允许你向刘晨旭发出挑战，但我要确认一点，你能代表乡寨全体吗？李晨负手问道。我。魏宇有些发懵，转头看向了白玉香。代表，当然能代表。白玉香坐在旁边一块大石头上，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手里还多出来一把瓜子儿，边嗑边吐出2片瓜子皮儿，笑嘻嘻地道，根本就是一副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模样。魏宇转头看向了程广和刘汉东。程广没说话，刘汉东一指他，陈哥说允许挑战，那就是给你一次机会，别他妈丢大脸，听见没有？
得令。魏宇重重点头，转头望向陈哥，陈哥，那我就斗胆，代表湘寨全体向旭哥发起挑战。很好，如果你赢了，湘寨由你们自己建设，我定期巡视。不过你输了，陈旭留下，从此以后，陈旭就是湘寨的大头领，陈广和汉东是他的左右副手，陈旭另行禁止，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敢不从者严惩。李晨掷地有声地道：公平。湘寨众人一同叫好。魏宇，你想比什么？李晨问道。那就按照江湖上的规矩来，剑术、兵器、拳脚。魏宇也不墨迹，直接提出要比的东西。陈旭，去吧。李晨淡淡道。是，陈哥。刘晨旭重重的一点头，走到了魏宇面前。原本只是那样一个白面小书生，可是当他一步步魏宇面前缓缓直起了身体时，这一瞬间他的气势开始节节拔高。等他完全站直的时候，所有人不禁生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错觉，不知道是不是跟陈哥身判久了，他居然也有了些像陈哥那般的气势，冷傲倦狂。那就来吧。远处那根柱子，三剑上拔者胜。刘晨旭毫不墨迹，直接从身后摘下了那弩弓，自动上弦，只瞄了一下，扣动扳机，再上弦，再扣，第三次上弦，击发。动作奇快，半自动的弩弓和顶膛上弦的巧妙设计，赋予了它比普通弓箭还要快的射速。嘟嘟嘟，三响几乎连成一声，三箭全命中，并且三支箭上中下几乎是紧紧相连。这些日子除了干活就是射箭摔跤搏击，刘晨旭持弩的箭术虽然比起侯小白还是差上一截，但已经精进到了一个连李晨都称赞的地步。牛逼！陈广和刘汉东真心喝了巨彩，其他湘寨的人也不得不服，鼓起掌来。那可是40步开外的立柱，窄窄的一条，普通箭手想都别想。该你了，为了公平，你可以用我的弩。刘晨旭将弩递给了他。用不惯。魏宇摘下了背上的弓，咬牙切齿地开始瞄准。不过射出3箭，瞄准的时间就超过12息，而且还有一箭射丢了，剩下的2箭也是歪歪斜斜的勉强上了立柱，高下立判。我输了。比兵器。魏宇涨红了脸，扔掉弓，还有些不服地道。刘晨旭解下了身上的武器，左右看了一眼，找了根木棍，用布包头，点了些白灰，持在手中。我以棍带枪，你随意。刘晨旭双手握起木棍，做了一个奇怪的起手姿势，周围的人都看不懂。我用这个。魏宇在旁边的武器架上找了一柄土匪们训练用的木刀，握在手中，挽了个刀花，向刘晨旭一勾手指头，你先来。哪成想他刚说完这句话，刘晨旭猛地一个跨步刺杀，枪成一条直线，中弓直入。刺杀术苦练1个月了，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一场血战，更有精进。甚至可以说，单论刺杀术，无论侯小白还是赵大石，2个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魏宇都没反应过来呢，噗，木棍直接点在了他的胸口。我操，这是什么枪法？太迅猛了！陈广吓了一跳，刘汉东也瞪大了眼睛。白玉香拿着瓜子的手也停在了红唇畔，眼神微凝。这小子的速度也太快了，而且这枪法太牛了，一个跨步就刺中了魏宇。魏宇的刀才刚举起来而已。你耍赖，趁我不注意偷袭。魏宇脸红脖子粗的叫道。你他妈要不要脸？陈广怒道，当着陈哥的面儿，他实在丢不起这脸。刘晨旭却是一摆手，无妨。望向魏宇，这一次你先出手，我砍趴下你。魏宇怒吼一声，挥舞起木刀来，一刀向着刘晨旭砍了过去。然后所有人就看见刘晨旭再次突刺2枪，空中瞬间出现2道残影。第一枪略高举荡开魏宇的刀，紧接着顺势点出，依旧是直取中弓。噗，在中。魏宇捂着胸口，痛得说不出话来。抱歉。刘晨旭扔下了木棍，活动了一下手脚。第3项，徒手格斗。他向魏宇一勾手指。马德，我就不信了。魏宇咬牙切齿的怒吼一声，如一头蛮牛般冲了过去，一把就抓住了刘晨旭。刘晨旭顺势抱架，反抓他的双臂，随后突然间做势向后一扯。魏宇下意识的挺身直腰，可是没想到刘晨旭闪电般下手一捅，上手一拍就是向前，借魏宇挺腰的力量，将他直接狠狠压砸向地面。的何乐，那是天桥教的经典摔法。只不过刘晨旭出手太快，倒是没看见地面上有一块石头正冲着魏宇的后脑。一旦魏宇摔下去，后脑砸上那块石头，必定脑浆迸裂，眼看着就要将魏宇摔死。而刘晨旭在变招已经来不及了，他不禁一闭眼睛，完了，这下惹大祸了。可就在这一刻，李晨突然间几步迈过来，原臂轻身，一把便将2个人拎起，在空中甩了个半圈，轻轻放在了旁边。刘晨旭惊魂未定，放开手去，向李晨单膝跪下：陈哥，对不起，我一时失手，
险酿大错，拳脚无眼，不怪你。李晨摇了摇头，而魏宇刚要出声，可是一转头看见地上的那块石头，不禁狂吃一惊，终于明白自己是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他急促地喘息着，半晌走到李晨面前，满面羞惭，单膝跪地：“陈哥，我服了，自家人客气了。”李晨淡淡一笑，将他拉起来：“旭哥，牛逼！从此以后，这寨子就你说了算了，谁敢对你有半点不敬，老子打折他的腿！”陈广瞪起了眼睛，转头望向了周围乡寨一匪。必须的，乡寨中人也毫不含糊，纷纷举起了手中的刀枪棍棒。这一刻，人心归顺，再无异议，并且对李晨的话，从此以后再无人敢有半点质疑。李晨说谁行，那谁就一定行。留下刘晨旭，李晨带着赵大石和侯小白回去了木儿村，而白玉香也乐得将寨子扔给刘晨旭，跑到平阳县城找林玲去了。对此，李晨无可奈何，这白玉香就是不靠谱儿。黑风寨距离木儿村其实不过40里，就算加上出山的时间，2个时辰怎么也跑到了。午时将过，李晨已经带着赵大石和侯小白回到了木儿村家中，还没到家门口，就闻到了阵阵做饭的香气。已经未时，家里开始给做工的村妇们做饭了。还是家里好啊！赵大石舔舔嘴唇，肚子里咕噜噜的一通乱叫：“你这笨货，怕不是想嫂子做的饭了？”侯小白笑骂道：“那咋了？嫂子做的饭就是好吃吗？”赵大石嘿嘿一笑，随后抽动了一下鼻翼：“咦，咋又炖肉了？我都闻着肉香味儿了，这是咋回事？”要知道，这年头的肉食再太贵了，野物也难猎，除非逢年过节或是有大事发生，要不然谁家也不会轻易炖肉的。而仅仅只是宫女宫们一顿饭，居然就炖起了肉了，这有些太奢侈了吧？李晨也有些疑惑，不应该啊，婉儿不是这样不会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转过了一个念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神释然。几个人骑着马加快速度转过了山脚，好家伙，就看见李晨家中居然聚集了好多人，不仅仅是那些做工的村妇们，大半个村子的男爷们儿都来了，不少没上工的女人也在帮着做饭。玉清婉在那里和刘金翠又是指挥又是做饭的，忙得团团乱转。而那些男爷们儿们正围着赵铁匠和周大海，听着2个人唾沫子纷飞的说话呢，并且还有几个男人或多或少都带了些伤，上面甚至还有血迹渗出来。啊，怎么还有人受伤了？这是集体出去跟人干架了吗？侯小白吃了一惊，可李晨唇角却眼神微冷，果不其料，有些事情被他料中了。这个时候，村正徐江远远的就看到了李晨，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陈哥回来，来来来，都来迎接咱们料事如神的小诸葛。”一群村民们登时笑着迎了过来。李晨几个人刚下了马，就被村民们围住了。“陈哥儿，你是真牛啊，居然就料定了白沙村吴家的人会来偷袭咱们，抢咱们刚运回来的盐。结果他们刚在峡口那边把赵铁匠和大海拦住，咱们早就埋伏好的人就冲过去了，把吴家的人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跑掉了。”徐江哈哈大笑道，向着李晨直竖大拇指。“啊，原来这样。”赵大石和侯小白转头望向了李晨，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村里人又跟吴家人干了一架，而且打胜了，抢回了运盐的马车。这样说来，小嫂子再准备一顿饭感谢这些老少爷们儿，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嘿，陈哥儿，你可不知道啊，赵铁匠和周大海这俩师兄弟那可是真猛啊。赵铁匠一柄大铁锤，见一个抡飞一个，周大海拿根大棍子，一棍就是一片，要不是他们2个，咱们恐怕得不少人受伤呢。要知道吴家人居然是拿着刀枪来的，那可是真家伙啊，马德他们可真狠。旁边就有人七嘴八舌的将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来了多少人？李晨听着村民说话，浓黑的眉毛开始缓缓竖起，黑亮的瞳孔中有着骇人的煞气涌现。吴家人这分明就是冲着他来的，想杀人劫货，真是该死啊！来了20多人呢，全是精壮的汉子，要不是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几百号人把他们全都吓回去了，再加上赵铁匠和周大海真跟他们玩命了，他们恐怕还不会善罢甘休呢。就算这样，他们还跟咱们打了一阵，伤了咱们4、5个人，这群该死的王八蛋真是凶悍啊！一群村民七嘴八舌地道。他们那么多精壮汉子，怎么没被征调去参军？李晨皱眉问道。还不是因为人家在县里有人吗？县尉吴闯那可是掌握着乡勇呢，可有实权了，跟上面通融一下，自然就不征调他们的人了。村民们愤愤地道。知道了，先吃饭。李晨重重一点头。因为感恩乡亲们护盐，并且还有人受伤，小碧七不但炖了几只松鸡，还特意割了一角肉，买了一坛酒，村子里的老少爷们吃得喜笑颜开。有陈哥在，隔3差5就相当于过了个肥年啊。吃过了饭，
李晨没有着急让大伙走，而是每户发了50文钱，同时给受伤的人额外发了200文钱进行抚恤，把大伙儿感动的都快掉眼泪了。陈哥儿，这也太豪爽太仗义了，哪怕是为了陈哥儿去死，那都值得了。这些日子，家家户户在李晨这里可都没少赚，每户人家的生活都改善了不少，再也不是以前1天1顿饭，甚至是2天1顿饭的忍饥挨饿了，而是至少2天3顿饭，起码能吃饱肚子了。对陈哥儿的感激无以言表。正当刚刚发完了钱，一群村民们欢喜地拿着钱准备回去干活的时候，就看见一群小孩子跑了过来，脸上都有些惊慌。不好啦，不好啦，徐大叔，咱们的水渠断水了！一群孩子们叫道。啥？徐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惊声问道。徐大叔，我们在村边玩，小狗娃就看到咱们村里的水渠里突然间就没有水了。2个稍大些的孩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有可能是沟渠堵了，需要疏浚，都回家拿工具，我们去看看。徐江站起来，匆匆地向外走去。一群老少爷们神色也都有些凝重焦虑了起来，赶紧跟着徐江向外走。李晨听到那个孩子的话，倒是想起来了，因为靠天吃饭，去年前年2年旱灾，村子里收获的粮食少得可怜。今年开春的时候，村子里一咬牙，组织所有的青壮，费尽心力地挖了一条5里长的沟渠，专门从玉河的一条分支上引水过来，就是为了保证今年若是再次遭遇旱灾的时候，能够引水灌溉庄稼。今年好歹算是没有大旱，可雨水也不佳，但因为有了这条引水的沟渠，庄稼长势还不错。可要是沟渠断了，没水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么热的天，如果没有雨水，还引不来水，不出3天，庄稼就要旱得耷拉叶子，7天必减1半收成。如果持续10几天，那就彻底完蛋，颗粒无收。所以村里的一群老少爷们都急了。思忖了一下，李晨眼神愈发沉冷，他想到了某些事情，叫过了侯小白，低声跟他耳语了几句。侯小白点了点头，转身解开了一匹马，骑马下山出村而去。一群女人们虽然没跟着男人们一起去看情况，留下来帮着小碧妻干活收拾碗筷，可是眼中同样有着焦急。如果再来1年大旱，那是真的要饿死人了。现在粮食都已经开始涨价了。木儿村的百姓拿着铁锹等工具来到村边修好的沟渠一看，果然水已经开始断流了。怎么会这样？难不成是上游的河水也断流了？徐正皱起了眉头，疑惑又担忧地问道。是吴家人搞的鬼。此刻他身畔的李晨缓缓开口道。陈哥说的对，马德，一定是吴家人搞的鬼。因为白沙村就在咱们那条沟渠的附近，他们想动手脚很容易。对，一定是他们。那条汇入玉龙河的支流有10几丈宽呢，又不是去年前年的光景，怎么可能就断流了？走，找他们去。百姓们义愤填膺，循着沟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徐正点了点头道。反正沟渠也不远，就5里地罢了，循着沟渠走个来回也不费多长时间。于是村民们沿着沟渠向上寻去，5里地堪堪走到头，甚至远远地都已经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那是河水激荡的声音，根本就没断流。而再往前走去，拐过前面一片树林，一群村民们登时胸中怒火高炽，因为他们分明看见有100来号人正在旁边取土，将他们的沟渠源头堆平，彻底截断引流的河水。正是白沙村人。都给我住手！徐正急火攻心，拎着铁锹就向前奔了过去，怒吼了一声道。前方不少正在干活的白沙村的村民抬起头来望去，登时惊恐起来，纷纷拿着工具往后退。都他妈继续干活，谁敢停下来，马武就是你们的下场。旁边一个怒雷般的声音响了起来，居然是吴长青，他居然拎着一把大刀，威逼着那些村民们干活。他身畔则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吴家青壮正看着吴家村人干活。此刻那些吴家人正在对一群村民拳打脚踢，逼着他们回去干活。而那些村民因为青壮都被征调北燕关了，留下来的俱是一群老弱病残，哪里敢反抗，只能胆战心惊地继续干活。而吴长青手持着钢刀，身后跟着将近40个的精壮汉子，他狞笑着持刀向前走去，拦住了正要奔过去阻止白沙村村民的木儿村百姓。吴长青，你敢阻断沟渠，这等同于谋财害命，你这般作孽，老天都会看不下去来收你的。徐江手持着铁锹怒吼道。少他妈废话，你们没经过我们白沙村的允许就在这东南挖沟引水，这完全就是破坏了我们白沙村的风水。我们赌上怎么了？今年村子里发生的一些祸事还没找你们的麻烦让你们负责呢，你们居然还敢找上门来。之前是你们人多，算你们捡了几条狗命，现在在我们白沙村的地盘上，我们这么多青壮汉子，你们最好掂量掂量，都退后，谁敢上前一步乱刀砍死。吴长青怒吼一声道。徐江胸中怒火高炽，马德，你这是变相的想杀了木儿村所有百姓，我们跟你拼了。他就要举起铁锹。
不过铁锹刚刚举起，却是一沉，回头一看，李晨已经摁下了铁锹。陈根儿，徐江转头道：“事起因我来解决。”李晨说道。徐江一点头，李晨走了过去。不过他刚要说话，就看见旁边居然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那居然是白沙村的村正马武。马村正，李晨急走了几步过去，扶起了马武。旁边的几个青壮汉子就要举刀砍他，吴长青眯了眯眼，拦下了那几个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若真只是单独砍杀了李晨，无论如何也不好办，暂时看看他想干什么。马村正，你怎么弄成这样？李晨问道。这群恶魔，他们拿刀逼着全体村民来断你们的沟渠，这是相当于害了木儿村300多口人的性命啊！我坚决不同意，结果就被他们打成这样。陈哥，我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迁怒于白沙村的村民啊，他们也是被逼无奈的。马武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旁边还有一个中年妇人扶着他，不停地抹着眼泪。李晨眯了眯眼，缓缓转头望向了吴长青。不过就在这时，旁边的树林里突然间传来了阵阵哭喊声，紧接着一个14、15岁的女孩子居然没穿衣服，抱着一个两腿上都是鲜血的小男孩，哭着跑出了树林。随后树林中走出了几个俱是13、14岁的少年，有人边走还边系着腰带，一个个脸上满是坏笑。杏儿，你疯了？怎么不穿衣服就跑到这里来了？旁边响起了一个悲怆的尖叫声。一个中年女子扔下了铁锹，脱了外面的麻布外套，向着女孩子冲了过去，直接捂在了她的身上。娘，那群吴家的小畜生居然仅仅只是为了好玩，就把我小弟的券割了下来，说要制造村子里的第一个太监。我去救我弟弟，他们居然把我摁在树林里轮流侮辱了。杏儿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抱着母亲，嚎啕大哭了起来。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那中年女子一见两个孩子一残一辱，登时就天旋地转，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娘，那女孩子伏在母亲的身上大哭不停。此情此景简直就是人间至悲。可是对面吴家的那些小恶魔们居然不逃不避，悠悠当当地走了过来，还满脸笑嘻嘻的，仿佛刚才干的那些恶事不过就是生活中的小乐趣罢了。而对面那些白沙村里的村民一个个怒形于色，可没人敢再站出来多说一句话。老五，你这一次也算成人了，恭喜。领头的一头稍大点的小恶魔居然还向最小的一头小恶魔道，帮我抓着他，我还想再来一次。刚才不尽兴。那头小恶魔舔了舔嘴唇，眼里有着兽性的光芒。不行，现在人太多了，等没人的时候把山性再抓回来，你试试。领头的小恶魔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几头小恶魔居然毫无顾忌，光明正大地谈论着这件事情，恶行，简直令人发指。而吴家人却只当没看见，一个个抱着刀，相反看着白沙村村民的眼神却是凌厉非常，只要有人敢出头，必定是一番暴打。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竟给老子惹麻烦，都滚回家里去待着。吴长青骂走了几头小恶魔，随后他走到了那个叫信儿的女孩身边，从身上掏出了10几枚铜板，扔在了她身上。行了，别他妈嚎丧了，不就这点事儿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扶着你娘，赶紧滚回家去。说罢，看也不看，转身拎着大刀就又走了回来。畜生啊！白沙村自从来了这样一群恶魔，整个村子都宛若人间炼狱一般啊！马武仰面朝天，悲怆地喊道。蓦然间，他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却是愤懑积于胸中，却无能为力。他现在真恨不能去死。陈哥，我又想杀人了。赵大师眼珠子一片血红，握着腰间的刀，死死地盯着对面的吴家人。李晨却摁住了他要抽刀的手，缓缓站了起来。他什么都没有说，转身便往回走。陈哥儿，怎么办？徐正拄着铁锹急急地问道。所有村民都眼巴巴地望着他，同时看着对面处的那可怜的一家3口，眼中怒火高炽。我向大伙儿保证，明天沟渠便会畅通。现在回村。李晨转身向前走去。啊！一群村民们傻眼了，原以为陈哥会带着他们跟这些王八蛋大干一场，哪怕被砍死也不能被他们就这样生生的饿死。可是陈哥却让他们回去。这陈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徐江看了一眼李晨的背影，已经逐渐冷静了下来，思忖了一下，挥手道，都听陈哥的，回去。一群村民这才无可奈何地往回走，身后顿时响起了一群吴家人的哄笑声来。哈哈，还以为是个掉卵的汉子呢，搞了半天是个没蛋的怂包。木儿村的有几个是掉卵的汉子，一个个的都不如个娘们儿。哄笑声无比刺耳，辱骂声更是戳得人心中滴血。但前面的李晨没有发话，徐江也听他的，一群村民们也只能跟着往回走，却是恨得牙齿咬碎。就这样，
沉默着走回了木儿村。自始至终，李晨都没有转身，更没有多看吴长青他们一眼，这也让吴长春有些奇怪。这小子不是挺有血性的吗？怎么怂了？原本他想着填了木儿村的沟渠，木儿村的村民肯定会来，这个民心所向的李晨也必定会来，到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而他早已经将整个吴家人都召集了起来，40多个青壮，个个手持钢刀，只要打起来，无论如何先将李晨乱刀砍死再说。就不信木儿村一群老弱病残还能打得过他们。昨天若不是带的人手少了，再加上没看到李晨，早就把木儿村的人全都打趴下了。今天必不能让他们脱身。但这小子一怂，倒是让他的计划泡了汤。一路沉默着，李晨连一个字都没说，而村民们只能听到他的脚步声，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人的心头，有一种莫名的重量与震撼。到了村子里，李晨这才转身望向了村民，伸出了3根手指，3件事情。第一，明天沟渠会通，水会再来。第二，吴家人会遭灭顶之灾。第三，我以生命起誓。大家散了，继续干活。随后他转身便回去了家中，关上了门，掩去了他的身影。村民们沉默着，尽管没人说话，可是每个人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老天，陈根说什么？吴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那可是几十甚至上百口人啊。不过回想起吴家人7个失踪的恶棍，每个人心中都是一寒，油然生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吴家人真的要完了，吴家人完了。村正徐江仿佛是在为李晨的话做背书，轻声道，尽管声音很轻，每一个人却听得清清楚楚。或许这原本就是他们心中的声音。夜色中有马队衔枚疾行，20骑骏马，20位骑士，他们每个人都黑金蒙面，全副武装，身上透露出隐藏不住的澎湃杀气，马蹄都包裹上了棉布，纵然疾行奔驰也没有多大的声音。不多时，马队已经到了木儿村的村口，那里正有2个人骑在马上，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那是李晨和赵大石。陈哥，我回来了。侯小白一拱手道。陈哥。陈广和刘汉东在马上躬身。侯小白得到了李晨的命令，下午吃过饭便去了黑风寨，将寨子里的兄弟们带了出来。刘晨旭则带着不足10人在寨子里继续和那些女人们抓生产搞建设。走吧，杀恶霸。李晨一点头。杀恶霸。20铁骑齐声低呼。白沙村距离木儿村不过7、8里路，马儿的脚程很快，不到半刻钟便已经到了。此刻已经是深夜，全村大部分灯火都已经熄灭了，唯有村东头的一处巨大的宅院里还有灯火亮起，依稀还能听到院子里有孩童嬉闹的声音。勒着缰绳，李晨静静地望向了那片巨大的宅院。他已经让人打听清楚了，那处宅院就是吴家的。吴家整个家族占了村子里地势最高、风水最好的一处地方，强行将原本住在这里的村民都赶走，不走的直接打走，甚至据说当时还砍死过2个人。因为有县尉给他们撑腰，赔了几个钱便也不了了之。而吴家驱使村民在这里给他们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宅院，将吴家人都迁到了宅院之中。这处宅院就像是一个小堡垒也似，放在平时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成片聚居可以解决很多麻烦，但现在却给了李晨一网打尽的机会。李晨拉起了蒙面的黑金，无声的一挥手，双腿一夹，跨下骏马箭般飞驰出去。身后侯小白几个人也就罢了，那些乡寨中人却是胸中热血激荡，这还是第一次和陈哥一起并肩战斗。吴家大院里灯火未熄，几层木楼上都有孩童在跑来跑去玩闹着，女人们有的在纺线，有的在闲聊，男人们喝着酒，吹着牛皮。吴长青将一块猪头肉扔进了嘴里，大口的嚼着。旁边有人就道：三叔，今天那小子怂包了，没上当，怎么办啊？好办，他一定还会去城里卖盐的，我已经跟你们闯哥说好了，等他再去的时候，就以他贩私盐的罪名直接把他抓起来，投进大牢里，随后将他造私盐的秘方逼问出来，咱们以后就迁到木儿村去，用这方子造私盐赚大钱，等着吧，好日子在后面呢。吴长青带着几分醉意，哈哈一笑道：据说李晨有个漂亮的小婢妻，到时候可不可以给大伙儿尝个鲜啊？有人笑嘻嘻地问道：那不行，床子第一次看到那小婢妻的时候就已经被他迷上了，他是床子的，谁敢动他，别怪老夫不客气。吴长青很义气地道：好吧好吧，听说村正徐江的闺女也不错，高胸厚臀的，长得也漂亮，打起桩来肯定过瘾，把她给我们吧，这个到时候再商量。吴长青喝了口酒道，放下了酒碗，喝出口酒气道。刚说到这里，就看见桌子突然间有规律地震荡了起来，紧接着酒碗里的酒居然也漾起了一层层的涟漪。是老夫眼花了吗？怎么看这酒自己起酒花了？
吴长青使劲眨了眨眼睛，有些疑惑地问道。震动越来越剧烈，随后低沉的声音如闷雷般开始响了起来。正当一群人惊疑不定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吴家的木门居然一下被撞碎，紧接着一匹白色的骏马踏着破碎的木门一跃而入，马上正有一人弯弓搭箭，一瞬间那森寒的眼神便已经锁定了吴长青。吴长青，马上有人长喝，谁敢闯我吴家？吴长青大惊失色，一下站了起来，怒吼道。可刚吼到这里，嘣，松弦声响起，弓如满月，箭如流星，那一箭瞬间跨越空间的隔阻，直接从他口中穿出，从后脑透入，直接将他钉在了身后的柱子上。啊！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吴家汉子大惊失色，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就要去摸武器。可是迟了，杀戮已经展开，他们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了。20余人已经杀进了院子里，逢人就砍，见人就杀，刀刀见血，毫不留情。嗖！赵大石手持战弩，一箭射中了一头15岁的小恶魔，顿时兴奋地叫道：“老子终于开胡了！”随后他大步冲过去，一刀便砍下了那头小恶魔的脑袋，挂在了柱子上。这颗脑袋是为了那可怜的希儿姑娘。赵大石盯着那脑袋，眼神冷厉。那小恶魔就是曾经的一群恶魔少年的头。杀！陈广一刀捅进了一个青壮汉子的胸口，鲜血溅了他蒙面黑筋一脸。死！刘汉东一铁棍砸在一个汉子的肩上，登时将半边身子都塌了，他口喷鲜血倒在那里，死得通透。噗！侯小白一记强弩早已经贯穿了一个正转身欲逃的男子后心，目前为止他已经连杀4人了。他的剑技愈发精准，已经能在30步内快速移动中迅速精准地射杀目标，除李晨外谁都没有。他杀人的速度快，杀戮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便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一瞬间的突袭，那些青壮汉子几乎都被杀绝了，而这其中几乎有一半是李晨和侯小白射杀的，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还有一些受伤的汉子，全都被驱赶到了院子中间，包括那些尸体也全部都搬到院子中间来。一群吴家人哆哆嗦嗦地跪在那里，恐惧充斥着他们的内心。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到底要来干什么？陈广拿着从吴家搜出来的花名册开始点名：吴长庆在，吴长伟在，吴峰死了。终于念完了所有的名字，又清点了一遍尸体。陈广走到了李晨面前，将花名册递给了他。大当家的，除了2个有吴闯带在身边的人，剩下的全都在这里了，一个不少，包括襁褓里的婴儿。李晨点头，接过花名册看了一眼，上面勾掉名字的有42人，全部死亡，还剩下67人，俱是老弱病残，10岁以上男子皆杀。李晨冷酷地道：“噗噗噗噗！”刀光冰寒，鲜血激溅，惨嚎声声。杀戮再进行，满地鲜血，10岁以上男子皆身首异处，再无一人存活。同时还从吴家搜出来大批银钱粮食，居然还有15匹马2架大车，乡寨自然全部笑纳，将所有剑士回收，剩下的妇孺老幼全部吊起在木楼上，他们的生死由白沙村人来决定吧。走！李晨喝了一声，翻身上马。刘明！陈广一声长喝，便有一人向着空中抛出步轴。侯小白已经骑马奔出院外，突然间转身，瞄都未瞄，一扣扳机，噗！箭矢直接将木轴钉在了立柱上，长布向下流水般舒展开来，惨白的麻布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乡寨。这一幕看得乡寨众人齐声喝了聚彩，好剑法，精进了。李晨看了一眼侯小白，满意的点头。那可是40步开外，居然一箭射中卷布的木轴，还将其钉在了立柱上，这个难度可比刘晨旭在黑风寨里蛰伏魏宇时的3箭还要凌厉得多。有时候天赋远比刻苦重要，差得还远。我的目标是80步，依旧箭无虚发。侯小白摇头道：“那就练。”李晨甩下一句话，带着人奔出村外，来来去去不过1刻钟的时间，却已经将吴家人所有10岁以上男子，无论长幼，全部诛杀。不过出了村子后，乡寨中人暂时离去，而李晨却带着侯小白重新潜入村中，静观情况。杀戮最开始展开的时候，全村人都被惊醒了，听着吴家大院里发出来的惨嚎声，惊骇交加，根本没人敢过去查看情况。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人开始炸着胆子，偷偷摸摸地潜到了吴家附近查看情况。当看到院子里的惨状时，惊呼声响起，然后人越聚越多，到最后独臂的马武都捂着胸口，轻喘着走了过来。村正，吴家死了好多人啊，上面还有血符留了名，好像是乡寨的土匪干的。一个村民惊骇地向马武道。马武盯着瘫坐在地上死不瞑目的吴长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好，
干得好，吴家也算是罪恶满盈，所有人都是死有余辜。不过就在这时，吊在楼上的一个老妪尖声厉诈道：“马武，赶紧让人把我们放下来，然后派人去报官，告诉我家床子，吴家男人都被杀没了，快！”他这一喊，周围的那些妇人也都尖声哭嚎了起来：“你们这帮该天杀的贱民，在等什么？还不快把我们放下来！”这些人早已经习惯了在白沙村中作威作福，而今已经沦落至这步田地，却依旧死性不改，依旧对白沙村村民们吆五喝六，令人发指。马村正，怎么办？要放下他们吗？放，为什么不放？马武眯起了眼睛，冷笑不停地道。然后他大踏步走了过去，当先进了院子。其他的那些村民也掩着鼻子跟他走了进去。快点儿，你们这群臭蛆，把老身放下来，我要亲自去县里找床子。那个老妪尤其尖利地骂道。却不料马武一拽绳结的活扣，结果那老妇人直接便从1丈多高的空中掉下来，砰的一声，腿骨都摔断了。啊，你这臭蛆田舍汉，敢这般对老身！老身！那老妪回过一口气来，捂着断脚，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来。你这老贱人，还敢乱骂！当初我上了战场，是你指使你家里的女儿媳妇，硬生生将我老婆抓来你家做工，没日没夜，还不给饭吃，甚至你家男丁辱她多次。若不是我回来的及时，怕是她早已经死在了你家里。到现在走上几步路还要气喘，甚至已经不能生育了，让我马家绝了后，你这老贱人，去死吧！马武眼珠子通红地骂道，无尽仇恨累积至今天，终于爆发。他不顾一切地从旁边捡起一把刀来，一刀就劈开了他的脑袋，红白相间，喷了他满脸。报仇，痛快！你们还在等什么？反正是乡寨杀的人，又在怕甚？难道平素里被这些狗娘养的王八蛋欺压的还不够吗？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没死的全都杀了，死了的就再多捅几刀，哪怕鞭尸。马武怒吼着，提起了钢刀，又是一刀将一个吊在空中的妇人砍断了双腿，凄厉的叫声响彻夜空。所有的村民们也在这一瞬间都红了眼睛，每一个人仇恨都冲塞于胸，这一次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了。他们纷纷捡起了旁边的武器，向着那群还活着的人，无论老幼，乱砍乱刺起来。当人的眼睛是黑的时候，人心上红，但当人的眼睛红了的时候，人心已黑。心红未必是善人，或许只是常人；心黑未必是恶人，大概只是仇恨。尖叫声、嘶吼声、怒骂声、钢刀砍杀的声音、重物击打的声音，混合着凄厉的哀嚎声，响彻白沙村。这一夜注定是个流血的夜晚，只不过那也是罪恶的人应该付出的代价。我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杀了你们！白天饱受侮辱的杏儿姑娘拿着一把剪刀，拼命地捅刺着几头已经死掉的小恶魔，还把一头刚满10岁却用手狠狠地侮辱了他的小恶魔，生生用剪刀绞断了喉管，戳爆了2只眼珠子，甚至还绞下了他的右手。至于其他的村民，全都已经疯狂了。然后有闻讯赶来的村民也加入了这支杀戮的队伍之中，到最后全村人无一不参与了这一场复仇的杀戮。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吴家已经再没有一个人还能喘气，甚至再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身。这也足以证明白沙村的村民对吴家的恨意到底有多深，甚至最后就连挂在立柱上竹篮里的婴儿都被恨意滔天的村民们摘了下来，生生的摔死。我的天啊，他们简直疯了！潜伏在黑暗中，侯小白不停地深吸着气。刚才杀人的时候他气定神闲，没有半点惊骇，可是现在这一刻他却有些骇然了，甚至手都略有些抖了起来。人人心中都有一颗黑种子，就看是谁给这颗种子浇水施肥。是吴家把他们逼疯的，他们原本也只是善良的普通人而已，而这就是明怒。如果不是被逼至走投无路，他们依旧只是一群逆来顺受的可怜顺民。李晨淡淡地道。说罢他转身离开。夜更深了，血腥的味道更浓烈了。陈广他们已经连夜回去了乡寨，因为现在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他们耽误不得。而今夜与李晨并肩战斗展开的这场杀戮，让他们在近距离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李晨的强大。不，那不是强大，而是伟大。没错，就是伟大。他们头一次看到有人能在战场上将斩杀敌人变成一种艺术。每一次他张弓搭箭，都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每一次他引刀劈杀，都是教科书般的精确典范。一切他都几乎做到了完美，令人无法指摘，而不仅仅只是一味勇猛冲杀，能让他们在战斗中感觉到艺术欣赏般的愉悦，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而李晨做到了。于是回去之后，就算夜深了，他们也依旧大吹牛皮，与陈哥战斗的经历也成为了每一个乡寨中人心驰神往的梦想。纵死无憾。李晨带着侯小白回到了家中。
小碧七早已经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甚至还在灶坑里烧了2只用盐卤好的铁嘴鸟。2个人吃过了饭，侯小白带走了一堆铁箭头，回家继续做剑。而李晨则痛痛快快地用井水冲了个冷水澡，洗净2夜来满身的血腥，换上了干净的衣物，这才坐了下来，接过了小碧七给他递过来的一碗清茶，慢斟细饮。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勇猛无敌的战神也需要片刻的宁静与丝丝缕缕的茶香来荡涤心中残存的血力。不问问我去做什么了？李晨看了一眼纺线的小碧七，微微一笑。官人可说，奴家细听。小碧七抿嘴一笑，自己男人的事情尽管挂心，他从不多问。我去杀人了，昨夜杀了80余人，今夜杀了近100人。今夜100人中有半数是间接死在我手中，算是我杀的吧。李晨细饮口粗茶，品味着微涩微苦的茶香，缓缓说道：官人若杀人，必是该死之恶人。小碧七手一颤，但稍后便恢复了正常，重重一点头。他已经开始习惯对我这么有信心。李晨抱起了小虎，坐在他身畔。小虎嗅着他身上的味道，在他的臂弯里惬意地翻了个身，将肚皮翻转过来给了李晨，那代表着对李晨绝对的臣服与信任。官人做的事情肯定是对的。小碧七抿唇一笑，昨夜杀的是黑风寨中人，这个寨子灭了，我们也不必再担心了。那群恶匪杀得好。小碧七听得细毛直跳，眼里有着激动的神色。他一直在担心那些土匪来报复呢，现在团灭了，不必担心了。今夜杀的是白沙村吴家人，他们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恶事做绝。李晨将今天的事情讲了一遍。该杀。小碧七却是重重点头，眼神义愤填膺，罪源于罪，恶源于恶，这世间当真是因果轮回。官人，你是真正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看着李晨，他的眼神愈发崇拜了起来。回想以前的李晨，恍然隔世。官人真是变了啊，从一个啥也不是的小泼皮，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才是他曾经春闺梦中的情郎啊。艾煞，你也不错。李晨看了他一眼，眼中隐然有笑意。官人，奴家还有一事相求，官人可否应我？小碧七咬了咬唇，停下了纺线，望向李晨道：说。李晨望向了他，还是之前奴家想说的，奴家最近又要炼盐，又要收柴草，陈旭还不在，只剩陈一，实在忙不开，能否让秀儿姐帮帮我？小碧七小心翼翼地道。李晨看了他一眼，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当然啦，秀儿姐秀爱会中很是能干，而且人品特别好，从来不偷奸耍滑，不弱，官人就……小碧七刚想就是说出心里想法，不过抬头恰好看到李晨正似笑非笑的看着他，他登时脸大了红，转了个弯道：不弱就雇他帮我们管管账，收收柴草吧，就是多花些钱的事情。准了。李晨一笑，抱着小虎站了起来，到炕上训练小虎去了。耶！小碧七兴奋地握起了小袖拳，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官人终于退了一步，太好了。嘿，这种事情真的要循序渐进呢，千万不能像以前一样操之过急。第二天清晨继续早起训练，只不过从今天开始早起训练量加大1倍，但时间只增加半个时辰而已。赵大石和侯小白早早的就来了，和李晨一起以近乎疯狂的态度完成了训练。做完一切的时候，2个人躺在地上基本不能动了，而李晨居然还有余力去熬爆骨汤取鹿血，他们真是服了。陈哥简直就是钢胶铁打的啊！日上3竿，各家各户此刻都已经吃过了早饭，一群女工们开始喜气洋洋的上工来了。男人们也走进山林之中砍伐柴草，顺便按照李晨的要求多砍了一些直溜的酸枣枝、白桦木等。这些东西李晨原本是要给钱的，但村民们就是不干，每一次都砍了不少回来，到现在屋子里已经堆满了。如果用来做工，怕是能做几百把，箭杆恐怕能有大几千了。这些东西都整整齐齐的烤制剁好，阴干，就等着接下来的用处了。李晨在屋子里看着书，心里面却在琢磨着另外几件事情。现在煤矿已经有了，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要造钢炉。不过造钢炉首当其冲就是要寻找高岭土做耐火砖，到哪里去找这东西呢？目前方市里可没有卖高岭土的。他倒是记得东北有几个地方出产这东西，但现在来看距离太远，想取土并不现实。能不能就近取土呢？另外取完土后建造高炉也是个问题，要找技艺精湛的人才可以，单凭他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同时他还要组织村里会木匠活的男人，分配纺车、织布机的零件生产任务，以及生产滑轮弩零件和箭矢的任务，这些都必须要提上日程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须要好好的理顺一下，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毕竟木儿村还有黑风寨还有那么多人要养，
只靠单一的炼制精盐这一项产业，最多就是解决温饱，不足以全面支撑2个根据地的发展。正想到这里，外面突然间传来了一声欢叫：“水渠通水了！”稍后，全村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李晨走出了屋子，负手向下望去，便看见山下的沟渠畔，许多村民都围在那里，开心的欢呼不停。他微微一笑，自语道：“白沙村倒是有救。”就在这时，院墙外面突然间响起了一个沙哑的声音来：“陈根儿。”李晨转头望了过去，剑眉一挑，居然是白沙村的村正独臂马武。马村正。李晨走过去问道。院子里的人全都惊诧地转头看了过去。这个时候，白沙村的村正来找李晨干什么？侯小白和赵大石对望了一眼，2个人眼中满是疑惑。陈根儿，借一步说话。马武向李晨招手。李晨信步走了过去，2个人来到了旁边的小树林里。马武左右望过去，周围并没有人，他突然间就双膝跪倒，单臂撑地，气馁道：“陈根儿，谢谢。”“为何跪谢我？”李晨负手问道。“恩重如山。”“从何来？”“自在心中。”李晨笑了，点了点头。好一个自在心中！这马武倒也真是聪明，居然想到了是自己所为，甚至这般确定。但他不能明说。陈根儿，所有在村中的吴家人全都死绝了，一个不剩，斩草除根。马武抬起头来，狠狠擦了擦眼睛，以汇报的姿态向李晨说道：“哦，那是何人所杀？”李晨略低头望着他问道：“是乡寨义匪所杀，与其他任何人毫无关系，并且现场留有血符为证。”马武流畅地回答道：“你缘何找我？”李晨再次问道。因为陈根儿义薄云天，必不能容忍身边罪恶横行，且陈根儿偌大产业，必定交友广泛。马武说道。事实上，昨天吴家发生那惨事的第一时间，他就知道必是李晨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第一直觉。够了。李晨摆手，随后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你这一拜我受了。陈根儿，谢谢你救了，是乡寨中人救了全村307口人，否则这地狱般的日子不知何时方休。马武的泪水再次涌出了眼眶，偌大的一条汉子居然如此动情，泪流不止。天理循环，报应不爽，那是吴家人应有的下场，你们苦尽甘来，也须好自为之。李晨点了点头道。陈根儿教诲，马武记下了。马武擦了擦泪水。起来吧，马村正。李晨将马武拉了起来。陈根儿，还有一件事情，千万当心。吴家的吴闯现在可是平阳县的县尉，身畔还跟有2个吴家上未婚配的子弟。马武低声道，眼中充满了忧虑。李晨明白他的意思，吴家在外还有根系。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马武说下去。那吴闯手下还有招募的200乡勇组成的府兵，据说吴闯还跟某些土匪有勾结，甚至有一次吴长青喝多了，还无意中说过，吴闯有时候还故意让乡勇甲扮成山匪，抢劫富户。但那丧尽天良的生意陈根儿，抛开其他不谈，你家生意越做越大，务必要小心啊。马武满眼担忧地望着李晨，低声道：“养寇自重，自肥腰包，官即是匪，匪即是官，真是天没天理，人没人性。”李晨喃喃地道，眼里闪掠过一道骇人的光芒。谢谢马村正的提醒。他向着马武一拱手：“应该的，应该的。”马武右拳一叩胸，受宠若惊地回礼道：“那沟渠是你们重新挖开的？”李晨再次问道：“是，木儿村与我们白沙村一衣带水，橡皮为邻，更何况我们也做不了别的什么，唯有如此，方能略表心意。”马武点头道。李晨略一思忖，凝神问道：“白沙村有307口人？”“是，陈根儿，其中壮年抱残有恙者48人，15至19岁少年者50人，壮年女子120人，小儿40人，老者49人。若非壮年者甚少，岂能任由吴家人这般的鱼肉祸害？”马武一提起吴家人，不禁咬牙切齿起来。大仇得报，事过不提。李晨摆了摆手。马武一怔，重重点头。陈根儿教诲的事，我这相了。我这边做工也需要些人手，若不嫌弃，可每日暂选10个女工来我这里做工，工钱20文，供一顿饭。以后生意做大，再多招些人。李晨道：“啊，还有这等好事，太谢谢陈根儿了。”马武大喜过望，相互帮衬，彼此成全而已。李晨摇头笑笑，想了想，他再次问道：“你们村中男子可有会木匠或铁匠活计的？”与木儿村相邻，倒是有10几个人粗通木工，但会铁匠活的基本没有。马武摇了摇头道：“李晨略有些失望。现在他缺专业技术人才，急缺，唯有大量的人才才能快速发展。不过现在看来，
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不好找啊。马武却误会了，以为李晨对他们白沙村失望了，他涨红了脸孔，小声的为本村争个面子。陈哥，我们虽然在铁匠木工方面不行，但我们会烧青砖、盖房子，这一左一右几个村的房子，可都是我们村里的泥水匠帮着盖起来的呢。玉龙河3村各有奇巧，木儿村的木工，白沙村的房，王窑村的粗瓷响当当，这可是流传在平阳县的一句顺口溜啊。木儿村的木儿，白沙村的房，王窑村的粗瓷响当当，王窑村瓷器。李晨默念着这句顺口溜，猛然间眼前就是一亮，他一下想起来了，玉龙河畔有一个村子叫王窑村，那村子里的人会烧粗瓷，烧瓷必用高岭土，这样说来，建炼钢炉的耐火材料岂不是有了？而王窑村民烧瓷也必定会建瓷窑，会建瓷窑就一定能建高炉，大不了自己亲自上手指导，那些技艺纯熟的匠人只需要改变一下建窑的思路就可以了。王窑村离木儿村也就20几里地罢了，快马1刻钟就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自己之前倒真是糊涂了，居然没想到这一点，还未见钢炉犯愁呢。马武观察着李晨的神色，见他眉头舒展开来，居然也随着他的心情而喜悦了起来，自夸道：陈哥，不是我说，我们村子的泥水匠真的厉害着呢，看你这房子年头也不短了，要不我们这2天就开始烧砖做房盖儿，把你这房子给你重建一下，让你看看我们的手艺如何？不，李晨却是摇了摇头，陈哥，不要钱，材料都不用你出。马武还以为李晨误会了，赶紧解释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必须要加紧防备了。李晨缓缓地道：啊。马武一怔，没听懂。刚才你说了，那县尉无闯，官匪勾结，甚至本身就是一匪一官，对吗？是。那他有没有可能会因为家族被灭门而迁怒于你们白沙村，甚至是我们木儿村，杀你们泄愤，劫我们掠财？李晨再次道：这马武额上登时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虽然将所有的罪责全都推在了乡寨一匪的身上，但那也只能骗过官府，不受官方制裁罢了。可是吴闯呢？他行事狠辣，凶戾非常，如果真因为家人遭受灭顶之灾而迁怒于当地村民，假扮土匪进行劫杀，甚至连木儿村都会遭受牵连。一想到这里，他后背阵阵发寒。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早做准备了。李晨眯起了眼睛，昨天他倒是不知道吴闯居然一官一匪，如果早知道的话，他会等吴闯回来的时候一并解决掉他，一劳永逸。不过倒也无妨，连黑风寨都打下来了，区区一个县尉算得了什么？就看他什么时候来了。陈哥，那应该如何准备？马武急急地问道。此事非同小可，是社2村6、700口子的性命，他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大意。这件事情须得找到徐村正一起商议。李晨说道。好。马武重重地点头。随后马武便去找正在打柴的徐江，而李晨也回到了家中，开始思忖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无意中一抬头，就看见徐秀正站在门口，替代上还未归的刘晨旭收着柴草，记账付钱算得清清楚楚，极为麻利。只不过他无意中一回头，也看到了李晨正在望向他，不禁俏脸一红，低下头去，却是手足无措起来。李晨心中略略一跳，倒是想起前身对徐秀儿的身子可是一直馋涎欲滴，天天舔人家，结果毛都没舔到，现在倒好，情况有些反过来了。秀儿，谢谢你了。工钱不会差的，你放心。到了徐秀儿身畔，李晨微微一笑道。离近看去，徐秀儿的身材倒真的不是盖的，尽管一袭粗布衣衫，却根本掩不住那身材。宝宝粮仓巍峨耸立，可那小腰却盈盈一握。到了下方，2条笔直浑圆的长腿撑起了挺翘结实的丰臀，简直无比养眼。虽然脂粉不施，却是艳若桃李，确实不愧是玉龙河3村最拔尖的大美人，漂亮至极。在他略带有侵略性的眼光注视下，徐秀则是愈发的手忙脚乱了起来，甚至脑子里愈发糊涂，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我不是图什么工钱的。徐秀嫩脸通红地道。其实同在一村之中长大，小时候睡过一个被窝呢，彼此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可是现在面对李晨，他的一颗心却扑通通的乱跳一气，连头都不敢抬了。李晨并未说话，只是一笑。徐秀儿咬了咬唇，脑海里回想起了玉清婉曾经跟他说过的话：秀儿姐，你要主动出击啊，要像官人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那样，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些，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你才能有更多的机会。现在盯着官人的女孩子可多呢，前几天来的那个好看的不要的骑马的女人，还有县城里的那个卖盐的少东家，好像都对官人有想法呢，你要抓紧时间呀。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得急迫一下，虽然不敢抬头，却是强行壮起了胆气，小声地切切地道：我喜欢你好久了，我就是想嫁到你家里，
以前我爸妈说你不是好人，不许我嫁，现在你变好了，你还喜欢我吗？我吃的很少，而且我发誓一定和婉儿好好的，绝对不会欺负她的。笑儿，你喜欢嫂嫂？天哪！对面突然间响起一个女子的声音来。徐秀儿抬头一看，却是不禁狂吃一惊，就看见面前正站着一个胸部像被10个大汉刚揍过的女子，居然是马莲。哎呀，莲儿嫂子，怎么是你？我去挖野菜了，顺便给婉儿送点野果子，看见陈根就给他了，让他去送给婉儿。可你突然间说喜欢嫂子，让嫂子有点猛啊！马莲瞪大了一双眼睛看着他，可是眼里却有着藏不住的笑意。此刻，李晨刚从旁边的操作间里出来，向这边走来。哎呀，天哪，羞死个人！徐秀儿一下捂住了脸。正在这时，徐江已经背着一束柴和马武回来了。徐秀儿兀自红着脸，一板一眼地称重付柴钱，哪怕是亲爹也半点不含糊。将10几根砍好的酸枣枝和白花木枝递给了侯小白。徐江和马武大步走了过来，神色凝重地问道：“陈哥儿，刚才我听马村正说了那些事情，你的担忧不无道理啊。”李晨一点头，所以我才让他请您赶紧回来，共同商议这件事情。还商议啥？陈哥儿，你就说吧，想怎么办，我们2个都听你的。对了，马村正，你有意见不？徐江一挥手道：“我可以代表白沙村所有村民，就听陈哥儿的，半点不含糊。”马武毫不犹豫地道：“好。”李晨点了点头，望向了马武：“吴闯回来了吗？”“已经派人去城里送信儿了，但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马武道。正说到这里，远处突然间传来了怒雷般的声响，紧接着10几匹快马从木儿村前方经过，一刻不停地向着白沙村方向疾驰而去，好像是吴闯。马武转头望去，不禁呼吸急促了起来，急急地道：“这样，马村正，你马上回去抄近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先观察吴闯的情况，等他走后你再回来，我们共同商议。”李晨知道来不及跟马武商议了。好，马武赶紧骑上了马，抄小路向着白沙村一路赶了回去。陈哥儿，他们真的会杀人泄愤，甚至牵连到我们木儿村吗？徐江游自有些不相信地问道。如果马武所说一切皆为事实，那就证明吴闯绝非善类，一定会这样做的。李晨缓缓地道：“咱们怎么办？”徐江问道。等马武回来的时候再说。李晨缓缓地道。可是一直等到下午吃过了饭，也一直没有见到吴闯从村前必经之路回城，更没有见到马武来找他们。李晨知道事情不对劲了，他正要叫上徐江和赵大10几个人，马上赶去白沙村看看情况。却不料就在这时，远处马蹄雷动，10几匹快马赶了过来。不过就在那块马路过村口的时候，领头的那个骑士却勒住缰绳停了下来，随后抬眼向着山腰处李晨家望了过来。李晨站在院中也遥遥望了过去，尽管看不清楚那个骑士具体的样貌，但李晨断定那就是吴闯。吴闯向着这边遥望半晌，才喝了一声驾，10几匹快马蹄声如雷，奔驰而去。李晨眯眼望着他们远去的烟尘，眼神逐渐凌厉了起来。那是吴闯他们吗？徐江走了过来，站在他身畔，低声问道。是。李晨缓缓点头。凝神思忖片刻，李晨眼中骤然间金芒爆闪。徐叔，他们必定屠村劫财，白沙村有难，我们也要遭池鱼之灾，并且就在今夜。啊！徐江吃了一惊。走，先去白沙村看看。李晨喝了一声。此刻侯小白和赵大石早已经牵过了马来，几个人翻身上马，向着白沙村疾驰而去。等到了白沙村，还没等到近前时，便听见村中哭声一片，还夹杂着切齿的咒骂声。4个人急急进入村中，却看见不少人满身是血的坐在家门口，或躺或坐，呻吟不停。虽然没有死人，可场面却依旧惨然。陈哥儿，徐村正，远处响起了一个声音来。回头望过去，就看见马武正被婆娘扶着，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身上同样血迹斑驳，连衣服都东一缕西一缕的，脸上也肿得老高，甚至脖子上还有鞭痕。马村正，这到底怎么回事？徐江急急地问道。吴闯将全村人都集中起来问话，见问不出来，便暴跳如雷，挨个往死里打。不过碍于身份，他不敢明着杀人就是了。我也被打了，所以一直没去找你们。马武苦笑道。马村正，你们村今夜将遭大难。久未出声的李晨突然间语气凝重地向马武说道。啊，陈哥儿，这话从何说起啊？马武吃了一惊。吴闯此人酷吏阴狠，手辣性急，今夜必来屠村，以泄心头之愤。李晨缓缓地道，语气极为坚定。他想起了吴闯路过木儿村前驻足的那一幕，眼神不禁森寒了下来。
凭着曾经征战多年的军人直觉，他很清楚吴闯必不肯善罢甘休，这种心狠果决之人一定会在今晚屠了整个白沙村，为吴家人陪葬。这他不能吧？毕竟事情是乡寨一匪做的，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况且白天他们已经打过我们泄愤了。马武急急的道。马村正，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你说的有道理，但吴闯是人吗？不，那是一头恶魔。李晨摇头道。为什么一定会是今晚呢？徐江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一家几十口被灭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就算上级州府也必会被惊动。按照常理，甚至是必会派正规部队府兵来绞杀乡寨一匪的。毕竟县城里的乡勇是不具备这个力量的。但若派兵，前期肯定会派人来调查，一旦调查就会得出结果，那就是因为吴家作恶多端，被乡寨一匪灭杀。若是这样的结果报上去的话，上面便会犹豫，甚至未必会派兵剿匪了。因为此刻正是战时，北燕关战事吃紧，除非天大的事情，否则地方部队不得妄动，要做好随时增援北燕关的准备。这种情况下，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家族，对地方上来说甚至都是好事，况且也没有普通百姓伤亡，州府就未必会派正规部队剿匪了。所以为了给州府一个合理而充分的派兵理由，吴闯必定会将事态闹大，会由乡勇府兵假扮土匪前来屠灭白沙村和木儿村。这样的话，整村消亡，上面必定不可能坐视不理，就一定会出兵剿匪的。那么如何将事态闹大呢？说到这里，李晨望向了两个人。那肯定是继续杀人屠村，甚至将两个村子的人全都杀光。白沙村他们是一定要屠的，而木儿村与白沙村毗邻，还是出山上官道的必经之地，也一定会遭受屠戮。更何况木儿村村民现在有钱了，富裕了，他也正眼红不已，正好借助这个机会劫掠一番，弥补一下吴家被劫的损失，甚至还能掳走陈哥，拿到那酿精盐的方子，自己赚钱。而这种事情当然是越快越好，迟则有变。徐江脑子转得极快，瞬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那怎么办？马武后背生寒，语调的艰涩地问道。马上组织所有白沙村村民去木儿村，等到了木儿村，我们再紧急商议。时间不等人，速度要快，最好1个时辰之内必须全部转移到木儿村。李晨向马武喝道。好，我这就组织大伙儿进行转移。马武赶紧点头。陈哥，那接下来呢？要怎么做？徐江再次问道。回村再说。李晨调转马头，向着村中奔去。马武的组织能力很强，1个时辰后，所有白沙村村民背着大包小包，推车赶马，拖家带口，终于全部搬到了木儿村这边。2个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者，包括徐江、马武等10几个人，此刻都聚了李晨的家里，分为分外凝重。列位，想必都知道了，现在情势很危急，吴闯今夜必定连屠2村，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李晨肃容说道。其实他原本想让侯小白再去黑风寨找乡寨一匪去的，可考虑了一下，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一来，若是乡寨一匪再次出现，目标太大，恐怕引起麻烦；二来，乡寨一匪连打2仗，并且来回奔袭，已经是疲劳之师，1胜2衰3捷，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三来，也是最重要的，时间上来不及了。因为吴闯走的时候就已经是下午申时了，再让侯小白去找人，一来一回，时间上肯定来不及。就算来得及，长途奔袭，再加上刚到此地，也来不及事先计划，更何况还不知道吴闯会出动多大规模的兵力，遭遇战之下必吃大亏。李晨还想让以这支部队为班底，打造出一支精锐部队来呢，所以他不可能让这支部队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就白白的损失掉。所以这一仗，他准备带着这600多村民自己打。至于能打到什么程度，就看吴闯的乡勇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了。陈哥儿，我知道你肯定有计划了，你就说吧，到底咋整？徐江和马武带头，一群人望着李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道。既然大伙儿信得过我，那我也不废话。第一，先疏散老幼妇孺，全都散到山中去，以便我们安心一战。李晨道。所有人肃重记下。第二，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马上集合列队，我要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可以，再选30名身强力壮的妇人也加入进来。李晨再次道。好，我们即刻去组织。徐江和马武一起点头。第三，就是详细的战术安排。这一次吴闯来势汹汹，不过这里倒是有2点。一方面，吴闯手下只有300乡勇，但未必会全都为他所用。为了保密，他出动的力量不会太多，所以100人左右应该就是他的极限了。另外一方面，为了赶时间，他必定会兵分2路，一路入了隘口便会直接杀奔木儿村，另外一路会夜袭白沙村。既然如此，
我们便集中力量，分而兼之。李晨详细的解读了一下战术计划。太阳逐渐沉向西山，最后向下一扎，夜幕降临。沉沉的夜幕下，木儿村分外宁静，居然连犬吠鸡鸣声都不可闻。遥遥地，寂静中有震动声传来，那是马蹄踏地的声音，不过并不响亮震撼，大概是马蹄裹了厚厚的麻布。不多时，40余骑进入了隘口，后面还跟着60余部族。那些骑马的人也尽量勒着缰绳，让马蹄倾斜再倾斜。身后跟着的人也俱是保持安静。这些人身上都散发着浓郁的杀气，一双双眼睛中透出了冷厉的凶光。稍后，两帮人马均自分开，那队骑兵直接从岔路口向着白沙村而去，剩下的那60余人居然奔着木儿村杀了进来。不过，这些人的目标居然很明确，穿村而过，却并没有稍作停留，而是直奔崖上李晨家而去。此刻，步行的那些贼人寻路而上，转眼间就有20多人已经来了山腰崖上，崖下还有近40名贼人负责警戒。崖上的人家现在居然还亮着灯火。那些贼人在暗夜中前行，遥遥的已经望见一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的书生模样的男子，居然坐在那里就着灯光看书，似乎浑然不知外面的危险已经临近。20几个贼人都猫在了院墙下，月色下的刀光散射着逼仄的寒芒。吴兜头，是他吗？其中一个男子低声问道。是，上一次闯哥带我们来的时候我见过，尽快动手，要抓活的，尤其是他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婢妻。掳了人，抢了货，安稳之后再屠了这村子。吴兜头眼中凶光闪烁，低声道。他也是吴闯带在身边的2个仅存的吴姓男丁之一。抓这么一个小书生，不过就是手到擒来罢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另外一个男子低声笑道。为防意外，还是多去几个人，动作要快。吴兜头低声道。一队，跟我来，屋后是悬崖，他跑不掉，咱们只要正面包抄，别让他跑出门去就是。那个男子一点头，挥手低声道。10几个人纷纷从院墙上翻了过去，蹑手蹑脚来到了窗根下方，偷偷向着屋子里看，就看见那书生正在读书，居然还在跟着石律轻轻击掌。只听他念道：杀尽官匪百人兵，腰间长刀血游心贼人，不识英雄汉，只管萧萧问姓名。念罢这首诗，他突然间转头向外一笑。列位，不问问我叫什么名字？外面的那些人猛地一惊，马德居然被发现了。管你叫什么名字，跟老子走吧。绑了他。领头的汉子知道行迹暴露，但那又如何？仗着人多，他索性不再藏首缩尾，长身而起，凝然一笑，挥手喝道：还是告诉你吧，我叫李晨。李晨微微一笑，突然间伸手拉动了手中的一根长绳，轰！巨响传来，烟尘四起，院子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人还能站在地面，全都瞬间掉下陷坑之中。外面的地面早已经挖空，上面附上了可控的翻板，就等着这群人自投罗网。然后李晨手动现杀，那陷坑深近1丈，几乎将门前的院地全都覆盖了，里面全都是2尺长的削尖木棍。那些人又极其集中，木板怒翻之下，没有一个幸存者，全都被生生穿成了糖葫芦。有暂时还没断气的人发出了惨烈的嚎叫声，在夜空中传得极远极远。屡试不爽，还是陷坑好用啊。李晨微微一笑，已经站了起来，背上剑壶猎弓，左手强弩，右手长刀，他沿着留下的一道土梁大步向外走去。所走过的陷坑之中，血流成河，哀嚎不断，他却连看都没多看一眼。原来是克制主院，诸位现身见个面吧。李晨走向了院外，微笑道：见你马，都给我上，掳了他。吴都头刚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见李晨居然还敢这么嚣张地跑出院外，登时怒发冲冠，狂吼一声，挥手让周围的手下先上。不过他却退到了人后，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共上来2队24个人，刚才进去了1队，全军覆没，还剩下12人。来得好！李晨站在土梁上，将刀插在地上，端起弩来，一扣扳机，噗！弩箭飞射，直接将冲在前面的那个人射了个对穿。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强劲的弩箭，况且还没有围雨，一箭直接将人体穿透，从后背飞出，并且那弩箭于事不决，又直接将后面的人透胸贯乳。2个人闷哼着，分别倒向了旁边的陷坑中去。李晨扔下了强弩，拔出长刀，已经向前冲了过去。第3个人眼看到长刀劈到额前，举刀一挡，当的一声，手中刀被一刀两断，刀势下沿，咔嚓一声，将整颗脑袋直接劈成了2半，一脚将他踹下陷坑。李晨再扑，还未等对面的人反应过来，一刀捅进肚子，旋身一个反带刀，将第4个人斜斜劈成2片。然后他继续向前冲，寒夜中刀光如血，人若猛虎，手中那刀简直堪若神兵，触者立断。
持刀之人简直勇冠三军，挡者披靡。一瞬间如虎入羊群，算上强弩射杀的2个人，他已经干掉了8个人，剩下的4个人吓得连连后退，退到了无都头前方。李晨单人指刀，居然硬生生的将前面的人群杀穿，不是几乎杀尽。来者何人？报上姓名。李晨拄着刀望向了对面的无都头，那位无都头哪里敢报上姓名，咬牙切齿的压低了嗓子道：李晨，你跑不了，就算你再厉害，我们还有40-50多人，看你还能杀几个。哦，你说的是他们。李晨微微一笑，指了指正向崖上拼命奔来的那些人。无都头还未说话，猛然间就瞪大了眼睛，狂吼了一声：小心！可惜已经迟了，居然有人在山壁顶上撬动了一块块巨石，那巨石携着滔天之势，连续不断的从顶端轰然砸落，烟尘四起，巨响声声，惨嚎不断。连续不断从空中砸落的巨石，至少将20几个人砸成了肉饼，剩下的20多人见机的快，紧紧地贴在悬崖边上，哆嗦着连动也不敢动。可惜他们的厄运还未结束。直娘贼，纳命来！山下骤然间爆发出一阵呼喊声，紧接着就看见村汉足有60-70人，挥舞着长枪、大棍、铁锹等各式武器，向着山上扑了过来。向上走，和我们会合。无都头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向那些人狂吼着道。那些人如梦方醒，赶紧向着他狂奔而来。自始至终，李晨都只是主刀望着他们，眼神戏谑，连动也未动。终于，那群人和无都头快合在了一起。无都头咬牙切齿地看着山下那些还有20-30丈就要奔过来的村汉们，又看向了李晨，心一横，用刀一指李晨，把他给我拿下，以他做人质，那些村汉必定投鼠忌器，不敢再对我们怎样。此时此刻，他恨得心头滴血。马德，不过就是一场再容易不过的屠村罢了，面对一群孱弱的村汉而已，怎么搞成这样？早知如此，带上弓箭来好了，将那些村民全都射杀。一群人嗷嗷怪叫着向着李晨扑了过来，可是李晨却懒得与他们对战，只是退回到土梁那边去，然后弯弓搭箭，手指一松，噗！冲在最前的那个人猛地一下栽进了陷坑之中。他有弓箭，还有弩，剩下的那些人一片哗然，看着那条仅能容得下2个人并肩而行的土梁，再没有人敢过来。李晨沈然一笑，将弓一甩，又再端起弩来，悠然自得地上弦，向前一瞄，哗！前面的人趴倒了一片，一群没用的废物，杀你们都嫌脏了我的手。李晨垂下弩去，都懒得再放箭了。走，往山里去，先逃命再说。眼看着那群村汉已经快要奔至近前，那可是他们的几倍之多。无都头一咬牙，从地上跃起来，一马先向着远处的林子里扑了过去。噗！一箭飞出，直接射在了他的肚子上，没入半尺深。他捂着肚子错倒在地上，同时心中一凉，完，对面也有堵截之人。果不其然，对面响起了一个声音：来者止步，此路不通。伴随着雨声，月色下，一个瘦弱的少年端着一柄劲弩走了出来。他身畔是一个高大壮实的少年人，手中的刀泛着森寒的光，而他们身后居然也跟着40-50人，人人持着各式各样的工具，仇恨之极地看着他们。杀！赵大石怒吼一声，举刀冲了过来。超过100名怒火滔天的村汉前后夹击，中间还有李晨和侯小白这样的神箭手伺机而动，再加上无都头已经被放倒在地上，又死了那么多同伙，剩下的人早已经失去了斗志，只抵抗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又在被砍杀7-8人之后，剩下的10几人全部跪倒投降。可就算如此，也依旧被一群愤怒的村汉乱棒打倒，个个浑身是血，绑了起来。而木儿村这边，除了一个冲得太猛崴了脚的村汉之外，剩下的人无一伤损。又是零伤亡，料事如神，用兵如神。陈哥儿，你真是这个？马武独臂持着一柄大刀走了过来，刀头犹自滴着鲜血，将刀插在地上。他向李晨竖起了大拇指，真心佩服。马村正也不错，异常勇猛，独自斩杀3匪。李晨微笑点头，他倒是没想到，别看只有一条手臂，马武却是异常勇猛，而且武艺不俗。如果不是身有残疾，再加上双拳难敌4手，以前在白沙村，吴家人想横行霸道，倒也未必容易。他们斗志已失，行动孱弱，谁杀他们都是易如反掌。马武摇头笑道，看着李晨，他动容地道：没想到陈哥居然还懂兵法战术，生生的用我们这群村中糙汉全歼了这些贼人，简直太厉害了。不说这个，还是继续实施我们的计划吧，毕竟还有40余起贼人没有解决，那些人才是劲敌。李晨摆了摆手道：愿随陈哥见证奇迹。马武单手扣胸，随后拔出了地上长刀，跟随李晨走去。奔袭白沙村的那一队骑兵在白沙村中转了一圈，
除了遇到几个陷马坑闹得鸡飞狗跳之外，居然连一个活人都没见到。妈的，真是见了鬼了！村子里的人都哪里去了？那对骑兵当中一个领头的年轻汉子摘下了蒙面黑巾骂道。他也另外一个被吴闯带到县城去的吴家人，和他的哥哥一起成为了乡勇中的2大都头之一。不过这种乡勇中的都头只是名儿好听而已，实际上跟真正府兵之中的都头天差地别，人家那都头可是有品级的朝廷武官，他们这种县尉随便任命，根本不是在编在册官员。吴都头好像有问题，这村子里也没人啊。一个下属凑过来低声道。废话，当我眼睛瞎吗？吴都头没好气地骂道。左右看了看，这群见鬼的村民倒真是机警，居然提前藏起来了。也罢，算他们走运，今晚上就不杀他们，给我家人陪葬了。我们走，去木儿村那边帮他们屠村。说罢，吴都头调转马头，向着来时路疾驰而去。不过经过了一通赶路，再加上之前在村子里有几个人落入了陷马坑中，这么一番折腾已经耗费了大半个时辰。木儿村那边的战斗早就结束了，并且已经向他们布下了死神的口袋。那队骑兵蹄声隆隆奔驰而来。不过就在他们快要到达木儿村，路过一片树林时，有眼力的人登时就叫了一声：咦，奇怪，那里好像挂着什么东西，好多啊，密密麻麻的，过去看看。吴都头勒住马缰绳，皱起眉头喝道。便有几骑下马过去查看情况。稍后几个人连滚带爬的奔了过来。小吴都头，不好了，不好了，是大吴都头，他死了，还有好多咱们的人都死了，全都被挂在树上了。什么？吴都头一听自己的亲哥哥居然死了，还被挂在了树上，登时急怒攻心，狂吼了一声，下马就向着对面奔了过去。他作为都头都已经下了马，剩下的那些人也不好在这里站着，留下2个人看着马匹，剩下的人全都纷纷下马，向着对面跑了过去。到近前，吴都头目眦欲裂，就看见自己的哥哥被人扒得赤条条的挂在树上，满身是血，随着夜风飘来荡去，而周围那些人也全都是如此。都给我解下来！吴都头狂吼道，悲痛和愤怒已经让他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那些人对他唯命是从，赶紧去解绳子。可是刚刚解开绳子，一具具尸体从天掉落，可伴随着尸体的掉落，就听见周围有呼啸的风声骤然间响了起来，却是一根根足有2尺粗、1丈长的巨木从四面八方的空中呼啸荡来。那巨木密密麻麻，怕不是有几10根之多，巨都被吊在空中，绑在高处，有简易的机关控制着。只要这边的绳索一解开，这些巨木就会直接从旁边跟个大摆锤似的呼啸而来，然后就是来回飘荡。那些巨木每一根怕不是都有300-400斤，从高处一荡之下，每一根都携起了1000斤之力，挨啥啥碎，碰啥啥啥飞。下一刻，轰啪，可怕的撞击声响彻不停。无论是谁，只要沾着个边儿，不是飞起来就是撞趴下。还有更倒霉的，直接被2根巨木夹在中间撞击，瞬间就是骨肉成泥，连肉饼都称不上，只能称为肉鼻涕，得用铁锹缠起来的那种。这场战斗更加轻松，几乎是刚开始便结束了。原本骑兵是最令人头疼的一个兵种，只要热兵不出现，他就是战场上的神。可是当骑兵下马时，就是诸神黄昏的至暗时刻。小吴都头急怒攻心，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骑兵下马，非但下马，还莽撞解开尸体绳索，结果生生的把自己这一队骑兵全部葬送掉了。等那些巨木撞击结束之后，活着的人只剩下12-13个人了。那还是因为他们走在后面，见机的快，直接就趴在地上爬出了巨木的撞击范围，侥幸逃得了一命。至于那个小吴都头，他就是刚才最倒霉也是最惨的那一个，被2根巨木夹在中间，玩命的撞了一下，结果除了半条腿之外，剩下的尸体黏糊糊的一大片，分别粘在2根巨木上，基本没眼看了。活着的那12-13个人都快吓傻掉了，连滚带爬的往马匹那边跑，有的人甚至边跑边吐，那场面实在太血腥，也太恶心了，他们根本控制不住那种生理反应。只不过还没等他们跑到跟前时，猛然间全都站住了，震惊的瞪大了眼睛。就看见对面处几10根火把突然间点亮起来，隐隐绰绰正有几10人拎着各式武器，眼神冷森森的盯着他们。他们刚要转身往2侧逃，可是2侧也几乎是同时亮起了一片火把，三方合围，天罗地网，100多人围着他们这10几个人，他们逃无可逃。别杀我们，我们投降，投降！那些人哪里还有半点斗志，全都跪倒在地上，双手举起了刀，个个吓得哆哆嗦嗦，再也不复刚才的凶悍。呸！一群怂包！赵大石拎着一把长刀，一口浓痰吐在地上，不屑地道：马德，他空自运了半天的力气，准备大杀一场呢。可是连着2场战斗，第1场刚杀了2个就结束了，
甚至都没有冲在最前面的马武杀得多。第二场好吗？还没等动手呢，一群怂包干脆直接投降了。这让还想在陈哥面前好好的表现一下的赵大石情何以堪？陈哥，这些乡勇不说是训练有素吗？怎么他妈的连土匪都不如啊？赵大石恨恨地骂道。废话，陈哥这般精妙的战术战法，别说土匪了，就算是正规军来了也没用。我看啊，杀那些北莽的蛮子也一样如吃饭喝水。侯小白抱着弩走过来道。第一战，深挖陷坑，只身诱敌，利用地势落实攻击。第二战，以师设伏，激怒敌手，夺其心智，聚木群攻城哥儿。你这简直就是在打一场小型的战役啊！这些东西，我只在军中看那些将军们用过，可是就算他们也远不如你用的这般轻松如意。你，马武艰难地咽着唾沫，死死地盯着李晨，眼神悚然。将军算什么？在我们陈哥面前也照样得爬着走。赵大石咧嘴一笑道。少自吹自擂，这一战你们都学会了什么？李晨走了过来，看打量着身畔的这些马匹，边问赵大石道。我学会好多呢，比如挖陷坑、撬石头、绑尸体、用飞木。赵大石叫了起来。笨货，陈哥问的是这个吗？侯小白瞪了他一眼。猴子，你也说说吧。李晨笑道。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敌大意，越是容易获得的，越是需要警惕，越是对手要激怒你，越是要沉着冷静。侯小白想了一下，认真回答道。不错，上马，把这些尸体都拖回去。李晨赞道，翻身上了马。猴子，以后你能不能别在陈哥面前这么显摆，整得我在陈哥心里都不重要了。赵大石凑到侯小白身畔，愤愤地向他道。想在陈哥心中重要起来，你就得让自己的脑子活起来。侯小白指了指他的脑袋道。你好像是在骂我。赵大石想了想，有些疑惑地问道。哈哈，终于聪明了一次。侯小白笑着一纵马向前奔驰而去。你他妈别看不起我，我最近脑袋疼，肯定是在长脑子，我也会变聪明的。赵大石在后面叫道。酣畅淋漓的一战，来的贼兵共计106人，死了76个，剩下的30人里有10人重伤，20人投降的早，还算没事儿。2个无兜头，大无兜头中了一箭，又在乱战中挨了一棒，脑袋都开瓢了，早就死透。小无兜头更不用说，双目夹击撞成了肉鼻涕，大罗金仙来了都拼不上，更别说还能活下去了。而木儿村和白沙村没有战死的村民，只有3个受了伤，一个是撬石头的时候太用力了，把手腕扭伤了，另外一个则是抡棒子打人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门牙磕掉了，还有一个冲向敌人的时候崴到了脚，被众人好一阵嘲笑。除此之外无一伤亡，甚至可以说毫发无损来形容。零伤亡，歼灭对方106人，这战损比简直。曾在军中待了3年的马武，现在犹自不能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李晨可是领着一群基本上就没有几个人打过仗，甚至只是2个村刚刚整合在一起的村汉们，里面还包括30个还算健壮的农妇。哥们儿，陈根就是神，跟着他干准没错。同样是军旅出身的周大海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道。如果他要是上战场，肯定是神一样的人物。马武吐出口长气去道。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或者说只明白了一半。周大海摇了摇头，就算不上战场，他也是神。所以别着急，还有更多惊掉你下巴的事情呢。哈哈，不上战场也是神，啥意思？马武确实有些糊涂了。而李晨他们则清点着今天的收获，收获还真不小。首当其冲的就是马，足足有46匹马，全部都是带着官府火印的上等好马。如果再加上黑风寨里的马和乡寨带过去的马，还有昨天晚上从吴家掳走的15匹马，已经过了100匹大关了。这可是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了，甚至在关键时刻，这支骑兵部队的出现都能改变局部战场的态势。李晨欣然笑纳。然后是武器，这些人身上搜出了长短刀超过150把，就是没有弓箭，让李晨有些遗憾。大概是这些人对一群村汉不屑一顾，所以根本就没有带弓箭。不过这些武器也足够重新回炉打造一批好武器的了，就是赵铁匠和周大海他们有的忙了。再然后就是银子，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很喜欢将银钱带在身上，少的有1两，多的有10几两，总共在他们身上搜出来将近500两银子，这也算是一笔小横财了。不过与曾经从吴家搜出来的2万两银子相比，这根本不算啥。李晨猜测那2万两银子里怕是有不少是吴闯这个县尉存在老家的，结果被他给搬空了。估计情况吴闯当时心在滴血，要不然也不会这样急吼吼的今天晚上就来屠2个村子了。陈哥儿，这些人怎么办？徐江看着那些被绑得结结实实的人，皱眉问道。都绑好，
套上大车，让小白和大石连夜送到黑风寨去挖煤，包括那些受伤的人。李晨淡淡地道，他准备将这些无恶不作的人拉到煤矿那边去挖矿当奴隶。对于这些人，他半点同情心都欠奉，并且他也决定了，以后再抓到土匪一类的，能不杀就不杀了，当奴隶用，省钱省力又省人，多好！大不了多费几斤粮食的事儿。此刻，疏散到山里的人们已经全都回来了。在通明的火把照耀下，马武带着全体白沙村人给李晨集体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地道：“陈哥儿，你救了我们白沙村老少307口人，这份恩情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还了。马村正，让大伙儿都起来吧。如你所说，我们两个村子一衣带水，橡皮为邻，所以本就是一家人，那就别说两家话。”李晨将马武扶了起来。回去以后，我们要给陈哥儿立生祠。马武狠狠地擦了把眼泪。如果不是陈哥儿，今天晚上白沙村就要被集体被屠，给该死的吴家人陪葬去了。对，给陈哥儿立生祠。所有白沙村人挥舞拳头，集体喊了起来。这可不成，列位，我年纪还小，这么做不是给我祈福，是折我的寿啊。李晨笑着摆手，随后望向马武，正了正颜色道：“马村正，今晚一役倒是给我提了个醒儿。这饥荒年，况且外面还在打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就会烧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咱们还是早些做好防备吧。就算不是为了防备流民战乱，起码也要防一防匪患。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有充足的武备，哪怕就是大型的匪帮来了，也未必能把咱们怎样。防患于未然，终究是好的。陈哥儿，你就吩咐吧，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现在全听你的。”马武重重的点头道：“对，听陈哥儿的。陈哥儿说啥，我们就做啥。好，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养足精神，做好准备。明天马大叔、徐村正，我们一起商议。”好，两个人均自点头。接下来先把那些尸体处理好，架火烧了，避免瘟疫的发生。活着的人全都绑得结结实实的扔在大车上。赵大石和侯小白赶着2辆大车拉去了黑风寨。至于那些马，李晨也先安顿好，等乡寨来人再把这些马都带走。不过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吴闯这奸猾的狗东西居然没来，真是便宜他了。一夜无话。凌晨的时候，赵大石和侯小白又带着乡寨的人赶了回来，拉回了7、8辆大车的煤，全都卸了下来。随后趁着天还未亮，乡寨的人将这些马匹都带走了，还带走了事先藏好的2万斤粮食。从吴家那里不光搜出了2万两银子，居然还有囤积的3万斤粮食，也是这个作恶多端的家族鱼肉乡里这么多年的成果。不过留下的这1万斤粮食，李晨已经组织人手取来，放在了家中，正好用于平时供女工们吃饭。第二天一切训练结束后，家里这边该做工做工，白沙村那边则有女工欢天喜地的跑过来，加入到了熬盐做工的行列里。因为李晨又放出了10个女工的名额，所以现在他们也可以来做工赚钱了。虽然每天20文钱比木儿村的女工少10文钱，但他们也知足了。谁让这些女人们命好，生在了木儿村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认。能给他们一个做工的机会，他们都已经烧高香了。马武和徐江几个人都已经聚到了李晨家中，一起商议事情。马村正、徐叔，李晨刚说到这里，马武就不乐意了。陈哥儿，我和你徐叔年纪差不多，你若不嫌，就叫我一声马叔吧，老是叫村正，让我很尴尬。李晨不禁一笑，也不矫情，改口道：“马叔、徐叔，现在确实有些当务之急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入村的隘口处修建城关，并轮流派人驻守，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木儿村、白沙村这600多口，还有后方的王窑村，应该也有300多口人，才能确保这3个村子近1000口人的绝对安全。要不然战乱一起，流民遍野，匪患横行，我们村子一旦遭劫，那就是塌天祸事。”李晨叹口气道：“咱们倒也不是没想过在那个隘口修建关卡，只要建起来，那肯定确保无忧啊。可问题是工程量太大了，泥土墙没用，时间长了一推就倒。若是用青砖的话，以现在的条件，我们根本烧不起啊，那需要太多的人工人力了。”马武吐出口长气去道：“不，马叔，我们不烧青砖，那确实太耗功夫。我们烧红砖，简单实用，时间短，产出快，产量高。依我看，一边烧砖一边建隘口城关，多上些人，不求别的，只要够结实够高，1个多月便能建成。”李晨说道。红砖，一群人都听愣了，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我这些日子总去县城，倒是遇到过2个会烧砖的行脚商人，说起了这个法子，我当时就记住了，昨天晚上抄了下来，就按照这个办法建砖窑，烧红砖，速度快得很，而且同样经久耐用。甚至若是可以的话，我们还能将所有的房子改建一遍，让房子变得更结实更耐用。
李晨微微一笑，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红砖的烧制方法。徐江却是手疾眼快，一把抓了过来，嘴里叫着我先看看，可他却护在怀里，没给别人看。陈根这孩子太实在，这等机密岂能随便示人？我说老徐，你至于吗？这是防谁呢？现在这里都是自己人啊，你还怕这方子传出去？马武狠狠地瞪了徐江一眼道，那可得说好了，这方子只能限于最小范围的几个人知道，其他人不行。一旦这方子传出去，坏了咱们两村的事情，我拿你是问。徐江向马武瞪眼道，行行行，你咋说咋是。马武无奈地摇头苦笑。李晨摇头一笑，任他们自己打嘴仗去吧，反正出发点都是好的。所以先将村子里的老少爷们都组织起来，只要能干这种活的，全都去建窑烧砖建城关吧。只要隘口城关一建起来，相对来说我们就安全了。当然在此期间，所有的饭食都由我来供应。李晨道，啊，那可不行，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才做的事情，咋能让你一个人出钱？这不是占你便宜吗？不行，绝对不行。马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是啊，陈哥儿，现在咱们村子里的人都从你这里赚到钱了，就不能再白吃你的饭食了。况且老马说的对，这是事关所有村百姓的事情，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放心吧，饭食我们自带，不必你操心。徐江也说道，这件事情先放一下，我倒是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咱们后方山里还有一个王窑村呢，人也不少，建隘口城关的事情是不是也要跟他们商量一下？毕竟这个隘口也是唯一的出口，是我们共用的。李晨道，对，是得找他们商量，还得让他们出人，反正不能啥也不干，坐享其成。李晨的这番话得到了在场所有人一致的赞同。李晨心下间默念，王窑村千万别让我失望。他想着的可不仅仅只是说服王窑村共建隘口城关。李晨陪着徐江去了王窑村，商量隘口城关的事情。王窑村离木儿村大概30里地，中间是一大片平坦的土地，庄稼现在都已经长起来了，绿油油的一片，看上去很是赏心悦目。说起来岛也是天照应，虽然紧挨着山区，但偏偏三山一水，夹着大片的平坦地带。3个村加在一起，平坦的土地超过1000晌地，简直就是一个小平原了。而且全都是肥沃的黑土地，如果放在平时，光靠种地就能丰衣足食，毫无问题。可连着2年大旱，甚至汇入玉龙河的那条支流都断流了，引不来水。前2年可把3个村子的村民愁死了。不过今年虽然依旧旱灾，可是好歹那条支流居然有水了，能引水灌溉，倒也让3个村子的村民算是松了口气。如果过几天要是老天垂恩再降几场雨，那今年虽然谈不上是个丰收年，但起码不用饿肚子了。李晨观察着这周围的地形，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3山1水所包围住的这片土地简直就是一处天然的绝佳屯兵处。首先是地形，隘口处建起城关，陆路全部封闭，除了玉龙河那边的水上能进攻之外，其他地方插翅难越，除非从大山里绕进来，但大军带着辎重粮草在山中行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是耕地，1000多晌地公顷，虽然现在种的大部分都是小麦，还有些杂粮杂豆之类的，但若是一般的年头，哪怕现在这个时代生产能力再低下，1晌地也至少能出3000斤粮食吧，1000晌地就是300多万斤，每人每天就按1斤粮食算，1年1次产出，理论上也能养活5000人和1000匹战马，至少1年的时间，若是再开荒，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粮食产量还能增加。如果种上水稻或者玉米土豆一类的，再改良一下农具和生产方式，粮食产量还能再翻番。要这么算的话，光是这一片地方养活5000精兵外加3000以上的百姓，绝对没问题。李晨突然间发现，老天爷对自己还是挺垂青的，给了自己这么一大片拥有着得天独厚优势的地方。这里打造一片根据地，那可真是杠杠的。陈哥儿，你把烧红砖的方子就那么给了白沙村人，不怕他们传出去啊？徐江还对那红砖方子的事情有些耿耿于怀，边策马边问道。徐叔，你多虑了，我们救了白沙村人，他们不会的。李晨摇头笑道，人心隔肚皮啊，孩子。徐江叹了口气，徐叔，烧红砖要用到很多人，这个秘密其实想守也守不住的，莫不如就大大方方，更让白沙村人感激和认同咱们，成为休戚与共的自家人。况且咱们现在又不以烧红砖为主要赚钱方式，就算想赚钱，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李晨一笑，真是大襟怀大气魄，陈哥儿，你若不成事，天理不容。徐江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不过随后他又有些担忧地看着李晨，昨天死了那么多人，吴闯肯定会狗急跳墙，保不齐还要用什么办法对付咱们，尤其是对付你，千万小心啊。没关系，静观其变，看他还敢不敢再来就是了。李晨淡淡一笑道。看着他从容淡定的样子，
徐江一颗心倒也逐渐安稳了下来。两个人连聊天带赶路，2刻钟后已经到了王窑村。不过远远地，李晨就看见了王窑村里居然竖着好几座瓷窑，登时心头一松，能造瓷窑就证明他们手艺过关。烧瓷也是需要极高的温度的，并且还要保证密封性。有他的指导，在拥有建瓷窑技术的基础上，再能寻找到高岭土做耐火砖，建起钢炉来根本不在话下。虽然王窑村离得稍远，但3村相连，平日里也都是相互走动的。倒也有人认得徐江，便匆匆跑去喊来了王窑村的村正王寿。徐村正，这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快，家里坐。王寿笑着将2个人往家中引。到了家中，王寿的妻子给2人奉茶，而王寿则不时上下打量着李晨，眼神讶异。这个年轻人威武雄壮，玉树临风，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是什么人？王村正，这是我们村里的新猎户，叫李晨。徐江给王寿介绍道。王村正，久仰。李晨向着王寿拱手一笑，客气。王寿点了点头，不过听到李晨是猎户的事情，不禁眼前一亮，打量着他，试探地问道：陈哥这般年轻，居然能做猎户，当真了不起？那是自然，他可是每一次进山都不走空，靠着打猎，家里还置办了好大的产业，现在全村人都靠着他赚钱呢。徐江笑道：哼，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王寿的眼睛更亮了，抚掌笑道。随后他盯着李晨轻咳了一声，这个陈哥，既然你是猎户，正好也有一事相求，不知能应否？王村正淡说就是了，若能做到，必尽全力。李晨微微一笑，这还真是巧了，原本还想着应该如何开口让他们帮着造钢炉的事情呢，没想到现在王寿居然先求上自己了。徐江一怔，这怎么还没说建城关的事情呢？反倒是王寿先求上他们了。不觉看了李晨一眼，当看到李晨示意的眼神后，他便不作声了，端起茶碗喝茶。最近我们村子里老是丢鸡、羊，包括几条狗，原本也没太在意，毕竟临近山中傲骨嘛，有些野兽窜进来也是正常。可问题是，前天居然丢了2个在山中玩耍的幼童，连找了2天，却连尸骸都没找到，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野物叼走的。村子里现在人心惶惶，一到天黑就赶紧回家，连门都不敢出了。村子里的猎户都被征调走了，想找人猎杀，那该死的畜生也找不到。我们正犯愁这件事情呢，听文成哥居然是猎户，若是可以，帮我们查看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寿满眼期待地望着李晨道。李晨毫不犹豫地点头，当然可以。那现在就去瞅瞅。王寿倒也是个急性子，直接就站了起来，向外请道。好。李晨站了起来。徐江在身后无语地摇了摇头，看起来只能等一会儿再说建爱口城关的事情了。王寿引着李晨2人到了外面，出村而去。一路上倒是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儿偷偷扒着门缝，好奇地看着这个英风俊朗的少年郎，都在猜测着他是哪家的公子，怎地生得这般好看。甚至有那胆大的女孩子故意从门里走出来，要么就是挎个竹篮，要么就是拿把伞，故意从身边走来走去的，可是一双双妙目，就是为了把他看得更真切。离得越近，看得越真，心中越痒。当真好一个玉树临风的小郎君啊，搞得李晨这样强大的人都有些心慌慌，催促王寿赶紧走。到了村子的另外一侧出口，前方就是一片空谷，两边是山。当时2个孩子就在那里玩，结果就不见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王寿向前一指道：我去看看。李晨一点头，走了过去。不过只走了几步，便感觉到不太对劲，也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嗅觉，现在也变得异常灵敏。他怎么感觉到空气里有一股子淡淡的腥气呢？再往前走去，到了孩子曾经待过的地方，左右看了一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发现。奇怪，李晨皱起了眉头，扩大了搜索范围，终于在通向山坡的一片杂草丛中，他发现了端倪。只见那片杂草丛居然被压出了一条半圆形的小径，但很显然并不是人类踩出来的。其实这条草径因为青草灌木的回弹，也差不多恢复原貌了，但李晨是何等细心，早已经发现了不同之处。同时草径一直向前蜿蜒，直通向山里，而草径里那腥气更加浓重。沿着草径一路向上攀去，走出了100步远，就在一片灌木后断了行踪。但在灌木丛中，李晨却看到了2块半长大的鳞片。忙捡起了2块鳞片仔细看去，李晨眯起了眼睛，瞬间便已经确定这就是一头巨蟒。怎么样，陈哥儿，有什么发现没有？远处王寿喊道。李晨跳下山坡走了回来，伸手摊开掌心，亮出了那2块巨大的鳞片。这是大蛇？王寿瞪大了眼睛。不会吧，什么蛇能大到吃小孩子？顶多就是毒死人而已。徐江也凑了过来，
有些不相信地道：“这是蟒，而且还是体重超过300斤的巨蟒。别说吃小孩子，就算是吃下一头羊，甚至是一个体型不大的成年人，也绝对不是问题。”李晨扔掉了鳞片，缓缓地道：“超过300斤，天哪，这么大的蟒，这可咋办啊？”王寿心惊胆战地道，抬头看着李晨，他眼前灯时一亮，一把就抓住了李晨的手：“陈哥儿，你是猎户，一定懂得如何猎杀这头巨蟒，你可要救救我们村啊！要不然这巨蟒隔3差5就吃上一个人，怕是我们在这村子也真待不下去了。求求你了，陈哥儿！”王寿苦苦哀求道。李晨沉吟了一下，却是隐蔽地看了徐江一眼。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早就配合得天衣无缝了。徐江当即就是一声怒喝：“王寿，你疯了！那可是一头300斤的巨蟒啊，凶悍无比，比起老虎豹子更难对付。你让陈哥去猎蟒，那不是去送死吗？”徐村正，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陈哥，为了我们全村人，你行行好，帮帮我们吧。我一看你这年轻人就知道你特别有本事，一定能行的。这样，陈哥，我替全村向你承诺，如果你真杀得了这巨蟒，替村子里解了这大恶，要我们做什么都行，甚至全村年轻的姑娘任你挑，不超过9个就行。王寿抓着李晨的胳膊死活不松开，急急地叫道：“放屁！这大灾年送人家姑娘，那是相当于往外送饥荒呢，还9个，那得给村子里省多少粮食？你这是求人帮忙啊，还是占便宜？”徐江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他妈的，老子的闺女还没嫁给陈根呢，你倒想得美，居然要嫁给陈根9个姑娘，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这事儿，徐江必须第一个不答应。李晨无语摇头，一摆手：“都别吵了，这事儿我应下来了。陈哥儿，那可是9个姑娘，养活他们可得不少粮食和钱啊！”徐江急急地叫道：“徐叔，我说的不是这事儿，是杀蟒的事儿。”李晨无语，这徐叔咋了？一听说嫁姑娘就急呢，都忘了正事儿了。啊，对，啥？你真答应了？徐江一副担忧的样子，其实他并没有在猎蟒上有多担心，凭李晨杀野猪猎豹子杀人如喝水般的本事，猎头大蟒算个啥？他担心的是，真有9个姑娘来了，那他闺女咋办？我答应了。李晨点了点头，望向了王寿。不过，你们今天要准备好一些东西，后天我过来帮你们猎蟒。好的，陈哥请说。王寿大喜过望，赶紧道：“20斤半干的万寿菊，这山上应该能采到，如果采不到，县城里也能买到。再准备一个彩色的花灯，要颜色特别绚烂的那种，一点起来5颜6色。其他的就不必了。将这些东西准备好，后天早上我来猎蟒。”李晨道：“好嘞。”王寿大喜过望，连连点头答应了下来。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什么，赶紧向徐江问道：“对了，徐村正，都忘了问了，你今天过来有啥事相商？你倒真是记性好，终于想起来了。”徐江连连冷笑，气坏了：“我这不是一直忧心那巨蟒的事情吗？见谅。”王寿搓着手，不好意思地道：“我们是来跟你商量一下隘口建城关的事情，因为这2天咱们遭了匪患，如果不是我们2个村挡着，甚至那匪患都会蔓延到你们村子里去。”徐江简单的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却是听得王寿脸色发白。好家伙，居然前后来了2波土匪，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时就鸡啄米般点头应了下来，也答应一定派人去隘口修城关。事情定下来了，徐江和李晨2个人也不墨迹，拱手告辞，骑马回去。不过到了木儿村之后，并没有待上多久，李晨让村里几个汉子赶了4辆大车去了白沙村，他要去看看盖砖窑烧砖的事情。因为马武昨天就拿着方子回去了，应该已经开工了。到了白沙村，他就发现白沙村人很是靠谱，而且勤劳肯干，半点也不藏奸。此刻村民们正在马武的带领下集体行动了起来，改造砖窑的改造砖窑，取粘土的取粘土。同时烧红砖和烧青砖其实基本工序都差不多少，区别就是烧青砖要在高温阶段后期直接将砖窑封闭，再在窑顶浇水降温进行水冷，工艺太繁琐。而红砖不闭，简单粗暴直接造，所以砖窑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根本不费事。咱们现在动工，4座窑加在一起，大概一次能烧出将近2万块红砖来。不过还有一个专门烧瓦片的瓦窑正在改造呢，改造完之后大概1天也能将近5000块红砖来。马武指着村子里的几座窑道，眼神颇为自豪。这些砖窑可有年头了，平阳县县城的城墙都是用这些砖窑出产的城砖建的呢，还不够，一次至少要达到10万块以上才能勉强够用。所以按照我给你们画的图纸继续建砖窑吧。李晨却摇了摇头道：“啊，10万块，需要那么大的量吗？”马武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
以后咱们可以用来盖房子吗？李晨微笑道，用红砖可是不仅能建城关，而且还能盖砖房，甚至以后还能盖楼房，能装更多的人。同时各种掩体碉堡、军事建筑之类，包括训练场之类的，也都要用到红砖。黑风寨那边搞建设也要用到红砖，所以当然多多益善了。另外他也让乡寨那边开始往这边运煤了，毕竟烧红砖若是光靠烧柴火，效率还是有些低，而且太浪费，用煤炭才更经济实惠。行，我们马上就抽出人手来，按照你给的图纸建一个全新的大窑。马武重重的一点头道，大伙儿也有饿了吧？来来来，先吃饭。李晨招呼着远处的人们道，他带了饭食来。这怎么好意思啊？马武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同气连枝，休戚与共，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李晨笑道，那我们就不矫情了。马武感动地看着李晨，随后赶紧招呼干活的人们过来吃饭。满满一车杂面馒头，足有500个，够全村一人一个，还带拐弯的。这一车馒头直接就把白沙村人的眼泪都吃掉下来了。饥荒年又逢战乱，往外送吃食，那相当于救命啊！以后就定下来了，每天一车500个馒头。如我之前所言，干活的伙食我供了。李晨笑道，陈根大好人啊，陈根简直就是咱们这2个村的大救星，以后就跟着陈根干了。白沙村人激动的喊声响彻天空，又一个村子民心归顺。对了，烧窑就别用柴草了，省下一些留作他用，以后就用这些东西吧，我天天让人给你们送过来，找个专门的地方用来储存，如果用不了的话，冬天烧它用来取暖也是极好的。李晨指了指旁边3辆大车的煤炭，那是啥？不少人围了过来，边咬着馒头边好奇地看着那东西。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叫石炭，我在军中见过。不过石炭这东西可不好开采，很贵，普通人家可烧不起呢。马武看了一眼那石炭，不禁咂舌道，没关系，以后这东西有的是，你们就烧吧，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如你所说，开采不易，运输更难。李晨笑道，确实，来来回回的用大车运煤真的很费事，但目前也只能这样了。古代之所以石炭无法普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运输成本太高，毕竟都是处理运输，路上还要浪费掉一些，运输起来实在不易。好在黑风寨那边离这里并不算远，半天时间怎么也到了。对了，陈哥，城关那边你想怎么建？马武问道。你们先生产，我回去画好图纸，再好好的规划一下，争取依山建成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真要建成，哪怕以后北燕关被攻破，我们3个村的近1000口人生命安全就有保障了。反正两山相加的距离不宽，多上些人想建起来一座关来并不难。李晨道，确实如此，那我们这边先干着活儿，等你的消息。马武道，对了，马叔，还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你说。我还想改进一下咱们的皱砖工艺，以后就不用那种特殊稠泥等材料了，咱们用水泥和沙子。啥泥沙？马武满头雾水。李晨便给他详细解释了一遍，随后又让马武带上10几个脑子好使的年轻人，专门到旁边的一座小石灰山走了一圈。等回来后，一群人恍然大悟，对李晨佩服得五体投地。咱们就用这种方法粘砖建城墙吧，保证坚固耐用，就算冲成锤都撞不破。李晨笑道，陈哥儿，你对我们这简直是太好了，啥都交给我们啊。马武10几个人看着李晨，感动得不要不要的。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活儿，当然清楚这门工艺意味着什么，都是一家人，又何必邪计藏私。李晨微笑道，将整套工艺都教会了马武他们一群人之后，李晨便回去了。此刻午时已过，家里面依旧一片繁忙，30个女工一起上阵，速度骤然间加快了不少，反倒是小碧七他们那边已经忙不过来了，跟个陀螺一样转来转去。幸亏赵大石和侯小白也加入进来，帮着智妍，外面只剩下一个徐秀指挥调度，还要忙着收柴草，都弄不过来了。好在村子里还有不少妇女，闲着也是闲着，主动过来帮忙。看到这一幕，李晨倒真是动了心思。熬盐这一块不用愁了，但智妍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人手啊。小碧七之前让他收了秀，虽然多少有点大方过度了，但也不无道理。其实说起来，徐家一家3口的人品都是极为过硬的，让他们加入至今年的最后一道工序，亦无不可。这样的话，人手方面就不会太缺了。正当他想到这里时呢，恰好秀娥满是细汉的徐秀无意中抬头向着这边望了过来。李晨不禁向着他展颜一笑，阳光下少年的笑容那般温煦，瞬间燃热了少女的胸膛。徐秀儿登时脸蛋羞红，原来有序的工作登时也变得忙乱了起来。哎呦，秀儿，你好像少给了我5文钱啊。旁边一个汉子数来数去，
挠了挠脑袋，小意的望向徐秀道：“啊，是吗？我再数数。哎呦，对不起，王大叔，我刚才数错了。”徐秀一慌神，赶紧又查了一遍，再付给人家5文钱。你这孩子，一见到陈哥，钱都数不利落了。王大叔摇头，哈哈大笑道：“村子里人都不是瞎子，哪个还看不出来徐秀的心思？哎呀，王大叔，你怎么为老不尊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徐秀脸蛋更红，啐了一口道。在转身时，却看到李晨已经转身进了屋子，他心中顿时惘然若失。正巧在这时，徐江挑着一束柴回来了，放下柴去，便听李晨在屋子里喊他，他赶紧进了屋子。徐叔，喝口水。李晨给他倒了碗茶，随后便将去白沙村的事情说了一遍。徐江听得直咧嘴，直拍大腿道：“陈哥儿哟，你咋个这么大方？又把什么烧石灰做水泥搅砂浆的工艺告诉了他们？那可都是宝贝哦，无妨，相信他们不会乱传的。”李晨一摆手，不过徐叔，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啥事说就是了吗？徐江喝了口茶，我想着的是，如果可以，我想让秀儿还有您和婶子帮我治今年，至于那方子，晚儿会告诉你们的。李晨道：“噗！”徐江一口茶便喷了出来，双手乱摇：“陈哥儿，这可使不得使不得，那可是比金子还贵的东西，我们可无福的享。徐叔，我相信您和徐婶，更相信秀儿。”李晨加重了语气道。徐江瞬间愣住了，品味着这句话，陡然间他眼中涌起了狂喜的神色。陈哥儿，莫非你看中了我家那个傻丫头？秀儿不傻吧？李晨摸了摸鼻子，徐大叔好像误会了他想解释，但终究还是没开口。先这样吧，日后再说。哈哈，好，陈哥儿，我马上就去找他们娘俩商量这件事情。啊不是商量，是告诉他们。徐江大笑道，心中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虽然陈哥儿没有明确说什么，但能让他们去治金岩，已经是把他们视为了真正的自己人了。而秀儿那傻丫头以后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李晨了？如果秀儿真能嫁给陈哥儿，凭陈哥儿的本事，未来岂不是享尽荣华？一想到这里，徐江就说不出的开心。徐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柴草这一块已经收得足够多的了，再多院子里就放不下了，暂时就不收了。李晨道：“啊，这个……”徐江尽管早就知道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但心情也多少低落了一下。这样一来，那些汉子们可就赚不到什么现钱了。李晨看出了他的想法，微微一笑，摆手道：“徐叔，让大伙儿也别泄气，还有其他赚钱方式的。最近我们还想造些工具，但需要各种配件，我和小白实在是忙不过来。如果可以的话，咱们村子里能上手的工匠就利用闲暇时间给我做些工具配件吧，可好？我到时候按难易程度付给大伙钱。陈哥儿，你这般成全大伙儿，简直……”徐江已经无话可说了。这是相互成全，我想到别处去找这么匠人还找不到呢。李晨笑道：“得嘞，我这就去跟大伙说。”徐江站起来向外走去。接下来，李晨又将侯小白叫了进来，开始研究了起了2样东西的配件。一件东西是滑轮弩弓，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李晨研究的那个新式纺车。村里的汉子几乎人人都会手木匠活，就算白沙村那边也有10几个，加在一起超过了70人。把70多人都组织起来，让他们去生产配件，到最后再挑几个德性好的人，组建一个小型工房，专门进行组装，实现初级的流水线作业。无论生产什么，生产效率都会大幅提升，比他们2个人造弩做纺车强的不是10倍100倍。侯小白在一旁分解着弩弓和纺车的配件，同时标定好各种尺寸。而李晨则开始设计起新型的织布机来。光用纺车纺线不行，还得用织布机把这些线都纺成布，甚至制成衣，那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冬天已经临近，他必须要未雨绸缪，尽快做出布料赶制冬衣，要不然冬天会很难熬的。况且黑风寨那边的女人们也不能干闲着，必须要马上开始干活，要不然多养出这70多张嘴，李晨压力也很大。一时间，木儿村、白沙村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大生产正在火热进行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悄然无息中开始了。但是此刻正有人在暗中切齿，全军覆没，全军覆没！我多年的心血啊，就这样毁于一旦。还有我的2个兄弟，居然也全都下落不明，是谁？到底是谁干的？我要将他剥皮萱草，挫骨扬灰！县尉吴闯在平阳县城的家中状若疯癫地挥舞着双手狂吼道，屋子里能摔的东西都已经摔碎了。第二天晨起高强度训练过后，未到5时，李晨动身便去了王窑村。原本他想带着赵大石或者侯小白来的，只不过他们实在太忙了，家里这边根本脱不开身。
况且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家里这边也需要有人保护。到了村口的时候，远远的李晨便看见王寿正和一群人在那里焦急地等着他呢。一见他来了，王寿登时大喜过望，远远的就迎了过去。陈哥儿，你终于来了。李晨下了马，略一点头，因人之事，忠人之托，当然要来。陈哥儿好生仗义，真是个英雄人物。王寿向他一竖大拇指，办事奉承办事，真诚地赞道。随后拎起了2个袋子，陈哥儿，你让我们准备好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先进村休息一会儿吧。李晨打开来一看，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便满意的点了点头，将马缰绳交给了王寿。进村就不必了，我要马上行动，快些找到那畜生解决掉他。随后扛起了2个袋子，便沿着前面的山路进了山。这陈哥儿当真是雷厉风行啊。王寿远远地望着李晨的背影道。王村正，那陈哥儿如果真的成功归来，我愿意为村里做出牺牲，把自己作为谢礼嫁给他。旁边一个年近30岁的村妇满面大义凛然地道。钱寡妇，你个残花败柳老梆子就少放屁了，那是牺牲自己吗？简直就是恩将仇报。旁边就有村民哄笑道，他不行，不够格儿，还是我来吧，我腰粗屁股大，保证生儿子。另外一个女孩子站了出来，自荐其屁，那屁股是真的大，跟锅盖一样，这还是没结婚呢，若结了婚，怕是比磨盘还要大。拉倒吧，你是大，可大的有些过分了，再把陈哥给做死了。还是我来吧，我比较不大。几个村花开始争抢生意。行啦，还有没有廉耻？都别吵了，我自有安排。如果陈哥真的回来了，无论选到你们谁家的姑娘进行答谢，都不许回绝。王寿一瞪眼睛道，那是必须的。一群人齐声回应道。有不少待字闺中的大姑娘们眼睛登时都亮了起来，看着李晨远去的背影愈发火热。李晨倒是不知道王瑶村民们在想什么，此刻他已经循着踪迹入山而去。那大蟒体型巨大，压着了不少草木，倒是很好寻踪秘籍。就算偶尔过了2条小溪几个山岗的，若是普通人也就追丢了，可是对于李晨这种强者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概2个时辰后，已经是未时了，山中逐渐阴暗了下来。他已经深入群山，来到了一座怪石嶙峋的乱石岗前。乱石岗上有一个缸口粗的石洞，石洞的石头居然磨得锃亮一片，显然是有什么东西长年累月的在这里爬来爬去，造成了这种情况。就是这里了。李晨呼出口长气去，已经确定就是那条巨蟒藏身之处。看那地上尚未干涸的粘液就知道，这家伙应该是刚回来，现在还在洞里睡觉呢。先将2个袋子扔在旁边，随后从怀里掏出了10几把尺长的尖刀来，刀尖向上，小心翼翼地在蛇道而旁边可能会爬过的路径上分别布置了下去。等这一切做完之后，他将那袋子半干的万寿菊塞满了干草，连袋子直接点燃，扔进了洞口之中，并在蛇道的远处尽头点亮了7彩转灯。曾经的佣兵经历告诉他，巨蟒最不喜欢的就是万寿菊烧起来的味道，一旦闻到这种气味便会发狂，直接从洞里冲进来，而7彩转灯若是点亮起来，在蟒蛇的感知中会将其当成同类，奔着同类而去。这样的话，前面蛇道上倒插的刀锋便会要了他的命。这一招他还是跟亚马逊丛林里的土著学的，多次实践证明非常好用。曾经有一次在丛林中行军，没有了粮食，就是靠这一招猎了头足有100斤重的巨蟒，靠着巨蟒肉的支撑，他们一个小队才得以走出丛林，没被活活的饿死在里面。正在当李晨回想着往事时，突然间洞口内就是一阵躁动，紧接着在火光与浓烟中，一条巨蟒疯狂地窜了出来。李晨定睛望了过去，饶是以他的镇定也不禁眉毛激跳。那居然是一头3丈多长的巨蟒，最粗的地方快有水桶粗了，看那体型至少超过300斤，绝对是一头庞然大物。他的判断果然没错，这样的巨蟒别说吃小孩子和羊了，就算吞个体型不大的成年人也不在话下。紧盯着那头巨蟒的行进路线，李晨已经握起了弩弓来，瞄向了那头巨蟒。不过稍后他就放下了弩弓，因为那头巨蟒已经被前方的7彩转灯所吸引，居然直直地奔着那盏灯游了过来。在这条蛇道上，李晨布下了足有6把刀，无论他怎么爬都能豁开他的肚皮。事实证明，李晨的计算极为精准。耳中就听见扑哧哧的响声，如一把并不锋利的剪刀正在裁剪着一块破布。那条巨蟒一路游过来，泛着寒芒的刀尖将他的肚皮划开了至少3条恐怖的大血口。他吃痛之下拼命向前游走，可游得越快，刀尖豁开肚皮的速度越快。在哧啦声响中，他终于游到了那7彩转灯前方，而肚皮上也多出了3条几乎纵贯肚皮的恐怖伤口，鲜血混合着内脏拖了一地。那巨蟒疯狂地在地上翻滚了起来，尾巴打在巨石上都是轰轰作响，石屑纷飞，手臂粗细的树木都经不住他甩出去一尾巴，被直接抽断。李晨盯着他，已经举起了弩弓来，准备最后送他一程，结束他冷血的生命。
不过就在这时，心中突然间警兆狂生，他豁地一转头，结果就看见身畔一条体型稍小却也至少200多斤的巨蟒已经游了过来，瞬间就已经扑上了他的身体。该死，我忽略了，居然是一雄一雌，2头巨蟒。李晨暗骂了一声，刚才居然没有想到有2头巨蟒，再加上过于关注那头体型较大快要死掉的雌蟒，结果被这头狩猎回来的雄蟒给盯上了。想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条巨蟒悄无声息地爬过来，只一窜便已经缠上了李晨。下一刻，他整个庞大的身躯已经将李晨都缠了起来，包得跟个粽子似的。李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扔掉了弩弓，抽出了一条手臂。那条巨蟒已经发动攻击，全身上下如同正在上紧的发条一样疯狂收紧起来，以至于李晨身上瞬间就发出了咯咯滋滋骨节相错的哀鸣声。他感觉自己像是要被勒碎了，同时胸腔里的空气也几乎要全部被抽干，就算张大嘴巴也根本无法呼吸一丝空气。眼看他就要被这头巨蟒给活生生勒死，一阵阵眩晕袭来，李晨却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控制着自己不要晕过去，同时举起了手中的短刀，拼尽全力一刀刺向了勒在胸腔处那节蟒身。噗，血光迸现，可蟒身的鳞片实在太厚了，坚韧而且极其黏滑，李晨在这种极限状态下发出的力量也有限，结果这一刀只是将那条雄蟒身上开了一道血槽，豁开了皮肉，根本没有刺进去。那条巨蟒吃痛之下猛地将蟒手昂了起来，与李晨面面相对，暗黄色的眸子闪动着冰冷残忍的光芒，张开了大嘴就要向着李晨的脸噬去。甚至李晨已经看清楚了他上下4颗带着钩子的长牙，还有白色的喉咙。就在这一刻，李晨陡然间凝运精神力量，双眸之中寒芒爆闪，死死地盯住了他的眼睛，眼中瞬间威棱迸射。畜生！他狂喝了一声。那条雄蟒登时身上一僵，整条蟒躯都凝定在那里，动弹不得。李晨毫不犹豫，抬臂就是一刀，这一刀直接从巨蟒的口中刺入，从颈后透出。那雄蟒吃痛之下身体一松，拼命地向后缩。李晨身上一轻，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他一下扑过去，整只右手都已经伸入了雄蟒的口中，将那一刀在后颈处穿出，直接扎在身后一株大树上，将它定在了那里。尽管雄蟒拼命地想合拢嘴巴咬它，可对于巨蟒来说，最强大的攻击力在于它身体的勒缩能力，而不是在于咬合力。相比之下，那点咬合力弱得可怜，并且还是无毒的4只钩牙，尽管咬住了李晨的手臂，却只是咬破了皮罢了，根本没办法对他造成半点伤害。李晨一只手死死地将那头巨蟒钉在树上，左手已经在腿上抽出了另外一柄短刀来，照着那头雄蟒的7寸处噗噗噗连捅了10几刀，直到那条雄蟒软软地垂了下来，不会再动了为止。吐出口长气去，李晨一下坐在地上，真有些精疲力竭了。刚才的战斗实在太过突然，也太过惊心动魄。尽管上一世经历过无数生死，但还从来没有过跟一头200多斤的巨蟒这般近身搏斗的经历。坐在地上休息了半晌，大概是刚才用力过猛，再加上被那头雄蟒险些勒死，耗尽了力气，无论体力精力还是有些没恢复过来。他手撑着膝盖站了起来，将2条死蟒的蛇胆全都取了出来，足有2个拳头那般大，他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剥去胆皮，直接将2颗蛇胆全部吸干。蛇胆拥有快速恢复精力体力的强大功效，半刻钟后，他从地上一跃而起，重新生龙活虎了起来。2颗蛇胆的功效的确相当强悍。将2头蛇绑在了一起，2个蟒手环扣在腰间，他将2条巨蟒拖下了山去。虽然2头巨蟒加在一起500多斤，可是相比之下，它们身体细长，这地面积极大，而且柔软光滑，还不怕卡在哪里。况且还是下山，李晨倒也能拖得动。2条巨蟒鳞甲粗厚，也不怕磨坏了。等他走出了山时，已经过了酉时，王窑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做起饭来，炊烟袅袅，烟火人间。李晨长呼出口气，站在坳口处，真有些精疲力尽。好在有村民见到了他，赶紧跑回村去喊人。当王窑村的村民们看到那2条巨蟒时，无不倒吸了一口冷气。老天啊，世界上居然还这么大的蟒蛇！豁开巨蟒的肚皮，当时村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哭声。却是2只巨蟒的肚子里分别有2具小孩子的骸骨，都已经消化完了，就差把骨架排出去了。谢谢陈哥，如果不是你，天知道这2头巨蟒还要祸害多少人啊！村镇王寿的眼眶湿润了，抹了一下眼睛，向李晨道谢。随后全村人只要在场的，无不向李晨拱手或是躬身。这可真是救了全村人的命啊！要不然天知道他们还要担惊受怕到什么时候。一衣带水，风月同天，邻里相帮，理所当然。不必谢我。李晨摆手道，不，谢你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王窑村集体的决定。这么着，陈哥，我已经给你挑好了9个姑娘，全都身强力壮，
个个膀大腰圆，堪比男子，干起活来毫不费力。尤其是他们吃的还不多，养活他们很容易的。姑娘们都出来，见过你们的夫君。王寿大手一挥道，随后地面微颤，就看见9个大姑娘走了出来。没错，就是大姑娘，个个身高7尺，大胸脯子，大腚盘子，大腰板子，那体格大的简直都是练香铺的天然好手。陈哥儿，这可是我们村里最优秀的姑娘，全都是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个个吃苦耐劳，皮实耐造，咋干都行，不是咋使唤都行。看看这大腚盘子，保证个个生儿子，让你儿孙满堂，福寿永享。王寿卖力地推销着村里的几位大姑娘，几个大姑娘羞答答又含情脉脉地望着李晨，眼神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饶是以李晨的镇定，此刻却也不敢和他们对视，只是不停摆手。王村正，这就不必了，我家中已经娶妻。嗨，男人大丈夫，9妻10妾都很正常嘛，有了一个也不差这9个。陈哥儿，都归你了。另外，我们也决定了，全村凑上500斤粮食，给你拿回去，省得让你误认为我们是往外推饥荒呢，也堵堵徐江的嘴。就这么定了。王寿豪气冲天地道。王村正，还是别了，我暂时还没有再娶妻纳妾的打算。至于粮食，你们留着自己吃吧。李晨一口回绝，倒不是他养不起，而是领着这9个大姑娘回去，家里都没地方住，床都得是特制的。哦，这样啊。王寿满眼的遗憾，而那9个大姑娘同样满眼的失落。王村正，我知道你们的盛情，好意心领了。不过我倒真是遇到了一些难处，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有2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帮我个忙。李晨问道。说，快说，我们现在全村人真不知道咋感激你好呢。王寿眼前一亮，急急地问道。知图就得图报，淳朴的乡村百姓就怕人情越欠越深，还不起。一方面是修建隘口城关的事情，我希望咱们3个村子都能尽力，毕竟这是关系到咱们所有人的事情。这个没问题，我已经答应徐村正了，明天开始就派人过去，怎么也得把隘口修起来，这可是重中之重的大事。这可不算是帮你的忙，你得另提要求。王寿笑道。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咱们村子居然会烧瓷造窑，我想问下，你们烧瓷用的是什么土呢？李晨思忖了一下问道。烧瓷用的是瓷土吗？这附近就有一个山坳专门产出这种瓷土，而且质量极好，拿过来就能用的。王寿说道。原来如此。李晨点了点头，心中微喜。王寿所说的瓷土应该就是高岭土了。抬头望向了王寿。王村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也是替我的朋友提出的请求，他是搞大型铁匠铺的，想修几座炼铁高炉，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请咱们村里出些工匠帮他们修一修炼铁的高炉？这个我们不会啊，我们只会建瓷窑。王海一怔问道。其实很简单的，在建瓷窑的基础上改动一下，直接修高炉就是了。在这方面我倒是略懂一些，要是可以的话，先在我们村子建个小高炉，做个试验。真成功了，那就烦请王村正帮我那朋友一个忙，如何？李晨道。呵，陈哥还懂得这个。王寿上下打量着李晨，随后拍着胸口道。没问题，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随后他转头望向了村民。陈哥的事情你们有意见没？人家帮着杀了这2头大蟒，除了这害人的长冲，这般恩情帮建个炉子算个啥？陈哥，修窑建炉我最在行，如果你需要随时喊我。一群村民们轰然响应，没有一个不乐意的，并且还全都十分踊跃。李晨原本想说给他们工钱的事情，但看他们激动的样子，现在说恐怕不太合适，那就等干完活之后再说吧。好，既然如此，那就请王村正明天找上10几个工匠去我家中，别忘了再带上几车瓷土，我倒是有些用处。得嘞，陈哥儿，你就瞧好吧。王寿大笑道。李晨告别了一众热情的村民，趁着天色微亮，骑马赶回了村子里。至于那2条蛇，他全都留给村民了，反正现在他也不缺钱，留下2条蛇给村子里改善一下伙食。当晚，王窑村村民们怀着滔天之怒，对那2条巨蟒大开吃戒，真正做到了食其肉，啖其血，敲其骨，吸其髓，在撑得直打饱嗝中，为了2个死去的孩子狠狠地报了一次仇。第二天，王寿果然如约而至，带来了10位村子里技艺最好的工匠，还带来了50个帮工的人，拉了10大车瓷土，那是相当的实在。徐江和王寿带着那50个人到白沙村跟马武会合，挖泥烧砖，同时往城关那边运送材料，准备施工。剩下的那10个工匠则被李晨带到了赵铁匠家中。此刻赵铁匠和周大海正在那里抡着大锤小锤锻造武器呢，一见李晨带着这么多人来了，就有些惊讶。李晨将情况一说，2个人就瞪大了眼睛。陈哥这真是越玩越大，居然要建炼钢高炉。
不过这也是好事，就看能建成什么样的高炉了。对此，他们也很是期待。接下来的3天里，李晨专心忙着建高炉的事情。第4天，一座半立方的炼钢土高炉拔地而起。通过赵铁匠和周大海那里，李晨已经细致地了解到，现在大眼的炼钢高炉差得太远了。那些高炉最高也就1丈左右，使用的居然还是粘土炉衬，容易熔蚀，寿命太短，总是有塌炉的悲剧发生。每一次塌炉都要死上几个人，甚至赵铁匠亲眼见过钢化的铁水把周围10几个人的脚都烧没的惨剧。同时，燃料方面基本就是以木炭为主。李晨推断，那温度上限最多1200度，难以高效还原铁矿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鼓风技术不过关，还都是人力皮囊鼓送风呢，风压不足，氧气供应有限，所以铁的产量并不算高，只不过胜在炼钢炉多，用数量生生的堆起来而已。而李晨改进的土高炉则是建了竖炉，将原本1丈左右的高炉猛增到了2丈高，炉腹角缩小到75度以上，并且分成了3段结构，上部预热带，中部还原带，下面是熔融带，可以进行铁水聚集。耐火材料上直接用高岭土混合石英砂，高温烧结形成高强度耐火层，至少能提升至1500度以上。同时在炉腹和炉缸中嵌入石墨片，全面强化抗熔实性。燃料方面已经拥有了一个煤矿，那就太好办了，直接用建个小焖窑，多孔焦炭要多少有多少，热值绝对远超木炭，并且抗压强度高，炉内透气性也好。最重要的是，李晨直接设计了一个活塞式风箱，可以处理驱动连杆机构，实现连续送风，不用效率低下的人力了。同时再配上一个陶制风管预热，还能升温。看着这个新建成的高炉，李晨很满意。这些王窑村的工匠确实不一般，在他的指点下，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完成了这个大高炉的建设。随后，李晨让赵铁匠将前几天吩咐他特意去黑水铁矿买来的一些铁矿石投了进去。当所有人震惊地看着那通红的铁水流出来时，那些工匠倒是不觉怎的，可是赵铁匠和周大海这2位行家却是眼珠子几乎都要瞪爆掉了。天哪，比起那些铁厂里的高炉，这效率提升了简直10倍不止啊！以往要练1天甚至2天的时间才有可能出铁水，现在才2个时辰，铁水就流出来了。并且这还只是第一炉铁水，再往后炉温上去了，炼铁水的时间可就更短了，恐怕1个时辰就可以了吧。就算最大的一台炉子，1天最多也就能生产1000斤生铁罢了，那可是需要好多人一起干。可看他们这个炉子，1天最少能生产2000甚至是3000斤生铁啊，而且只要几个人就可以了。这陈哥儿，你是神仙吗？咋都会啊？周大海怔怔地望着李晨，此时此刻他和赵铁匠对李晨的佩服已经突破了极限确值了。略懂一点罢了。李晨微微一笑，这叫略懂一点，这简直就是懂到天上去了。2个铁匠简直想去死，佩服的想死。赵大叔，以后咱们就不弄那些残冰断铁或者成型的铁锭了，毕竟源头质量实在一般，咱们还是多买些铁矿石回来自己炼吧，这样的话还能省下不少钱。李晨望着赵铁匠道，陈哥儿，我倒是也想啊，这样最好，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的武器质量还能再进行提升。可问题是，黑水铁矿那边是官家的铁矿，人家不卖啊，要卖也只卖些成品的铁锭，但也不能多买，一次只卖100斤，要是买的次数多了，容易引起怀疑，还得去官府拿证明文书。咱们这几天买来的铁矿石，还是仗着我跟那边有些熟人，磨破了嘴皮子，说拿回来试试炼铁，他们才卖了我这200斤矿石而已。赵铁匠叹了口气道，哦，原来这样啊。行，那咱们就先用那些铁锭或者残冰先炼着，矿石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李晨思忖了一下，点了点头道，他需要炼铁，炼制大量的精铁，然后才好打造更多的武器装备，就算是用来打造农具，也能让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但现在缺少原料这件事情，倒是把他难住了。先让这炼钢炉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再说，然后再想着如何去黑风寨那边建高炉，一切不急，从长计议。随后李晨又去了白沙村那边，就看见一垛垛烧好的红砖正在被装上车子运去隘口那边，同时刚刚制好的水泥还有从河道里掏出来的沙子也都正在装车。之前他已经带着马武他们亲手做了几次示范，演示了沙子和水泥还有水的比例范围，那些泥水匠们学得很快，已经完全掌握了其中的要领。现在只要按照图纸开始建隘口城关就可以了。工程推进的速度很快，证明了马武和徐江组织能力都很强。同时王窑村的那50个壮劳力的加入，也极大地推进了工程的速度。照这么干下去，怕是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就足能建起一座10丈高的城墙来。那时候哪怕是北燕关被破，北莽大军来袭，想在这个根本无法展开兵力的地方啃下这块硬骨头，也绝非易事。一切都在高效有序的进行当中，
3个村子开始掀起了大生产、大基建的热潮，这让李晨十分满意。他回去了家中，将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精盐打包装上了车子，随后叫上了赵大石和侯小白，赶上了2辆大车，便去了县城。这一次共产出了720斤精盐，依旧将多余精盐留下，剩下的600斤拿去装车卖。现在能多产出的精盐，他暂时还不想卖，准备留作自用。况且物以稀为贵，市面上也不能同时出现太多精盐，还要饥饿营销，细水长流，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精盐价格的稳定。不过这一次他准备多进一些粗盐，多维持一段时间，要不然他这边的开工老是断断停停的也不行，得让那些女工们不停的有活干才可以。3个人赶着2辆大车赶往县城，期间倒是遇到了黑风寨来的10辆大车，载着满车的煤赶往木儿村。领头的并不是程广和刘汉东，而是10几个并不熟悉的兄弟。一见到李晨，10几个人立马停了下来，一个个跳下车来，激动地望向了李晨。张庆哲、王恒，你们带队押车过来的？李晨停下了马车，望向了对面的2个人，微笑问道。他居然能够准确地叫2个人的名字，也让张庆哲和王恒激动不已。没想到李晨只见过他们一面，居然就记住了他们这些小虾米的名字，佩服的同时更是让他们受宠若惊。张庆哲一抱拳道：陈哥，就是我们。旭哥说了。刚说到这里，张庆哲隐蔽的四下望了望，见没有别人路过，这才低声道：我们面生并不是官府通缉的对象，所以没有危险，便派我们来的。李晨点了点头，陈旭的心思够细。还有，旭哥特意让我们用布做成了车厢版的里衬，也避免了石炭残渣外泄于路上，引起他人怀疑。毕竟关于石炭的秘密还是越少人知道的越好，旭哥想的实在太周到了，我们实在佩服得紧。张庆哲竖起了大拇指道。李晨能看得出来，他们绝对是真心臣服的。不过这其中恐怕就有一些其他不为人知的故事了。你们去吧，这些日子就尽快往这边运煤，能拉多少是多少。到了之后跟瓦尔交接，将煤运往指定地点。咱们要为2边过冬做准备。李晨点了点头。好嘞，陈哥。张庆哲几个人应了一声，便重新上了车子，赶着大车去了木儿村。一车煤大概2000多斤，主要是不能堆得太冒高，并且都是优质的大块煤，有些占地方，所以满载也就这样了。不过实车怎么也有2万斤出头，如果拉上这一个夏天，在村子里存个几百上千吨的，无论是分配给村民过冬，还是日常炼钢消耗，应该都够了。这日子眼看就是越过越好了啊。侯小白看着远去的车队，感慨地道：是啊，以前可从来没想过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啊。赵大石也喟然一叹道：会越来越好的，走吧。李晨一挥鞭子，2辆大车继续向前。眼看着已经到了前方的那些流民聚居地了，就看见官道下面的空地上，一个30岁左右、白面书生模样的人正带着几个衙役，愤怒地和人对峙吵架。而他对面的那个人，居然就是县尉吴闯，身后还跟着一群满脸横肉的乡勇府兵。只见那白面书生愤怒地喝道：吴县尉，施州放粮的账目根本对不上，我已经详细的调查过了，调查对象包括施州的差官和那些流民，每天放粮顶多就400斤左右，可是县衙放粮的规定数量是1000斤，并且现在还未放粮，你们刚刚运过来的粮都在这里，只有350斤而已。人证物证俱全，吴县尉，别的不说，我倒是想问问你，今天剩下的那650斤粮到底哪里去了？楚县城我刚才都已经解释过了吗？那粮食还在库里，正在往这边运送着呢，只不过运送的速度有些慢，现在还未到而已。我见这帮流民饿得很了，便先给他们施州赈粮，这有什么问题吗？你怎么就不信呢？吴闯阴阴的一笑，望向了对面的楚县城说道。李晨细细望过去，挑了挑浓眉，就看见正在说话的吴闯脸上居然一片红肿，好像刚刚被打过一顿耳光似的。他身为县尉，这平阳县城之中属于第3号人物，并且还执掌乡勇，谁敢抽他的耳光？难不成是那县城？看起来倒也不像，那县城文质彬彬，不像动手之人。况且吴闯怎么可能让他打得到？吴闯，你休得在这里还企图瞒天过海。我且问你，那这些日子天天赈粮，怎么每天都只有400斤左右？那些粮食难道也是运送的慢？从县城粮仓到这边的流民安置点不过区区5里路，你用的是乌龟车拉车吗？才让粮食迟迟未运到。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贪墨安置流民的公粮，这些日子天天都有流民饿死。吴闯，你拍拍良心问问自己，如果你家的亲人也在这流民之中，你就忍心看着他们忍饥挨饿，甚至饿死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那边已经添了多少新坟，全都是因为你贪墨所致。吃下那些粮食，难道你不怕良心有亏，以后会下地狱？楚县城愤怒的身上直抖，指着吴闯的鼻子怒吼道，手指就差点戳在了他的脸上。
周围好多路过的人围在旁边看热闹，当看到这里时，也不禁气愤不公，也开始纷纷指责起来吴闯来，甚至有心肠狭义、性子急躁的都开始愤怒的大骂了起来。这也让吴闯的眼睛眯得更紧了。楚青松，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居然敢跟本县尉这般说话！我就是运粮食慢了一些而已，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贪墨公粮了？你这分明就是栽赃陷害！吴闯啪的一下打开了他的手，沉脸怒喝：还是那句话，人证物证俱在，我这就去汪县令那里告你。如果汪县令要是不管，我就告到州府知州大人那里去，必要叫你这等不顾百姓生死贪墨公粮的恶徒给饿死的流民们一个交代！楚青松怒吼道，一抚大袖，转身便走。吴闯却并未拦他，只是盯着他的背影，眼神阴冷。这个楚县城怕是有难了。侯小白低声向旁边的赵大石道：晋升。李晨清喝了一声，两个人一吐舌头，不再说话了。此刻吴闯已经察觉到身后有动静，转身望了过来。当他看到了李晨的时候，瞬间眼神一片怨毒冷厉，不禁喝了一声：李晨。李晨神色平静地抬起头来，一拱手道：吴县尉，好久不见。是啊，陈哥，好久不见了。吴闯死死地盯着他，缓缓策马走了过来。他身后一群乡勇拿着刀枪也围了过来，将两辆车马车围得水泄不通。刚才还围在那边看热闹的人倒是不嫌事儿大，此刻也全都围了过来，远远地看着，指指点点。车上是什么？吴闯眯起了眼睛，怒喝了一声问道。这一句话出口，当时侯小白和赵大石的眼神眯紧了，两个人分别握住了藏在草垫子下面的刀把。如果真是情势不对，那就对不起了，直接斩杀这个县尉。马德，大不了陪着陈哥上山当土寨去，同样逍遥快活。吴县尉，车上是什么？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吧？李晨向着两个人暗自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后望着吴闯，淡淡的应道：本县尉负责全县街道治安事宜，当然也有巡检过往车辆的权利。给本县尉打开，如果再敢抗拒，就是拒法，本县尉可以行使职责，将你当场格杀。吴闯怒喝了一声：威武！周围一群狐假虎威的乡勇怒吼道，将手中的刀枪棍棒向地上一顿。吴县尉真是好大的官威啊！李晨冷冷一笑，跳下车去，向赵大石两个人一挥手，两个人也只得跟着他下车。可是盯着吴闯的眼神却是恨不得吃了他。马德，敢跟陈哥耍威风，真是活宁了！改天让你跟你一家子吴家死鬼作伴去，请吧！李晨做了个手势，打开看看。吴闯挥手喝道。那些乡勇纷纷跳上车去，将一个个麻袋打开，随后惊呼声此伏彼起。吴县尉，是今年，全都是最好的今年啊！天哪，6袋子100斤一袋，至少有600斤啊！什么？居然私自贩盐！李晨，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给我拿下！吴闯眼神中闪过了阴毒至极的神色，抽出刀来，向着李晨一指，怒喝道。同时他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李晨，用最阴毒的语气低声道：李晨，我定要叫你生死不能！周围的那些乡勇全都嗷嗷叫着向李晨扑了过来。赵大石和侯小白两个人握起了拳头，这一刻却是怡然无惧。现在就看陈哥的了，如果他想打，那就干。李晨却是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拿在空中高声喝道：平阳县衙官方出具的红旗签照在此，我是受雇于林氏盐业，专门为他们生产精盐，我看谁敢抓我！周围的乡勇定望了过去，就看见李晨手上居然真的拿着一张官府的红旗，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林氏盐业令公制盐等事宜，签照末尾还盖着官府通红的大印，并且上面还有双方手印摁压，一切都真得不能再真了。如果吴闯还敢抓人，那他就是知法犯法了。吴县尉，你刚刚贪墨了几万斤为流民镇州的粮食，饿死了那么多流民，却不知悔改，难道还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抢夺我这等拥有红旗签照的正经商人吗？难不成你吴县尉真以为这平阳县城是你一个人的，你可以为所欲为吗？李晨望向了吴闯，冷笑不停地道。他早就预防着这一手，所以第二次交易时就与林玲儿签订了这份红旗签照，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之前在木儿村吴闯想以此抓他的时候，他原本想将红旗签照亮出来了，可当时乡亲们群情激愤，硬生生地将他保了下来，这个早已经准备好的红旗签照倒是没派上用场。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就不信大庭广众之下他吴闯还敢抓人。周围看热闹的那些人俱都义愤填膺，向着这边指指点点，但全都是低声怒骂着狗官的声音。吴闯看着那红旗签照，又死死地盯着李晨，脸上阴晴不定，但最终他还是没敢动手。还刀于鞘，他挥手喝道：走，回县衙。一群乡勇悻悻地跟在他身后，在周围看热闹的人们起哄当中，灰溜溜地往县城走。骑着马路过李晨身畔时，吴闯突然间就低下头来，
向李晨愿毒至极地道：“李晨，别以为你做的事情我不知道，灭我吴家满门之事，必与你有关联，甚至有可能你就是乡寨悍匪潜藏在木儿村的帮凶。早晚有一天，我会将你剥皮宣草，挫骨扬灰，以报此血海深仇。”说罢，他一扬鞭抽在了马骨上，疾驰而去。盯着他的背影，李晨缓缓眯起了眼睛。他怎么知道是我们做的？赵大石惊怒交加，低声问道。侯小白反应极快，眯起了眼睛，思忖了一下，以极低微的声音道：“白玉香与林灵儿暗中来往，吴闯必定隐约知道些信息，不过就是并未抓到现行罢了。如果顺着这条线去想，我们与林氏盐业是合作关系，那我们与白玉香自然也应该有勾连，所以我们有着重大嫌疑，至少他也要怀疑我们是内应。”李晨一点头，不错，侯小白的脑子同样不白给。那怎么办？我们已经被他掂念上了，只有日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赵大石深吸口气道：“那便杀了，以绝后患。”李晨淡淡地道：“已经重新上车，一挥鞭子，喝了一声，驾！”马车向着县城内驰去。县衙后院之中，县城楚青松正义愤填膺地向县令汪文全控诉县尉吴闯贪墨公粮、饿死流民的事情。大人，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包括弄虚作假的账本，我已经全都拿在了手上，铁证如山。吴闯这简直就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啊！楚青松愤怒地道，手已经气得直哆嗦。居然真有这等恶事！吴闯简直胆大包天。楚县城务要动怒，免得伤了身体，先回去休息。我这就传唤吴闯，让他来见我，务必要问个清楚。汪文全大吃一惊，连连地拍着桌子怒喝道：“汪大人，我也陪你，与他一起对峙。”楚青松重重地点头。这些日子，楚县城带我巡视全县，舟车劳顿，辛苦了。你先回去吧，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必定会马上查证。如果一切属实，我必先将他打入大牢，再请知州大人定夺此事。不若，证据就先交于我，便于我进行查验。汪文全和颜向楚青松说道。谁知道楚青松却是一摇头：“汪大人，证据太过重要，不能轻易示人，必须要汪大人下定决心，当庭将他抓捕时，才可以出示以正其罪。”汪文全略一皱眉：“楚县城莫非是不相信我？”“当然不是，汪大人，但事关重大，请原谅卑职暂时不能出示证据。”楚青松赶紧一躬身道。汪文全眉心舒展，微微一笑：“那就好，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也先想个法子稳住吴闯，再徐徐图之等，我想清楚其中关节，再找楚县城商议。告辞。”楚青松拱手躬身向外走去。不过看着他向外走去的身影，汪文全的眼神却阴沉了下来。楚青松走后没过多长时间，吴闯便已经匆匆地从县衙后院的角门走了进来，而县衙后院便是汪文全在平阳县的家。他直接进了汪文全的屋子，随后两个人又进了一处密室之中。吴闯刚刚将密室的门关上，一转身，汪文全一个大耳光便抡了过来，啪的一声，打得他昏头胀脑，却不敢反抗。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怎么镇粮的事情居然就让楚青松那条疯狗给发现了？不是告诉过你要做得干净一些吗？为什么还会留下那么多的尾巴，让这条臭狗如见了屎般咬住不放？汪文全破口大骂道。还不解气，上去又是劈面一个大耳光。你这臭蛆，接二连三的坏我事情。黑风寨的土匪刚刚被白玉香的乡寨灭掉，让我瞬间就没了一个重要的支点。可倒好，为了报你那灭门的仇，居然未经过我的同意，私下派了一团乡勇去夜袭2个破山村，结果可倒好，有极大的可能是中了乡寨的埋伏，全军覆没。可怜了我重金豢养的40多匹上等好马啊，还有那100余人的乡勇，这也让我失去了另外一个支点。现在我手上可用的力量，仅剩下你那些新招募尚还未未熟的乡勇。本县令上任3年，辛苦攒下的这点家底，居然让你这个蠢货一夜之间全都败光了，并且还惹上了楚青松这条疯狗犟驴，甚至他百般不愿意将证据交给我，搞得我想替你擦屁股都办不到。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汪文全越说越来气，又狠狠地抽了他几个大耳光。别看吴闯在外面威风八面，可是在县令汪文全面前却是连声都不吭，甚至都不敢吭，只是垂着头，任由汪文全狠狠地抽着他的耳光。是，大人，卑职该死。如果可以，卑职不如就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晚上杀他满门，搜出证据，如何？如果真出了事情，大不了卑职也上山逃亡，落草为寇，愿永远做大人的一条狗，任大人差遣。吴闯的态度也极好，倒是让汪文全不知不觉间消了些气。县城乃正八品，是镇北王亲面亲封，长史大人除授告身的，地方上不明不白死了一个县城，就算查出不是我做的，也要问责于我，贸然行事并不妥当。汪文全思忖了一下，摇了摇头道：
正在两个人商议之时，突然间外面就有衙役在喊：“汪大人，汪大人，有王窑村村民为杀莽除害英雄请功来了，还请大人一见。”有人请功。两个人都是一怔，却也只得暂时放下密议如何对付楚青松的事情，匆匆走出去，倒要看看是什么情况。那陈哥简直太了不得了，仅用半天时间就杀了这2头大蟒，可以说救了我们全村人，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甚至大人要葬身蟒腹。县衙之中，王窑村村长王寿正在唾沫纷飞，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李晨的丰功伟绩。说实话，他是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李晨了，尤其是当李晨居然还在他们村子里招工，还供给那些见隘口城头的人们馒头，豪爽仗义之处简直让王窑村村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再加上王寿一合计，就抬着那蟒皮来县衙宣扬李晨的功绩，为他请功。因为大衍王朝有相关的规定，若是为民除害者、野生动物，官府是一定要给予相应的奖励的，并且还要官府颁发相应的证书，是具体情节可以免除徭役、丁税，甚至是兵役。所以王寿一群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心想给李晨多争取些利益。当然他们对于建隘口城关，包括李晨家里做生意等等事情，全都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就说了这件事情。为了给李晨一个惊喜，他们事先也未与李晨商量，直接就赶过来了。李晨、汪文全和吴闯盯着大堂之中的那2条盘的小山也是的蟒皮，惊疑不定。你们确定那就是木儿村的猎户？李晨、吴闯定了定神，缓缓问道。必须是啊，我们村子几百双眼睛都看着呢。王寿大声地回答道，同时满眼期待渴望地看着汪文全。汪大人，那陈哥做下这般利于百姓的好事，是否可以进行赏赐奖励？吴闯眼神一凝，就要说话，旁边的汪文全却突然间伸手阻止了他，同时微笑点头道，那是自然，这位小陈哥如此厉害，不顾自身安危上山猎蟒，当真英雄好汉，按律当赏。思忖了一下，这样吧，王村正，你马上回去告知李晨，就说今天晚上虚实者，我于县衙后院家设下庆功宴，为李晨庆功。届时我与县尉吴闯、县城楚青松会专门向他颁发朝廷嘉奖文书，并赏白银100两。王寿大喜过望，连连叩拜，我们替陈哥谢过县令大人，也必定会将口信带到。好，去吧，我们等他。汪文全微笑点头。待王寿走后，两个人回到后院，吴闯急急地问道，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李晨有可能是勾连乡寨暴匪，屠灭我全家的乱民，甚至有可能黑风寨和咱们的那2团乡勇的莫名失踪，也肯定跟他有关系。他手里还握着酿造金盐的方子，这样的人，您居然还在奖励赏赐他？吴闯满眼的不解，你这蠢货懂得什么？汪文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听到我说作陪者有3人，除了你我之外，还有楚青松吗？这其中还有什么关系吗？吴闯一怔，还是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契机，一举多得。汪文全见四下无人，便低声解释道，啊，这样真的能行？吴闯满眼的不能置信，在这县衙之中，我说行，那便是行。汪文全傲然道，别看李晨那厮年纪小，却奸猾似鬼，若他不来呢？吴闯琢磨了一下，不来那就无赏，反正这般英雄，不如送他去当兵，让他死在北燕关。来了，那就……汪文全说到这里，眼里泛起了一抹冷意，手掌向下一看，一个山村小泼皮，就算有几分本事，还能翻得出去他的手掌心？连后续都设计好了。大人，高！吴闯向汪文全竖起了大拇指道。刚刚来到了盐铺，正在卖金盐的李晨正要进内堂，因为铃铃唤他，却不料身后就有人喊他陈根儿。他一回头，就看见居然是王窑村的村长王寿，正带着几位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气喘吁吁地跑到这边来。王村正，你怎么也在县城？李晨微笑点头，他对这个性情憨直、知恩图报的村正吉有好感。来县衙给你请功吗？王寿笑道，遂将事情说了一遍。陈哥，汪大人可是说了，今晚上亲自为你举办庆功宴，虚实邀你赴宴，届时还有县尉、县城相陪，那可是咱们平阳县最大的3个大官了，你可千万不能怠慢了啊！王寿拍着李晨的肩膀笑道，有劳王村正了，必定准时赴约。李晨拱手，神色不变地道，应该的吗？王寿舒心爽气的大笑，终于能做些什么给陈哥一些回馈了，他开心得很。等王寿走了，侯小白和赵大石全都凑了过来，两个人全都满面担忧。侯小白低声问道，陈哥，连吴闯都亲自参与，都说官官相护，具有勾连，他们这不会是在摆一场鸿门宴吧？管他是什么宴，去看看就知道了。李晨淡淡地道，眼里却是没有半点畏惧。军人的字典里永远没有退缩，
只有进攻。别人攻来，他自攻去，生死看淡，不服就干。那我也要跟你去，我可以死，你不能有事。木儿村不能没有你。赵大石急急地道。李晨看了他一眼，拍拍他的肩膀，一个小小的县衙不算什么，一会儿拿了钱，我告诉你们买些需要的东西，便回去吧，我自会去赴宴。现在这里等我。随后李晨迈步向着屋子里走去。彼时林玲儿还在内堂中等他。这几天他每天都在梳妆打扮，呈现自己最美的状态。可恨那个该死的人儿，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就是不来。今天好不容易将他等来了，却是迟迟不进来，他的一颗芳心都乱了套。这个混蛋，难道本小娘就如此不堪，让你进来看上一眼都这般艰难？林玲儿想着想着，心下间就烦乱不堪了起来，甚至将白玉香曾经警告过他多次的要温柔，要按捺性子的事情都忘了，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步。可李晨还是没来，最后他实在等不及了，匆匆向外就走了过去，要出门看看那该死的家伙为什么还没进来。他刚到门口，门帘一掀，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大如山的人影。可倒好，心情焦虑，奔得太急，结果林玲儿一头便撞了上去。那人未动，他却经不住这一撞，双膝一软跪了下去，下意识的双手环抱过去，不想摔倒。结果半跪不跪，一张俏脸就撞在了人家的肚子下方。远远望过去，好像他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迫不及待地要替官人解忧一般。刚到门口的李晨看着跪倒在他麻衣前，埋首在他腹下的林玲儿，眼神略惊。现在林玲儿欢迎他的礼节居然如此隆重了吗？呸呸呸！林玲儿险些一记红唇啃到了不应该啃到的地方，羞得满面通红，仰起头来一通乱啐。不必如此大礼。李晨向侧半步，摆摆手道：大礼你个头啊，本小娘是走得太急摔到了。哎呦，你这死人就不知道扶我一下，撞死我了。林玲儿坐在地上，捂着膝盖，怒声道。李晨摇了摇头，这还真是一个性格多变的女孩。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来，便已经将她扶起，随后坐在椅子里，未待林玲儿说话，李晨便道：再给我拉4000斤粗盐，且从现在开始，每日我差人来送斤盐，每次至少100斤，持续供应，免得断货。林玲儿怒视他一眼，揉着膝盖：你都不问问我摔疼了没有？这和生意无关。李晨淡淡地道：你是想气死我好继承我家盐铺吗？林玲儿恼得不行。不想。李晨认真的摇头，我不想失去一个生意伙伴。你这混蛋，咋不打个天雷劈得你浑身掉渣渣？林玲儿气得想拿瓷杯砸他，但一想到白玉香的告诫，就又忍了下来，将要扔出去的杯子放在他面前，站起来给他倒茶，款款一笑，重新尝试温柔一下：李郎，你……可他刚说到这里，就看见李晨已经站了起来，居然走到了窗子跟前，打开窗子，轻盈地跳到窗台上面。你干啥？林玲儿都懵了，自己就这么吓人，吓得他都要跳楼了。我有重要事情，出去一趟，无论谁问起，都说我一直在你屋内，未曾出去。我去就回，届时告知你缘由。切记。李晨纵身跃出，消失不见。林玲儿拿着茶壶的手停在了半空中，稍后愤怒让他手抖得连茶水都要颠出来了。混蛋，大混蛋，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林玲儿感觉自己要爆炸，每一次见到他都想原地爆炸。正在这时，嗖的一下，窗子里又窜进来一个人，轻盈的落地。李郎，你逗我玩啊？林玲儿惊喜交加，还以为是李晨，可抬眼一看，却是满身风尘的白玉香。白玉香走过来，笑眯眯地道：小玲儿，我来了。你在说什么李郎？你们都是属猴子吗的？一个个的正路不走，非要跳窗子，我这里难道是猴子窝吗？林玲儿气坏了，将茶壶往桌子上一蹲，愤怒地道：怎么了？这是又谁惹着你了？还有谁在你这里走窗子了？刚才你又喊什么李郎？白玉香一怔，不禁问道：还有谁？他呗，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假装一直在我这里，拿我当掩护，然后就跳窗跑掉了。林玲儿坐在桌前，气愤愤地道：白玉香皱起了眉头，坐了下来思忖片刻，抬头看着他好像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什么麻烦？林玲儿关心则乱，急急地问道：之前我赶来县城见你，在县城外边看见那吴闯为难他，幸亏他有红旗签诏，吴闯悻悻而去。后来到了县里，又看见县衙那边有人放炮，还说是王窑村村民为李晨请功来了，且汪文全今晚还要为他摆下庆功宴，与县尉县城一起给他庆功。白玉香将刚才自己无意中得知到的一些消息告诉了林玲儿。他有危险。林玲儿一下站了起来，眼神冷厉了下来。安了，就他那种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别人的危险。白玉香却是摇了摇头，惬意地将脚伸直，很没形象地半躺在椅子里，斜着大眼看着他道：
你就这么相信他？林灵儿皱眉问道。当然啊，骑了我那么多回，4个人灭了黑风寨，屠灭了吴家满门，甚至还只是依靠那些田舍汉就杀了吴闯的2团超过100人的乡勇。这样的人，就算千军万马都能杀穿，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危险？白玉香吐出口长气去道。回想那桩桩件件，他现在都感觉像是在做梦了。啊，什么情况？快与我说说。林灵儿震惊地问道。这些日子，白玉香和李晨俱都一去不复返，都只是今日才见罢了。发生了这些大事，他倒是不太清楚。县城楚青松的家就在平阳县城西的一处小院，平房一座，院子不大，有屋2间，一群鸡鸭。此刻楚青松一身布衣，正在院子里撒着一些谷粒，喂养着一群小鸡小鸭，悠然惬意。他刚刚巡视完全县之境，现在得空回家歇歇，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正在这时，院外走来了一个高大俊朗的年轻人，站在院门，正向他拱手说话。楚县城，您好。你是哪位？楚青松望向李晨问道。这一眼望过去，不由得心下间喝了声彩。哼，这年轻人龙行虎步，高大威武，站在那里，渊沉月至，不动如松，极具恢宏气象。我叫李晨，木儿村的李晨，王窑村寝宫的李晨。李晨向着楚青松一拱手道，言简意赅地介绍道。呵，是为民除害的那个李晨。好，小英雄，请进，快请进。楚青松眼前一亮，赶紧迎了过去，给他开门。刚才有差吏来报，说了王窑村替李晨请功的事情，还说汪文全请他一起陪同今晚庆功晚宴。不过他却有些纳闷，这个李晨没去县衙，却突然间找到了他，是什么情况？楚县城有重要事情相商，屋里一叙可好？李晨左右望了望，低声说道。他很清楚，自从自己进了县城之后，就一直有人跟踪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才借着与白玉香叙事的时间翻窗而走，就是为了避开眼线来找楚青松。好，屋里请。楚青松一点头，随后2个人进了屋子，关紧了房门。楚县城，今夜庆功宴是杀头宴，你我都将有难。李晨一进屋子就是王炸，直接把楚青松给炸懵了。这小郎君话可不能乱说啊！楚青松震惊地道。楚县城，我且问你，黑风寨匪患一直未灭，是何缘由？李晨望向了他，毫不墨迹，单刀直入。对于楚青松，他早就看得清楚，这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甚至作为县城，家中摆设都那么寒酸，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这更让他断定楚青松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正因为如此，他决定以实相告，不再转弯抹角。小郎君，你这般问，让我很难回答。楚青松思忖了一下，面色凝重地道：很简单，有人支持，养寇自重，而支持之人必在官府之中，否则乡勇兵盛，土匪至多仅能勉强存活，根本无法做大做强。李晨掷地有声地道：楚青松倒吸了口冷气，死死盯了李晨一眼，随后走过去将窗子关严，回过身来向李晨皱眉道：小郎君，你这话若是无凭无证，仅靠猜测，就未免有些夸大其词，甚至危言耸听了。楚县城，若我再问，乡勇之中是否可有人白天是兵，晚上做匪，你又如何作答？李晨再次道。楚青松脸色沉郁了下去，你到底想说什么？李晨见他并没有严厉的反驳，甚至是斥责自己，心中已经彻底明了，楚青松必定也早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所以他才没有驳斥自己。更重要的是，楚青松白天说出的一番话令李晨记忆犹新。当时楚青松骂吴闯道：如果汪大人不管，我必定要告知周大人那里去。就是这句话才让李晨有底气来找楚青松，恐怕楚青松早已经隐约知晓县令汪文全和县尉吴闯蛇鼠一窝，所以才一时激愤之下有了这般说辞。那便回归正题。李晨看着楚青松，楚县城，其实你比我更清楚吴闯和他背后的汪文全是什么样的人。若以上我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你查证的吴闯贪墨公粮的事情也确凿无疑，那不妨做个假设，想想看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楚青松沉默了下去，眼中掠过了一丝焦虑，却并没有畏惧，更让李晨欣赏。我来替楚县城回答好了，那就是他们必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想除你而后快，尤其你证据在手，否则你横在这里，他们无法掩人耳目再伸手。更何况你若真告到州府，甚至镇北王那里去，他们未来也堪忧。既然如此，杀你灭口已成定局，就看如何去杀了。李晨望向了楚青松道：他们安敢？本县城可是朝廷任命的正八品官员，杀我是大罪，要抄家灭族的。楚青松怒哼了一声道：兔急咬人，狗急跳墙，更何况还是2个养寇自重、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狗官。
指望他们有什么顾忌，简直愚不可及。李晨冷冷一笑：“你……”楚青松呼吸急促了起来。楚县城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还抱有侥幸心理罢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必要杀你，就在今夜，就在庆功宴上，而且他们还要借刀杀人，最后刀毁人亡，他们平安无事。李晨终于抛出了重点：“你是说他们在今夜的庆功宴上想让你杀我？”楚青松震惊地道，向后退了2步，脸上涌起了戒备的神色。“不。”李晨摇头，“是他们杀你，然后嫁祸于我。因为黑风寨的消失和他们自养的匪兵相拥消失，都是我做的。而他们现在怀疑到了我的身上，便利用王窑村无知村民无意中来县衙替我请功这个契机，要借我的手砍你的头，最后将我打下大牢，秋后问斩。什么？是你灭了黑风寨，还有他们那些匪兵手下？你怎么能做到这些？”楚青松震撼地望着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晚上的事情怎么办？”李晨问道。“不去。既然如此，那我便现在就走，带上所有证据去州府，不，去镇北王府告他们。”楚青松寒声道：“凭你区区文官书生，就算逃出城去，又能逃得多远？”李晨淡淡地道：“那你的意思是？”楚青松深吸口气望着他：“去，必须要去。不过既然他们要我们死，那就不如他们去死。”李晨眼中迸射出强烈的杀机，缓缓地道：“胡说，枉杀朝廷命官，那是重罪，要抄家灭族的。若做得好，便不予有这般担忧。”李晨看着楚青松道。楚青松望向他，眼中天人交战，半晌才狠狠地一咬牙：“你可有办法？”“当然，且扶儿过来。”李晨在他耳畔说了几句。楚青松身如遭雷似，惊骇交加地望着他：“你真能做到？信我，便保你平安；不信，便一拍两散。”楚县城，时间不多了，做出一个选择。李晨看着他道。看着他那双深邃的眸子，原本心中惊澜阵阵的楚青松，一颗心居然逐渐安定了下来，脑海里天人交战，最后狠狠的一点头：“我信你，去赴宴。倒要看看那两人是否真的这般丧心病狂。恭喜你，楚县城，你终于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李晨微微一笑道：“一拱手，告辞。”他转身便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楚青松兀自站在那里发愣。他真的能行？缓缓坐在椅子里，楚青松喃喃地自问道：“你是说，李晨一个人力挽狂澜，先斩黑风寨，再灭恶霸家族吴氏满门，后又让那些恶兵相拥，全军覆没？”在白玉香的讲述下，林灵儿听得心神摇撼，脑补着当时李晨如天神一般大杀四方的景象，心驰神往地问道：“他真恨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现场，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那还能有假？黑风寨的覆灭，我是亲眼所见；吴家灭门，还有恶兵相拥的覆没，我的人也都跟我说了，他简直如杀神一般。况且他还骑在我身上好几回，打得我浑身舒坦，那更是我亲身经历，我岂能不知他有多厉害？”白玉香痴痴一笑道：“姐妹，咱说话能否别这么糙啊？你还是个尚未出阁的女孩子。”林灵儿一抚袖额，真有些服了他了。我一个土匪头子，糙就对了，不糙不舒服。白玉香嘻嘻一笑：“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不是糙呢？简直越说越露骨了。有吗？没有吧？既然你这么想和他，那当时他扛着你进屋子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莫非你只是叶公好龙？”林灵儿似笑非笑地望着他问道。两个人是患难姐妹，情同手足，白玉香当然也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我想和你一起服侍他。白玉香低声在林灵儿的耳畔痴痴一笑道：“呸！你这沙胚，竟说些混话！”林灵儿满脸通红，怒啐了他一口。正在这时，窗棂一动，李晨已经登窗而入，如一只矫健的烟霜鹰。两个人同时吓了一跳，转头望去，李晨则早已经走了过来，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哎，那是我的杯子。”林灵儿叫道。“怕啥？就相当于你俩间接亲嘴了。”白玉香瞪了他一眼。李晨险些一口茶喷了出来，现在这个时代的女孩子也都如此开放吗？李郎，慢些喝，我再给你续上一杯。林灵儿脸红红地，又想起了白玉香的提醒，无比温柔地提起了茶壶道。李晨捏了捏眉心：“少东家，还是做回你自己吧，好吗？”你这不解风情的田舍汉！林灵儿倒茶的手僵在空中，气得真想将茶壶灌在他头顶。香香说：“你有危险，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不能去。”林灵儿不装了，哼了一声，放下了茶壶道：“你猜到了。”李晨望向白玉香：“我只是将看到的情况和灵儿说了，你有危险是灵儿分析出来的。”白玉香耸耸肩膀道：“没事，
继续做好你们的事情就可以了。我若未回，也不必担心，最多5日必安然归来。走了。李晨点点头。哎，晨晨，你要注意安全呀。白玉香在身后娇娇柔柔地叫道。哐的一声，李晨高大的身躯撞在了门框上。真受不了这一对活宝姐妹花，看吧，她都魂不守舍了，这就是温柔的力量。白玉香向林灵儿得意的一笑，回应她的却是林灵儿一对白果眼。晚上戌时整，县衙后院灯火通明，一桌盛宴已经摆好，李晨也准时赴约。县令汪文全当真亲民，居然带着县城主青松和县尉吴闯这2位县里的要员，一直候在县衙外面等着李晨，亲自将李晨迎进了后宅，一口一个小英雄的称呼着他。李晨也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随着3人进了后宅。精美的菜肴流水架一般的上来，看着那满桌子的菜，县城主青松脸色阴沉。大灾之年，他们依旧这般穷奢极欲，真是该死啊！小英雄，快快吃菜，尝尝这烧鸡的味道，那可是县里5味斋的烧鸡，相当不错。汪文全喝退了周围的衙役小厮之后，亲自给李晨撕下一块烧鸡递了过去。李晨接在盘中，假意吃了2口，却借着抿嘴吐了出去。不管是否有毒，这酒菜暂时都不能吃。来来来，小英雄，我们3人共同敬你一杯。你行侠仗义，本领高强，当真是平阳县的英雄人物。那玉龙河3村有你这样的小英雄在，当保平安无虞啊！汪文全亲自给李晨倒了杯酒，举起了酒杯，向李晨笑道。不过李晨看得清楚，酒壶把上分明有2个隐蔽的小孔。汪文全给自己和吴闯倒酒的时候，摁的是上面的孔；给他和楚青松倒酒的时候，分明摁的是另外一个孔。心下间冷笑，李晨却是不动声色，举起了小酒盅，用衣袖一遮，仰头一饮而尽，实际上却将酒都倒进了袖子里。反正也没多少酒，湿了也不明显。楚青松也一饮而尽，却是同样的操作。汪文全和吴闯并未发现2个人的异常，看到2个人居然都是豪爽的一饮而尽，暗中对望一眼，眼中俱是阴险笑意，原以为他们是多谨慎的人物，搞了半天却是无脑蠢货。这可太好了，省了太多麻烦。放下酒盅，汪文全依旧满面笑意，伸手请道：“吃菜，赶紧吃菜。楚县城近日带我巡视全县，舟车劳顿，极是辛苦。这一餐既是为咱们平阳县城的小英雄庆功，也是为楚县城接风。快快，请吃。”楚青松却放下了筷子，一皱眉头道：“汪大人，这一席酒菜怕不是要30两银子？可现在关内烽烟四起，关外流民遍地，天下恶殍遍地，死者枕藉于野，我等还这般吃肉喝酒，未免有些不妥吧？”汪文全面色就有些不自然了起来，略一蹙眉。吴闯却放下了筷子，沉声喝道：“楚县城，你这就有些过分了吧？汪大人叨念你多日，今天特意为你接风洗尘，你却这般无理指责，未免有些不识抬举吧？”啪！楚青松将筷子摔在了桌子上，站起来指着吴闯怒喝：“吴闯，你这贪墨公粮、饿死流民的刽子手，还好意私骂我不识抬举？你的事情我已经全都向汪大人做了汇报，汪大人必定会秉公处理，对否？汪大人。”他转头望向了汪文全，汪文全却是满面阴沉，冷冷地道：“楚县城，大好的日子别激动嘛，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你这般问节，让我很难做啊。”你好痛！楚青松刚指着汪文全要说话，突然间就是面色一变，捂着肚子缓缓坐了下去，身体都抖了起来。汪文全眯起了眼睛，冷笑不停：“吴县尉说的果然没错，你可真是个冥顽不灵、不识抬举的迂腐之人。你这酒里有毒！”楚青松抱着肚子，颤着手指向了汪文全，恨声骂道，一下摔倒在椅子里。这也让李晨暗赞了一声，演技不错。汪大人，这是什么意思？李晨此刻也是脸色苍白，手微微捂腹，不停地吸着冷气问道，他的眼中还有着说不出的困惑。他的演技当然也当作响，毕竟他可是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这是真正顶尖佣兵日常训练的一部分，用于欺骗敌人。小畜生，让你贪嘴，今天老子收你来了！吴闯不装了，怨毒地望着他，而汪文全望向他的眼神里也有着浓烈的杀机。你2个死期到了！汪文全指着李晨和楚青松道：“楚青松，本官百般是好于你，你却食古不化，不识好歹，甚至还想去州府告我，那说不得，你就要去死了。而你，小崽子，你倒真是好大的能耐，居然勾结了乡寨的土匪，灭了吴家满门，还让黑风寨和2团乡勇全军覆没，让本官顿时没了明里暗里2大助力，这得少了多少收益啊！3年小县令，10万雪花银，还有2万两，本官马上就要达成10万雪花银的目标了，可你却破坏了本官的人生计划，当真该死！本官好痛心啊！”汪文全简直可以用生生气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
用手指点着他们，心痛得无法呼吸，连手指都在颤抖。敢枉杀朝廷命官，害打莽英雄性命，汪文权、吴闯，你们是想被诛全族吗？楚青松坐在那里，愤怒地吼道。错。汪文权已经恢复了正常，依旧笑眯眯地望着他，本官怎么可能这么做？分明就是这李晨暴徒席间喝多了，因为和你言语冲突而耍起了酒疯，恶性发作动手杀了你。对于一个没教养的小破皮来说，这是正常的吗？而你……他又转头望向了李晨，无限为救楚县城一时情急，失了手，将你当场斩杀，但必须无罪。二位，这计划是否得体完美？是很完美。汪文权，我真是看错你了，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敢这样做。楚青松缓缓点头，眼神极其复杂，有失望，有痛苦，但唯独没有绝望。只不过两个人并没有看出他眼神有什么不对。汪文权看了吴闯一眼，怎么还不动手？救命啊！杀人了！楚青松狂吼，可是两个人却充耳不闻，毫不畏惧。你尽管叫吧，叫破喉咙也没有用的，因为现在这周围所有人都已经奉了我的命令，退出县衙之外。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只有活着的人说了算。吴闯狞笑着从袖中抽出了一把尖刀，先走向了楚青松。看着他，吴闯满眼厌恶，死吧，自命清高的臭蛆。他就要一刀扎向楚青松的胸口，可就在这时，一只大手却突然间从旁边伸了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腕。一个平静却冷酷的声音传来：该死的是你。说到这里，李晨握着他的手向回一推，巨大的力量传来，吴闯根本无法控制，一刀从左胸中攮了进去，鲜血喷溅，登时委顿在了地上。太快了，力量也太大了，他根本无从抗拒。吴闯吐着血沫子，眼神惊骇地抽搐着，死死地盯着李晨。让你死个明白，你家人，包括你那两兄弟，都是我杀的，亲手杀的。李晨一抚他的眼皮，帮他合上了眼，随后抓着吴闯的手，将刀尖调转方向，对准了汪文权。你这怎么可能？酒里分明下了剧毒鹤顶红的，你为什么没有中毒？汪文权满眼惊骇地望着李晨。非但是他没有中毒，我也没有。楚青松此刻站了起来，看着汪文权冷笑不停。你们汪文权坐在椅子里，震惊地看着两个人，都忘记了逃跑，甚至是呼叫。或许他也知道，在李晨这样的人面前，逃跑和呼叫都是多余的，多说无益，请汪大人赴死。李晨一手抓着汪文权，一手扯着吴闯持刀的手，噗的一声，已经捅进了他的心脏之中。快、准、狠，收刀避血，随后将吴闯的刀再次沿着之前的伤口严丝合缝地插回去。整个过程精准、快速的令人发指，看得楚青松目瞪口呆。李晨到底是个什么人？你们不得好死！汪文权终于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去，歪在椅子里，死透了。你说过不杀他们的，要留下来押送州府。楚青松终于回过神来，向李晨愤怒地低吼道：他这还是头一次亲眼看见杀人，胃里翻江倒海，他强忍住了想吐的反应。对不起，我骗了你。李晨做完这一切，撕下了一角桌布，擦着手上的血迹。你为什么骗我？楚青松努力控制着胃里的反应，手撑着桌子，怒声质问道：因为夜长梦多，若现在不杀他们，他们还会有反击的手段，你能确保拿到证据就能抗得住他们的反击？就算告到州府，州府就真能治他们个罪名？官官相护的道理，你不应该不懂。李晨冷冷一笑，暴力或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永远是最有效的办法。可是杀人是重罪，你怎么办？楚青松深吸气道：很简单，汪文权县令是个好官，席间听闻你对吴闯的控诉，雷霆大怒，要将吴闯法办。吴闯狗急跳墙，用提前准备的尖刀杀了他，还想杀你，被我拦下，反刺而死。听明白了吗？李晨抬眼望着他问道。这般简单，谁会相信？楚青松咬了咬牙问道。你手里不是还有吴闯的罪证吗？足以证明他有这种心理准备和犯罪动机。作为县城，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吗？只不过这一次汪文权就要是个好官了，略有遗憾。李晨看了他一眼，携起一块刚才汪文权和吴闯夹过的盘里菜吃了下去，那是无毒的，可以放心吃。我只善处理公务，不善栽赃陷害。楚青松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闷声道：处理过一次就擅长了，去做吧。李晨淡淡地道，继续吃菜。沉默了一下，楚青松咬牙点头，好。此时此刻他别无选择，只能按理李晨说的做，否则最后遭殃的不仅仅是李晨，还有他。沉默了一下，楚青松满眼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你就这么肯定他们会在今夜动手？李晨喝了盅无毒的酒，微微一笑：楚大人，
你觉得汪文权能是那种礼贤下士，甚至专门为一个弱冠少年摆庆功宴的人吗？楚青松恍然大悟，明白了，他转身便走。看着他的背影，李晨继续吃菜，终归是来赴宴的，总不能一口菜不吃就走吧？没的，有些不尊重两位死者。在满地鲜血中，他怡然自得地吃菜，甚至又喝了2盅无毒的酒，畅快。当天夜里，整个县衙乱成一窝粥，因为县令和县尉都死了，不知内情的人乱猜一气，总之流言满天飞。但传得最广的一个消息是，吴闯贪墨被县城楚青松当席举报，大清官汪文权想法办他，他恶性发作，想将席间3人都杀掉灭口。幸亏打莽小英雄李晨及时出手，杀了吴闯，救下2人。一时间，李晨名声大噪，这一次他想低调都难了。当天夜里，平阳县就差人快马加鞭赶赴州府禀报此事。这件事情直接惊动了知州大人，直接委派通判和司法参军带上了验尸官和俎座，还带了200府兵，那可是真正的在边府兵了，不是普通乡勇，浩浩荡荡进驻平阳县调查此事。接下来的几天里，木儿村人提心吊胆，小碧七几次3番去了县衙，哭得眼睛通红，却始终见不到人。林梨儿和白玉香暗中不断的打探消息，却是毫无结果。总之，外面急冒了烟。但3天后，县衙大门打开，几个衙役拿着告示走出来，贴到了城墙出入口处。当时围过来大群好事之人，迫不及待地将脖子抻成额颈去望。青州通判于志成奉命按律侦办平阳县衙特大凶案，以查明真相。罪犯吴闯贪墨公粮，豢养私兵，养寇自重家中，起出赃银3万两，粮49000斤。同案犯者有107人下落不明，另有13人已缉拿归案。罪犯家属一律收监入狱。木儿村勇者李晨见义勇为，杀人无罪，且按律当赏。待报与州府后再行奖励。县令汪文权此次枉死殉职，痛哉痛哉，将报州府抚恤安置遗孀家人。非常之期，现临尾县城楚青松暂代知县一职，行使知县权责。特此广而告之，切勿以讹传讹，若有不良非议者，法办之。如何？李晨坐在县衙后院的桌前，透过袅袅升起的茶雾望向楚青松。楚青松没说话，只是将桌上炭炉里的茶壶拿下来，给李晨倒了半盅茶，随后自己也自倒1盅，向着李晨移进茶杯，敬你。互敬。李晨微笑，举起杯来，喝了一口，茶香沁心，没有农药化学残留的野茶，当真香气扑鼻，好喝。你救我一命。楚青松望着李晨，神色动容地道：自救而已。你策划周全，又救我一命，还是自救罢了。你为民除害，依旧是自救而已。但我记得这个情。楚青松缓缓说道。说罢，他站了起来，向李晨躬身一拜：楚大人不必如此。李晨赶紧扶他，可楚青松却坚持要一一到底，也只能随他。在起身时，楚青松眼眶已经红了。我知一命无足轻重，但能灭杀汪文权和吴闯这2个狗官，便是为枉死的人们报仇雪恨，更是对正在遭受鱼肉的百姓最大的恩情。你是真正的英雄。李晨展眉一笑：楚大人，你又何尝不是？我们这是惺惺相惜。楚青松动情地道：再说下去就是商贾互吹了。李晨摸了摸鼻子：哈哈，坐，沉地。楚青松伸手将他摁坐在那里。这句沉地让李晨心中一动，看起来楚青松也是个性情中人啊。你年纪虽轻，却是侠肝义胆，并且我也打探过了，玉龙3村无人不服，提起你来都夸你是盖世英雄。这般人物若是不为朝廷所用，简直暴殄天物。所以我以临代县令的身份向镇北王府进行察举，举荐你为县尉。若是真的可以，以后咱们兄弟就是同县为官，齐心协力，为这平阳县百姓尽一份心力。楚青松毫不拖泥带水，直接便开门见山地道：举荐我为县尉。李晨略略吃惊，县尉那可是从8品朝廷的正式官员，一般来说那可都是需要科考取士、进殿遇试、吏部外派的正式官员，那可不同于可以用钱买来的闲职散官。再有就是军队无转文的官员，可按武将品阶直接任命，特殊情况下倒是也可以由地方主官进行察举推荐，但那是需要地方主官以身家性命为担保的，一旦录用任命后犯事，举荐者也要连坐入狱。出于明哲保身，这种办法轻易不会用之，靠察举做官者万中无一。楚青松这已经不是投桃报李了，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命运和他绑在了一起。楚大人，你这又是何必？李晨眼神略有复杂，望向了楚青松。我是为这平阳县10万百姓，也算是说出他们的心声。楚青松摇头微笑道。李晨思忖半晌，向楚青松一抱拳，
虽然受之有愧，但又却之不恭，所以谢了。说起来，他并没什么想做官的心思，位于人下不是他的性格。但是，如果在地方上能做个县尉，便于自己更加牢固地打造属于自己的实力体系，倒也不错。若是去庙堂之上的权力中心做个什么官，除非他另有所图，否则哪怕官再大，他也不屑。我相信你是好人，也是英雄，更会是好官。楚青松笑道：我会尽力。李晨微笑点头。若你我上任，第一件事情必须重组乡勇，万不能再将那些鱼肉乡里的祸害留下来了。楚青松倒是个急性子，居然直接开始和李晨商量起未来的工作了。李晨心中一动，这倒是好事。第二件事情，匪患严重，平阳县城以前有3大匪，黑风寨、老龙口、玉屏沟，还要再加上汪文全和吴闯公粮私养的2团乡勇。匪患太烈，民不聊生，官府打击不利，百姓苦不堪言。你若是个真英雄，便剿灭了他们，我全力支持。楚青松望向李晨，李晨笑了，真是个大活儿，我相信你的本事。楚青松看着李晨，眼中有着热切的神色。刚才好像还忘说一支土匪乡寨。李晨微微一笑，有意试探。你已收服，更何况是专打土匪不劫乡里的义匪，他们不算。楚青松挥手道：哦。李晨略吃一惊。那天晚上你已说过，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略猜1、2。不若就直接收编他们进入乡勇，将一切变得光明正大，岂不是更好？楚青松笑道。李晨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刚才他心头一动，想到的就是这件事情，没想到楚青松已经帮他想在了前面。由匪兵转化成官兵，一切都变得光明正大，并且还是由县衙供养，当然再好不过。你不怕我如吴闯一般豢养私兵？李晨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官兵私兵，只要是好兵就是幸事。楚青松哈哈一笑，回应了他一个可堪玩味的表情。其实这年头，哪家乡永不是相当于地方私兵，这都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不是兵匪一家，沆瀣一气就已经是民众之幸了。好，我答应你，若我上任，乡勇即刻组建，2个月剿灭匪患。李晨点头，相信你，若真能做到，此乃一大功。楚青松点头笑道。第3件事情，流民安置。现在平阳县城总共有4个流民安置点地，共有将近4000流民。官府供养确实存在困难，但又必须将他们安置好，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现在流民的忍耐已经到了即将暴乱的边缘，一旦乱起，流民窜扰乡民乃至县城，将民不聊生，危害甚于匪患。可终究他们却也只是一群活不下去的百姓而已。楚青松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声。你想如何安置？李晨问道。受其以鱼不受其以渔，老是这样官府供养，会对地方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并且也有极大治安隐患。若是可以的话，我倒是想将这些流民打散，散入全县各村中安置。说到这里，楚青松望向了李晨，欲言又止，面色有些尴尬。李晨秒懂，但并未点破。楚大人，你我已是患难与共的知交，并且皆是心向百姓，所做一切都为公事，所以直说即可。好，那我也不矫情了。我是在想，若是可以，兄弟，你是否可以帮助安置一些流民，也算是起个带头作用。毕竟现在你们木儿村包括白沙村过得很是富裕，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钱赚，况且3村之中你才真正的主心骨，大家都听你的。所以说到这里，楚青松有些愧疚地看着李晨。无论是让谁安置流民，那都是相当于变相的从人口袋里往外掏钱，但楚青松上任伊始，迫切想要出些政绩，安置这些流民自然就是最重要的一项。现在流民问题已经成为了整个关外6州30县最头疼的事情，谁能率先破局，自是大功一件。况且这也是有利于民众苍生积德生善的大好事。可楚青松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向求助于李晨了。毕竟他实地去看过了，也知道了李晨现在的能力。为什么先找到我们木儿村？李晨扬眉问道。我上些日子去过你们村子巡视暗访过，只不过我去的时候你不在，一进那个村子我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战乱叠加2年饥荒，整个韩北都是一片暮气沉沉，宛若行将就木的老人。可是一进你们木儿村，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人人脸上都挂着幸福喜悦的笑容，就像辰时出生的太阳。我私下问了过去，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答案，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既然有能力能将木儿村乃至白沙村还有王窑村改造成这番样子，那我相信你也一定有能力将这些流民安置好。兄弟，老哥知道提这样的要求极是过分且贸然唐突，但我相信以兄弟同样有一颗悲悯天下的心，
楚青松望向了李晨，他的眼神极为真挚。李晨知道这绝对不是给自己戴高帽，而是真心的认可。略略思忖了一下，李晨缓缓点头：我可以先安置平阳县城外的1000余流民，为你减轻些压力。臣弟当真？楚青松大喜过望，没想到李晨这就答应了。要知道平阳县城外面现在至少有1600多流民，那可是玉龙河3村人口的将近2倍啊，这可真是大手笔。当真？李晨重重点头：我替那些流民百姓谢谢你，并且我马上修书上奏为你请功，这个县尉你当定了。楚青松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眼中狂喜。当官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平心而为，养不愧天，俯不愧地。李晨一笑，随后道：安置流民我还有个条件。李晨说道：你说就是了。楚青松毫不犹豫地点头：这些流民我用性命保证他们不会因冻饿而死，必能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但前提条件是我如何安置，希望县衙不要干预过多。李晨道：没问题。楚青松大手一挥答应了下来，随后又道：当然臣弟我也不能全都让你白白出钱，县衙每天出500斤粮持续供应，如何？说到具体数目时，他停顿了一下，这才接下去小意地问道：楚大人好生会算账。李晨不禁笑了，以前官府给那平阳县城附近的流民镇州可是1000斤粮，不过让吴闯和汪文全贪没了大半。但现在楚青松有点小心眼了，只出500斤。兄弟，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吗？省下的粮，一是应急预防不测灾难，二是其他流民点也需要这些粮食。楚青松搓着手，面色好然地道：好，那就说定了。不过也别天天费事了，不若直接给我10万斤粮，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以后那些流民就永远都不用县衙管了，如何？李晨笑道：粮食这东西先落袋为安是最妙。这个……楚青松面色有些为难起来。楚大人，你怕是忘了，其实官府只需出5万斤便可，剩下的5万斤用吴闯的赃粮直接抵了便行了。李晨提醒了他一句。楚青松如梦方醒，竖起了大拇指：高，着实是高，这省了1半的粮，而且不用出库那么多。好，就这么办。但兄弟要说话算话，没粮的时候可不能来找我啊，我回去与百姓商议，若无异议可签红契。李晨微微一笑：好。楚青松重重点头，两个人都是实干派，毫不拖泥带水。既然如此，我回去筹备一下，等我消息。李晨说道：有劳兄弟。楚青松感激地道，亲自将他送出了县衙之外。不过刚一出县衙，周围便是一片轰然喝彩声，随后满街的鞭炮响了起来，噼里啪啦，撼人心魄。同时四面八方的叫好声响了起来：陈哥儿，大英雄啊！赞誉声响起，在赞誉声中，好多百姓相互挽携，甚至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者向着李晨颤巍巍跪倒，伏地大哭：陈哥儿，你杀了那狗官吴闯，是为了我们全家报了仇啊！他霸占我家儿媳做妾，将我儿打得吐血卧床，后又将我儿媳生生打死。陈哥儿，我们也要感谢你，那狗官见我家买卖上好，居然就起了歹心，隔三差五让手下乡勇找我们麻烦，甚至诬陷我偷东西坐了大牢，我们散尽家财才救出了我。我们家也是，吴闯醉酒当街策马，踩死我家小孙孙，可告到县衙，那县令汪文全却故意压下此事，让吴闯赔了几两银子了事。可怜我那小孙孙才3岁啊！哭声震天，撼人肺腑，闻者凄然，心头悱恻。这吴闯当真该死！望着那跪倒一片的百姓，听着那满街放响的鞭炮，李晨仰首望天。此时此刻，他真的被震动了。随后，他走了过去，扶起了那些跪倒的百姓。这乱世，这人心，这狗官，陈哥儿，我们也不知道咋感谢你。这是我家蒸的一窝馒头，你带回去，路上吃。这是我家儿媳织的半匹布，你且拿去给家人做些衣裳。这些鸡蛋是近些日子攒的，陈哥儿莫要嫌弃。周围的百姓们纷纷走了过来，手里或多或少都拿这些东西，虽然不起眼，甚至不值几个钱，却是代表一片感激与赤诚。不，乡亲们，饥荒年，家家过得都不容易，我不能要。李晨赶紧回绝，可是他只有一双手，对面却是无数双手，根本拒绝不过来。甚至到最后，那些百姓放下东西就跑，他连是谁给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鞭炮声还在继续，自发的感谢还在继续。这一刻，从不轻易动感情的李晨眼眶有些发涩。这就是民心啊！楚青松站在旁边感愧地道：我却看到了这些淳朴的百姓所受到的苦难，他们原本不应该承受这些。李晨摇了摇头，缓缓地道。楚青松一怔，看着他，眼神由惊讶到恍然，最后是浓浓的敬佩。
兄弟，如果当上县尉，你必是个好官。他沉默了一会儿，神色肃重地说道。李晨吐出口闷气去，并未回应，仰首望向了有些灰蒙蒙的天空。他在心底道：我岂只是想当官？陈哥儿，陈哥，官人。这个时候，好多个叫喊声响了起来。李晨刚一抬头望过去，就看见小碧七居然是第一个奔了过来。他提着裙裾，奋力地向着李晨奔跑，却是一不小心被地上的谢礼绊了个跟头，哎呦一声就摔了过来，然后就摔进了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之中。小心些！李晨揽着他的细腰道。官人。小碧七眼圈一红，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的样子，扑里啪啦的就掉了下来，动情之下都忘了害羞，伸手就搂住了他的脖子，伏在他的怀里。官人，吓死奴家了！他呜呜大哭道。瞧瞧瞧瞧，看人家那个温柔那个点儿，你倒是学着点儿。远处人群中戴着面纱的白玉香向旁边看得眼睛发直的林灵儿数落道，随后像猫叫般学起了小碧七的声音。官人，吓死我了！哎呦，不行不行，这个我真学不来，但小灵儿你得学啊，男人就好这一口。你还学不来？我听你叫晨晨的时候，那声音骚的都不像你了。林灵儿瞪了他一眼道。有吗？只不过是很正常的心理和生理表达而已。白玉香很认真地想了想，反问道。滚！林灵儿怒横了他一眼，转身便走。哎，你干嘛去？不等着跟他说几句话了？白玉香一怔，说什么说？人家现在眼里只有那小碧七，哪有咱们？别自作多情了。林灵儿怒视了他一眼，转身便走。不过刚一转身，身后就响起了一个厚重的声音，等下。他心中哐的一跳，那分明就是李晨的声音，这该天杀的居然看到他了，还主动来跟他说话了。缓缓转身望向了李晨，他不自觉地咬起了嘴唇，楚楚动人地望向了李晨，刚要唤一声陈哥哥，却没想到李晨却是一抱拳，少东家，我没事，我们的合作也不会有事，以后一切照常便可，我回去便将金言给你送过来，还要现钱，不要银票。林灵儿整个人僵在那里，奶奶个熊的，本姑娘刚酝酿好情绪要跟你温柔一下，表情都拿捏好了，你跟我说这个？少东家。李晨见他木然站在那里，轻咳了一声问道。滚！林灵儿厉斥一声，转身便走，再不走他怕气死在这里。李晨愕然无语。官人，我看灵儿姑娘好像也对你似有情意呢，不若也收了吧，像你说的打造什么产业炼。小碧七在李晨身畔抿嘴一笑道。你是真大方。李晨瞪了他一眼，转身跟徐江、马武、王寿几个人还有几个小兄弟以及一大群玉龙三村的村民们依次打过个招呼去，随后又向楚青松告了别，这才带着一群人回去。只不过路过那些流民聚居之地时，他倒是略勒了一下马缰绳，转头望过去，就看见那些流民现在倒是有了些精神了，不少人在远处的草坡上挖野菜，那些天生好动的小孩子们已经站了起来，有力气玩耍了。李晨清楚，肯定是楚青松开始足额供应粮食了，起码每人一天能吃到4两毛粮，不至于像前些日子接二连三地生生饿死。楚青松确实是个好官，更是个好人。李晨暗自里点头。不过就在这时，远处突然间响起了马蹄疾驰的声音，轰隆隆作响，速度极快，宛若奔雷。稍后，李晨回头望去，便皱起了眉头。他分明看见官道对面正有一群人纵马疾驰，边疾驰边大声呼喝，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小酒坛子，学那江湖豪客，边纵马疾驰边往嘴里倒酒，发出连串的怪叫声。而那些人却并不是官府差役或是军人打扮，俱是身着锦衣，马匹也是高大神骏，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这都是些什么人？李晨皱起了眉头。陈哥，那是县城里锦衣社的人，据说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花钱免了征调服役，天天在县城花天酒地。侯小白凑了过来，低声道。李晨这才想起来，大眼的社会自由度倒是很高，允许民间自由结社，想杂组杂组。演杂剧的可以组成非律社，蹴球的能组齐云社，唱曲的组社叫鳄云社，喜欢相扑的还有脚底社，甚至豪赌的都可以组成穷富赌钱社，各种乱七八糟的社应有尽有。只要你和几位小伙伴趣味相投，甚至喜欢拉屎，都有可能可以组个五谷轮回社，反正挺搞的。一群有钱的恶少闲着没事儿弄个破事儿，还真当自己是群人物了。赵大石一口唾沫吐在地上，不屑至极。刚说到这里，就看见那群人也不知道怎地，应该是酒喝多了，就有人呼喝了一声，带头向着流民聚居地侧马冲了过去。7、8匹骏马蹄声隆隆冲进了流民点中，吓得那些流民们四处奔逃，尖叫不停。而那些恶少们则是放声大笑，与周围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而等脏心烂肺的浪荡泼皮，竟然拿践踏流民取乐。流民之命难道不是命？你们这般作恶，就不怕遭了天谴吗？
就有几个年长者冲了出来，怒吼着想拦住他们，可回答他们的却是恶少们更加肆意的践踏与兴奋狂笑。有2个拦马的人被刮飞出去，倒在路边破口大骂，却无能为力。李晨面色阴沉如水，一纵马已经奔了下去，身畔的几个小兄弟齐齐跟着他冲了出去。那群锦衣社恶少们正吓唬那些流民寻着开心，没想到一个孩子惊吓过度，居然傻愣愣地站在那里，都忘了躲闪。领头的那匹马躲闪不及，或者就没想避让，居然直接向着那孩子踏了过去。碗口大的马蹄一旦踏在身上，必定骨肉成泥，肠穿肚烂。就在这时，远处马蹄声响起，稍后一道身影从马背上窜起，径直扑在了那孩子身上，抱着他贴地一滚，险险避了开去。正是李晨在关键时刻及时赶到，救下了那个孩子。远处已经响起了赵大石怒雷般的吼声，都他妈给老子停下来！孩子的母亲刚刚从草屋中出来，亲眼见到了这一幕，都快吓死了，尖叫着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孩子，哭泣连连躬身道：小郎君，谢谢你，谢谢。不谢，孩子没事就好。李晨站了起来，扑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向远处看了一眼，就看见赵大石3个人已经将那些恶少们都拦住了。他皱眉看着那些恶少，大娘子可认识这些恶少？就算弯了眼睛，我们都认识这些该天杀的东西。他们只要喝了酒，就会出城马踏流民营，恐吓我们取乐。若是撞伤甚至踩死了人，也就赔个几两银子了事。我们这些流民的命，在他们眼里连条狗都不如啊！孩子的母亲声声气血道：知道了。李晨点了点头，走了过去。此刻那7、8名恶少都已经勒住了缰绳，坐在高头大马上，一个个醉醺醺的望着赵大石他们，眼神中充满了愤怒。老子是李天木，你们他马干什么的？敢拦老子的马，活拧了！信不信老子抽死你们！领头的一个20岁出头的锦衣华服男子望着眼前的赵大石几个人，拿马鞭指着他们道。赵大石几个人刚要回骂过去，刘承旭却是一伸手，低声道：陈哥来了，听陈哥号令。几个人才悻悻地闭上了嘴，俱是恶狠狠地盯着那些人。好些日子不打架了，光在那里训练，拳头实在有些痒。李晨已经从后面走了过来，却看也不看那群人，只是喝了一声：拿下。好嘞。几个人早就憋得很了，就等李晨这句话呢。3个小兄弟如3头下山的猛虎，向着那7、8人扑了过来。给老子滚下来吧！赵大石上去拽着李天木的一条腿，一把就将他扯了下来。旁边的人大吃一惊，刚要拿马鞭抽他，赵大石狞笑着一拳就打了出去。那沙包大的拳头一家伙就凿在了打他那人胯下的骏马身上，正中马腹下的胃窝。那头骏马悲鸣一声，直接人力而起，将那人摔了下来。侯小白和刘晨旭也扑了过去，连扯带拽，几个喝多了的醉汉哪能扛得住他们的力气？那可是李晨用特种兵作训大纲培训出来的猛人，3下5除2，直接将那8个人都扯了下来，揍得鼻青脸肿，在地上扔了一堆。你们敢打我？知道我爹是谁？我爹是李刚。李天木被打掉了一颗牙，说话都有些漏风，还在那里梗着脖子叫道。李晨一怔，倒是没想到大眼居然也有李刚父子啊！吊起来！他实在没心情听他们废话，更不想知道李刚是谁。不多时，几个家伙被吊在了空中，悠来荡去。我爹是李刚，平阳员外郎。你若敢动我，保你毁断肠。还有锦衣社800少年郎，我要喊一声，你们必灭亡！李天木被吊在空中，兀自还在嚎叫着。赵大石扑哧一声笑了，还他马挺押韵。周围那些被吊在空中的人兀自没有意识到危险降临，居然还在那里嬉皮笑脸的捧臭脚。好诗，好诗，木根好文采。臭！李晨都懒得多听，挥手如赶苍蝇般道。3个人各自拾起了大马鞭，抡得啪啪作响，往死里这顿抽。在漫天的惨嚎声中，抽了足有1炷香的功夫，每个人身上都是鲜血淋漓，每条马鞭上至少带下来3两肉。停！李晨举手，几个人这才恨恨地放下了马鞭。随后李晨让几个人把他们放下来，那些人被抽得满身是血，站都不站不稳了，一个个缩成一团，鼻涕眼泪一大把，锦衣也破破烂烂地挂在身上，比流民还像流民呢，哪里还有刚才那般的威风劲儿？我也姓李，叫李晨，住在木儿村，不服可以来找我。李晨拍了拍李天木的脸，又从他身上扯下块上还未被血渍浸染的布料，擦了擦手，将布烂扔在他脸上，转身离去。陈哥，为什么不把他们绑在那里，让流民杀了他们？赵大石瓮声瓮气地问道。他丝毫没有质疑李晨的意思，只是奇怪，这并不是陈哥的性格。陈旭告诉大石为什么没这么做。李晨并没有回头，背手前行。第一，杀人容易善后难。第二，想杀他们随时都可以，不急于这一时。刘晨旭竖起了2根手指。
还有第3点，打了小的，出来老的，一劳永逸才是最好。李晨补充了一句。赵大石嘶了一声，缩了缩脖子，心下监替李天木全家默哀3息。做恶事让陈哥看见，算他们倒霉。这位小郎君惩治恶少，替天行道，老朽替这些可怜的流民，谢谢你们了。此刻，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带着几个壮年人走了出来，颤巍巍地向着李晨深居深道。尽管衣衫褴褛，满面菜色，可无论是那位老者还是那几个壮年人，居然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李晨说不好那是什么气质，但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些人绝对不是普通人，并且这些人刚才很有勇气，都跑出来拦马了，甚至有2个人被马撞飞到了旁边。不过他并没有多问，而是合手一笑，路见不平自然要拔刀相助，应该的。随后上马拱手，也不多言，直接回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那老者缓缓点头，此子宅心仁厚，德性感天，日后必成大器。回到了木儿村，李晨直接召集木儿村、白沙村、王窑村3个村子的村正，还有那些德望重的村老们，共计20余人到家里直接开会。列位，今天要和大家商议一件事情，事关重大，需要大家一起决策。李晨毫不拖泥带水，言简意赅地将他和楚青松商议收容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他补充道，虽然我已经答应了楚县城，但同时也说了，必须要征得大家的同意。毕竟玉龙河3村不是我李晨的，而是全体村民的。现在看大家的意见如何？1600多流民，虽然官府直接给了10万斤粮，如果一天1人1斤粮，但也只够2个多月的，2个月后怎么办啊？咱们村里现在家家户户都没有余粮了，也是靠着陈哥儿您让我们做工赚些口粮钱，甚至时不时还能供顿饭解个饥。但这些流民不一样，他们连地也没有，能干什么？如果做工的话，现在就是有限的那些岗位罢了，根本不够啊。就是啊，虽然官府是按照1人1天4两粮算的，可4两粮人都饿得走不动路，什么都干不了，那可真是干痒着了。但如果招他们做工，咱们的老百姓肯定不能干，因为这可是冲击到他们的饭碗，本地人和流民之间一定会起矛盾的，到时候闹起来可就麻烦了。那些村老们忧心忡忡地道。李晨只是听着，神色不动。村老们对未来的担忧他理解，不过就算再难，流民也必须收，有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基础，更何况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批的流民冻饿而死。咱们3村加在一起有1000晌地，2个月后麦子就能下来了。今年虽然还是干旱，好歹能引玉龙河水浇灌了，1晌按大亩计10亩打1000斤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样的话，咱们至少还能产出100万斤粮食。以前咱们要交黄粮抵税，但现在有钱了，可以不用交黄粮了，直接交钱抵粮纳税就可以了。1人1天1斤粮的话，也足够那些流民还有咱们3个村吃的了。有些富余的粮食还可以养些家畜，并且官府还给咱们一次性的10万斤粮食吗？大伙儿在陈哥这里做工，虽然没有余粮，但能攒下钱，如果都买粮的话，也能挺得过去。徐江掰着手指头开始算账，替李晨解释道：等等，徐大叔，咱们现在粮食产量这么低的吗？亩产才100斤。正认真听着的李晨一阵问道：啊，陈哥儿，你怕是忘了吧？咱们这里一直是这样的啊，好年头亩产也就130斤，像现在这年头也就100斤左右，1晌地也就1000斤罢了。咱们这地还算是好的呢，都是黑土地，放在有些贫瘠的土地，产量更低，亩产才70、80斤，一袋子就能装走。徐江道。李晨点了点头，有些奇怪，这亩产好像太低了些。放在后世，东北这样的黑土地，小麦至少也是800斤起步，最高亩产超过1500斤，现在才100斤，这也相差太多了。什么原因呢？粮食问题是绝对的大事，必须要马上解决。可怎么算，粮食也只是将将够啊。况且就算粮食够吃了，可是这些流民呢？怎么办？就这样干养着，老百姓也不能同意白白拿出粮食来养他们吧？是啊，就算老百姓同意，可是徐村正，你可忽略了一件事情，这些人一旦生活稳定了，怎么可能不生？一旦生起来，恐怕200张嘴都挡不住。咱们1年才能产出100万斤粮，养活现有的人都勉强，更何况这吃饭的嘴巴可是1年比1年多啊，总不至于不让他们生吧？几位村老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次徐江不说话了，因为他不知道李晨到底是怎么想的。一时间屋子里陷入了沉默之中，所有人的眉头都愁云不展，甚至已经带起了焦虑。久未作声的李晨终于开口说话了：当然不能养懒汉，流民我会给他们安置工作，提供做工的机会，让他们赚钱，并且我向所有人保证，村里人的做工岗位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让更多村里的人都有工作钱赚。粮食我去买，保证人人吃起饭。
他一锤定音地道。屋子里一片沉默，稍后所有人都激动地喊了起来：陈哥儿，这明摆着让你往里搭钱吗？就是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全都贴给我们这老百姓吧？陈哥儿，你豪爽仗义，顶天立地，大伙儿都知道，但这么白白的占你的便宜，那不行。每个人都脸红脖子粗的吵嚷了起来。李晨压了压手，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列位，我不是圣人，也没那个本事，但能力之内，我绝不想眼前鸡瓢遍地，浮尸营野，那有违天和。散尽家财也无所谓，只要大家都能活下去就好。所以恳请大家收了这些流民。沉默，尽皆沉默。良久，便有村老向着李晨拱一手，动情地道：陈哥大义，宁少收益，也不忍黎民受苦。我等若再抗拒，非人哉。陈哥这等悲悯之心，足以感天动地。相比之下，我等襟怀太窄。同意，我也同意。三村的村正包括村老们全都动容动情，点头同意。李晨一点头，好，既然如此，我还有一个建议，不算成熟，拿出来大家议一议吧。陈哥儿，你现在是咱们玉龙河三村的主心骨，所有人都听你的，你就直说吧，到底是怎么想的？王寿和马武你一句我一句的笑道。有了陈哥出钱出力又出建议，这天底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我的想法是，既然大眼允许结社，那我们不如便组建一个共筑合作社，三村村民加上全体流民都加入共筑合作社中。李晨望向了所有人，缓缓说道：共筑合作社。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这是个啥社？没听说过。简单的说，这个共筑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咱们玉龙河三村统一建立一个自治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共同劳动，齐享成果。李晨详细将共筑合作社讲解了一遍。其实说白了，就是后世人民公社的理念被李晨直接吸收精华，去其糟粕，引用到现在这个时代来了。既然现在结社自由，那弄个共筑合作社也没啥了不起。当然，此社非彼社，偷换概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料想在这乱世也无人深究。说起来，这个念头的兴起还要感谢锦衣社的头子李天木，如果不是他，李晨还想不到这件事情呢。哼，陈哥儿，这个共筑合作社好啊，要是这么弄的话，大家伙儿可就不再是一盘散沙了，而是真正的拧成了一股绳。这样的话，无论啥困难，咱们都能渡过去啊。徐江一拍大腿，兴奋地道：确实如此，只要合作社成立起来，人人都有功上，人人都有盼头，日子会越过越好啊。马武和王寿还有一群村老们齐齐的点头。既然大家都同意的话，接下来就要细化，选出各类执事，还要建立监事会。接下来我会建立精研坊、织造坊、匠作坊、冶炼坊这4大工坊，最大限度的吸纳村民们做工，让大家人人有钱赚。同时还要建立地方治安团，维持治安和惩治犯罪行为，并抗击山匪与外敌，保卫三村。李晨详细说道，每个人都听得入了神，没有一个人发问或是质疑。打断他的说话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可能初期很难，但我想只要这样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如果共筑合作社成功了，安置流民绝对不是问题，并且还能促进我们玉龙三村未来的发展。要不了几年，怕是我们这三村就会成为整个平阳县最富裕的地方。李晨说道。同意，我也同意。所有人都听得心潮澎湃，全都举手同意，甚至叫起好来。既然如此，各位便都回村去，召集村民共同商议。明日上午我们再议。李晨道。好。一群人轰然响应，立马散去，回村组织村民议事了。徐叔，你陪我去地里走一走，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产量为什么这么低。李晨说道。行。徐江点头。2个人去了地里。玉龙河三村确实是老天宠爱的偏得之地，其他的依山之地周围都是石头，土地也很贫瘠，根本没多少地。可玉龙河三村虽然紧挨着太白山，但沿河却是一片冲积小平原，土地平整肥沃，都是古老河床流淌改道后留下来的老河套地，并且土地基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连成片的平坦地延展开去，十分适合大规模灌溉或者是大型机械化作业。当然，这是以后世的眼光来看的，现在还不存在机械化，水利工程水平也极为低下。虽然李晨上一世并不是农业专家，但搞财团做矿山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做些地方上的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方面的问题还是很了解的。只是在地里走了一圈，李晨便明确的判定产量低下跟耕地模式有一定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肥，缺大肥。徐叔，你们种地时都上什么肥料？李晨蹲在一株小麦旁边，边伸手摸着麦叶，边转头问道。